周狂、沈晴晴，你们这对狗男女追杀我8500次，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周狂说我配不上沈晴晴，呸！他要不是家里有钱，沈晴晴不会与我分手。狂神行会虽是10大行会，却毫无大行会气度，沆瀣一气抢夺我女朋友，这个仇一定要报。宁阳紧握着拳，在又一次被狂神行会追杀后，宁阳走出复活大厅。丁，世界公告：深渊10大君主之一达克率领1000万深渊恶魔围攻主城，守城任务开启。熊熊燃烧的血色火焰席卷而来，炙烤着大地。主城玩家仰望着能灭世的终极 BOSS， 心生绝望。刚调级又调装备的宁阳正从复活大厅出来，压根扛不住火焰伤害，路过的瞬间就被烧死了。丁，你获得达克君主 SSS 级天赋无限火力。丁，世界公告：达克已死，守城任务结束。宁阳看了眼挂在腰间的玉符，同归于尽符，神级任务物品，死亡次数10000-10000，死亡10000次，等级归0，最后一次崛起的机会就这么戏剧化没了。我要死了吗？宁阳扬了扬玉符，玉符升腾点点星光，慢慢虚幻消散。宁阳感受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一阵力道拉扯，意识变得模糊，随后消失。宁阳哥怎么这么傻，为那个坏女人灌醉自己不值得？我答应过叔叔阿姨会照顾你，宁阳哥，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他们交代？耳畔传来抽泣声。江州医院，宁阳猛地睁开双眼，看向一旁的许兰墨。这是在医院分手那晚酒精中毒被送去的医院。许兰墨怎么年轻了？宁阳不敢相信地掐了自己一把，这不是做梦，竟然真的回到了医院。可那是3年前，重生了。宁阳看到墙上时钟，显示的是2050年。宁阳想到任务完成的奖励，一把抓住许兰墨。默默，不要再离开我。许兰墨是宁阳的青梅竹马，一个文静的女孩，两人同在一个小区长大，一直默默暗恋着宁阳。从小学到大学，两人都在同一所学校。宁阳一直将许兰墨当成妹妹，可在大学，宁阳认识了沈晴晴那个烂货，因为怕她吃醋，被逼疏远了许兰墨。没想到酒精中毒后醒来照顾自己的是他。上一世他出院时已经被人交过住院费，所以并不是内疚的沈晴晴做的，而是许兰墨。我之后的遭遇其实是沈晴晴指使的吧？宁阳心道。宁阳在被沈晴晴背叛后，周狂带人弄瞎了他的双眼，是许兰墨将宁阳接回家照顾，女孩照亮了宁阳黑暗的世界。也在那时，许兰墨选择了表白。宁阳这才知道许兰墨一直暗恋自己。已经残废的宁阳终究觉得自己配不上仙女般的许兰墨，狠心离开了家，成为宁阳一生的遗憾。时光如梭，宁阳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再次重生，有了弥补遗憾的机会。默默，我们好久不见。有了沈晴晴的坏，知道许兰墨的好，一声轻叹，遗憾后的错过。许兰墨看着宁阳，能在他难受的时候陪在身边，那是最盛开的笑脸。沈晴晴那样浪荡的女人配不上宁阳哥，哥你也别自责伤害了身子。这段时间你来我家吧，我照顾你。江州花园，宁阳和许兰墨住在同一个小区。酒精中毒需要休息1周，医生叮嘱注意饮食，所以许兰墨将宁阳接回家里。捋清楚时间，宁阳回忆往事，不由有些失神。今天是6月30，也是天罚开服的当天，也是在30上午，当宁阳拿着借钱买来的最新款手机送给沈晴晴的时候，沈晴晴将手机砸在宁阳脸上，和他提了分手，转手投入周狂怀里。一个破苹果35才8000块钱，周狂送我的是最新的35 Pro Max， 售价16000。跟你交往能送我什么呀？周狂是学校游戏社的会长，正组织手下进驻天罚。宁阳知道这个消息，卖了手机买来天罚的游戏头盔，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沈晴晴在游戏中再相遇。当时的宁阳不知道天罚游戏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秘密。天罚全球200家顶级科技公司共同参与制作的虚拟游戏，其虚拟程度能达到100%的程度，在前一世几乎一推出就吸引全球玩家进入。而在1年后，游戏世界融合现实，无数玩家发现疯狂的怪物开始冲击人类世界，现代文明几乎瞬间毁于一旦。天灾版本来临，国内玩家24位神殿守护者的带领下斩杀怪物，宁阳便是第22位秩序神殿的守护者。只是双拳难敌4手，狂神行会的人太多，沈晴晴周狂对宁阳的杀意也太甚。跌落神殿，其后便是无数次的追杀。要不是宁阳一直努力练级，真掉落0级，就会在天罚世界永久死亡。而游戏和现实融合，意味着在现实里也会死。周狂不但在对付自己，甚至还想杀了自己。杀身之仇，不共戴天。宁阳紧握双拳。今天是30号，3天后周狂会带人扣下我的双眼。还有3天时间，我要在这3天从游戏里赚钱，再在我家设伏。周狂带来的人一个
也别想活着离开。上一世宁阳醉酒从医院出来就回了家里，这一世有了改变，来到许兰墨家，用这个差异设伏教训周狂是可行的。再次进入游戏，我的游戏经验可以更快提升自己，然后报复那对狗男女。宁阳再不迟疑，戴上头盔连接游戏。丁，是否创建角色？伴随着合成电子音的声音，宁阳来到接引大殿，选择创建角色。小娃娃，你来的有点慢啊，这都2个时辰了。老者一句话让宁阳头皮发麻，从尾椎骨升起一道寒气。重生3年前，宁阳以为只有自己才有记忆，可听老头的话，他也记得。出院道上游戏正好2个时辰，他知道，那他知道我为什么重生吗？宁阳有太大好奇。老头摸着白须，似乎没有解释的意思。同归于尽玉符是唯一鸿蒙神级物品，并非普通神级，隐藏属性是获得重生机会。你死亡1次，反击死亡后获得了3461道各种品级天赋，将随机保留10种。老者说完，长叹口气消散，只留下一句话：你是我们的尝试，也是我们最后拯救世界的机会。宁阳陡然震惊，连忙追问原因，可 NPC 已经消失。创建角色，宁阳得不到解释，先进入游戏好了。天罚玩家起步只有1种天赋，而我却有10种，这可是巨大优势，运用的好，说不定找周狂报仇的时间就能提前。请选择阵营，人族。宁阳是人，不需改变。请选择职业，不选。10级之后就能转职，前期选职业的优势只有2个职业低级技能，但是会丧失前10级的升级属性。宁阳会有10种天赋，并不缺乏攻击手段。你将以玩家散人玩家身份开始游戏，正在为你分配出生地，请输入游戏名称纵横四海，取好名字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抽取天赋技能的环节。宁阳的手都在颤抖。前世有一个星空族的玩家获得了双 SS 级天赋，以一己之力斩杀星空巨龙，更是凭借一人挑战人族3大神殿高手取得完胜，缔造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我可以有10个天赋技，只要运气好一点，抽出2个 SS 级天赋，我未必不能留下传说。宁阳召唤出抽取天赋技能界面，上一世攫取的天赋技能不断从屏幕划过，天赋只能进入游戏的时候获取才能使用，未来就算通过其他方法获得，只能跟宁阳似的有，但是用不了，要不然宁阳1000多天赋早就横扫全服。宁阳选择抽取至强祝福 SSS， 你获得的天赋均为 SSS 级。宁阳使劲揉了揉眼睛，没错，竟然真的是上一世烦死的神级 BOSS 艾莎女王的至强祝福，也就是说自己接下来9个天赋都会是 SSS 级。在上一世几乎没有什么 SSS 级面世的天罚世界， SS 就能横扫一片。10个 SSS 意味着什么？核弹，等于自己拿了10个核弹跟玩枪的对点。我要，我全要。宁阳激动地继续抽取天赋，一道道流光旋转，氤氲着霞光落在宁阳面前。超级强化 SSS， 你的所有技能将会变成觉醒状态，等级提升到最高级。你的装备也默认强化最高级。无限火力 SSS， 你的技能默认无使用冷却时间。道体 SSS， 损失气血后每3秒恢复 10% 的生命值，损失法力后每3秒恢复 10% 法力值。神级幸运 SSS， 游戏内的幸运值提升至最高值，怪物掉落取品质最高物品掉落， NPC 抽奖中奖几率提升 100%， 在野外碰到奇遇的几率提升至 100%。 神圣领域 SSS， 唯有救世主方可觉醒，全属性抗性 100%。 在领域外，己方玩家提升攻击防御 100%， 可复活死亡未超过1分钟的玩家，冷却时间24小时。灵魂召唤 SSS， 被你杀死的怪物会转换成当前等级亡灵跟随，可以分享你的经验升级，亡灵死亡及消散，亡灵存在时间随着等级增长而增长。诅咒之力 SSS， 攻击敌人自带诅咒效果，使得敌人所有属性强制削弱 50%， 持续30分钟。攻速叠加 SSS， 击杀敌人后攻速正 1%， 无上限。6道剑士 SSS， 唯一隐藏职业，掌握6道之力的苍穹主宰，5行元素之力任意调取。看到一共10个天赋，宁阳久久无语，全是神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入游戏大展身手。第2章，感谢这美丽的遇见。丁，欢迎来到天罚世界。有了上一世的游戏经验，宁阳没有像其他玩家还在摸索怎么接任务，怎么学技能。他在创建人物的时候没有选择职业，而且天赋有个唯一隐藏职业，需要10级出了新手村后找到职业导师才能学习职业技能。先接新手任务，宁阳打定主意，挤到新手村村长前。我接任务。村长下意识就要说出台词，就发现眼前的冒险者已经消失。
哎，毛毛躁躁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击杀村外那些变异的兔子。丁，你已接受任务清除变异的野兔。前世的经验，在新手村没有什么升级捷径，为任务和杀怪并重，抓紧时间升到5级，5级之后就能去暗夜森林，那里还有一件老朋友等着我，希望他还在。宁阳来到变异野兔刷新区，看到玩家4、5成群才敢挑战怪物。宁阳看到草丛里蹲着一只大耳朵兔子，脸上的腐肉翻着蛆虫，一个探查术丢了过去。变异野兔 LV3， 品质普通，物理攻击2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10，生命值200。技能撕裂，使用爪子攻击敌人的时候，有一定几率出现流血效果，每秒损失 3% 的气血，持续10秒。受到变异感染的兔子变得凶残和狂暴，会攻击一切活着的生命体。挺好，3级的野兔还是挺强的，就没有一堆人抢一只怪物的恶心状况出现。宁阳看了眼自身属性，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系统也就送给每位玩家一把攻击力+1的新手剑，其他装备就无了。出生之后都是穿着大裤衩，只有打到防御装才能遮羞。总的气血有100点，宁阳看到其他玩家挨了变异野兔一下，气血就掉了一大截。要是出了撕裂效果，10秒掉 30% 的总气血，没有血瓶加血的话，那就只能站着等死了。宁阳有10个 SSS 级天赋，哪怕是新手剑对付这些小野兔也不要太简单。宁阳大踏步走过去，野兔感受到有生人踏入自己的领土范围，本能的跃起，长长的指甲朝着宁阳的脸挠来，撕裂。与之同时，宁阳手里的新手剑直接刺穿了野兔的身体，将其钉死在剑刃。-237，跳出的伤害让周边几个玩家彻底傻了眼。靠，这什么伤害？我一剑只能打出3点、5点，为什么他一下能打出200多伤害？一剑秒杀，恐怖如斯。也是新手剑啊，他不会开挂了吧？丁，你击杀变异野兔，经验值+5。丁，灵魂召唤天赋发动，是否选择召唤变异野兔？0级。想了想，这里的普通玩家太多，为了不造成民愤，宁阳果断选择了拒绝。啪嗒，地上掉落了3枚铜币。与此同时，另一只变异野兔朝着宁阳扑来。宁阳没把握扛过野兔的超高攻击，就是一滚，躲过攻击的同时将铜币收入包裹，顺挑一剑，宁阳又是一击秒杀。啪嗒，这次爆出的除了铜币，草丛里竟然还有一件闪耀着银光闪闪的靴子。宁阳吃了一惊，看着光泽，不会是出白银器了吧？连忙捡起装备，伸手一挥，装备的属性就浮在眼前。破碎的靴子，白银器，防御+11，移速+5，使用等级需求2级。果然是白银器。天罚装备等级没有属性的白板、青铜、白银、黄金。宁阳倒吸了口凉气，看来这就是 SSS 级天赋神级幸运的威力，竟然杀一只普通怪物就爆出了白银器。白板装和青铜装一般只加单独的攻击或者防御，唯有白银器以上才能加2种属性。像这件破碎的靴子，身为白银器就加了不菲的防御属性，竟然还有移速。在前期有了移速，就意味着能更快的赶路和执行操作，对打怪和赶路来说都很有必要。前期大家为了抢第一个进入主城名额，必然会分秒必争，有这双白银器靴子，宁阳等于有了速度上的优势，尽快升到5级，拿到那件东西就全力冲击10级去主城拿奖励。宁阳打定主意，杀死2只变异野兔，一共获得了10点经验，正好1级升到2级也只需要10点经验。刷，一道金光闪过，宁阳顺利的升到2级。宁阳连忙将白银靴子换上，一股磅礴的气息从脚底生成，感觉暖洋洋的。继续刷怪，这一次在刷到第5只的时候又出东西了，不过是本泛着红色光泽的技能书。宁阳顺手捡起，幻影斩，评级 A， 剑气灌注武器，自身前以一个弧形的方向打出，能同时攻击3个目标。出技能了，还是群体攻击技能。技能评级也分为 D、C、B、A、S、SS、SSS。要知道，在新手村能学习的职业技能评分都为 D。幻影斩这样的 A 级技能绝对可以算是神技了。近战系大多是以单体爆发著称，本来就缺乏群体攻击手段，这和远程的法师、弓箭手职业截然不同。我就说开挂了吧，1击秒杀怪物，我们要4、5个人打好几分钟才能磨死。我们这里也有100来号人练级，最多也就是爆铜币，还没有听说有谁爆出装备。看那家伙，刚才爆了一件品相不错的靴子，一看就不是白板装。这才几只，又爆出本技能书，这用欧度说不过去，肯定是开挂了。不行，我要酸死了，我这就去举报。很快就真的有人翻出天罚的官网去举报。过了一会，这位回来后脸色有些难看。怎么说？官网也承认是挂了吧？
此人摇头，不是，官网说游戏主脑负责运营，任何人都干预不了游戏内容，更不可能在主脑的注视下开挂。没有挂，他真的这么强？此话一出，怀疑宁阳开挂的玩家呆若木鸡。得到幻影斩，宁阳一次引3只变异的野兔，手中剑刃上浮现一道血光，在空中猛地虚斩3次，3个伤害数字依次跳了出来：312、303、335。升级后的属性提升，加上幻影斩的提升，伤害让人看得不可思议，全部秒杀。继续，宁阳缓缓道：“第3章，霸村，暗无天日，可以回去交任务了。就是有点可惜，后面的10来只怪物竟然只爆出一件白板铠甲。”不一会就顺利升到3级，任务需要的20只野兔指甲也收集齐全。宁阳有些遗憾，顺手将最后一个铜币捡起。这话要是被其他玩家听到，得和宁阳拼命了。毕竟他们忙死忙活的，100来号人一件装备没出，宁阳连着出2件，竟然还遗憾，这是来秀优越感的吧？回去交任务的路上，宁阳顺手打开等级排行榜，等级第1的玩家已经4级，排在第20位则是3级。不过宁阳累积经验没有对方高，所以并没有上榜。而且出乎意料的，几乎所有上榜玩家都选择了将 ID 进行隐藏。随后宁阳又打开了装备榜单，这下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破碎的靴子，白银器，所属玩家纵横四海。从第2名开始，清一色的青铜器，看得宁阳心花怒放。隐藏 ID， 宁阳和其他人一样，先把 ID 隐藏。新手村是个秩序混乱的地方，身怀白银器，只不准会引来别有用心的玩家抢宝的心思。宁阳的天赋倒是不在意这些，不过苍蝇也很烦躁啊。村长爷爷，我来交任务。勇敢的冒险者果然没有辜负众望，成功击杀村外的变异生物，这是给你的奖励。丁，恭喜你完成任务，清除变异的野兔，获得经验奖励150，获得物品奖励翡翠太刀。翡翠太刀，白银器，攻击加16，力量加3，使用等级需求4级。死！宁阳倒吸了口凉气，又是一件白银器。翡翠太刀进入装备榜第1，第2则是一件叫野牛巨斧的3级白银器，第3还是宁阳的靴子。终于升到4级，我可以往暗夜森林走，路上升到5级就可以去那个地图。宁阳打定主意，因为有道体技能，只要不是瞬秒可以拉回气血，所以宁阳去买了各一组20瓶的初级生命剂和法力剂，可以顺回100气血或者法力，配合道体足够了。路上顺便把能做的任务接了，扛着翡翠太刀，宁阳迎着朝阳踏出村子。老大，又出了一件白银器，咱们暗无天日行会想霸占榜单有些困难，知道是谁爆出来的吗？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道。 ID 隐藏了，怀疑是不是装备榜第3破碎靴子的持有者。林浩擎着巨斧对身旁尖嘴猴腮的男人道，理由呢？根据之前我们在变异兔子练级的兄弟回报，那个叫纵横四海的玩家对怪物都是秒杀，爆率很高，出过2件装备1本技能书，我怀疑他是不是有加幸运之类的天赋，如果有，那么很有可能这件翡翠太刀也是他爆出来的。猴子分析的头头是道。林浩点头，是这个道理，之前咱们盯榜的兄弟也发生纵横四海才隐藏 ID 不久，这件武器就出来了，一样的隐藏 ID。 他的气质变得肃杀，或许是有神级天赋，可这次为了在天罚做出一番事业，将暗无天日打造成国内前10的行会，我前期就往游戏里投资了300万。纵横四海要是在咱们8号新手村发展起来，对我的称霸天罚是个巨大威胁，所以我决定在他没发展起来之前，先将他扼杀在摇篮里，召集兄弟探查，看看这个纵横四海现在在哪个地方练级。丁，你对死亡目标血狼使用天赋灵魂召唤，复活血狼灵魂参与战斗。一只6级的血狼迷茫地出现在6星芒法阵中央。宁阳还是第一次使用灵魂召唤天赋，果断查看血狼的属性。血狼灵魂 LV6， 品质普通，物理攻击89，物理防御66，魔法防御32，生命值500，技能突刺，使用爪子快速攻击敌人。村外上岗游荡的野狼，直到有一天感染侵蚀了他们的血肉，变成了浑身滴血的变异恶狼。宁阳顺手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角色 ID 纵横四海，职业6道剑士，等级4级，生命值380，法力值120，物理攻击117-132，物理防御148，魔法防御131，力量20，体质40，智力16，精神8，敏捷16，声望0，帮派无，力量影响攻击和击退效果，
体质影响物理防御和生命值，精神影响物理和魔法防御，精神影响魔法攻击和魔法防御，敏捷影响移速和闪避成功率。宁阳作为6道剑士，隐藏职业，5维成长分别是5、5、4、2、4，总值高达20。作为一个近战系职业，这份成长非常牛逼。要知道，普通战士成长仅仅只是3、2、2、1、1，总值还不破10。职业上的差距在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当然，血狼的实力也不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4级战士的实力。宁阳操作着血狼灵魂和自己，快速往暗夜森林深处杀去。叮！随着宁阳一剑将一条黄色铭文蟒蛇钉在树上，头顶降落一道金光。宁阳成功突破到5级，将5点自由属性加到体质上，宁阳的气血成功突破400大关。同归于尽玉符就在暗夜森林的隐藏地图，不过里面有一只8级的暗夜狼王，是 BOSS 级怪物。上一世我是新手村升到10级，并且世祖进行会队伍才勉强 BOSS， 最后幸运的得到玉符。5级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单挑过 BOSS。 很快宁阳否认了自己的想法，靠，我傻了，还以为是以前的属性。现在有10大 SSS 级天赋技，我应该直接碾压地图才对，实在是心态上一时还没准备过来。宁阳扫了眼时间，已经到达第2天凌晨。擦了，忘记一件事。宁阳连忙暂时先取下头盔，哒哒哒的来到隔壁房间。咚咚，穿着睡衣的美丽姑娘打开房门。默默，你记住待会创建人物的时候一定要选人族啊。宁阳哥，你怎么知道我要玩游戏？许兰墨是临时起意，看宁阳玩天罚，就用零花钱买了游戏头盔。可他并没有跟宁阳说啊，难道他平时有暗暗的关注我？许兰墨双颊飞上红晕，吞吞吐吐地说：宁阳哥，你还没吃饭吧？我在锅里留了饭菜。宁阳急着回去上游戏取回玉符，便匆匆过去吃饭。他想起上辈子的事。许兰墨因为对游戏不太懂，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堕灵族。在游戏运营半年后，族群大战开启，堕灵族、人族和星空族成为3大阵营，为了生存地盘互相厮杀。许兰墨跟随堕灵进攻人族，一路被追杀到0级，意外地死在宁阳怀里。也是那时候，宁阳才知道那个叫陌生行的玩家竟然就是许兰墨。既然重活一世，宁阳绝对不允许悲剧重演。去了新手村抓紧练级，10级之后来苍兰城，以后我们一起打怪。宁阳回房间之前说了句，房间里的许兰墨激动的眼睛潮红。第4章，接招吧，暗夜狼王。叮，你进入隐藏地图森林之心，获得声望奖励加50，对应的声望在国战开启后才能在军中担任职务。而暂时宁阳知道的声望获得方式就是发现隐藏地图，有机会把上一世发现的隐藏地图全部走一走。宁阳琢磨着，同时也在寻找捷径，飞快接近 BOSS。 这些普通怪物虽然也是经验，但当务之急还是找到玉符。何况要是有玩家进入地图，怪物也能阻拦一段时间，等出来的时候再顺手收拾吧。宁阳决定好了，很快来到一处氤氲着血雾的山谷。吼！低沉的兽吼像是从地底生出，一股寒气从后脖梗往里钻。宁阳看到在血雾中有一双灯笼大小的眼睛。凶厉！暗夜狼王。宁阳眉头缩成一个川字。暗夜狼王青铜级 BOSS， LV8， 技能风烈斩噬咬。介绍：暗夜森林的王，传说狼王将会吞噬一切靠近领地的生命。5级单挑8级的 BOSS。 宁阳搓了搓手，准备火力全开。无限火力、神圣领域和诅咒之力全部开启。宁阳如同炮弹般冲向了暗夜狼王。叮！翡翠太刀和狼王的爪子碰撞，火星四溅，2个伤害也几乎同步跳了出来。-150， -382，还不错，诅咒之力大大削弱了狼王的攻击，要不然这一击换做普通玩家甚至有被直接秒杀的可能。狼王的气血肉眼可见的少了一截。+55，道体的恢复发动，宁阳的气血在缓慢恢复着。估算了下，宁阳就知道单挑 BOSS 并不是什么难事。人是在这里面吗？一个长相妖艳的女人皱着眉头问。空气湿淋淋的，身上好不舒服，烦死了。林浩搂着身旁的女人，别着急，快到了，待会咱们一拥而上，迅速斩杀纵横四海，完事我就带你出去爽一把。猴子想了想，老大，咱们为什么不考虑招揽呢？纵横四海有如此发展，应该是个高手吧。既然是高手，高手要么有大行会背景，要么就是自命不凡的独行侠。招揽条件苛刻，还不如咱们直接追杀，将2件白银器爆出来就行了。叮，系统通报，玩家纵横四海击杀 BOSS 暗夜狼王，作为本服第一个击杀 BOSS 级怪物的玩家，获得奖励等级+1。一条系统通告几乎是瞬间引爆了8号新手村。
纵横四海，这个玩家好厉害啊！竟然这就打死 BOSS 了，说不定是组队的，最后一击让他个人击杀而已。大行会玩家冲级数不都是用这个办法？有人杠道，有这个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这算是在服务器扬名了。而有一群人，大概100来号，见过纵横四海杀变异兔子的，听到这个 ID 后，激动的情绪爆棚。看到他刷怪的速度，我就说他很强嘛，果然是个高手，这就完成 BOSS 首杀了。跟高手一起练过级，感觉挺荣耀的。我们新手村出了牛逼高手，这以后说出去也有面子。同样的议论声也在暗夜森林深处响起。不过他们讨论的是，糟糕 ，BOSS 被抢了，这个纵横四海的运气真好。他快一步帮咱们守住了 BOSS 的爆出品罢了。别忘记，在物品爆出进入包裹半小时内，咱们击杀他爆出的几率就大多了。宁阳一脚踢开 BOSS 的尸体，在地底的血土里摸索着，不一会摸出了一块带着鲜血的玉符。东西到手，同归于尽玉符，特殊物品需要使用等级10级。宁阳明白了，前一世的玉符拿到手就自动领取了唯一任务，而这次没有任务，只有单纯物品，证明重生一次也是唯一的，要到10级才能用，到时候就能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宁阳乐了，相当于是超级核弹的东西，不过只限于对付牛逼 BOSS 之类的。宁阳收拾好玉符，才抽出空来，准备去捡取 BOSS 掉落的装备。一共2件光泽萦绕的装备，一件是战甲，一件则是一对护腕。宁阳就是先捡起地上的一枚金币，7、8个银币，正准备去捡装备，忽然一道人影袭来，在地上打了个滚，同时2件装备也被他拾取了。纵横四海，我们可算是遇到了。宁阳瞥了眼尖嘴猴腮男人头上的 ID， 身后我不认识你吧？把我的装备还来，我可以不杀你。宁阳摇晃着翡翠太刀，一群人进入血雾范围，为首一人手握巨斧，散发银光，赫然是装备榜第2的野牛巨斧。一共23人，等级最高的是浩然正气的6级，最低也有4级。这是暗无天日在8号新手村的全部玩家，而这群人行事风格显然没有解释的意思。给我杀！浩然正气喝道。宁阳望着袭来的众人，笑了。我刚升级，正想试试现在的实力呢。也罢，既然你们来找死，我让你们知道 SSS 天赋的恐怖。知道你有个 SSS 的天赋加幸运之类的吧？浩然正气成竹在胸，放心，我们早就做了准备，今天必杀你爆装备。宁阳叹气，一个 SSS 级天赋，这群人显然低估了自己啊。手中的翡翠太刀递出，超级强化开，诅咒之力、领域之力、道体。宁阳直接斩出，砰！浩然正气见势不对，立马把身旁的女人拉过来，太刀切割在女人浑圆的胸甲上，一刀斩断，直接秒杀。攻速，给我叠加起来！幻影斩，无限火力后技能没有冷却，宁阳的幻影斩直接笼罩住了2个人，又是连续2个秒杀，攻速提升到 3%。刷刷，剑刃飞舞，斧翼交手，暗无天日直接阵亡3人。宁阳提着翡翠太刀，道体不断恢复消耗的气血，整个人如入无人之境，技能倾泻而下，摧枯拉朽的。宁阳的攻速就叠加到了20，而那边凝聚的血狼灵魂在击杀一个玩家后，时间到了消散于无形。现在可以说说你们为什么来追杀我了吗？宁阳盯着浩然正气质问道。第5章第1件黄金器，想通过猎杀高手在服务器扬名，想法很好，可惜你遇到了我。宁阳想起来了，暗无天日行会上一事就在新手村屠杀了一位等级榜前3的玩家，随后发展成新手村毒瘤，引起民愤，最终是被全体玩家抵制，全员被屠戮到0级。只不过那时是游戏初期，宁阳的记忆不是太深刻，没想到来暗杀自己的竟然是他们。废话少说，交出你杀 BOSS 爆出来的装备，我饶你全尸，不然就算你杀了我，等我组织兄弟一样再来围剿你。威胁？我喜欢威胁。宁阳手中利刃翻飞，120的攻速叠加，几乎是瞬间将浩然正气捅成窟窿，星芒消散。丁，你已击杀玩家浩然正气，罪恶值+1。天罚有恶意 PK 系统，野外 PK 是不被允许的。主动攻击会灰名，若是击杀玩家就是红名。灰名和红名玩家装备被爆出几率大幅度上升。浩然正气抢先攻击，所以是灰名。宁阳凭着 SSS 级天赋超高爆率，果然爆出了东西。啪嗒，地上掉落一把明晃晃的巨斧，装备榜第2的那个。宁阳抬手去捡巨斧，一道灰色的影子出现，朝着巨斧冲去。给我滚！宁阳太刀一斩，身后指来得及匆忙展开武器防御。丁，格挡成功，天赋技格挡。宁阳踩在巨斧上，看着还剩下一丝血条的身后，B级以上天赋吧，
不然挡不住我这一击。既然你没死，巨斧拿回去，另外通知浩然正气，我要和他谈谈。宁阳有一个想法，所以打算见见浩然正气。残血的申侯警惕地接过巨斧，见宁阳没有攻击的意思，连忙告退去。离远一些，连忙捏碎回城卷轴。唰，白光降落，申侯已经回城。嚯！宁阳目光收缩，10金币一个的回城卷轴都能用得起，这个暗无天日行会挺有钱。天罚货币兑换比例：1万铜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金币等于1 RMB。宁阳练级到现在，扣除买药的，也就只赚了2金多。这次的收入都在 BOSS 爆出来的宝贝上，爆出个牛逼装备出来，我拿去摆摊，赚了金币我也用回城券。宁阳手一扶，2件装备的属性跳出：荆棘护手，白银器，攻击加11，力量加4，使用等级需求5级。和宁阳的翡翠太刀属性差不多，因为是护具装，价格比武器低点。第2件护甲散发着昏沉的金色光泽，铠甲前端篆刻兽纹，是一头咆哮的狼王，仅仅是握在手里就能感受到一股浩瀚的力量涌入。暗月狼甲，黄金器，防御54-113，体力加25，敏捷加13，需要等级10。暗夜狼王皮毛制作的强大甲胄，拥有着暗夜狼王的魔力，强大无比。黄金器，宁阳对自己的神级幸运有了清晰的认识，在其他人打出个青铜器还要高兴半天，还没出新手村的情况下，竟然爆出了黄金器。顺手将来时接的暗夜森林里的任务做完，宁阳哼着小曲往城内走去。与此同时，装备榜上第1的黄金器彻底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又是这个纵横四海，装备榜前2全是他，等级榜也上了前10，太牛了，绝对是高手。我要粉纵横四海，好想看看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咱们要去村口蹲守吗？宁阳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听到关于自己的议论，调出面板将 ID 隐藏。他们找纵横四海，关我宁阳啥事？回到村里，宁阳直接联系到申侯。村长处见面，我在那边交任务。宁阳留了条信息。宁阳赶到村长身边，正好浩然正气也带着申侯和菲菲前来。宁阳，你既然敢杀了我，告诉你这事没完，等主城开启，我数万兄弟定然追杀你到死。浩然正气生气的捏着菲菲的小巨兔，张牙舞爪。一旁申侯向宁阳投来无奈的目光。宁阳看浩然正气拿回巨斧，已经有了主意。野牛巨斧是我爆出来的战利品，虽然等级较低，但按照市价应该也值60金币吧。浩然正气，你既然要跟我没完，就不能欠我人情。猴子，给他100金。浩然正气不屑道，他不想欠人情，以他的身份，为60金欠人情更没必要。宁阳明白浩然正气的性子了，想起上一世暗无天日的行径，宁阳就问：暗无天日是想在天罚做一番事业吧？但你们也看到了，凭你们现在的能力，新手村都完全搞不定，缺装备，缺人。你们想想，这样下去能做成全国前10的行会。实不相瞒，在我看来，你们缺机会，未来会因为想要做番事业急功近利，采取爆玩家装备的地步，导致和普通玩家走上对立面，彻底断了做大做强的可能。说得不错，下次别说了。浩然正气很不高兴。申侯聪明，隐约明白宁阳的意思。纵横四海，你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以后有好装备我优先供给你们，其次凭我现在的名气，届时我还可以帮你们的行会打广告。暗无天日需要赌的是宁阳未来能不能还像现在，能在主城里也搞风搞雨，名声大噪。那我们的付出是？申侯是个聪明人，知道这是个机会。不说别的，装备榜第1，有可能也是系统第1件黄金器就在宁阳手里，加上宁阳一个人 PK 了他们在新手村的所有人，这份实力前期确实能给行会带来帮助。我需要钱。申侯有些意外，宁阳这样的高手会缺钱。先付2万，以后有合作，我们再给你佣金。可以。双方各取所需，哪怕浩然正气吼着要报复宁阳，也不敢错过这次机会。很快2万现金到账，3人正准备离开，忽然申侯回头看了眼宁阳，黄金器护甲是在你身上吧？宁阳耸肩，不置可否。卖吗？暂时不考虑。可惜，再问一句，你的天赋是不是加爆率的？宁阳朝走远的2人指了指，你老大走了。申侯没得到答案，但心里已经明白，这次合作不会亏漏。村长爷爷，我清理干净了暗夜森林，来交任务了。宁阳想尽快升到10级去主城，不过在去主城之前，宁阳抚摸着怀里的玉佩，考虑去见一见新手村的终极 BOSS。上一世据说有一队玩家到20级的是组了100人团才挑掉 BOSS， 爆出了一张隐藏职业转职证明。如果等级更低，人数更少，能拿下 BOSS 的话，爆出的东西更好。第6章隐藏 BOSS。宁阳下线看2万已经到账，喝了杯水，
就重新回到游戏。任务：清理城外一群变异的柴狗。宁阳杀死1只 BOSS， 交掉任务，等级已经飙升到7级，成功进入等级榜单前10，排在第10位。想要去杀最后的 BOSS， 等级最低要求是9级，还差2级。宁阳打算边接任务边刷怪，练级速度不会慢的。变异的柴狗是9级怪物，在村尾的山涧深处。白银器靴子踏在阴暗潮湿的碎叶，宁阳提刀警惕四周随时出现的变异毒蛇。当当，山涧深处忽然传来了金属交接的碰撞声，看来这个练级点已经有玩家了。宁阳打算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风晴雪是一个普通的星空族玩家，不知道是不是系统 bug， 他竟然出生在人族新手村，导致风晴雪压根接受不了新手村任务，升级速度大打折扣。要不是风晴雪长相甜美，有很多普信男非要带着他组队升级。没有什么攻击力的星空族弩手根本不可能升到5级。队伍里的5个老哥对自己的技术特别自信，非说要将风晴雪送上等级榜，所以几人跑到这里来越级打怪。汪汪！不曾想怪物的叫声挺萌，但是攻击力是真低高。几个老哥又引多了怪，一共3只变异豺狼，汪汪叫的将4个老哥送了回去。晴雪妹子，这次是咱们哥几个对不住你了，害得你跟我们一起掉了一级。风晴雪一袭锦衣皮甲，将小蛮腰完美的衬托出来。没事的，掉级就掉级了吧，反正迟早能去主城，不急在一时。风晴雪安慰老哥。汪汪！一只柴狗朝着风晴雪扑来，我们再复活点等你。晴雪妹子，你别担心我们跑路。老哥扑向柴狗，眨眼的功夫就化作了白光，飞回了城。风晴雪闭上眼睛，做好死亡的准备。刷刷，是剑刃快速切割空气的声音。风晴雪连忙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男玩家，单枪匹马就将3只柴狗击杀。好强的攻击力啊！宁阳也认出了这丫头，之前回城，宁阳还看到她说已经将自己当成了偶像，偶像见面他得疯狂死。哟，竟然是星空族的玩家！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跑到我们新手村来的？宁阳再仔细看了眼，很快发现了这个玩家的不同。精致的像是洋娃娃的脸蛋，2只耳朵有点尖尖的。星空族玩家又大多长有翅膀，这个风晴雪背后有类似蝴蝶的透明翅膀从皮甲里伸出来，绝对的勾人尤物。上一世不知道多少玩家迷恋星空族的女玩家，最终在3族混战的时候被星空族击杀。宁阳对星空族女玩家印象不好，所以也没打算跟风晴雪打招呼。没想到风晴雪连忙跑过来，连连感谢，谢谢你，你救了我一命。对了，你叫什么来着？宁阳没工夫搭理他，往山涧深处走去。风晴雪连忙跟了上来，宁阳看到倒也没说什么，一路疾行，很快就把任务需要的物品凑齐。宁阳继续去完成第2个任务，风晴雪依旧跟着。等所有任务忙完，宁阳准备回村，实在受不了风晴雪跟着自己。你自己不练级的吗？我这都快8级了，你又没跟我组队，杀怪经验分不到，一直跟着我干啥？我的天赋是 S 级复活，你救了我一回，等于我欠了你一条命，所以我打算在你死亡的时候复活你一次，就算是还了你这条命。随你便吧。宁阳懒得说自己有道体，这些普通怪物根本伤不到自己。S 级天赋又是复活，这要是丢出去，绝对是各大势力抢夺的宝贝疙瘩。可宁阳全是 SSS 级天赋，还真看不上区区一个 S。交完任务，宁阳顺利升到9级，将所有属性点加好。宁阳补充2组药剂，就出发了。滴血洞，风晴雪吸了下鼻子，好浓郁的血腥味啊！宁阳对这女人的坚持挺无语，明明看到了之前的几个老哥，他愣是不跟那些人走了。难道是看中了我的刷怪速度，觉得跟着我能赚经验？宁阳心内暗道。吼！刚进入滴血洞，就能听到一阵阵阴森吼叫，紧跟着一个巨大的骨头架子擎着把巨剑就砸了下来。咚！12级 BOSS 属性确实霸道多了。宁阳有10大 SSS 级天赋，还有诅咒能降低 BOSS 属性，只要肯花时间，轻松就能磨掉。新手期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所以这个方案被宁阳直接 pass。注意复活我！宁阳丢下这句话，白银靴一滑，整个人几乎是送到了巨剑下。负123，连续几斩，宁阳的气血直接清空。叮，你已经被隐藏 BOSS 白骨妖杀死。叮，同归于尽预符发动 ，BOSS 白骨妖被你击杀，获得经验加2000，获得声望加200。叮，系统通报，玩家纵横四海击杀隐藏 BOSS 白骨妖，作为本服第1个击杀隐藏 BOSS 级怪物的玩家，获得奖励物品白骨护腕。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宁阳几乎是眼花缭乱。紧跟着，系统又提示玩家风晴雪对自己使用复活术。宁阳重新站了起来。复活等级不再是死亡掉1级，而是扣本级1半经验。
宁阳身为红名玩家的爆率也是很高的，复活后就可以将爆出的装备收回来，算上奖励的经验，宁阳重新回到10级。原来你就是纵横四海。风晴雪有些幽怨地看着宁阳，他对宁阳使用复活术的时候，虽然宁阳隐藏 ID， 但杀 BOSS 系统是出了公告的，所以风晴雪知道了宁阳的身份，眼看已经瞒不住了，宁阳摊牌了，没错，我就是纵横四海。说完，宁阳放出身上装备的全部光芒，紧跟着也将自己的 ID 放了出来，红艳艳的纵横四海4个大字像是滴血一样。纵横四海，你是我偶像啊！风晴雪激动地捂着嘴，我没想到我一直是在跟着你练级。宁阳忽然碰到脑残粉，有些不太习惯，伸手将地上爆出的3个盒子捡了起来。系统的隐藏 BOSS 和正常 BOSS 不同，不但更难以发现，爆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像普通 BOSS 什么装备、金币、技能书啥的。隐藏 BOSS 爆出来的是宝箱，玩家需要对应开箱钥匙才能打开宝箱。宝箱里根据宝箱的等级不同，会有各种各样丰富的道具奖励。2个黄金宝箱，1个紫金宝箱，说不定能开出好东西呢。第7章进驻天书城。宝箱等级有白银、黄金、紫金、史诗。宝箱里的奖励也是包罗万象，小到金币、药水、装备，大到各式道具、宠物蛋、隐藏职业就职证明、隐藏地图。开宝箱需要对应的钥匙，白银和黄金钥匙可以在 NPC 处购买，但紫金宝箱钥匙只有野怪和 BOSS 才能爆出来。风晴雪念着刚查出来的资料，有些不太好意思地看向宁阳。黄金级宝箱1金1根钥匙，咱们现在回村吗？宁阳已经10级可以出新手村，自然不打算在这耽误时间。行，那就先回新手村吧。这一路上你跟着我，有野怪杀了后经验你拿走。今天你复活我一次，帮了我的忙。等出了新手村，你来找我。风晴雪嘟着嘴，好，谢谢你。回城的时候顺便带一带风晴雪，等回到新手村，风晴雪已经有6级。接下来你自己练级吧，我得去争取第1个去主城，第1个就职名额。风晴雪跟宁阳加了好友，就去找之前的老哥练级。宁阳来到村长那，尊敬的村长，我已经10级了，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冒险者，你真的有了10级了，不错，你在咱们新手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村长将一张信封交到宁阳手里，我有一个弟弟在天书城当差，请你帮我将家书带给他。咦，前世去主城没有任务啊，只需要拿到介绍信直接去主城就行。宁阳有些猜测，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的缘故，所以很多东西改变了？因为对任务不了解，宁阳果断接下。不了解的东西意味着会有好货，接好任务，宁阳就先出发了。一会，浩然正气带着人守在村子进出新手村的唯一通道。我们老大决定了，咱们这个新手村必须是他才能第1个去主城，第1个就职。申猴拍打匕首，所以接下来不管大家有没有到10级，任何想从这地方过去的人都不行。他们这是准备封路，其他玩家哪里肯干，已经围了一圈人。过分了吧，我才5级啊，我要去那边做任务，这也拦着不让过去。就是要拦10级以上的玩家不就行了，我们这才几级？暗无天日的行事风格，这跟前世是一模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宁阳走了过来，抬手一巴掌抽在申猴脸上。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想做成大行会，就这么点气度？浩然正气看到宁阳，脸上惊魂未定，你竟然10级了，这么快？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会抢到第1个去主城的名额，所以没必要封路了，你们也抓紧时间练级，争取早日去主城。宁阳叮嘱。浩然正气一群人听了宁阳的，依次离开。一点小插曲，宁阳离开新手村，很快到了天书城。进入主城，将村长手信交给户籍官，就会得到天书城徽章，就算是正式进驻天书城。宁阳拿到徽章，等了会，咦，怎么没有系统提示？如果没有系统提示，就意味着自己不是第1个进入主城的，还有比我来的更早的。宁阳心里有些郁闷，紧赶慢赶的，第1还是丢了。这不，宁阳为了着急赶到主城，连宝箱都还没开，到这时才花了2金币买来了黄金钥匙。叮，是否使用黄金钥匙打开黄金宝箱？宁阳果断选择了是。咔嚓，宝箱就被打开。宁阳看到宝箱里9个格子里是3件装备，1件武器，其余几个是药水、金币等物。宁阳选择抽取宝箱，滴滴，代表抽取的红光不断在格子里跳动，越来越快。黄金宝箱能开出个黄金器，就大赚特赚了。等停下来后，红光落在一枚闪烁着紫光的戒指上，紫电戒，黄金器，力量加32，需要等级10级。又是1件黄金器，果然我的运气无敌。宁阳现在有了3件黄金器，10级就可以换上的。但宁阳想等就职成功后再换装备，
到时候感受一下属性暴涨的魅力。还有一个黄金宝箱，先开了再说。紫金钥匙暂时还没爆出来，所以紫金宝箱开不了。这次打开宝箱，9个的东西有点不一样了，多了一个闪烁着黑光的令牌。咦，这是什么？宁阳很是好奇。黄金宝箱暂时也未必有什么好东西，所以宁阳还是想看看那令牌是什么东西。凭我的超级幸运，抽到不是什么难事吧？宁阳果断选择抽取奖励，如同抽奖机器般旋转。叮，恭喜你获得特殊物品圣龙令。宁阳有些奇怪，圣龙令又是个什么东西？宁阳将奖品提取，连忙打开包裹，想看看到底是怎么用的。圣龙令，特殊物品，需要10颗风龙之魂才能激活。宁阳看到这东西的描述，就觉得有点牙疼。风龙，我要是没记错，这也是天罚的一类怪物体系，其中等级最低的是食草风龙，50级的怪物，我还要去杀风龙才能激活。嗨嗨，我虽然有 SSS 级天赋，但等级差距太大，过去就是白送的。而且我还不知道这圣龙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宁阳回忆了下前世，自己是不是听说过这东西，但是毫无头绪。算了，等等肯定就有答案了。宁阳将圣龙令收回包裹，随后宁阳趁着主城里人还不多，先去把上一世知道的一些唯一任务接取了，顺便接了点奖励不错的主线任务，正准备去就职。咕噜，宁阳发现自己肚子适时响了。下线，宁阳从冰箱取了鸡蛋，下了2碗面条，吃了1碗后就去敲许兰墨的房门。默默，你起来了吗？来吃点东西吧。宁阳看时间已经到了早上6点钟，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连续在线1个通宵，这才顺利升到10级。许兰墨是好孩子，估摸着不会考虑通宵刷怪。练级时间不够的话，也不知道现在有几级，还有多久能出新手村。宁阳哥哥，我这就来。房间里一个好听的女声答应道。等许兰墨出来，宁阳看他盯着2个黑眼圈，头发也有点乱糟糟的。你这是？宁阳诧异。我在打怪升级啊。许兰墨有些兴奋，眼睛里闪烁着金光，还挺好玩的呢。宁阳哥哥，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喜欢玩游戏。几级了？宁阳好奇地问。许兰墨小脸蛋兴奋的通红，已经4级了。我厉害吧？打一会就能升级了，一晚上就升了4级。宁阳有些意外，这练级速度连风晴雪都比不上，怎么练的？宁阳哥你几级了？肯定比我高吧？肯定有5级了。第8章就职任务，我10级。许兰墨吐了吐舌，宁阳哥你好厉害，我们新手村最高等级的才9级呢。加油练级，我进了天书城，你10级后告诉我，我去新手村接你。练级已经过了1天，还有2天周狂会带人上门教训宁阳。宁阳在这2天里需要在游戏里有更大的发展，宁阳才能在周狂带人来时狠狠给他一个教训。收拾好碗筷，宁阳在叮嘱许兰墨10级一定要通知自己。宁阳重新上线，刷回到天罚。宁阳盘算了一下自己接到的任务，都是主线单一任务，一共13个任务，而且大多是2个任务击杀同一怪物，能大大节约练级时间。这个6道剑士的就职任务稍微有点麻烦，各职业的就职任务都在就职大厅接取。可宁阳的 SSS 级天赋是6道剑士，隐藏职业就职应该有专门的导师。如果是隐藏职业的就职证明，使用后会直接传送到导师面前。宁阳也没有证明，导师成了一个未知数，还是直接去就职大厅打听一下。就职大厅就在主城里，一座6根石柱托起大门，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宁阳看到屋子里有5个职业的导师，3男2女。最左边手持法杖的，戴着斗篷，将整个脑袋几乎藏在里面的男人格鲁是牧师职业导师。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穿着皮甲、细腰的肌肤嫣红的暴露在空气中，是弓箭手导师希娜。刺客导师杰西卡是最中间的身影若隐若现，手提一柄寒光匕首的男人。别路维是一头金发的少女，拎着月牙法杖，氤氲着淡淡的光辉。最右边那个将大刀扛在肩上的大汉，就是战士系职业导师西图绪夫。嘿，我说咱们在这也太无聊了，不如赌一把，看谁会第一个收到学生。奶爸格鲁嘴角上扬，反正我们牧师职业提升实力最艰难，第一个肯定不是咱们。战士的爆发力最强，能打能抗，我觉得会是我们。西图绪夫信心满满，迎来的却是几声不屑的冷哼。呵呵，你高兴就好。对，你们战士最强了。如果不是战士，西图绪夫，你想好该怎么丢人了吗？就在众导师打嘴炮的时候，宁阳闯了进来。宁阳要找的就是西图绪夫。导师，我想就职。宁阳来到西图绪夫面前。西图绪夫炫耀地对同伴说：哈哈，你们看到没有，第一个就职的就是战士。你说的很好，下次不要再说了。
格鲁和西图旭夫天然不对付。几人里，杰西卡比较谨慎，扫了宁阳一眼就看出事情不一样。我说西图旭夫，你看清楚没有？这位是隐藏职业，可不是你那个什么普通战士。西图旭夫才反应过来。咚！宁阳将巨剑放在地上，使劲揉了揉有些红肿的眼睛。你说他不是战士？我来看看。确实是隐藏职业，不对，他是6道剑士。你说他是什么？就连最冷静的杰西卡也有些着急。6道剑士？几人目光交错，似乎在交流什么。你们知道6道剑士？宁阳疑惑询问。没想到西图旭夫连忙摇头。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宁阳看几位导师都不打算说，也就不问了。那我想就职，请问需要做些什么？西图旭夫这时候才反应过来，6道剑士的就职我倒是可以帮你完成，不过50级2传的时候就需要你的导师帮你了。宁阳点了点头，好，我会在这段时间找到导师。西图旭夫手一张，一道金光涌入宁阳体内，去完成任务吧。完成了任务，我就可以传授给你6道剑士的初阶技能。定，你已经接受就职任务。任务评级 A， 请前往黑水森林击杀10条腐蚀的黑纹巨蟒，取得10只蛇胆；前往黑水毒潭击杀20条变异鳄龟，获得10个毒囊。将物品带回来交给职业导师，证明你的实力，就能就职成功，获得职业技能。宁阳张手朝着其他几个职业导师道：各位放心，我们战士一定会是第一个就职的。嘿嘿，这小娃娃还挺有性格。6道剑士出来，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宁阳盘算了下，决定先去黑水森林，一方面能做就职任务，路途上如果碰到别的任务也能顺手解决。因为天罚刚开服，很多玩家都有精神，连续在线超过24小时，也不急着下线睡觉。已经陆陆续续有玩家进驻天书城，不过宁阳倒是没有发现8号新手村的熟人，应该都是其他新手村的。整个大陆分为数个主城，华夏玩家众多，也分了7个次级主城，1万个新手村，意味着每一个主城都能分到好几千新手村的玩家。按照几率来说，有其他新手村玩家升到10级赶来新手村也正常。宁阳知道，因为自己是隐藏职业，就职任务比其他玩家更难一些，想抢到这个第一个就职名额难度很大。黑水森林地面上铺着黑色的腐烂过的树叶，一股腐朽的恶臭传来，空中一些不知名的野鸟发着嘶哑的吼叫声。茂密的树林，因为末日将要降临的缘故，宁阳感觉这里的树也长得扭曲起来，像是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变异体。嘶嘶，身后传来腥风，宁阳手中太刀一挡，当，巨大的蛇头就和宁阳的武器撞在一起。宁阳噔噔噔连退数步，脑袋上冒出一个上海数字-139。10级后，宁阳的总气血已经破1000。巨蛇身上长着黑色的如同网状一样的花纹，看起来恐怖异常。狰狞的舌头朝着宁阳吐着信子，道体发动，很快宁阳损失的气血就恢复了，伤害很高，若不是我能削弱攻击，还能自动恢复，还真不好对付这黑纹巨蟒。宁阳自言自语说道。下一刻，手里的太刀翻飞，不断落下，一个又一个的伤害数字跳了出来。只能说换了其他人的话，想对付黑纹巨蟒10级挺难的。不过宁阳有10大天赋，就是另一个情况了。灵魂召唤，在将黑纹巨蟒击杀后，宁阳第一时间就将它重新召唤了出来。巨大的蟒蛇帮着宁阳攻击树上的同伴。与此同时，宁阳一把捡起地上的银币以及一个蛇胆，59枚银币。主城里的怪物爆率比新手村可高多了。宁阳有些激动，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爆出点属性装备，这样我就能替换掉身上的2件青铜器。第9章仇人见面，秋风落叶。宁阳有召唤的巨蟒帮忙，接下来刷巨蟒的速度就又快多了。刷了13只，已经有9个胆囊，再杀了这条巨蟒，刷出一个蛇胆任务需求的数量就足够了。宁阳发动幻影斩，咚咚，剑刃斩落，巨蟒最后一点血量见底。宁阳眼尖看到巨蟒尸体坠落的时候掉落了蛇胆，还有一件泛着荧光的装备。蛇胆，我要了！就在宁阳捡取装备的时候，只见一个弓箭手玩家在树林跳动，紧跟着他用长弓勾住树枝，顺势借力将蛇胆捡走。秋风落叶 LV11 弓箭手。宁阳看着这个比自己还高1级的弓箭手，有些意外。我们又见面了，秋风落叶。这个 ID 宁阳印象深刻，曾经是国内顶级赛事的100强选手，后来被周狂用重金挖到狂神。宁阳被狂神追杀的那8000多次，就有一半是死在了他手里。秋风落叶见宁阳没有攻击他，便以为宁阳不打算动手。你认识我？秋风落叶从树上跳下来。当然认识。
宁阳反应过来，秋风落叶不会记得上一世的事，那么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秋风落叶还敢抢自己的任务物品，绝对不能饶了他。既然认识我，那应该也是我250号新手村的粉丝吧？行，任务物品我自己打，还给你了。秋风落叶将蟒蛇蛇胆从包裹翻出，重新丢给了宁阳。接过任务物品，宁阳白银器翡翠太刀横起，直接斩了过去。我的东西拿了还回来可不够，最好是留下来一条命。宁阳在新手村就杀红了名，在主城刷了这么久的怪物，才勉强将红名刷回来。这不，宁阳先攻击对方，名字又变灰了。砰！宁阳的幻影斩技能落在地上，刷刷斩起碎草无数。Miss！ 咦，秋风落叶的走位很精妙，竟然在千钧一发之际直接 miss 掉了伤害。宁阳不奇怪，他记得秋风落叶的操作很强，而且他的天赋是 SS 级的闪避，和自己的操作相得益彰，能够利用后挑 miss 伤害。你既然认识我，应该就知道凭你是不可能攻击到我的。宁阳抿着嘴唇，确实挺厉害。秋风落叶拉起长弓，形成一个圆月，正剑矢飞出。宁阳操作一旁召唤出的蟒蛇亡灵挡住攻击。-5。秋风落叶不敢相信的揉着眼睛，怎么可能？我的是黄金器长弓，加了100多攻击啊，怎么会不破防？秋风落叶才看到自身状态，不对啊，我的攻击力怎么削弱了50%？不对，是全属性削弱。诅咒之力的威力，刚才的一击，虽然秋风落叶用天赋技能强制 miss 掉伤害，但宁阳毕竟攻击中了对方，诅咒之力还是发动了。与此同时，宁阳还张开了天赋技神圣领域，增强亡灵100%的攻防属性。此消彼长，秋风落叶的普通一击又没有出致命一击的暴击伤害，自然没有破防。这里面的弯弯绕绕，秋风落叶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的一击没有打破宁阳的召唤兽，不由就开始怀疑人生。再来！宁阳幻影斩落下，同时示意巨蟒发动技能毒液喷吐。攻击速度不快，但秋风落叶只能避让一次的情况下，他其实已经输了。Miss！ -260。幻影斩被躲过，但是毒液是持续攻击，秋风落叶就绿油油的中毒了。宁阳的幻影斩又没有冷却时间，秋风落叶避让几次后，气血已经空了。住手！我东西已经还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杀我？秋风落叶想不通。宁阳想了想，如果我说我不喜欢你，这个理由够吗？秋风落叶气得眼通红，你等着，今天就算我死在这，迟早也会报复回来的。最后一滴气血也已经中毒清空。秋风落叶跪倒在地，不甘的将手里的长弓插在地上，支撑着身体。他显然不打算跑尸体来这边复活，所以选择回到主城安全区复活。在天罚世界，前期游戏中死亡是可以复活的，既可以在原地复活，但是需要消耗10金币。好处就是复活后有机会捡回自己掉落的装备，如果不在原地复活，回到主城就未必来得及了。当然，暂时玩家还不知道，每次死亡掉1级后，如果掉到0级，那么玩家在现实里也会死亡。秋风落叶的身影渐渐消散，拄着的长弓却并未跟着一起消失。武器被爆出来了，运气不错呀！神圣幸运还真不是盖的。一个白名玩家，宁阳都把他的武器给爆出来了。宁阳连忙捡起长弓，顿时一股浩瀚的力量涌入身体。不愧是黄金器长弓，威力比起白银器就是不同。四方弓，黄金器，攻击76-126，力量+32，敏捷+13，需要等级10。游猎的精灵族人捕猎到了一种四方马，他们发现用马的筋骨做成的长弓，威力比木质长弓厉害数倍。黄金器，这应该是最顶级的武器装备了吧？宁阳现在还是用的白银器翡翠太刀，跟四方弓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可惜我没打算练弓箭手，这四方弓我用不了，倒是可以拿去卖钱。天罚的榜单是以城池为单位，比如说在新手村，那么榜单排的就是新手村的那1万人。而现在来了主城，榜单基础是来到主城的所有玩家。装备榜上，四方弓排在第10。宁阳的黄金器因为评分不如四方弓，并未上榜。看来天书城的玩家还真是卧虎藏龙。这么一来，应该有人会愿意花大价钱把四方弓买去吧。收拾好战利品，宁阳就去找变异鳄龟。变异鳄龟的熟悉比起黑纹巨蟒要高一点，但那是在普通玩家那里。宁阳有神圣领域和诅咒之力，一个增强属性，一个削弱属性，对付普通怪物并不在话下。半个小时后，宁阳集齐了就职所要的任务物品，顺手把周围剩下的几个任务做了，宁阳才选择回城。滴滴，宁阳还没回城里，就看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来自秋风落叶。宁阳果断拒绝，顺便将秋风落叶的名字拉黑。没想到回到主城的城门口，宁阳看到秋风落叶在等着。兄弟，我们刚才是误会，既然你已经杀死了我，我也掉了一级，你的气也出了，是不是可以将四方弓给我了？你放心，绝对不让你吃亏，我补1000块钱给你，你把银行账号给我。秋风落叶让自己说的时候尽量显得更和平。第10章6道剑士1000。宁阳提着翡翠太刀，白银靴子踩在城门，打发叫花子呢？这可是装备榜的装备，不说别的，我待会拿去摆摊，我相信会有人愿意出高价的。秋风落叶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手下败将还有说话的时候？你……秋风落叶被对得哑口无言。宁阳还要去抢第一个就职名额，如果红名或者灰名就会被系统判定罪恶，会被城内 BOSS 攻击的。宁阳刚才还故意把任务做完，刷掉红名才选择回城，为的就是第一时间交就职任务，要不然见到秋风落叶，宁阳就会宰了他。上一世这货仗着人多，杀了自己太多次。城门口看着宁阳离去的背影，秋风落叶差点咬碎了牙齿。好样的，你狂是吧？我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但狂神的人已经联系我了，只要我加入10大行会之一的狂神，今天受到的屈辱我一定能还回来。宁阳不知道，因为四方弓事件，原本应该是在大赛后秋风落叶才会加入狂神，但是这一世他却提前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宁阳已经来到就职大厅。尊敬的导师，我是来交任务的。西图旭夫看到宁阳走进来，眼睛发亮。不错不错，年轻的冒险者，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西图旭夫连忙对身旁同伴炫耀起来。看到没有，我就说第一个就职的一定会是我们优秀的战士。其他4位导师听到这番话，各自忙碌自己的，好像没听到西图旭夫说话。愿赌服输，你们应该夸赞我的弟子。呵呵，他是6道剑士，不能算战士。格鲁翻起白眼，希娜法杖一扬，更是直接。西图旭夫，你既然觉得战士优秀，你敢跟我打一场吗？优秀的你肯定能击败我吧？西图旭夫不再言语。希娜是法师，法师是远程攻击，特别克制他这种战士。见导师又争论起来，宁阳连忙打断对话。导师，是不是该传授我技能了？西图旭夫一拍脑袋，无视希娜的挑衅。也对，看我这脑子，差点忘记正事。勇敢的冒险者，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西图旭夫以大地战士的名义，传授你身为一个战士的荣耀。说完，西图旭夫将白光渡入宁阳体内。下一刻，宁阳听到了系统铃声。叮，恭喜你已经成功就职6道剑士。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纵横四海，成为第一个就职成功的玩家，获得奖励物品双手剑。还有奖励。宁阳本来是打算赶紧学技能，然后找个地方试试技能的威力，没想到还有奖励物品。宁阳顿时好奇无比，这个双手剑是什么？宁阳从包裹里翻出，双手剑是个类似虚影状的东西，从外观上看有点像是手套。点开一看介绍，宁阳的心脏扑通狂跳。双手剑使用后可以装备副手武器，主手武器的攻击为 100%， 副手武器攻击为 80%， 使用后不可抛弃，不可掉落。双手武器，宁阳倒吸了口凉气。他还记得前世有一个玩家就是用的双手匕首，配合他刺客的技能，在另外2族商谈合作的会议上，他单枪匹马愣是杀了2组族20名排行前100的玩家，乃是一时神话。双手武器的强悍可见一斑。宁阳二话不说直接使用。我是6道剑士，到时候再弄个副手剑，以后我就是双剑流玩家，应该不比前世那个双匕首刺客差。宁阳的武器现在只有一把翡翠太刀，四方弓道也是武器，可需要一手持弓一手拉弓，显然是不适合做双手武器的。等把四方弓卖了，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收一把剑，我就能用双手武器了。当务之急还是先学技能。宁阳连忙点开导师技能栏，因为是就职的6道剑士，就只有2个技能。剑系精通，评级 S， 使用剑系作为武器会提升 20% 的攻击。学习费用15金。跳斩，评级 A， 能够在攻击目标的瞬间跳起，造成瞬间眩晕的同时，以下坠之势提升伤害，使得目标遭受 120% 的伤害。学习费用5金。宁阳看到这2个技能，不由皱了皱眉。运气不错呀，2个技能的评级都超过了 A。宁阳可是记得普通战士就职10级的2个技能是一个D级的武器专精，可以选择后期武器方向的，比如剑、刀、斧、锤，但是加成伤害只有 5%， 远不如宁阳的 20%。 这就是隐藏职业 S 级初始技能的威力吧。第2个技能则是 C 级的斩击，
110%的伤害，也不如宁阳的120%伤害高。而且跳斩最霸道之处是还有短暂眩晕，算是一个控制技能，未来可以用作技能之间的衔接，可以一套连死对方，都不错。宁阳觉得唯一不太好的可能就是价格贵了点，2个技能20金。要知道普通职业就职，前面2个技能只要2金而已。小娃娃，因为你的职业特殊，学费会高一些，这2个技能你学习吗？当然学。宁阳二话不说就掏出了20金，这是打怪爆出来的全部家当了。好在还有一件黄金器四方弓，卖掉后应该能有所收获。交完钱，宁阳的技能栏里多了2个技能，因为有天赋技超级强化的存在，宁阳并不需要用技能点将技能点到最高，技能的威力直接就是最强的觉醒状态。宁阳看到大厅远处有个石凳，蓄力，太刀上氤氲着光焰。随后只见宁阳高高跃起，迅速下坠的瞬间，太刀上的光焰也在地面形成波动，砰！地上的石凳直接破碎，威力可见一斑。宁阳心满意足，将其他任务交掉，他一身上下已经没有一件青铜器。进入主城的第3个小时，主城里的玩家已经越来越多。宁阳来到摆摊区，将那件四方弓放了上去，选择竞标，底价1000金，再将换下来的一些装备放上去，就算是充斥一下店铺。宁阳扯开嗓子喊道：走过路过，小店新上装备榜前10的黄金器四方弓，上一个主人是秋风落叶，被我爆出来的，哪位大手子看看有需要的。宁阳看到秋风落叶也在摆摊区，一直等宁阳来卖装备呢。听到宁阳的话，秋风落叶脸色铁青，对方不但杀他爆装备，现在竟然还用他的名气来打广告，纵横四海，我跟你势不两立。第11章第1桶金。宁阳生意不错，很快就有来问价的，跟我预想的一样，虽然是装备榜上的武器，可毕竟只有10级黄金器，愿意花大价钱购买的人不多，当然未必就一定要摆摊卖出去。我还答应了暗无天日行会，实在卖不出价格，就看看浩然正气能出多少。宁阳不着急，摆摊更多是纯粹恶心秋风落叶。一旁的秋风落叶看得牙痒痒，恨不得上去跟宁阳拼命。好你个宁阳，等着吧，很快要你好看。不久前，秋风落叶已经联系上了狂神行会在天书城的负责人，表达了愿意加入的想法。狂神行会已经决定派人来帮自己夺回武器。宁阳，你等着，不帮你杀得出不了安全区，我这辈子都服你。纵横四海兄弟，我们行会已经有100个玩家也到天书城了，我们决定将天书城当成大本营。你看你先到主城，有没有一些不用的装备技能啥的？我们暗无天日想收购一些武装队伍。宁阳将四方弓的属性制作成图鉴，发给申侯。片刻后，身后着急的声音传来：哥，你在哪里？四方弓千万别卖给别人，我们暗无天日出6000金来买，可以吗？6000？宁阳回了消息。申侯急忙解释：我们行会打出来的金币就只有这么多，你也知道，现在游戏还没开通现实货币兑换业务，想要金币只能靠自己打，我们练级还要消耗药水，这些真的就只有6000金。宁阳看申侯急得要哭了，叹道：别着急，我就是说我没想到能卖6000金。宁阳记得浩然正气身旁有个妖艳女人，穿皮甲，身材火辣，好像就是弓箭手。看来浩然正气买四方弓是为了要一博美人笑，要不然也不会溢价这么多。既然东西卖掉了，其他装备卖出了2-3件，宁阳也不着急清掉，索性收了摊。嘿嘿，各位，卖出去了，不卖了。可惜了，黄金器啊，可惜我没钱。咱们抓紧去刷 BOSS， 说不定就能运气爆棚，爆出黄金器呢。宁阳收拾摊位的同时，秋风落叶也跟了上来。出了主城，因为宁阳打算继续做任务，就约了申侯在城外见面。而且还有1天多，周狂就会带人找上门来。宁阳需要在这段时间里提升实力，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提升，宁阳也希望提高身体素质，到时候可以保护许兰墨，保护自己。一路无话。很快，宁阳在出了城门后碰到了一个熟人，秋风落叶带着一个拎着法杖、面色阴鹭的玩家，斗鬼神，11级法师。宁阳对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斗鬼神是狂神的2个副盟主之一，上一世就是斗鬼神将秋风落叶挖进狂神。宁阳看到斗鬼神就知道和秋风落叶有关，所以这一世秋风落叶提前进入了狂神行会。宁阳心里有了判断。斗鬼神阴笑2声，随后示意身边的秋风落叶：就是他抢了兄弟你的装备。秋风落叶点头：是他，还不还给我？刚才甚至羞辱我，将我的装备拿去摆摊，让我成为全主城的笑柄。斗鬼神将法杖立在地上，朝着宁阳拱手道：我是斗鬼神，你应该听说过吧？拿了我兄弟的装备，我的建议是你还回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斗鬼神示意，
随后从树林里钻出了100多号玩家，这些是在天书城的部分狂神玩家。斗鬼神为了帮秋风落叶找回场子，所以将他们带了过来。宁阳，还了东西，再给我磕个头，我今天可以放你走不杀你。秋风落叶得意无比，就看到宁阳慢悠悠地搓着手。所以你们狂神是打算跟我开战？提前了是吗？斗鬼神并不知道宁阳就是沈晴晴的前男友，还觉得宁阳的话很奇怪呢。兄弟，你误会了，只要你还了东西，我们可以不用打。本来是想说杀你，但斗鬼神又觉得这样说话有点太嚣张，宁阳才懒得理会。翡翠太刀紧握在手里，我要是不还呢？那就别怪我们人多欺负你一个单身玩家。斗鬼神示意手下准备动手，眼看一场剑拔弩张的野外 PK 就要展开，浩然正气吹着口哨到了。哟，狂神的玩家，纵横四海兄弟，他们是为难你吗？其实浩然正气早就带着人到了，也看到了斗鬼神跟宁阳发生冲突。这不，猴子建议暗无天日站在宁阳这边帮宁阳，这样可以有个人情，未来的装备更好谈。更别说暗无天日还花了2万买和宁阳合作呢。狂神是10大行会，暗无天日想上位，就必然要和10大行会硬碰硬。斗鬼神只是副盟主，狂神主力并不在天书城，所以浩然正气也想在天书城将斗鬼神压下一头。思前想后，他出手了，给我上！暗无天日的玩家人数也有100来号人，而且还都是从各个新手村上来的精英，未必就输给斗鬼神带来的这些人。一交手，双方就互有损伤。靠，这家伙神经病吧？一个野鸡行会也敢攻击我们狂神？斗鬼神气急败坏，给我上，灭了这群垃圾！浩然正气也不爽了，骂我们垃圾，兄弟们别留手！在双方交手的时候，宁阳拉住一旁的猴子，装备我先转给你，你那有间隙武器吗？属性啥的无所谓，交易给我。啊，好。猴子没想到交手呢，竟然还要先交易，只能先将6000金和一件10级的白板长剑放上去。宁阳放上4方弓，双方确定交易。好了，接下来是我的表演时刻。宁阳都懒得看白板装的属性，以他的10大天赋，对付这些玩家也就是一刀的事，除非他们同样有品级比较高的天赋技。宁阳双手一太刀一长剑，如旋风般斩进狂神的人群。幻影斩，幻影斩是群体攻击，直接扫中3人。紧跟着宁阳就是一个跳斩，给我晕住！眩晕一个玩家后，左手长剑一样扫除幻影斩。双手武器，所有技能又没有冷却时间，这相当于是给宁阳量身打造的一般。一交手的功夫，直接就强行秒杀7人。这7人虽然在狂神不算是精英，但能这么快进入主城也算是老玩家，实力还算不错。饶是如此，依旧没能挡住宁阳的攻击。哎，你们这些人既然要提前惹我，那我就让你们齐齐掉上一级，算是给周狂送的大礼吧。所有人都没想到，明明是200多玩家的野外 PK， 竟然让宁阳一人给砍瓜切菜的干了。第12章，像一只猪的金币商人。杀完，宁阳的名字已经血红。纵横四海兄弟，你真厉害，怎么现在比上回还多用了一把剑？猴子跑过来，一脸的羡慕。浩然正气嚼了个血瓶，将气血补满，这还不明白？肯定是第一个进主城，要么就是第一个就职的奖励。能用双手武器了吧？浩然正气虽然阴阳怪气，但看看手下还剩下30多人，直接干了斗鬼神118名玩家一个团灭。以暗无天日这样的小行会来说，对上10大行会的狂神，还余下30多人，大胜。浩然正气取来黄金气长弓，交给一旁的女人。小月，你不是说没有趁手的武器？你看这件怎么样？月如烟看到4方弓，双眼都在放光。我太喜欢了，亲爱的，你对我真好。月如烟一把抱住浩然正气，送上香吻。浩然正气一脸享受，我就喜欢你的单纯。宁阳看到这2人卿卿我我，恨不得拿刀子把人给捅了，将4方弓重新抱出来。我还有事，先回去了。宁阳选择告辞。纵横四海哥，下次有装备记得联系咱们。猴子冲着宁阳的背影喊。宁阳包裹多了6000金，收获不菲。宁阳虽然有浩然正气带来的合作2万现金，但要教训拜金的沈晴晴2万显然不够，先把这些金币换成钱，到时候看看还缺多少。宁阳心里有了主意，暂时游戏还没开通货币兑换功能，想要换成钱就只能私下交易。宁阳想起来，前世有一个全服务器最大的金币商人，在辉煌时期，整个服务器20%的金币兑换需要经过他，这可是之后服务器开通了兑换功能的情况下，没有开通的时候，他的份额更是超过50%，一举压下了所有金币商人的总和。豪车、名模、香槟，宁阳上辈子别提多羡慕他。
不过在游戏世界融合现实后，这位因为赚的太多，也因此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目标。宁阳决定找他兑换。想了想，宁阳拉出好友栏，输入记忆里那位金币商人的 ID， 好像是叫像一只猪。宁阳的记忆里大概就是这名字，但担心细节有出入，可能不是猪、牛、羊，都有可能。所以宁阳搜索 ID， 对方添加好友后，第一句话就是收金币吗？一金币8元，你有多少？宁阳愣了下，他的记忆里不一直是1金1元吗？怎么这边爆出了8元？很快宁阳反应过来了，对呀，1元那是以后的事，是官方能充钱进来后的事。可现在才开服，不能充钱，自然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事出现，价钱才会高这么多。6000，宁阳打了数字过去，像一只猪急了，连忙挂了语音通话过来。兄弟，你确定吗？6000金币，现在刚开服，大家都入不敷出，他这收购的金币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连超过4位数的都没见到，这一下子来个6000。像一只猪现在想开展业务，想把自己金币商人的名号打响，缺的就是大笔的金币。所以在宁阳给了肯定答案后，像一只猪就急了。兄弟，这样吧，6000你全给我，我给你10元1斤。你现在在哪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绝对的童叟无欺。宁阳就报了坐标，天书城啊，我在隔壁的天玄城。你看这，要不我过来取一趟？主城之间还没有开通传送过来，想要穿越主城之间的怪物等级不低。这样吧，我去接你，不然你一个人肯定闯不过来。像一只猪有些激动，我就来天书城算了，这样以后就能一直跟兄弟做生意。这可是6万，有了这笔钱，加上那2万，宁阳就能凑出8万来，钱的问题就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要想法子提升武力，在周狂带人来找茬的时候，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这方面宁阳还没有一个好办法。反正我这等级交完任务也有12级，不着急练级，还是先去换钱好了。宁阳打定主意，提着翡翠太刀就出门了。天书城和天玄城接壤，因为是次级主城，而且两城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等级特别高的练级点。根据宁阳上一世的经验，路途中遇到的最高等级怪物应该也就是50级。宁阳有10大天赋技，碰到50级怪物未必没一战的机会。加上宁阳还对怪物的分布情况有了解，不会有危险。但对于只有11级的像一只猪来说，情况就截然不同。不说50级，只怕30级的怪物就能秒他。他这一路走过来，那可就是危险重重。所以宁阳速度全开，希望能更早接到人，那可是6万呢。一路上宁阳避开高等级怪物，但遇到20级上下的也是顺手清掉。等4个小时后，他已经成功升到13级，也来到了主城旁边，直接进入天玄城。因为不是同一主城，进入天玄城后，宁阳的名字也就跟着变红了，意味着是非同阵营玩家创建队伍。宁阳建了个队伍，从好友列表里将像一只猪拉了进来，再打开小地图就能看到像一只猪的位置，两人离得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大神，你来得好快啊，你天赋技是加移速的吗？宁阳呵呵一笑，没有多会什么，你路上注意避开高等级怪物，咱们在中间汇合。好的大神。从宁阳有6000金，再到宁阳比他更快到天玄城，而像一只猪知道自己还要小心翼翼躲避怪物，就断定宁阳是高手，改成大神了。两人很快就见面了。宁阳看到像一只猪有些疑惑，只见他身材偏胖，肥头大耳，这 ID 倒是挺贴切的。大神，你好拉风啊，看装备光泽，全身上下的有2、3件黄金器了吧？不愧是金币商人，眼光就是毒辣。差不多吧，你跟着我，咱们走原路返回。因为宁阳上一世没来过天书城，对这边的怪物分布不是太了解，原路返回是最安全的。但有时候像一只猪也有可能是像一只猪队友。才走出1刻钟的时间，像一只猪踢了一个路上的石子，噔，那石子直接弹在一只在山林拱地的黑焰野猪身上。好啊，毕竟是野猪，性子暴躁，会主动攻击玩家，何况还有石子的仇恨。只见一头浑身火焰腾腾的野猪朝着2人俯冲过来，像一只猪的眼睛都快直了。来了，他要攻击咱们，小心啊！宁阳翻了个白眼，是真没想到还有这茬。你就别说这话了，先看看怪物属性，咱们拉到仇恨肯定跑不掉，准备强杀吧。第13章，游戏进程加快了吧？躲远一点！眼看野猪冲来，宁阳一家踢在像一只猪的屁股上，将他踹到一旁。与此同时，宁阳一个闪身避开怪物冲撞，将怪物属性贴在组队频道里。黑焰野猪 LV36， 品质普通，物理攻击、物理防御、魔法防御、
生命值技能野蛮冲撞，使用獠牙撞击敌人，造成巨大伤害，流血。攻击目标后有一定几率造成目标流血，散花飞爪，用爪子打出利刃攻击效果。野外游荡的野猪，直到某一天变异病毒袭击天伐大陆，野猪身上发生变异，燃烧起腾腾黑焰，性格也变得暴躁。等级差距超过10级，宁阳就看不到怪物的属性。36级的野怪，摸咱们一下就肯定死定了吧？像一只猪也看到了怪物属性，他和宁阳一样，也是选的战士玩家，不过并不是隐藏职业。咱们快跑吧，说不定可以避开怪物。像一只猪急了，宁阳翻了个白眼，如果只是我的话，当然能跑掉。可你没发现仇恨已经在你身上，而你的移动速度又不如野猪，一旦选择逃跑，不能拉开距离，反倒陷入被动。像一只猪有点急了，那怎么办啊，大神？要不你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让怪物打死，等我复活过来不就行了？太麻烦，怪物等级虽然高，未必不能杀。宁阳玩了这么多年天罚，虽然对这种低级怪物的属性有些记不清楚，但他如今的属性和之前比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角色 ID 纵横四海，职业6道剑士，等级13级，生命值2600，法力值1100，物理攻击351-527，物理防御412，魔法防御336，力量150，体质110，智力82，精神67，敏捷103，声望230，帮派无，技能幻影斩、间隙精通、跳斩。宁阳的印象里，自己现在的攻击算上天赋技能是能破防的。其次，宁阳现在急切需要一把好武器，不对，2把。普通怪物爆出来极品装备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打着打着说不定就有发现呢。眼看着怪物袭来，宁阳左手翡翠太刀一横，瞬间坠落下来，一个跳斩将野猪眩晕了 0.3秒。幻影斩在左键瞬时斩落，连续2个伤害数字跳了出来，-134，-156，果然能破防。宁阳心里有判断，像是蜘蛛待在原地，只觉一股寒气上冲。大神你太牛了，这怪物等级这么高，你竟然能切得动，我得试一试，说不定我也能单挑一只高等级怪物。像是蜘蛛拎着10级白银器长剑就上去了，当，他打出战士系的通用技能斩击。其实跟宁阳的跳斩是一类型的技能，但差距就是跳斩能打出眩晕，斩击的伤害也更低一点。-1，跳出来的伤害数字让像是蜘蛛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睛。像是蜘蛛喊道：我怎么就只能打出强制1点伤害，连防御都没破？我们之间的装备差距也没那么大。大神，跟你比我也太菜了吧？宁阳看明白了，真的，看到你的输出，我坚定了以后要跟你混的心思，太爆炸了。说话的功夫，宁阳2手连斩，技能倾泻而下，很快就将怪物的气血打掉一大截。36级的怪物，宁阳用了5分钟才杀掉。哟，我还以为自己没机会呢，还好总算杀掉了。宁阳这话说的像是蜘蛛彻底懵逼。大神，你这气血还没掉多少，砍瓜切菜般就杀掉了，这一点也没难度啊。别误会，我倒是觉得挺难的。宁阳笑了，顺手捡起地上爆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一旦我破不了防，你会被怪物打死。这实话最伤人，像是蜘蛛哑口无言。宁阳继续说，你这 ID 也古古怪怪，叫什么像是蜘蛛？我以后还是叫你猪哥吧。对了，刚才爆出啥东西了？宁阳拿出掉落的东西，这是一张羊皮卷地图，破碎的地图3。当宁阳看到这东西，眼睛就直了，竟然是这东西，我去！猪哥挠了挠头，这是什么啊？我没太看懂。猪哥当然不知道，因为宁阳有以前的经验，这破碎的地图一共有3张，集齐之后就能打开一个隐藏地图。通关隐藏地图之后，游戏版本就进入了大融合时代，也就意味着游戏会和现实融合，游戏里的装备什么的也能拿到现实中来。可宁阳记忆里，那是游戏运营1年后100级版本更新才出现的呀，所以这一世游戏进程变快了。宁阳忽然明白了，游戏变快这可不是好事，意味着原本大家还能有1年的安稳时间，不会为末日降临而苦恼，也不用挣扎在生存线上，现在都要提前了。未来世界，炼狱主宰一次次的进攻人类主城，人类无数次有了灭族危机，这些全部要提前了，很残酷。宁阳看向一旁的猪哥，这地图既然爆出了1件，我怀疑另外2件碎片也在这，所以我可能需要清理一些怪物。猪哥点头，
好，那我跟着你，放心，一定不给你捣乱。宁阳也不可能让朱哥一个人去天书城，见状也就答应下来。与此同时，考虑到自己没啥活，朱哥将宁阳的6000金币赚了过来，打算趁着这段时间找客户。宁阳收入6万，手上已经有了8万块钱。接下来的时间，两人就猎杀这些36级的怪物。其实原本宁阳的记忆里，这些地图碎片是在100级怪物才会爆出，这次确实提前了，所以宁阳也不确定另外3个碎片会在什么怪物身上爆出，只能继续挑战，希望我的神级幸运能发挥作用。宁阳果断开启刷怪之旅，在第5只怪物的时候爆出了碎片1，碎片2耽误了点时间，刷到了第20只怪物。因为是越级刷怪，经验值比刷同等级怪物要丰厚得多。虽然朱哥组队也分经验，也接近14级，朱哥更是已经到了12级。大神，我跟你组队升级也太快了，我这次赚了好多。宁阳摸了摸脑袋，放心，接下来咱们还有活，地图已经聚齐，我们可以去刷新地图了，到时候你升级更快。咱们现在就去吗？我看地图显示是红色区域，意味着对于咱们的等级来说是很危险的区域。去吧，先看看里面的怪物等级。宁阳笑了，顺便我完成地图任务，应该就能解决现实的难题。第14章，黄金器白骨王剑。咱们现在就进这个隐藏地图，不需要准备点补给什么的吗？朱哥实在反应不过来，明明才拿到的地图，宁阳就准备去隐藏地图了。我这只有一些药瓶，顺回500气血的终极药瓶，我买了10组，本来是打算穿过主城用的，可这么点药，去新地图的话，我担心我们根本刷不过去。朱哥真着急，他能当金币商人，玩的游戏不在少数，从来没有见过会这么玩游戏的。才10来级，竟然打算刷隐藏地图，这个进度真是吓人。应该用不上血瓶吧？宁阳手持太刀，挠了挠头，你不是不打怪吗？咕嘟，朱哥尴尬的咽了口唾沫，我是怕大神你不。构字实在说不出口，因为按照宁阳的意思，宁阳不需要气血补充，所以前面自己说的那些难题压根就是矫情。宁阳扫了眼，像一只猪，你还在队伍里，我准备开启地图了，你确定要进去吗？朱哥连忙表示我去。宁阳表示自己这是要带个经验宝宝了，直接选择使用地图。叮，你已经成功开启 SSS 级隐藏地图失落乐园。宁阳闭上双眸，然后猛地睁开。隐藏地图会根据挑战者开启等级以及地图难度制定怪物等级，我担心咱们这次遇到的怪物会超过30级，最后的 BOSS 甚至可能超过35级。朱哥忧心忡忡，宁阳你真觉得自己能挑战35级以上的 BOSS？ 到时候再说呢。宁阳扫了眼，两人这是处在一处四四方方的高台，似乎是个什么祭坛，下面的是一只白骨骷髅。我们好像进怪物群了，需要想个办法怎么解决这些怪物吧。宁阳看到了，这个地图一共有3层，第1层是白骨刀兵和白骨斧兵，35级的怪物，你就躲在平台上吧，我先下去将怪物清掉，你再下来。宁阳叮嘱了声，翻身跳下高台，咔咔，白骨互相摩擦发出的声音，那是久违活动的怪物发出的声响。紧跟着，这些白骨刀兵扬着腐烂的刀斧朝着宁阳砍下。幻影斩，给我杀！宁阳的幻影斩打出一连串伤害的同时，白骨刀兵和白骨斧兵的攻击也倾泻而下。52-102-49，一连串的伤害数字跳出，宁阳的血条也跟着像是过山车一样下降又回升。道体发动，宁阳不断恢复气血，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宁阳不会死。硬扛着伤害，宁阳跳斩眩晕，这些怪物一瞬掉落的气血也拉了上来。宁阳发现这些白骨怪物的属性和外界还略有不同，攻击力高，防御低，而且气血也不多，一套技能幻影斩下来就能清理一片，这让宁阳有了恢复气血的时间，一路冲杀过去，经验条肉眼可见的增长。高台上见到清理掉怪物，朱哥也跳了下来。大神不愧是大神，这刷怪的速度也太快了，我这经验蹭蹭的涨。清理了3个多小时，宁阳就这么顶着怪物杀过去。翡翠太刀光焰闪耀，最后的一只白骨刀兵倒地。那边就是大门，大神你看，大门前有个王座，王座上有一具大白骨，应该就是这层的 BOSS。 宁阳点头，对，咱们杀过去，争取用1天的时间解决掉这个地图。地图刷掉，经验值这么丰厚，说不定到时候我都能上等级榜。宁阳正准备上去喊醒 BOSS， 咚咚，忽然宁阳感觉到有人在敲头盔，有人找我，你稍微等一下。朱哥吓了一跳，他正准备去把 BOSS 唤醒呢。小默默，找我有事吗？宁阳摘下头盔，有些好奇地看向一旁的少女，她似乎才洗过澡，
头发湿漉披散着，换了一件粉红色小猪的睡衣，许兰墨显得有些可爱。一阵玫瑰沐浴露的香味传来，我做了面条，想问问宁阳哥，你吃不吃？宁阳吸了吸鼻子，我这还有任务在完成，就不吃了。哦，许兰墨俏脸盈盈，对了，宁阳哥，我已经9级了，应该明天就能出新手村。宁阳嘴角抽搐了几下，现在光一个天书城进驻的玩家就已经接近1000万，许兰墨竟然还没出新手村，他也天天练级啊，这个练级速度还真不是盖的。出新手村的时候告诉我，我去新手村外等你。宁阳和许兰墨交代几句，正准备重新上线游戏，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了，明天上午9点钟，我要是没有下线的话，你记得把我喊下来。好的，宁阳哥，我知道了。许兰墨满口答应下来。回到游戏，宁阳没有了后顾之忧，擎着翡翠太刀上去了。大神啊，咱们就没个战术什么的吗？就这么硬上？宁阳已经看到了，这 BOSS 是37级青铜级 BOSS， 确实没有更好的杀 BOSS 之法。连斩，技能连续斩落，双剑流的6道剑士输出简直爆炸。BOSS 的输出其实很高，但是在这里完全被宁阳压制，何况只是青铜 BOSS， 属性也没有多么不可思议。倒下吧，宁阳现在最缺的就是武器，所以 BOSS 倒下的瞬间就盯着地上爆出来的东西。我这运气！宁阳看到地上一共有3件东西，一件是寒光环绕的长剑，正是自己最需要的武器。第2件则是一颗血红色宝石，似乎威力不凡的样子。至于最后一件，则是一根紫色钥匙。宁阳看到后2样东西，不由倒吸了口凉气。哟，我这运气不错呀，竟然爆出了强化石。而第2件更是能看紫金宝箱的紫金钥匙。宁阳兴奋不已，因为这紫金宝箱总体数量不多，每一件里面都意味着有一件宝贝。宁阳也不废话，直接将3件东西全部收捡起来。首先就是长剑，宁阳最在意的也就是这个白骨王剑，黄金器，攻击110-156，力量加60，体质加46，需要等级14。白骨狮王的配件，相传是以白骨王前世用异世顽铁锻造7749天而成。宁阳现在缺的就是武器，现在主流玩家都是10级白银器了，更别提稍微实力强一点的都用上了黄金器。宁阳却还是用着4级的白银器翡翠太刀。有了这白骨王剑，宁阳的攻击力能暴涨一大截。大神，恭喜你获得好武器！有了白骨王剑，咱们接下来刷图的速度肯定能大大增加。一旁的猪哥看得口水都快下来了。宁阳点头，是，休整一下，吃个饭上个厕所什么的，咱们1刻钟后刷第2层。第15章，又见面了，小青。宁阳下线将面条吃完，顺便解决了下自己的个人问题。回到线上等猪哥回来。到手的黄金器长剑装备榜上已经将四方弓挤了下来。这14级的白骨王剑攻击比四方弓还高，实在吓人。四方弓卖了6000金币，再卖给像一只猪赚了6万。宁阳要是将白骨王剑拿出去，只怕价格还会更高。偌大的游戏服务器愿意花大价钱的20组太多太多。对了，还有强化石和紫金钥匙。这强化石，宁阳的印象里是主城里有可以强化装备的铁匠，装备强化后威力比普通装备就厉害多了。可惜只有1颗，而且这东西用了后就没了。至于最后一件紫金钥匙，宁阳打算现在就把紫金宝箱打开，看看能不能提升自己的实力。隐藏地图不会一直这么容易的，要不然上一世游戏和现实融合不会等到100级后。宁阳决定好，便取出了紫金宝箱，使用紫金钥匙，咔嚓，宝箱缓缓打开。和黄金宝箱只有9格不同，宁阳看到这次的紫金宝箱有了12格。我的天，这些是啥啊？宁阳感觉自己要抓狂了。在12格里有散发着古朴气息的技能书，看技能的颜色应该是神技，还有散发着七彩光泽的铠甲，如果宁阳没看错，那应该是神器，还有代表着隐藏职业的就职证明。宁阳简直不敢相信紫金宝箱竟然有神器，不过想想好像也正常，毕竟神器在游戏后期也不算最顶级的装备，比起紫金宝箱的稀有程度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在所有东西里，最吸引宁阳注意的还是左边第2格的一件东西，那赫然是一只被霞光笼罩的宠物蛋。宁阳看到的第一眼就明白那是什么了，是小青，我的小青。宁阳在上一世的时候有一个坐骑是青龙，曾经和宁阳无数次的征战沙场，获取满身荣耀。可在宁阳被狂神追杀后，青龙也被周狂请来的特殊天赋技能玩家给爆掉，再也没有了坐骑。宁阳记得青龙的宠物蛋就是这个样子的。宁阳也不知道这系统还没有推出坐骑或者宠物系统，怎么就有宠物蛋了呢？给我出来，小青，
一定要是你啊！宁阳选择抽取宝箱奖励。滴滴，下一刻，不断旋转的光影快速移动起来。停！光影越来越慢，划过宠物蛋，到了技能书，一格一格的前进，最终在宠物蛋前面的神装前将要停下。大神，你进来了呀！这时，身后忽然传来猪哥的声音。宁阳没有防备，被吓了一跳，而宝箱的奖励也弹了出来。叮！恭喜你获得青龙蛋，可以孵化出宠物青龙。宁阳傻了，果然拿到了。小青，我们又见面了。宁阳取出宠物蛋的时候，后方的猪哥彻底傻眼了。我操，大神你怎么做到的？系统不是还没有出宠物，你怎么就有了？说完，猪哥特别好奇地盯着宁阳。大神，你快说你是不是系统 GM？ 就是传说中可以影响游戏进程、测试游戏啥的工作人员。宁阳狂翻白眼，别瞎说，现在的游戏哪里还有什么 GM？ 宁阳舔了舔嘴角，我开了个紫金宝箱，刚才不是爆出钥匙了吗？宝箱里开到的。猪哥傻了眼，紫金宝箱，哥你早说啊，那东西你给我，我拿出去卖6万金币都有可能。60万！宁阳咽了口唾沫，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一直担心没钱的想法是错误的。60万，这都可以买房了。不过转念想想，用60万重新得到小青这个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同伴，好像也不是特别贵。进第2层，宁阳道：“我要把宠物的等级练起来。”说完，宁阳第一个通过王座，进入第2层。轰轰轰！就在宁阳进入的一瞬间，无数的火球、冰箭汹涌而下，宁阳简直被轰傻了。靠，伤害真高！猪哥，你先别进来。猪哥吓得躲在第1层，没敢进入。白骨法师、白骨弓箭手，这2种怪物的伤害比第1层还要高，哪怕是有道体，宁阳这都有些撑不住了。给我死！有了黄金器长剑，宁阳连忙打出幻影斩，先清掉面前的怪物。这时气血都已经见底了，宁阳来的时候也带了几组药，连忙灌下一个血瓶。拉回气血后，宁阳将孵化的青龙放了出来。只见一个圆滚滚、有点类似大蚕的青龙在地上挪动。宁阳眼尖，看到这地图类似山洞，宁阳能找到一处掩体，不至于从4面8方被掩埋在怪物的攻击下。接下来，宁阳就一次次的寻找墙角之类的位置，将40级的怪物清理干净。不过因为是法师系和弓箭系的远程攻击，宁阳被轰得千疮百孔，太凶了。宁阳准备去面对第2层 BOSS，40级白银器 BOSS， 而且是法师，可想而知宁阳这次被轰得有多惨，好几次甚至差一点就挂了。但宁阳靠着道体愣是顶了过去，实在状态不好，就利用青龙去牵制，将 BOSS 引走恢复气血，自然青龙也就要死亡一次掉级，一点点的打掉，再一点点磨去气血。40级 BOSS， 宁阳一个人就杀了4个小时。终于在 BOSS 倒地的那刻，宁阳一把捡起地上掉落的物品，这次是2件黄金器，没有武器，属性也只是一般，宁阳也就没有多看。猪哥看到地上的惨状，表情都有些呆滞。我的天呐，40级的白银器 BOSS 这都能被你打掉，大神你这也太牛了吧！我本来还担心咱们能不能搞定这张地图呢，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第3层应该也很轻松吧？宁阳看到猪哥这么高兴，反倒摇了摇头。从这2层的难度来说，分别是简易、中等，也就是说第3层是困难模式。宁阳瞬间进入第3层，猪哥也跟了上来。没怪物，猪哥有点懵了。宁阳却皱起眉头，不是，怪物就在前面。什么意思啊？猪哥揉了揉眼睛，不对啊，我这看不到怪物。宁阳将白骨王剑横在身前，你说的没错，是看不到，因为这些怪物是隐身的。你的意思是刺客？白骨刺客？就如宁阳所设想的一样，这一层的怪物比起前面的怪物实力还要强一些。白骨刺客 LV40 级精英怪物，是精英怪物，比普通怪物属性要强，一般更愿意称为小 BOSS。运气好，击杀精英怪物甚至有可能爆出极品装备。第16章，那就同归于尽吧。宁阳噔噔噔往后退去。刺客系怪物擅长暗杀，我倒是能扛住，但是老猪你可要小心。话音刚落，噗嗤，负635，老猪的气血也就500不到，这一下直接就将气血清空，像一只猪的头像变灰。宁阳连忙给猪哥打过招呼，你死了别回城，跑尸体过来吧，不过等我刷最后的 BOSS 再复活，不然我担心你又被暗杀白白掉级。猪哥的声音有些突兀，那个我好像没有回城，我复活在第1层啊。宁阳忽然反应过来，对啊，隐藏地图被击杀后就是传送到第1层，当然除非放弃地图，那就可以回到主城。这也导致后来一些大行会攻略不限制人数的隐藏地图
选择用人命和等级去填，就为了帮行会精英拿到奖励。宁阳盘算一下，就说道：“那你就在一层休息会，等我清掉这些精英怪再说。”送走了队伍中的破绽，宁阳就有了和这些精英怪交战的资本。不敢多引怪物，宁阳只能选择一只只清理。杀完最后一只怪物，宁阳扫了眼在最中央，手持一根法杖的白骨僵尸王。僵尸王头戴皇冠，腐朽的肌肤发黑，块状肌肉看得人心惊胆战。宁阳看了眼 BOSS 的属性，几乎是一连串的问号。白骨僵尸王 LV50 级黄金级 BOSS， 死！宁阳倒吸了口凉气，只觉得心脏跳动的厉害。上一世的时候自己也挑战过50级黄金 BOSS， 可特么的那时候自己已经80级了呀。现在呢，一路刷怪物下来，经验值不少，可也只是17级小菜鸡，30多级的等级差距，打不过可以投降吗？宁阳叹了口气，知道这 BOSS 吧，恐怕没有个10几个小时磨不下来。宁阳先看了眼时间，靠，早上9点半，这是第3天，也就是说今天周狂就带着人来了。宁阳不确定重生一次之后，现实生活是不是会改变，可周狂的性格宁阳清楚，一旦周狂选择在今天来对付自己，弄瞎自己双眼，现在自己没出现，那么周狂肯定会对许兰墨不利。小丫头上一世就因为我的忽视，最后惨死在我怀里，这一世我绝对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哪怕前面就是 BOSS， 按照宁阳以前的逻辑，见到 BOSS 哪怕是死也要上啊。但是这一次因为许兰墨，宁阳果断选择下线。叮，系统提示，你在任务过程中不能下线。宁阳一头的雾水，紧跟着冷汗从背上就下来了。要是不能下线，那么许兰墨他……咚咚，许兰墨有些疑惑，宁阳哥，是你出门了？没带钥匙是吗？许兰墨摘下游戏头盔，连忙去开门。许兰墨看着眼前的陌生人，有些奇怪，你们找谁啊？干嘛的？周狂滔天愤怒，他和沈晴晴交往几日，沈晴晴时不时想请宁阳，周狂怎么容忍这样的事发生？他要践踏宁阳的尊严，狠狠打击宁阳，彻底毁掉宁阳。所以周狂调查到宁阳的住址，带着手里的人来了。没想到找到宁阳家，家里却没有人。周狂好不容易得到消息，宁阳在许兰墨家。敲开门，看到女人的瞬间，周狂的怒火便爆发了。不回答许兰墨的话，周狂反而挥了挥手，对一旁的人道：“你上去给我狠狠地教训他。”周狂带了4个保镖，还有一些平时跟在他身后的狗腿子，差不多有10来个人。闻言，保镖立马动手，一把抓住许兰墨。宁阳哥哥说有坏人来，你就是那个坏人。许兰墨连忙想去关门，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宁阳哥哥，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和宁阳认识？周狂微眯着眼，很好，我一直在找他。你既然认识他，那我要问问你，是不是考虑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价？手下明白了周狂的意思，立马有人带上钢制的指甲，想要扣掉许兰墨的眼睛。冰冷的指甲贴近脸颊，许兰墨明白了他们的想法，脸色煞白。同时许兰墨默默为宁阳担心，希望宁阳听到动静锁紧房门，千万别出来。周狂叹了口气，哎，其实你长得也不错，要不考虑跟了本少我就不要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肆意的目光在许兰墨少女初长成的娇柔上不断来回。许兰墨又怕又恼，面若白纸，不由绝望地闭上美眸，能感觉到脸颊上有东西划过。忽然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宁阳哥，你快跑！许兰墨知道是宁阳出来了，连忙喊道。宁阳大咧咧走了出来，微笑着看着面前的几人，这是我青梅竹马的妹妹，此事与她无关，放了她吧。哈哈！周狂仰头大笑，宁阳，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你让我放人我就放掉，我不但不放人，她不是你的青梅竹马，那行，就让她跟你一样遭受折磨就好。许兰墨彻底傻眼了。游戏里当宁阳担心许兰墨的那刻，他知道时间不能再等，所以宁阳手持一道玉符，一个重生后还没有使用过的玉符，然后一个天赋技能都没有使用，径直来到 BOSS 面前。死去腐朽的肉体，还有什么资格弥留在这人世？白骨僵尸王血红大嘴半张开着，从喉咙里挤出铁一样互相摩擦的声音。哦，现在的人类这么猖狂，真以为是你们的时代了？你的实力不过蝼蚁而已，竟然还想挑衅我？少年，不得不说你的胆量很大，但胆量是要以实力为基础的。随后白骨僵尸王一口吞下。叮，你已经被白骨僵尸王杀死。叮，同归于尽玉符发动，白骨僵尸王死亡。宁阳在灵魂状态下看到一共3件装备，一本光华环绕的技能书，还有无数的金币、宝石等物品掉落出来。与此同时，一阵系统铃声传入宁阳脑海。叮，你已经完成试炼，将获得试炼奖励，
可任意选择一项天赋带入现实世界。叮，一连串的系统提示继续跳出。可宁阳由于担心许兰墨，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在听发生了什么。你将爆出的东西捡起来，然后下线，等我回来咱们再回主城。打出这一行字，宁阳都没有去等朱哥是不是收到，匆匆忙忙就下线了。在宁阳的心里，许兰墨可能有了危险，哪怕爆出极品装备也没有许兰墨重要。谢天谢地，宁阳发现自己打开房门的那刻，许兰墨并没有遭受不幸，这才松了口气。周狂，你想知道我选了什么天赋带出来吗？宁阳上挑嘴角，看着凶神恶煞的周狂。第17章，这就是我为你选的天赋。宁阳有10大天赋 ，SSS 级别的，所以在选择拿出现实世界的天赋用来保护自己的时候，宁阳是有设想一番的。最终最适合自己的，宁阳选择了灵魂召唤。灵魂召唤 SSS， 被你杀死的目标会转换成当前亡灵跟随，拥有生前的力量。亡灵存在时间为半小时。因为天赋技能来到现实世界，所以显得跟之前的就有些不一样了。最后宁阳在琢磨一番后，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勒个去，在游戏里灵魂召唤最多只能召集精英级怪物，是不能召集 BOSS 的。可到了现实，我特么的竟然能召唤 BOSS， 而且在使用灵魂召唤前2小时内被杀死的目标都能成为被召唤的可能。也就是说，宁阳可以选择的里面，除了白骨刺客这样的普通怪物，还有一只白骨僵尸王。哎，虽然我挺不喜欢听你这只僵尸嘴炮，但有你出现应该挺不错的。宁阳的一句话让周狂等人愣了下神，随后几人大笑起来。哈哈，宁阳是不是想到你们2个接下来的恐怖遭遇，所以吓得开始说胡话了？一旁一个小跟班更是冷笑起来。狂哥，他是被你的霸气吓到了。还僵尸呢？咱们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哪里来的僵尸？宁阳想笑，因为就是这样毫无危机感的人，没有进入游戏，一直坚信自己的世界会很安全的人，在2个世界融合的瞬间就被感染的怪物瞬间击杀数亿人口，那是灾难，是大劫。宁阳觉得自己现在将白骨僵尸王放出来，其实也是让他们提前感受灾难来临前的感觉了。小莫，把眼睛闭上。宁阳虽然杀气冲天，但还希望能保留许兰墨最后的美好。随着许兰墨紧紧地闭上眼睛，宁阳念动着晦涩的咒语，就好像镌刻在脑海深处的东西。随后宁阳分明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苏醒，那是浓郁到极致的血腥气。随着宁阳召唤出来，地上出现了一道6芒星阵，与此同时，一个带着血的法杖坠立在星阵之中。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人全部愣住，这是怎么回事？是搞出了投影仪吗？还是 3D 打印技术？挺逼真的啊，这里面会不会真跳出了僵尸啊？既然有钱做这些道具，狂哥你是不是应该砸点钱出来，狠狠碾压这小子啊？七嘴八舌的声音让宁阳整个人彻底僵住。得，他们连最后逃跑的机会都不要呢。不得不说，有时候周狂这人办事也挺让人放心的。宁阳记得前世的时候，周狂就担心有居民来坏事，在对自己扣眼之前，将一栋楼的人全部暴力驱赶离开了。这一世显然就是如此，因为当僵尸王打着响鼻的时候，邻居们竟然没有来进行友好的谈论。白骨僵尸王，我虽然杀了你，秒杀，但说实话，我还不知道你的能力呢。希望你接下来也能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职业。用法杖的职业还是有的，比如从大类来说，法师和牧师全是用的法杖，甚至以后在2转细分职业方向的时候，又分为冰火法师、驱咒师、召唤师，这些也都能使用法杖。宁阳说话的同时，感受到那股排山倒海之力袭来。白骨僵尸王似乎有些不满意宁阳对他身为王者的态度，但如今2人是同一阵营，他也不可能违背宁阳的命令。吼！暴躁的吼叫声伴随的是高高扬起的法杖。接下来的一幕，宁阳知道了白骨僵尸王的本职业到底是什么，一口气召唤出了20只白骨刺客。也是这瞬间，那20只怪物瞬间就来到了10来个小弟身前。噗嗤，鲜血的艺术在空中挥洒，如同泼墨一般。白骨怪物本就是白骨，所以不会沾染鲜血，可随之白骨僵尸王猛地吸气，死！宁阳能感觉到一股巨大吸力传来，连忙挡在许兰墨身前。因为宁阳的身份，加上宁阳控制不对许兰墨动手，白骨僵尸王只是将空中那些鲜血吸入身体，那些白骨刺客则被白骨僵尸王收回。我晕，竟然是召唤师！还好之前我有先见之明，没让朱哥一起打怪，要不然光是召唤的这些怪物都足够他死20回的。宁阳叹了口气后，继续召唤白骨僵尸王杀人。周狂带来的这些人，周狂，宁阳不急着杀，因为现在就杀了周狂实在太便宜他了。周狂带着人追杀了自己8000多次，宁阳也要慢慢折磨他，让他感受到绝望。
白骨僵尸王张大嘴巴，直接将4个保镖中的一个嚼入腹内。与此同时，白骨僵尸王的法杖也高高扬起，冰剑、火球术、暗影绞杀3个瞬发技能落在3人身上，一人瞬间变成火球，一人直接被绞手，还有一人被冻成冰棍，嚼一嚼直接变成冰渣。30秒，还包括宁阳吟唱法阵的时间。30秒钟，周狂带来的人，包括4位重金请来的保镖，纷纷变成了尸体，连尸体都被白骨僵尸王嚼吃。不是说这是假的吗？看着眼前一幕发生的周狂，这才感觉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宁阳抚摸了下闭着眼睛的小丫头，别睁开眼，宁阳哥要将她的眼睛扣下来。既然上一世周狂这么做过，宁阳自然不可能放过他。好听的女声微微点头。宁阳，你想干什么？我是周狂，我爸是省城首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周狂挥舞着双手，激动的大吼大叫，他被吓破了胆。死亡的那些跟班就好像无形的手将他禁锢在原地，只能撕破喉咙说着狠话。宁阳却是在这一瞬间将手中钢制手指戴上，然后狠狠刺入。啊！白骨僵尸王的表情似乎有些兴奋，在吸收了血液之后，他似乎比起之前游戏里更有了一些人性。宁阳直接就将手指刺入眼眶中，啊呀！越发的惨叫，周狂疯了一样的想攻击宁阳，可他就算是真打起来，也不会是宁阳的对手。取出，再用僵尸王的威压控制住周狂，手指伸向了第2只眼。宁阳上一世是残废的，曾经难受了很久很久，也幸亏那时候有许兰墨陪在身旁，不然宁阳已经自杀。直到进入天罚世界，宁阳才发现眼睛在游戏里能看见，这才有后续的那些事。而如今，宁阳取周狂2只眼珠，只不过报了当初的仇。赏你了，眼珠子，大伯。宁阳随手将眼珠丢给白骨僵尸王。周狂，滋味如何？这可是我特意为你选的天赋。第18章，游戏和现实世界的差异。砰！白骨僵尸王将疼痛到眩晕过去的周狂扔了出去。你想那世界杀了我？白骨僵尸王忽然开口说话。显然，他被召唤出来后，记忆并没有消除。这和之前宁阳在天罚世界召唤出来的怪物呆滞情况并不相同。是因为召唤的是 BOSS 级怪物，还是因为现实世界跟天罚的差异？蝼蚁，你怎么不说话？白骨僵尸王似乎很不满意。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控制了我，但蝼蚁是控制不住大象的，用阴谋诡计杀了我还想束缚我的灵魂，我迟早会杀了你。宁阳懒得理会叽叽喳喳叫嚣的白骨僵尸王，本来还想问问他那所处的失落乐园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为啥刷了那个地图能将一项天赋带到现实世界。没想到之前在游戏里冷酷的僵尸王，现实里却是个话痨，还特别的中二，动不动就蝼蚁。宁阳受不了，直接将他收了回去。SSS 级天赋，一个区黄金级 BOSS 就别想挣脱束缚了，何况召唤一次性的也没有他再挣脱的机会。忽然宁阳看了眼天赋技能，召唤怎么还是亮着的？点技能后可以选择召唤已经召唤过的目标。煞气萦绕的白骨僵尸王还在。宁阳选择召唤，白骨制成的法杖露出了顶端。宁阳听到了白骨僵尸王的话，蝼蚁，果断取消，又将他收了回去。然后宁阳又继续放出，继续收回。最后一次，宁阳听到白骨僵尸王礼貌的问候：“你大爷！”收回去后，宁阳确定了，果然现实里天赋召唤技能已经不一样了。也就是说，现实里谁敢惹自己，放出僵尸王就咬他。对了，还没试过僵尸王咬过的人，能不能也变成小僵尸？如果可行，在2个世界融合的时候，自己制造一批僵尸大军，是不是能抵抗末日侵袭？想了很多，不过暂时没有实验的可能，宁阳也就将这些念头压下。看许兰墨还紧紧闭着眼睛，不过他的脸色倒是好了一些。宁阳来到小丫头身前，挥了挥手：“默默，你可以睁眼了。”许兰墨慌忙朝着四处看看，刚才那些坏人呢？打跑了。宁阳没说外面地上还有一个盲人，莫必要，自己刚才已经威胁过他，周狂再来找茬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以周家的能耐，儿子被自己扣瞎双眼，不可能不报仇。但宁阳有天赋召唤这种神技，来任何危险也能处理。许兰墨是个聪明姑娘，所以哪怕听到刚才的一些话，这时候许兰墨也不问宁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相信有危险宁阳都会搞定的。宁阳哥，你饿了吧？我们下去买菜吧，我给你做大餐。宁阳想起一件事，点头答应下来。好，我们一起去买菜。下了楼，宁阳看到地上还有血迹，但人已经不见了，估摸着周狂怕死，已经自己跑了吧，也懒得管这些。买好菜，宁阳帮着一起做了大餐。吃饭的时候，宁阳提起一件事，
默默，我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兰墨其实也明白，两个人虽然没谈过这事，但是宁阳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才住过来。现在身体好了，危险也解除，宁阳没有理由还住在许家。我可能要搬回自己家。宁阳父母早亡，只留给了他一套房子。可宁阳哥，你在家一个人也不喜欢做饭，要是住在我家，我还能照顾你。宁阳笑了，可是叔叔阿姨出差，过2天不是就回来了吗？行了，默默，咱们离得又不远，大不了吃饭时我就过来。和许兰墨两人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关系，孤男寡女，一直住在一起也对许兰墨的名声不好。住在这里的又都是老街坊，宁阳不能让他们传闲话，所以只能先搬回自己家。吃过饭，帮着收拾碗筷，宁阳就把头盔拿回自己家。因为还着急上线看昨天杀 BOSS 爆出来的战利品，宁阳也就没有怎么收拾家里。回来后的第一时间就扣上头盔。欢迎回到天罚世界。宁阳瞥了眼，吓了一跳。哎呀，什么鬼东西？怎么还有食铁兽怪？诸葛一脸疲惫，大神，是我呀。哦，不是熊猫。宁阳翻了个白眼，不是让你下线休息会吗？怎么还休息出熊猫眼了？诸葛警惕的四下打量， BOSS 爆出去的东西不都是在我身上吗？我这担心自己要是被杀了，东西被爆出去，那就赔不起了。宁阳憋不住想笑。你可以给我留言，多久再上来，让我等你吗？诸葛也不多说话，连忙将东西交易给宁阳。一共是3件装备，1本技能书，还有宝石金币，这些我都没动，全交易给你了。宁阳笑了。行，那就看看这些装备是什么。说完，宁阳一把拿起第1件装备，这是一件犹如祥云一般的靴子，流水线造型，整个靴子雕刻古朴花纹，银光闪闪。宁阳握在手里，就感觉靴子仿佛能腾飞起来。宁阳也不废话，手一翻，装备属性便出现在空中。穿云靴，黄金器，防御值加490，体质加190，敏捷加135，需要等级17级。传说中利用1万战士亡魂铸造出的强大战靴，拥有着无不拥有强大力量。击杀最后一层的 BOSS， 宁阳虽然死亡掉了1级，可越级斩杀50级黄金 BOSS， 其经验奖励也是很丰厚的。宁阳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是系统第一个击杀黄金级 BOSS 的玩家，还奖励了1级和声望。这样一来，宁阳的等级反而直接飙升到了18级。来接你一趟，就从12级升到18级。我发现诸葛你真是我的幸运星啊！像是蜘蛛郁闷地看了眼宁阳，他这一路上倒是蹭了不少经验，也已经14级了。第2件装备，希望还是一件黄金器。宁阳也不废话，琢磨一番后，将第2件护手装备的属性也扬了出来。毒龙护腕，18级黄金器，属性比宁阳现在使用的白骨护腕要好一些，所以宁阳直接就换上了毒龙护腕。这个白骨护腕给你吧，好歹你也跟我走了一路。诸葛愣住了，诧异的指向自己，大神，你要将黄金器送我？杀 BOSS 我也没出力啊，送给我干啥？诸葛有些不相信。宁阳将白骨护腕塞给诸葛，诸葛这才反应过来宁阳说的是真的。这样，我再转1万给你，毕竟是黄金器，拿出去卖的话应该也值1000金。金币我还有用，就不转给你了。关于这点，宁阳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好，那就当卖给你了。第19章，宁阳哥，我来找你了。第3件装备，宁阳就有点可惜了，只是一件白银器，而且等级需求高达18级，虽说属性还算不错，但现阶段要是有20级，那肯定是各个行会的顶级牛人。这些人是看不上白银器的，得回城后扔包裹里吧。看完装备，最让宁阳兴奋的是那本技能书。至于强化石那些，虽然重要，宁阳觉得暂时游戏刚开服未必能用得上。恶魔血月斩 SS 级，挥舞之时能够对目标划出一道弯月形弧线剑气，造成大量伤害。攻击距离20码，需要消耗 MP 100。学习需要职业，全职业，需要等级20级。远程攻击技能，而且评级还达到了 SS。宁阳作为剑士，要是拥有一个远程攻击，等于遇到想要逃跑的敌人就有收割手段了。老朱使劲揉了揉眼睛，好厉害的技能 SS，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S 级技能呢。说真的，老朱自己也是战士，可一看到自己一个 D 一个 C 的基础技能，看着就想哭。大神，真羡慕你，你以后看千万要罩着我。宁阳挥了挥手，好了，咱们出地图吧。宁阳选择出地图，丁，失落乐园已经被清除，接下来2个世界将会逐渐融合。诸葛愣住了，什么融合？这系统啥意思啊？宁阳有经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若是现在告诉诸葛，宁阳真担心他会崩溃，所以宁阳只是道，你把人物跟随我吧，自己下线休息会，我把你的人物带去天书城吧。好的，谢谢大神。诸葛打着哈欠，
没有再去追究世界融合的事。宁阳用了几个小时将人物带到天书城，实在太累，就先下线休息了。玲玲，宁阳是被一阵铃声喊起来。宁阳，你真是让我觉得恶心。以前你不是说过最爱我，要给我最好的生活，现在我如你所愿有了好生活，你竟然害我！你难道不知道周狂是爱我的，他对我很好，可你竟然对他下这样的狠手，弄瞎了他不说，甚至还差点杀了他。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周家的人刚才还找我问话。电话里声音骂骂咧咧，这个声音宁阳其实很熟悉，曾经最好的也是最让他镌刻在脑海的声音，如今却恶心到让人想吐。沈青青，你知道今天周狂带人来找茬吗？宁阳问。上一世，宁阳其实一直不确定自己失明和沈青青有没有关系，或许今天应该要知道答案。沈青青颇有些不满，他跟我说要教训你别缠着我，我让他别揍你了呀。呵呵，宁阳知道了。沈晴晴说的不多，但证明了一件事：沈晴晴是默许的。上一世自己的惨状，自己失明，最后甚至一次次的追杀至临极，想杀了自己，那些都和沈晴晴有关。这个女人当初显得挺善良，现在看来不过是坏人。你冷笑什么？你怎么不说话？你要我告诉你，你赔不起。你敢对周狂动手，我也不会饶你，周家也不会放过你。宁阳只觉背后冒出一阵阵冷汗，也就再也不想跟沈晴晴废话。宁阳挂断电话，将号码拉黑。你这种人可以滚滚了。某处私立高档医院，一声愤怒的吼叫响起。宁阳，你气死我了！宁阳罩上头盔，顿时又能感觉到一股力量笼罩自己。可是这次，宁阳发现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进入游戏。一座大殿内，红木垒成的巨大柱子，四周是古香古色的青瓦琉璃。宁阳看了第一眼就觉得有些熟悉。接引大殿，我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宁阳有些奇怪，游戏只有创建角色的时候才会到接引大殿，这是常识。你来了，白胡子老头开口了。坐在接引大殿的老头，宁阳上次跟他聊了几句，没想到这次他又主动开口。对，我怎么又到这了？是要我重新创建角色吗？宁阳不解，帮我介绍一下情况好吗？老头摇头，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太多，但我能说的是，你是我们选定的最后的希望。什么希望？你应该知道，这一世游戏进程加快了。一股寒气从尾椎骨升起，宁阳只觉得浑身冰冷，如坠冰窖。他知道自己重生了一世，也知道上一世的游戏进程。无限流？宁阳试探着追问，老者却摇了摇头，不，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你若是不想末日来临之际，炼狱彻底控制整个世界，那么这一次就是你唯一的机会。宁阳明白了，大概猜到老者的身份。你是游戏主神？可以这么说，但主神不是我一个人。老者目光收缩，拍了拍宁阳的肩膀，加油，我会一直观察着你的。现在两个世界开始融合了，这是你的机会。说完，老头手一挥。宁阳还想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我到底该做什么啊？可是宁阳已经被弹了出来，身体不受控制的坠落。与此同时，宁阳听到耳畔一个声响传来，成为新世界的主宰，成为那个唯一的王。白骨王剑一横，爆发的血色剑气如同弧线一般，沉重朝着地面斩去。轰隆，恶魔血月斩的血色剑气落在地面上，发出爆鸣。与此同时，宁阳就着反震之力，身体在空中凝滞，稳稳落地。宁阳嘴角上挑，要成为新世界的王，所以这意思是说，我要击败接下来将要入侵的那些怪物，还有那些异族玩家。宁阳彻底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练级，抓紧时间练级，提升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宁阳正准备去看看以前自己接过的，还有听说过的那些隐藏任务还在不在，没想到这时一个细微的声音传来：宁阳哥，我来找你了。宁阳看到这个 ID 叫陌生行，陌生行，许兰墨。宁阳很快想起来自己之前答应的，说是让许兰墨在10级的时候联系自己，到时候去新手村外接他。没想到这丫头1级练了这么久，可算是到了10级。好，默默，你把坐标发给我，我这就去接你。上一世身为堕灵族一个小玩家的许兰墨，最后在3族大战的时候死在自己怀里，成为宁阳最不想去触碰的回忆。这一次，宁阳坚信自己一定会让那些遗憾消失。第20章，所以他是谁啊？叽叽，青鸟翠鸣。宁阳踏着清晨的露溪，穿过树林，来到第2198号新手村。宁阳发现自己最近都没怎么练级，全在接人了。不过当看到那个穿着花花绿绿装备、恬静微笑的姑娘，邻家小女孩的笑颜，还是让宁阳心里舒了一口气。宁阳哥，哇，
你好厉害啊，竟然已经18级了。说完，许兰墨不好意思地看了眼自己的等级，我才10级呢。宁阳也笑了，不错了，这不已经超过一半等级？你想想，你要是只有9级，那你气不气？许兰墨笑了，宁阳哥，你劝人的时候还是这么喜欢乱说。宁阳倒也没多废话什么，直接将白骨王剑提在手里，走吧，先跟我回主城买些装备。你是创建角色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职业吧？那就不用再去就职，技能也不用重新学习了。宁阳实在是看不下去。许兰墨别看已经有10级，但是身上的装备大多是无属性的白斑装，青铜器也就只有一件靴子，太惨了。相比而言，宁阳自己几乎是一套黄金器，看看就觉得不好意思。宁阳哥，那谢谢你了。许兰墨连忙跟上。以前许兰墨不知道自己玩游戏是为什么，上一世其实许兰墨是想在游戏里碰到宁阳，算是有目标，但这一世在新手村，许兰墨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别人带练级，他就跟着打怪，主动性并不强。现在好了，有宁阳在，许兰墨知道自己在游戏里能陪着宁阳哥。纵横四海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到了摆摊区，因为许兰墨只是10级，来主城比较晚，主流玩家大多已经升到了14级上下，10级的白银器就大把淘汰下来。宁阳选了一套10级的白银器，和对方谈好线下交易，用朱哥交易来的那1万买了一套白银器。许兰墨换上后，装备这才统一，有了点高手的感觉。扬着手里的白银弓，许兰墨有些兴奋。宁阳哥，你看我是不是挺厉害的？这一次我要是杀10级的怪物，肯定能破防了。宁阳自己也破防了，得，还真是要求不高。我带你去刷级吧，正好有些任务你也可以接一接。宁阳接下来就一直带着许兰墨练级。所谓练级，就是宁阳将怪物打得快死了，让许兰墨补最后一下。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又有一个玩家找来，12级的风晴雪。我昨天就到主城了，本来想联系你，但是说你不在天书城。宁阳看到风晴雪的留言，知道那时候自己去隔壁接朱哥去了。哎呀，不好意思，我当时有点事去忙，才回天书城。你现在可以跟我组队练级了吗？我已经就职了，可我是星空族玩家，他们都不愿意跟我组队。宁阳忽然愣了下，今天这情况还真的是前仆后继这个成语能表达吗？现在想想，当时在新手村愿意帮助风晴雪，宁阳应该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弱女子在堕灵族玩家里的许兰墨。好，我给你个坐标，你自己过来吧。毕竟带人练级这种事，宁阳觉得带一个也是带，带2个也是带。没想到当风晴雪到来后，明明是2个弱妹子，一个个却都像是充满战斗力。陌生型，宁阳哥，他是谁啊？风晴雪，宁阳哥，你们是什么关系？宁阳其实本来想的挺美好的，自己上去引怪，2个女孩子都是弓箭手，就在后面放技能，应该很快就能把等级追上主流玩家水平。没想到2人竟然有敌意，这个我觉得你们别考虑那么多了，还是抓紧时间先刷等级吧。哦，2人答应的很快，但宁阳发现他们刷怪的时候就不是很用心了，有时候技能还乱放，多引了几只怪物过来，搞得宁阳只能开启天赋技，将怪物一波推了。好厉害！2女看傻了，15级的怪物10几只，宁阳直接给秒了。也是在这时，宁阳想到一人，果断将朱哥喊来。有外人在之后，许兰墨就精致多了，这才恢复了良好单独练级氛围。当然，时不时的还有一些乱操作出现，朱哥就深受其害。哎呦，救我！朱哥惨叫，被15级的灰蜘蛛追着咬了好几下，蹭蹭往下掉血。别着急，我来帮你。宁阳恶魔血月斩其手，直接落在蜘蛛群，击杀了一只灰蜘蛛，还剩下3只，也被宁阳补上了一个跳斩，将其眩晕，然后斩杀。我赶紧回口血，因为是被围攻，加上中毒，朱哥的血量掉得飞快，正准备咬个血瓶，没想到旁边又是一道冰箭，炸来了仇恨后，灰蜘蛛攻击队伍里最近目标。朱哥拿着血瓶还没塞在嘴里，诧异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我倒地。宁阳随手就是一记天赋技能复活。朱哥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还有点懵，我怎么活了？是复活吗？上次在那个隐藏地图里，我怎么没被复活？那番话是对宁阳说的，显然特别不解。宁阳哪能说自己忘记了？10个天赋技能里，自己其实还有个复活。连忙指向风晴雪，风晴雪 MM 的天赋技能就是复活。哦，那倒是挺厉害的，我以后一定要多和风晴雪练级。朱哥没有细琢磨，有些激动起来。有了复活，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刷起来，最好是能碰到个 BOSS， 咱们就发了。朱哥抓紧引怪，让宁阳能最大化输出。在和宁阳交错的时候，
朱哥想起一件事，连忙压低了声音问宁阳：“宁阳，你还记得咱们刷的那个隐藏地图，最后说什么世界融合？”我发现了。什么事？宁阳皱眉。两个世界融合不是一下子的，会从某些细枝末节先体现出来，最后才会彻底融合。宁阳担心朱哥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比如有没有变异怪物出现，再出时要是不处理掉的话，很容易引起大乱的。朱哥神神秘秘的，确实有发现。我今天睡了12个小时。所以宁阳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不是证明你能睡吗？朱哥深吸口气，12个小时啊，我以前每天要睡14个小时，怎么可能12个小时就行？那果然委屈你了。宁阳不知道说什么好，觉得朱哥有些大题小做，这世界上哪个人睡12小时还觉得少？朱哥抿着嘴，神神秘秘的，可你不知道，今天我们小区所有人都睡得比以前少。以前早上5点出门锻炼的大爷，这次3点就起来了。7点起床上学的小学生5点起来了，他们无一例外少睡了2个小时。死！宁阳皱眉，忽然发现好像知道哪里不对劲了。第21章，世界融合后的异变。宁阳只觉头皮发麻，那种恐怖的感觉出来了。如果只是朱哥一人，那肯定无关紧要，可涉及整个小区的人，10有8、9是出事了。因为2个世界刚融合，所以这件事到底是哪里出来的，宁阳也就搞清楚了。他心里有了答案，应该是某个天罚世界的怪物，在初期融合的时候就已经被传送了过去。朱哥，你说你家的地址在哪里来的？宁阳连忙打听消息。我在江州。接下来大家的交流话题就没有继续在怪事上，而是继续刷着怪。宁阳选的15级灰蜘蛛属于经验多，但是不好杀，特别是容易中毒的怪物，所以也没多少玩家愿意来这边练级。4人乐得清闲，一直刷到累了才决定下线睡觉。对，朱哥，你明天带他们换个地方练级吧，我明天就不带你们了。许兰墨点了点头，知道了。宁阳哥，你是有别的事要忙吧？风晴雪翻了个白眼，这还不明白？宁阳这刷了1天都没有升级，是因为这些怪物不适合他。宁阳的等级虽然高，但我们一直跟他练级会拖累他的，所以宁阳应该自己单独出去练级，我们有朱哥就行了。朱哥有点无语，我也是高手，应该单独的练级的啊。他的话没有人搭理。许兰墨倒是明白了，好的，宁阳哥，你一个人去练级吧。下了线，宁阳跟许兰墨打过招呼，说今天不去他家吃饭。小丫头挺聪明的，也没有多问什么。宁阳取了个鸭舌帽罩在脑袋上，就匆匆出门了。琴坛凤舞，江州一个别墅区。宁阳之前就猜测过这个朱哥很有钱，没想到果然如此，住在别墅区。上一世能成为最牛逼的金币商人，看来也有一些道理。因为不想暴露自己到底一些东西，宁阳来了后也没有去联系朱哥，想个办法直接进了小区。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加上又是别墅区，住户并没有普通小区那么密集，小区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外面了，这给了宁阳能寻找的时间。刷刷，宁阳尽量躲避摄像头，终于在一处花园见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那小东西挺聪明，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一直躲在树下。密集的树叶挡住了他的身子，所以并没有被人发现。食梦兽，没记错的话，这好像是一种53级的怪物。宁阳回忆上一世的怪物资料，这是一种挺难对付的精英怪，因为能够催梦，或者应该说是能将人催眠，表现在游戏里就是停顿几秒，这几秒就能让人致命了。甚至宁阳的印象里，好像这种怪物还有 BOSS， 是能够将玩家牵引进自己的梦中世界的怪物，在他的世界里防御攻击被大幅度削弱，特别难打。精英怪又不是在游戏里我没有白骨王剑的情况下，不考虑单挑就能打赢。宁阳果断召唤白骨僵尸王。吼，毕竟是黄金级 BOSS， 格局在那。这食梦兽要是 BOSS， 就和白骨僵尸王同品级，只是精英怪的话显然不够看。轰轰，一道道瞬发火球坠落。食梦兽也很猛，从树丛钻出来就用白色的技能打在白骨僵尸王身上，但却不能破开防御，反倒击恼僵尸王，被白骨僵尸王撕成碎片。什么人在那边做什么呢？打斗的动静太大，很快吸引来保安的注意。宁阳连忙收回白骨僵尸王，趁着夜色跑路。保安赶来的时候，看到地上被撕成一片片的碎肉，那显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这些是什么？快上报总公司，通知生物专家来提取 DNA。 宁阳回到家好好休息了会，第二天才上游戏。经过一天，宁阳原本靠着一个隐藏地图丰厚奖励进入等级榜前10，现在又被挤了下来。1. 风行记 LV21。 2. 梦里水乡 LV20。 20. 浩然正气 LV20。
让宁阳没想到的是，这等级榜已经显示出了前20，而除了排在第一的风行记是21级，从第2名到第20，齐齐是20级，可见等级榜的竞争有多激烈。哟，浩然正气竟然上榜！宁阳有些意外，毕竟这可是自己的合作对象。等级榜上，宁阳看不到自己，就去看装备榜。如今的装备榜被分成了武器榜和防具榜。武器榜单，宁阳的白骨王剑排在第1位。防具榜，宁阳在失落乐园爆出的2件装备也齐齐上榜。看完榜单，宁阳知道落在自己脑袋上的任务有多重，得去抓紧时间提升实力，至少我要先压住所有玩家，以后才有可能带领他们击败莱迪。宁阳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先升到30级，然后找到自己的职业导师，就可以学习6道剑士的技能了。上一世，我曾经接过一个肃清山贼的任务，也是这次任务后，我得到了全服第1个100%强化成功的盒子，只要将装备和强化石放进去就能成功。这奠定了我后来能走在当时版本前面，靠着超高强化的装备，最后成功进驻神邸。那次是30级做的任务，不过重生后我的实力变强了，倒是可以去做完。宁阳的印象里，那次是系列任务，需要先去找城门口当差的士兵，所以宁阳决定好了后连忙出发。等宁阳见到士兵，忽然想起来，我去，我说好像忘记了什么事呢。宁阳从包裹取出一封信，这是他离开新手村村长交给自己的信，说是给他弟弟。但宁阳进了主城后急着就职，就把这事抛诸脑后。要不是来接系列任务，宁阳都不记得这茬。是我哥寄来的家书，谢天谢地，终于等到了，我还以为你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家书遗失了呢。其他玩家只需要将村长手书带给户籍官，就可以成为主城玩家，而宁阳村长给的是家书。这件事显然意味着有些东西跟以前有些不一样。村长兄弟有些激动，再三表示感谢后，长叹一声道：太谢谢你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气。这样，我有一队队友在苍蓝山执行任务的时候意外消失了，你能不能帮我寻一寻他们的踪迹？只要找到他们，我定会上报给上级，会给予你丰厚奖励的。苍蓝山正是有山贼的大山，宁阳估摸着就是和这次任务有关，所以他连忙答应下来。好，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我保证找到你的队友。第22章，真是冤家路窄。苍蓝山位于白雾树林外，要知道这白雾树林的怪物就接近40级，不会有什么玩家过来，而苍蓝山上的山贼等级却又只有30级，但因为路上的怪物等级太高，导致玩家都不愿意过来练级。宁阳按照系统指示来到了苍蓝山，寻找到户籍官。我来自天书城。户籍官喃喃不断地说着这句话。宁阳其实不是第一次见户籍官，知道他被钉子钉在木架上，整个人其实早就瘦成皮包骨。那些山贼不杀他，用一点水和食物吊着他的性命，为的就是震慑天书城。不过虽然宁阳觉得自己不会太难受，可真看到户籍官的模样，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来肃清山贼。户籍官睁开朦胧的眼睛，似乎在打量着宁阳。你说的是真的？天书城愿意肃清山贼？他似乎在往宁阳身后看，但是没看到任何军队。你是冒险者？户籍官终于认清宁阳的身份。是，我是。户籍官似乎在想什么，点头道：好，那我就将我的责任托付给你。丁，系统提示，是否接受任务，肃清山贼？宁阳当然选择是。户籍官原本是代表天书城来收编山贼的，但山贼却将他制成如此惨状，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谈判什么。任务提示，请去击杀50只男山贼，50只女山贼，再去找到山贼密探，他会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山寨东边似乎来了一个小队，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山贼发现，希望他们别像我一样被。户籍官用虚弱的语气说着，随后声音戛然而止。他的状态很差，其实早就该死了，但他撑了很久，为的就是等一个人来。还好他等到了，不过他比上一次宁阳遇到他的时候多说了一些话。小队是村长弟弟让我找的人吗？宁阳想起自己之前答应村长弟弟的话，现在忽然有些明白。所以从村长弟弟那到户籍官，这是上一世做过的任务，但村长交给自己的手书，再到帮他找队友，是另一个任务。现在户籍官给了线索，宁阳果断往山寨东边走去。苍蓝山山寨很大，山贼也有很多，全是最低30级的怪物。按照宁阳上一世的记忆，这些怪物的仇恨不长，经过的时候就算主动吸引到仇恨，只要跑上一段时间，甩脱就不会有什么事了。所以宁阳也就懒得玩什么潜伏，一路按照地图指示来到东边。轰轰轰，路上一些主动攻击的火球兵剑啥的，宁阳全部无视。谁干什么的？就在山贼稀疏的灌木地带，宁阳听到了一声呵斥。宁阳也不废话，走出来便说道：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我是来找你们的。苍蓝山上
一个小队7位士兵齐嗖嗖感觉到冷意。他们执行任务来寻找户籍官，没想到进山后才发现，原来这里有如此多的山贼，以他们的人数根本不足以逃跑。是冒险者，天书城的冒险者。队伍里很快有人认出宁阳的身份，是户籍官已经死了，所以你们回天书城吗？我可以带你们回去。队伍里一阵沉默，过了好一会，才有人默然道：可我们接到的任务是铲除叛徒、冒险者，你能帮我们吗？宁阳才知道，小队的任务是击杀300只山贼，再去击杀山贼密探。山贼密探就是那个叛徒。宁阳接受任务，叮嘱小队藏好自己，宁阳就出发了。男山贼和女山贼就在山寨前的小河两边。宁阳来到地方，将天赋技能全开，整个人直接冲进怪物群里。30级怪物，有之前的经验，我还在乎这个。同归于尽玉符都不需要用，一路杀上去，很快就将2个任务的第1阶段完成。收割最后一个男山贼，宁阳将带血的白骨王剑抽出，血顺着剑上的槽子滴落在地上。接下来该去找那个山贼密探了。宁阳上一世并没有遇到这个山贼密探，一直到现在才明白，感情这个任务中间还有内情。山贼密探应该是天书城派出来卧底苍蓝山，户籍官就是听了他错误的消息，才会进入山寨，最终被折磨死。竟然敢玩这一套，弄不死他。宁阳倒不是什么正义感爆棚，只不过宁阳觉得总得要为 NPC 讨回点公道。刷刷，宁阳来到山寨深处，那是一个巨大的聚义堂。在聚义堂里，除了大大小小的山贼，宁阳还看到里面有山寨的山大王、二当家以及山贼密探。山贼密探的出现让宁阳心里揪了一下，我要杀的就是这位。宁阳思索了一下，也没有特别好的想法，琢磨着自己上去强杀。叮叮，就在宁阳准备上前的时候，只见从山寨大梁上忽然飞下一根箭矢，砰！爆裂剑的伤害直接打在山贼密探身上。宁阳皱眉看向房梁，看到了出手的玩家，赫然是秋风落叶。山贼密探只有一个，如果自己不杀掉，又没和秋风落叶组队，那么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了。所以宁阳不可能考虑让秋风落叶抢走山贼密探。宁阳果断出手，唰！血月斩化作流光，也几乎在爆裂剑落下的同一时间就落在了山贼密探身上。负116，负352。第一个伤害是爆裂剑打出来的，秋风落叶毕竟是高手玩家，打出的伤害数字还是超过3位数。可宁阳这伤害数字更是直接翻了3倍，意味着比秋风落叶攻击高了更多。自然，山贼密探的仇恨就被宁阳抢夺了过来。谁敢闯入我们山寨，砍了他丫的，片成块咱们吃掉。山贼一个个激动起来，拍打着刀剑，想要撕碎宁阳。山贼的咆哮。与此同时，一阵疯狂的笑容声传来，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纵横四海兄弟啊，咱们这是冤家路窄呢。斗鬼神带着狂神的兄弟从山寨外走了进来，他们和宁阳来的不是一个方向，导致宁阳并不知道他们竟然也来了苍蓝山。狂神因为和暗无天日交战，核心玩家齐齐掉了一级，和其他高端玩家的竞争落后一步。为了弥补差距，加上想帮秋风落叶打一把好武器，武装狂神的王牌高手，斗鬼神才决定带着兄弟们来攻略苍蓝山地图。好不容易打到最后的 BOSS， 没想到竟然又遇到了宁阳。可恶，宁阳你记住，今天这 BOSS 我们绝对不会让给你的。第23章1 vs 100，今天你单枪匹马遭遇咱们狂神，看来是老天也要灭了你。斗鬼神拎着法杖，一副吃定了宁阳的架势。面对挑衅，宁阳只觉好笑。我没记错，前几天你们不是才死过一次，这么快忘记了？宁阳看看斗鬼神带来的玩家，还是那100来号的精英。斗鬼神哈哈大笑，上次是有暗无天日那群杂碎帮你牵制住了我们的实力罢了，你不会真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对付我们这么多精英吧？斗鬼神笑得猖狂，告诉你，遇到我，你死定了。宁阳明白，现在有狂神的人，还有几个 BOSS， 想想情况确实不算好。怎么的，有点人就觉得能反抗？宁阳笑眯眯地看向斗鬼神，对了，看你等级还才只有16级，和最顶级的玩家差了一截，是最近忙着去医院吧？你们的老板咋样了？复明了吗？斗鬼神等几个狂神核心听到宁阳这句话，脸色齐齐变了，愤怒地瞪着宁阳。斗鬼神怒斥，是你害了狂哥，你到底是谁？沈晴晴知道吗？我前女友。斗鬼神恍然大悟，所以是你对吧？你就是狂哥要对付的那个垃圾。狂神的一群人在宁阳的刺激下，战斗欲望直线飙升。宁阳看到这里，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都能顺利完成了。先让齐狂，才会有破绽。BOSS 和玩家齐聚，宁阳也有自知之明，
不可能一个人就全部弄翻吧？所以必要的刺激玩家，让他们不能发挥全部实力，也是必然的。果然，斗鬼神都没有分布什么战术，嗷嗷叫的就让那些人冲上来。与此同时，在吸引了山贼密探的仇恨，山大王和二大王也一起朝着宁阳冲来，等于2个准 BOSS， 一个白银级 BOSS，35到40级，还有上百精英玩家，宁阳的压力还是有的。轰轰，先是技能不断落下，宁阳往后速退，依靠走位避开一些攻击，但还是有伤害不断落在身上。气血开始下降，道体发动，恢复气血的同时，宁阳白骨王剑一拉，技能化作血光打出，负712，爆出致命一击，直接秒杀。宁阳浑身一颤，山贼密探扬起法杖，雷电力量落在身上。感情山贼密探竟然是法术攻击，2个准 BOSS， 一个 BOSS， 雷电法术是拥有麻痹效果的，山大王的巨斧就旋风落下，加上上百玩家，宁阳第一次发现道体竟然也将腰拉不回气血，有点恐怖啊。宁阳也不是莽夫，既然不考虑顶着 BOSS 和玩家还有怪物的攻击情况下强杀，那么只能选择打游击。斗鬼神，你下次再见到你们老板记得告诉他，下次来的时候戴上墨镜，要不然我还真有点怕没有眼珠子的他。他带给我的羞辱，我也会一一还给他。另外还要告诉沈晴晴，让他备好棺材，因为我随时有可能让他变成寡妇。斗鬼神一群人一听到自己老板被宁阳如此羞辱，哪里受得了，嗷嗷叫的就要教训宁阳，杀了他，竟然这么羞辱咱们狂哥。狂神的人什么时候能被一个小垃圾侮辱？我们绝对不答应，追杀他到0级，为狂哥报仇。一行人叽叽喳喳的，仇恨值直接拉满。玩家的移动速度本来就比野怪要快，很快追杀宁阳的人变成了3波，最前面的是玩家，后面是 BOSS 和准 BOSS， 再往后才是怪物。宁阳越刺激这群玩家，他们追赶的速度就更快了。等到距离确定差不多，宁阳反转身，狂神这群人立马露出狠辣表情。好小子继续跑啊，跑不动了，竟然敢耍咱们，今天就打死你，杀死他，再安排2波人，一波去主城守着，一波在这守尸体，一定将他杀回0级。别想跑，今天必然拿下你。这群人吼着，在他们看来，宁阳既然选择逃跑，肯定是打不过他们。可随后宁阳就让他们明白了什么叫游击。刷刷，一口气技能全部倾泻下去，没有冷却时间的技能打出去伤害就是连成一片，一击就算没秒杀，再来一刀也就秒了。杀了10来个，宁阳转身又跑，这时 BOSS 才姗姗来迟。宁阳转身又跑，靠，杀了我们13个兄弟还想跑，给我站住，弄死他，为我们兄弟报仇。宁阳一来二去的，几次下来，狂神减员已经过半， BOSS 也再一次追了上来，纵横四海，别想跑。斗鬼神气喘吁吁，一旁秋风落叶也是脸色铁寒，纵横四海，你好歹也是有名高手，有什么事就好好交手，跑什么？宁阳横刀立马，大笑道，太高估你们了，就剩下这么点人，我可用不着跑。说完，宁阳直接冲杀过去。半个小时后，宁阳脚踩 BOSS 尸体，坐下是累累白骨，可算是将追杀我的怪物全部干掉了。宁阳摸着脑门，可惜让秋风落叶那龟孙子跑了。不愧是高手，见情形不对，这货逃跑的速度确实高手。30级白银 BOSS 给宁阳出了件20级黄金器的护腿，等级还差一点，宁阳就将山寨里的山贼全部清理，升到20级给换上了。换下来的可是黄金器，等会回去送给许兰墨，拿去卖的话其实也能卖一点，但宁阳觉得还是武装许兰墨的实力好，只有他们的3人小队实力强了，宁阳就用不着去带他们练级耽误时间。宁阳回到主城，听到新消息也来了，宁阳哥，下午朱哥带我们练级，他已经升到15级了呢，我们也13级了，快吧。宁阳点头，挺快的。啊，宁阳哥你20级，你怎么比我们练的还快？许兰墨有些闷闷不乐。不算什么的，对了，你们今天练级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宁阳随口问了句。许兰墨想起来，连忙点头。对了，宁阳哥，今天还真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下午刷一个地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20级的青铜 BOSS， 我们3人配合打掉了，爆出了15级的黄金器长剑。是吗？那运气不错吗？既然能打青铜 BOSS 就爆了黄金器。朱哥因为职业匹配拿了武器，说是补偿我们每人15000，15级黄金器的价值大概在3万，他是拿了武器不算自己那份。宁阳想明白这茬，许兰墨吞吞吐吐，想了想还是说道，可我们刚交易完，朱哥就被人杀了，连武器也爆了出去，我们把钱还他，他也不要，他还说让我们别告诉你，怕你去找对方的麻烦。第24章奖励无限叠加宝石，对手很强，要不然朱哥没必要怕告诉我。宁阳很快抓住重点，默默，那个抢装备的人是谁？记得 ID 吗？
许兰墨对游戏不是太熟练，那个人砍了我一剑，我的气血就见底了。既然攻击了你，有记录的，你查一下 ID。宁阳教许兰墨怎么查 ID， 很快，许兰墨报出了那个 ID。梦里水乡是个光头，反正看起来挺惹不起的。宁阳哥，你可千万别去找他报仇了，反正装备丢了就丢了吧，咱们很快练到30级2转，15级黄金器也没啥用的。宁阳没有和许兰墨多说，默默先这样说好了吧，我正好还要交个任务，先不跟你说了。宁阳确实要交任务，他这从苍蓝山下来清理掉山贼，因为和上一世的任务模式不同，所以宁阳击杀山贼密探的后续任务就是清理所有山贼，杀死山大王。宁阳全部做完了，本来这时候就应该拿奖励，可因为和上一世不同，2个任务都有了后续任务，就是将7个士兵带回天书城。这一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怪物，那几个兵常年藏在苍蓝山，营养不良，导致压根没有什么战斗力。宁阳只能一直护着他们，走得并不快，一直不敢放松。等到进了天书城，宁阳这才有时间联系许兰墨，没想到还出了这样的事。梦里水乡挺厉害啊，等级榜第2的家伙，现在等级已经飙到了22级，难怪敢抢朱哥的装备。不过他是不是也没问过朱哥有没有一个叫纵横四海的朋友？等我交完任务，看我怎么教训这小子。宁阳找到村长弟弟，选择交掉任务。太好了，我的战友们回来了。看到 NPC 哭作一团，宁阳其实很想告诉他们，应该考虑的不是回来的问题，而是他们该给自己奖励了。丁，系统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肃清山贼，获得奖励经验值加5000，获得奖励物品强化盒子，获得奖励声望200。丁，系统提示：恭喜你完成任务，寻找失踪的士兵，获得奖励经验值加3400，获得奖励物品救赎天使就职证明，获得奖励声望180。宁愿有些猛，2个任务得到了2个奖励，竟然全是提升实力的好东西。强化盒子，只要宝石足够，能够无限叠加宝石，对于提升攻击力来说确实是好东西。宁阳有上一世的经验，倒是不至于太冲动。收进包裹，宁阳的注意力来到就职证明上，一张精致卡片，上面类似于天使翅膀的纹路。救赎天使，上古天使遗落凡尘，原本已经成为堕落天使的他们，却意外觉醒救赎之意，以无上神通拯救世间疾苦。宁阳抿了抿嘴唇，知道自己这次是遇到了好东西。牧师系的隐藏职业，因为没有就职，看不到职业成长属性和技能到底如何。宁阳自己就是隐藏职业，所以肯定不考虑自己去练。问问许兰墨，不过他现在是个弓箭手，也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变成辅助职业。宁阳打算待会下线就问问他。任务的是完成，宁阳正准备全频道喊了看看能不能跟梦里水乡约着见一面，没想到这时竟然又有一人来找旁边的 NPC 来交任务。看到对方的名字，宁阳就笑了。梦里水乡，我们见面了。梦里水乡是个秃头大哥，走得刚猛路子，手提一把钢刀。我认识你。梦里水乡似乎并不认识宁阳，所以只是扫了眼。哦，你不认识，但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我想请你将15级的黄金器长剑还给我。我扫了眼，你用的是刀，那件装备并不适合你。梦里水乡冷哼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他盯着宁阳手里的古剑看，目光微微皱起。想了一会，梦里水乡才有些反应过来。武器榜第1的那把白骨王剑在你手里吧？是。宁阳倒是不反驳，虽说自己关了装备特效，但也瞒不了梦里水乡这样的高手。所以你以为拿了武器榜第1的白骨王剑就觉得能逼我交出东西？宁阳原本是想跟梦里水乡好好谈，没想到他竟然还装了起来。没错，但我就算没有白骨王剑，你敢爆我朋友的装备，我就会找你要回来。也是宁阳一直以来低调，要不梦里水乡就应该知道宁阳其实拿了好几次系统全服通告，梦里水乡也就不会不将宁阳放在眼里。想我还东西？行啊，你这就跟我打一场擂台赛，只要你赢了我，装备我给你。宁阳笑了，可以。梦里水乡撇撇嘴，如果不是因为你有白骨王剑，凭你还不够资格跟我打擂台赛。宁阳也不多说，反正打过之后，梦里水乡就不会再这么说话了。梦里水乡很得意，继续道：行，没啥事，我们现在就过去吧。宁阳也想起来了，梦里水乡上一世就是擂台赛狂人，曾经有一人连赢100场的记录。但记忆里梦里水乡也是汉子，在堕灵族进攻主城的时候，一人和堕灵族一个等级排行榜前100的玩家同归于尽。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宁阳知道现在的梦里水乡只是还没有成熟，有点嚣张罢了，没有选择上来就强杀爆出装备。见没有意见，梦里水乡就邀请宁阳一起去擂台。天书城这类的次级主城里就有擂台，甚至未来还会举办擂台赛，在擂台可以进行 PK， 不会红名，而且就算死亡也不会掉级，不会爆装备。
一般有些口角矛盾的话，就会来擂台进行比赛，而不用直接在主城拔刀，然后被城内 NPC 士兵追杀。宁阳到了擂台，才知道梦里水乡趁着自己没注意，竟然在主城频道疯狂刷消息。等级榜第2，挑战武器榜第1，梦里水乡 vs 纵横四海。这本来就是很有看点的一场对局，更别说这次打赌还有赌注。所以以前就喜欢看 PK 的玩家们，这时候全跑过来看两人交手。我是真没想到，咱们竟然还能看到这妖牛逼的对决。这两人要是露出 ID， 就全部是咱们天书城的名人，能看到他们交手还是挺有意思的。光看热闹多无聊，咱们不如来聊聊，看看这两人谁能赢。很快，擂台周围就聚集了上千玩家，几乎在主城内的玩家听到消息都在往这边赶。许兰墨正和风晴雪、朱哥赶回主城，听说纵横四海和梦里水乡打擂台赛，三人全傻了。第25章，第1 vs 第2。宁阳兄弟确实是个好人，没想到为了我这么点事，竟然要去挑战等级榜第2的梦里水乡。朱哥知道宁阳的真名后，也很少称呼宁阳的游戏 ID。风晴雪也很感动，是啊，我以前和他根本不熟，但他就愿意让我不要脸的跟着。切，你也知道自己不要脸啊。许兰墨很不高兴，风晴雪尬笑，没有多说什么。许兰墨继续说，宁阳哥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去给他加油。朱哥握拳，从我跟梦里水乡交手来看，他的攻击力只怕不低。确实，宁阳兄弟会有点麻烦，那不是交手，完全就是碾压，3刀就将你秒了。风晴雪补充道。朱哥嘴角抽搐，接人不接短，打人不打脸啊，就算打脸也别当面好不？纵横四海等级低了2级啊，就算有武器榜第1的白骨王剑，可梦里水乡的武器也是武器榜第5的斩首刀，属性应该没差多少吧。这么一来，纵横四海未必能靠武器拉平2级差距，所以我有点不看好他。说的有道理，等级还是很重要的，甚至还有压制力。梦里水乡以前还玩过别的游戏，挺厉害的呢。相比而言，纵横四海我在别的游戏里没见过这个 ID， 估计还是个新人吧。对，是个新人，有行会调查过他的背景，就是刚入天罚的菜鸟。秋风落叶躲在人群，狠狠说着。他虽然没调级，但是装备跟不上，导致和顶级高手有差距。秋风落叶就觉得，若是换了梦里水乡，或许就能击杀宁阳，这样他心里舒服。还有一些狂神其他玩家，这时候也在疯狂鼓吹宁阳不会是梦里水乡的对手。这个观点说的人一多，几乎成了一面倒的声音，觉得宁阳不可能会赢。听到这些议论声，宁阳只是摇了摇头。挺好，就让他们这样认为吧，待会自己就可以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上去吧，别耽误时间了。宁阳开口。梦里水乡是一个有点好大喜功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打擂台赛也是想一直赢，将自己是高手的名号打出去，却丝毫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输。好，咱们上去吧。梦里水乡笑眯眯的，我这人也没别的，就是希望待会你要是输了别哭，顺便再给我按个手印。说着，梦里水乡竟然拿出了一张认罪书。宁阳都不知道天罚世界里竟然有这种物品。好了，别废话，上吧。宁阳踏步跃上擂台，梦里水乡这时候也跟了上来，一刀一剑，两人立在台上。丁，玩家梦里水乡对你发动挑战，请选择是否接受。系统铃声姗姗来迟，宁阳也不废话，直接选择接受。下一刻，一道薄薄的结界将二人笼罩，两人之间也有了一道光幕将两人分开。系统开始读秒，两人的状态也恢复全满，防止挑战赛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纵横四海，我已经挑战了20个玩家，全部赢了，你将会是第21个。就在系统读秒开始的时候，梦里水乡缓缓说道：3、2、1。也是在这时，读秒结束，两人之间代表着结界力量的光幕消失。下一刻，宁阳足下一滑，手中白骨王剑递出，没有装配副手剑，那是因为宁阳没打算在这么多主城玩家面前暴露自己可以使用双手武器。斩首刀，给我当！梦里水乡暴喝，斩首刀横起，和宁阳的白骨王剑碰撞。当！黄金级武器碰撞起来，火星四溅。与此同时，两人头顶几乎是同时冒出一个伤害数字，但两人都是高手，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都只是试探攻击。而且由于技能有后摇，担心被对方躲过，竟然只是用武器进行普通攻击。两人的气血又瞬间回满。宁阳是用的道体，至于梦里水乡，应该是用了血瓶。咦，不是说宁阳只是刚开始玩游戏的菜鸟？这天罚开服才几天啊，怎么操作就这么好了？说不定人家天赋不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有道理。几人叽叽喳喳的，几乎是同时看向了宁阳的方向。宁阳的表现让他们刮目相看。
但暂时他们还不认为宁阳有击败梦里水乡的可能。快，梦里水乡用技能了，那是爆刀，我看过他用这个技能，能爆炸的，伤害很高。宁阳听到周围的议论声，没有着急攻击，而是略有所思。梦里水乡实力还是不错的，但宁阳不认为对方有赢自己的可能。宁阳只是在想，自己压根用什么样的进攻，是碾压对方，还是慢慢磨掉，还是担心太给周围玩家带来心理压力。也是在宁阳思索的时候，他随手一挥，啾啾，只见一只有点像二哈的东西从六芒星阵钻了出来。宁阳看到自己这只未来的坐骑，也有些怅然所失。青龙他已经在苍蓝山击杀山贼的时候被宁阳带到了20级，原本不想放小青出来的，但宁阳这在主城也不可能杀怪，召唤怪物灵魂来出手，就只能用小青了。这个是宠物吗？游戏里已经出宠物了，看样子不怎么样啊，这是什么宠物啊？哦，宁阳嘴角抽搐，小青练到60级才能蜕变龙形，嗨嗨，现在的样子确实不好看。见宁阳召唤了宠物出来，梦里水乡也很警惕，没有再抢攻，但宁阳已经出手，轰，技能轻线下逼迫梦里水乡走位。与此同时，小青在宁阳的操作下玄之又玄地躲在了梦里水乡的去路。噗，一道小火球从小青的嘴里喷出，梦里水乡被烧了个一塌糊涂，气血也跟着掉了一截，负122。以梦里水乡的等级，气血已经破1000，所以倒也不在乎这点伤害。可是宁阳显然没打算让他有调息的机会，自己跳斩打出的瞬间，小青也到了。跳斩有眩晕效果，梦里水乡在交手的时候已经摸清楚了，自然不可能吃这技能，要不然就不是宠物的攻击，连宁阳的攻击也会下来。接下来宁阳双线操作，宁阳自己的攻击倒是梦里水乡能靠操作避开，但是这么一来宠物的攻击就不太可能了。梦里水乡对自己的操作本来还是挺自信的，可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宁阳一直秀双线操作，气血生生被磨掉。他走下擂台的时候，梦里水乡的脸都黑了。擂台外，在看到了这场交手后，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奇怪了。第26章秀了一波好操作。刚才谁说纵横四海只是才玩游戏的菜鸟？站出来我不打死他！就是看到了吗？他那可是双线流，操作自己和宠物一起攻击，逻辑和节奏把控到完美，就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菜鸟？这操作咱们国内能打出来的也不超过1000人吧。梦里水乡大意了，这次没被宁阳的属性碾压，但因为宁阳这个宠物直接就被秀了操作，这他的郁闷死了。围观的这些人没有别的本事，就一点忘性挺大，似乎完全忘记刚才他们没有几个人看好宁阳，全部觉得梦里水乡会赢。人群里秋风落叶的脸色寒得跟霜一样，他自问自己的操作不错，但说实话，他觉得换了自己也肯定要被宁阳秀翻全场。刚才有人说这操作不超过1000人，秋风落叶觉得还说大了，应该不超过100人。这个宁阳攻击输出高，技能好像也没有冷却，装备又好，现在还多了武器，看来会是狂神想要称霸天书城的重大阻拦。秋风落叶是聪明人，想到这很快反应过来，必须尽早打压宁阳的实力了，要不然真当他实力提升上来，麻烦就大了。对，联系天书城其他行会，只要人数足够还是有机会的。秋风落叶很快理清思路，就没有再待下去，匆匆忙忙去找斗鬼神。站住！看梦里水乡要走，宁阳出口拦住了他。梦里水乡太受打击了，压根没想到自己会输得这么惨。纵横四海兄弟，我服输，装备我放在仓库里了，这就去取了交易给你。见他提了，宁阳也不是小气的人，便挥了挥手，行吧，以后记得别乱爆人家的装备。梦里水乡老脸一红，我是最近正好缺一笔钱，所以才……不用解释，难处是你自己的，但是在城外爆人装备就不对。梦里水乡再次道歉才离开。许兰墨欣喜地来到宁阳身边，有些激动。宁阳哥你好厉害，真帮猪哥将装备拿回来了，刚才那人的伤害那么高，我都担心你呢。风晴雪和老朱也上来向宁阳表达了感谢的话。宁阳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等梦里水乡将装备赚来后，宁阳就交给了朱哥，顺便自己换下来的黄金器护腿也交给许兰墨。啊，黄金器！许兰墨眼睛都有些不敢相信，一直使劲揉着。我有第一件黄金器了，这也太好了吧！宁阳哥你放心，我接下来肯定努力练级，争取成为你的助力。宁阳又从怀里掏出就职证明塞给许兰墨，待会下线就吃饭，然后好好休息会，等上线后我帮你去做就职任务。这下就连像一只猪和风晴雪的目光也齐齐定在许兰墨手里的就职证明上，有疑惑也有欣慰。两人都是玩游戏的老鸟，
特别是朱哥，那是混迹很多游戏的高手，一眼就看出了许兰墨手里的是隐藏职业就职证明。救赎天使，这好像是牧师系的吧？朱哥说出了宁阳心里想说的话。陌上妹子不是弓箭手吗？乐意转职成为牧师吗？许兰墨点了点头，我愿意。反正我现在也不可能比宁阳哥的输出高，不如站在后面帮他加状态加血，那就没问题了。宁阳笑笑，没好意思说加状态加血的技能自己全都有了，而且是 SSS 级天赋技，估计就算是救赎天使，效果也未必有自己这个好。反正看小丫头乐意，宁阳也不会多说什么。对了，接下来咱们这风晴雪提议下线休息会吧，你们也累了吧？几人都没有意见，然后准备下线吃饭。就在这时，有人主动联系自己。宁阳一看是申侯，有事？恭喜纵横四海老哥赢了梦里水乡，现在主城全在传呢。宁阳笑了，倒也没多说什么，一般吧，实在是梦里水乡不知道我深浅，所以被我给那啥了，你懂的。对对，兄弟你牛。申侯想了想，提议道：对了，纵横四海兄弟，咱们20级之后就可以创建帮会，我们暗无天日现在正在攻略 BOSS， 想打出第一块建帮令，你看你有时间能不能来帮帮忙？作为合作关系，你的佣金我们绝对会让你满意，有你们解决不了的 BOSS 再说吧。宁阳也不废话，对了，我这刚刷了个地图，爆了一堆18级上下的白银器，你们暗无天日要吗？宁阳的包裹里除了药瓶和一些特定物品，就全部都是沙山贼爆出来的白银器。宁阳提升到15级后，包裹空格数就已经提升到了100格，所以这装备大概有83件，还是不少的。申侯很快就到了，因为双方也熟，宁阳爆出来的装备比他们自己去爆出来的属性又要好一点，这是宁阳的神级幸运天赋使然，所以价格上申侯都给的高一点，平均下来一件大概70金币。宁阳入账5810金。当然，因为玩家打出来的白银器越来越多，未来装备的价值会再一次缩水，最后白银器的价格会维持在10金左右。宁阳这一笔确实是打得早，所以还能赚一点。也就是说，现在宁阳加上爆出来的一些金币，数量突破8000大关，宁阳打算等朱哥上线就将这些金币卖掉。和申侯交易完，宁阳就下线去吃饭。晚上休息了一会后，宁阳跟许兰墨才重新上线。这丫头的性子还是挺乐观的，一直围着宁阳叽叽喳喳。宁阳哥，我的操作有点差，到时候会不会对不起你给我的隐藏职业啊？你看风晴雪还有朱哥都比我厉害，其实给他们的话更能发挥作用不是吗？对了，宁阳哥，朱哥还没上线，你说他也在江州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跟他见面吃个饭啊？宁阳没有着急回答，而是好奇地看向许兰墨。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给了你不能发挥作用？我不厉害才玩这个游戏啊？许兰墨有些不好意思。宁阳点头，这一刻的他变得无比认真。其实有些事，宁阳重生之后一直想着是不是要告诉许兰墨一些事情，现在他终于下定了一点决心。你说的没错，你是刚玩游戏，所以可能不厉害，但是默默你记住，接下来的世界会比游戏还残酷，所以你只能选择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第27章，许兰墨，我喜欢你。宁阳的话让许兰墨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睛。宁阳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你出什么事了？宁阳也没打算现在就让许兰墨理解，所以只是说了一些，就继续道：你其实也别想那么多，我将隐藏职业给你，就是因为我能信任的只有你。哦，许兰墨听明白了，可我今天练级，觉得风晴雪和朱哥其实人也挺好的，宁阳哥不应该怀疑他们。宁阳对这个单纯的小姑娘还真是陷入一种被动境地，无奈的叹了口气。宁阳道：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应该怀疑他们，所以我说的是信任，而不是相信，因为我相信他们，但我能信任的就只有你。许兰墨大大眼睛满是好奇，隐约中又好像觉得今天的宁阳哥好像打算说什么。默默，其实你的心思我一直知道，我认识了沈晴晴，和她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她让我和你切断联系，而你却一直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这些事我都知道。宁阳一开口，许兰墨的脸疼得一下就变得红扑扑，他慌乱将手盖在脸上，不敢去看宁阳。我知道，所以今天我也想跟默默你说，我也喜欢你。说实话，许兰墨并不知道上一世的时候两人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自己成为宁阳最不能忘却的遗憾，所以他有些质疑宁阳和沈晴晴才分手几天，两个人就……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沉默后，许兰墨用躲在手背后面的声音颤抖着说：宁阳哥，你的心思我知道了，但我爸妈明天就回来了，我现在不去想这些事，所以……宁阳点头，我明白。行了，我不会再说这个了，你现在就用就职证明吧，咱们也好看看
你这个就职任务该怎么做？许兰墨深吸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后，才点头答应宁阳。接下来，宁阳看到许兰墨捏碎了就职证明，那闪烁着白色圣洁光芒的就职证明，就像是一道光芒，融入了许兰墨的身体。与之同时，许兰墨也好奇地瞪大了双眸。我看到了，我知道是要在哪里做任务了。这丫头情绪有点激动。在哪里？要先去杀300头变异野猪，割下肉，还要抓500只污染野狗。宁阳有些疑惑，要这些东西干啥？说是要这些生物的肉作为食物带给导师，导师才会给我就职任务。宁阳明白了，大悟，所以你这导师的本质是个吃货。变异野猪只是25级的怪物，污染野狗也是，不过2个怪物离的距离有点远，在路上要耽误一点时间，其他倒是不麻烦。宁阳既然答应了要帮许兰墨做任务，就做好了准备。再说他一个人想弄这么多肉也不太现实，这些25级的怪物对许兰墨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野猪群。不错，怪物密集，是个刷怪的好地方。我本来还担心要一只只的引过来呢。宁阳叮嘱一番，让许兰墨只跟着自己，注意不要吸引怪物的仇恨。毕竟是练级区，这里还是有一些玩家在练级的。很快就有人认出了宁阳，是纵横四海，有白骨王剑的纵横四海，他打败了等级榜第2的梦里水乡呢。哇，真是他，好帅啊！梦里水乡不是他的对手的话，那现在看来，咱们天书城能赢他的，可能就只有风行记了。这样的高手，怎么会跑到咱们这一的低级练级区来练级的？其实在这里练级的玩家也是主流的18级左右，但是跟现在等级榜第1的25级，确实就跟他们说的一样，这是低级练级区了。而等级榜第2的梦里水乡似乎受到了输给宁阳的影响，已经掉到了第4，还是22级。第2和第3则已经有23级，也就是说风行记直接拉了第2 2级。宁阳的记忆里，上一世似乎并没有这个玩家的记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宁阳自己是个菜鸟，没有太关注榜单的缘故吧。反正后期好像也没有这么一位玩家的传说。宁阳没有多关注榜单，直接就开始刷怪。至于那些打招呼的玩家，宁阳也只是点头敷衍过去。哦，看到没，他跟哪个小姑娘是组队的，是在带人练级吧？确实，这姑娘好漂亮啊。宁阳看到这些人议论起许兰墨，皱了皱眉头，不过倒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刷怪的速度加快了，10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刷够了300只野猪，取了野猪肉。看到那些玩家直接懵逼，好快，现在的高手都是这么刷怪的吗？直接就顶在怪物群里，压根就不担心掉血的群杀啊！不愧是能击败梦里水乡的人，这输出太爆炸了。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帅哥带我练级，我肯定早就已经100级了。宁阳没去理会后面的叽叽喳喳，拉着许兰墨就挤出了怪物群。因为要从野猪身上割肉这种事有点血腥，所以宁阳都是自己弄好放在包裹里，打算等交任务的时候再交易给许兰墨。反正许兰墨是在组队状态，刷怪是能共享的。污染野狗是在村东门，出了城门口一点点的浑河河畔。宁阳到时发现这里练级的玩家比刚才野猪那里要少多了，有点高兴。默默，咱们这边能好好安心的做任务，不用担心有人打扰了。许兰墨有些不好意思，是吧？宁阳哥太对不起你了，耽误你的时间帮我做任务。宁阳提着长剑走了过去，没想到这时一个叫青青紫金的玩家出现，拦住了宁阳的去路。你谁啊？知不知道这是我们望月行会包场的练级区，这里不允许有外人进入。包场？你们花钱了吗？宁阳有些奇怪。当然，包场的行为在游戏里很常见。宁阳奇怪的是，这个望月行会好像不出名啊，这也敢干包场的事，不怕得罪了什么厉害人物，直接将他们给挑了。青青紫金目光在宁阳的 ID 上扫了眼，似乎并不奇怪，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冷笑。省城一栋豪华别墅内，沈晴晴绝美的脸庞死死盯着游戏舱内那个已经没有了眼珠的少年。周狂，你真决定好了吗？第28章光明剑。没错，我已经花重金买了个高级游戏舱。亲爱的，你不是说会跟我一起找他报仇吗？好，那我就来游戏陪你。沈晴晴以前也玩游戏，不过技术一般，这次是考虑陪周狂，这才决定好进入游戏。进去，亲爱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两人很快进入游戏，可没想到在进入游戏后，却紧跟着听到一个差点气炸了的消息。狂哥，我们在天法里遇到了麻烦，一个新人玩家在游戏里杀了咱们天书城的精英2次。这番话说出来，斗鬼神只觉头皮发麻。周狂虽说信任，将天书城交给他来开拓，可现在不但没能打出名声，玩家还一直调集影响布置，自然会遭遇周狂的追责。一个新人玩家杀了你们上百人。周狂一方面赶去新手村带沈晴晴，一面寒声道：多久了？
为什么没告诉我？周狂这段时间在瑶光城，并不知道相距甚远的天书城发生过什么事，自然也就不知道在天书城搞风搞雨的纵横四海。狂哥，我一直在布置，可你不知道，他一个人，我们是玩家还有 BOSS， 竟然被他给秀了。我想着是不是向你那申请调集一些高手过来。周狂明白斗鬼神的意思。好，我商量。对了，那家伙的 ID 叫什么？纵横四海。周狂倒是不知道纵横四海是谁。斗鬼神又想起一件事。对了，狂哥，你是不是跟这个纵横四海认识？他说将你弄瞎，还说以后要杀了你。周狂眉头高耸，陡然吸了口凉气。周狂连忙问刚接到的沈晴晴：“你知道宁阳玩游戏叫啥吗？”“应该是纵横四海吧，他挺喜欢用这个网名。”周狂确定宁阳的身份。好，想不到这么快就在游戏里找到了他，接下来我会让他付出代价。周狂连忙联系斗鬼神。宁阳还不清楚，在周狂授意和紫金支持下，斗鬼神联合了天书城大大小小20个行会，专门绞杀宁阳，而这青青紫金的望月行会便是其中之一，这才敢大言不惭地说出包场的狠话。我们在做任务，只需要杀500只污染野狗，并不知道这地方是你们望月的练级地。宁阳好言说话，这个任务不等人，所以麻烦你们行个方便。许兰墨也在一旁求助。望月行会玩家看到这边动静，过来了好几个人。哟，要我们行方便？啥人啊？有那本事吗？凭什么你们做任务，我们望月就得给你方便？对自己太自信了吧？现在的普信男还真敢开口，滚吧！我们不可能将练级资源让给你们的。青青紫金已经联系了斗鬼神，那边说很快会派行会过来追杀宁阳，让他们望月尽可能牵制。如此一来，青青紫金说的话自然很不客气。许兰墨闻言也只能拉宁阳走。宁阳哥，算了吧，那咱们等他们等级高一点，换了练级点之后再做这个任务吧，也不急于一时。宁阳知道这丫头是看望月行会大概有300人，全部在这地方练级，担心自己有危险，才打算退去。没事，既然我们要就职，那肯定是越早越好，总不能在初始任务上就耽误功夫。解释了句，宁阳就对许兰墨说：“别担心，我这就动手将这些人赶走。我们要练级的话，可不能让他们给拦住了。”青青紫金冷笑：“什么意思？你一个人还想将我们整个望月赶走？兄弟们，咱们动手，让他明白说大话的下场。”一群人蜂拥而上，宁阳将许兰墨推开，人跟着冲向人群。望月的这群人实力良莠不齐，有刚刚10级的，高一点的青青紫金也才18级。在宁阳看来，带来的威胁还不如斗鬼神的那群精英。白骨王剑一带，伤害数字成片跳出，幻影斩能够斩击3个目标，威力还是不错的。那3人只是11级，直接秒杀。宁阳足下滑动，紧跟着冲向还没反应过来的斗鬼神。你，斗鬼神语气凌乱，似乎有些没反应过来宁阳会来得这么快。兄弟们，我们上，绝对不能让他跑掉。可是宁阳的白骨王剑却顺势刺入了他的身体，幻影斩、跳斩接连落下，气血就只剩下一丝。恶魔血月斩飞出，将他的身体直接抛飞。叮！让宁阳没想到的是，青青紫金死亡后竟然还爆出了一把长剑，那是老大的武器，千万夺回来。望月的玩家们疯狂，连忙去抢青青紫金的装备。可宁阳一个跳斩，他们害怕自己被秒掉，愣是没敢第一时间钻过来，被宁阳捡走了长剑。光明剑，黄金器，攻击力81-116，力量+36，体质+25，需要等级12。天罚世界里武器的爆率没有那么高，所以现在排行榜的高手用的也大多是15级的黄金器。宁阳的白骨王剑虽然只有14层，毕竟是隐藏地图出来的装备，属性还是比其他装备高，这才坐稳武器榜第一。不对，已经被挤到了第4来了。第一是一把25级黄金器长剑，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好运。不过宁阳一直缺个副手武器，光明剑倒是可以暂时替代。想到这，宁阳果断换上，正准备大杀四方，没想到望月的玩家里竟然有人开始往回跑。好厉害啊，这是个高手，我们压根不是他的对手，还是赶紧跑路吧。对，不是说有援军，他们也没来啊。会长没了，咱们就别把自己也搭上去，有了第一个逃跑的，就有第2个。很快，这群人竟然全部溜之大吉。宁阳只来得及追杀了10来个，没有再爆出黄金器。宁阳哥你好厉害，这么多人被你一个人打得狼狈逃窜。好了，咱们抓紧时间刷任务吧。宁阳摸了摸许兰墨的脑袋，看着望月的人全部跑光，索性宁阳将青龙也放了出来。如今的青龙像个哈巴狗一样，摇晃着庞大的身躯，4肢前身就冲向那些野怪。宁阳尽量不在人前使用青龙，希望未来能成为自己的一个隐藏手段。所以宁阳现在都有些后悔在和梦里水乡的擂台上将青龙放出来帮忙。
这是宁阳哥的宠物吧？好可爱。许兰墨也帮着攻击，三人快速刷着怪物。宁阳心里有些不舒服，毕竟刚才望月的人逃跑的时候可是提了会有援兵，所以到底是什么人在找自己的麻烦？许兰墨待会能安全离开吗？第29章，援军到来。因为有了副手武器，宁阳可以肆意发挥，很快就快完成，只剩下最后10只。宁阳听到了脚步声，踏踏杂乱，如同雷声阵阵，意味着有很多人到了。快，将最后一点怪物清理掉，然后抓紧时间回城。宁阳已经塞给了许兰墨回城券，他就在这时间点迅速将怪物引来，技能连续落下，将怪物杀掉，总算是能喘口气。宁阳看到玩家已经到了，法师和弓箭手玩家已经将技能锁定在自己身上，宁阳倒是可以回城了。可这乌泱泱上千玩家，只怕到时候就会找许兰墨的麻烦。许兰墨可未必有自己的走位，能够在回城券的引导时间里躲避攻击。默默你回城吧，我掩护你。许兰墨点头答应下来。宁阳的目光落在秋风落叶身上，这次斗鬼神没来，换你领队。秋风落叶扬起长弓，没办法，副盟主还要坐镇指挥，所以这先头队伍就由我来了。宁阳扫了眼，在先头部队里就没看到其他印象深刻的人了。而此时许兰墨已经回城，刷刷，技能和箭雨纷纷落下，那是法师和弓箭手的远程攻击。引导时间结束后，这时也落下了攻击，直接片杀，无差别的攻击。哪怕宁阳操作再好，也不可能 miss 掉所有攻击。顿时气血掉下来一大截，道体发动拉回气血的同时，宁阳也不废话，撤了，打不过你们。哈哈，纵横四海你终于认怂了。秋风落叶大笑，他紧赶着让玩家攻击宁阳，远程玩家倒是能输出，近战只能去追杀。宁阳的移动速度更快，所以果断沿着河岸退去。还没跑出去1000码，又是一阵喧嚣。宁阳微微皱眉，纵横四海跑得掉吗？斗鬼神终于出现，他所谓的坐镇，竟然是安排人去从三面围杀宁阳。眼看着刚用血瓶补充回来的气血又掉了一截，宁阳不打算去拼，毕竟就算自己有同归于尽玉符，也只能反掉一个人。对面来的人太多了，这时候上去跟他们打实在不明智。斗鬼神继续说，我们老大说了，要将你追杀到0级，没办法，所以我们来了。而且他还说自己暂时没时间过来，不然他一定会来亲自追杀你。宁阳明白了，行，那你就让他亲自来好了。宁阳扑通一声钻入河里，攻击，弄死他！让对岸的玩家注意，别让宁阳上去。另外派几个玩家下水，进入水里，宁阳就能感觉到呼吸有些困难。按照以前的经验，大概能在水里藏10分钟，这点时间，外面的技能不容易攻击到自己，完全足够回城的了。很快就有几个行会的高手下水，356、468，这才落水，2个伤害数字就跳了出来，气血直接空了。纵横四海在水下，大家小心点，他的攻击力太高了，我们在水里未必是他的对手。因为有忌惮，其他人没敢下来。宁阳在脱离战斗，捏碎了回城。宁阳回到主城，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许兰墨。宁阳哥，你回来了，没事吧？对，回城了。太好了，我担心死了。许兰墨想起一件事，对了，宁阳哥，我回城后任务更新了，我的导师也来找我，说是让我跟他去做后续任务。我去帮你。不能了，导师说后面的路要我自己走完。许兰墨解释了句，所以接下来宁阳哥，我可能不能跟你练级，我得先就职。你忙你的去，正好我也想去教训这群围杀我的王八蛋。宁阳挂断语音，刚才人太多，所以宁阳避开了，可不意味着宁阳就真得认怂。恰恰相反，宁阳是个有仇报仇的人，既然他们追杀自己，那么自己就应该报复回去。对了，上一世周狂带沈青青的新手村倒是不远，他要是回了主城就远了。宁阳果断决定去新手村教训这对狗男女先。一路想着这些事情，宁阳也取出了自己的强化石。宁阳打了几个 BOSS， 一共爆出来5颗。原本想着等拿到再好一点的武器敲上去，现在既然要做点大事，还是先提前用了吧。强化石每打上去1颗，增加 1% 的攻击力。宁阳有5颗，就可以加成 5% 的攻击力。其他人还要担心成功率的问题，但是宁阳有强化盒子，就没有那些担心了。等我将东西弄好，就该开始我的报复了。宁阳取出强化盒子，这是类似匣子一类的东西，个头不大，全身黑色，显得有些奇怪。宁阳果断取来了强化盒子，将白骨王剑取下放在盒子里，顺便将强化石放上去，直接选择开启。唰，一道光芒闪烁而过，宁阳的白骨王剑名称已经变成了白骨王剑强化加1。继续，
第2课强化石也放上去。第5课白骨王剑的强化成功+5，攻击属性也已经变成了110+6，156+7。因为初始攻击力不高，所以白骨王剑提升的攻击力不算太恐怖。当然，也是有强化石不多的原因在。要是有个50克，嗨，那么宁阳这白骨王剑的属性绝对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行，加成了一点，足够了。宁阳目光瞥过，正好看到树林里斗鬼神带着10来个玩家往主城的方向走去，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遇到了斗鬼神，就拿它试试我的新武器。宁阳趁着没人注意到自己，悄悄走了过去。我说副盟主，咱们今天追杀的纵横四海爆头鼠窜真爽。是啊，被他杀了2次，可算是报复回来了。有咱们这20家行会联合，纵横四海接下来在天书城的日子不会好过。这些都是副盟主你的功劳。众人狂拍斗鬼神的马屁，丝毫没有发现有个玩家在靠近。事实上，宁阳关闭了装备特效，导致自己特别的不显眼。他们也没想到宁阳才被赶跑，竟然在路上遇到的情况下还敢杀人。宁阳出手了，白骨王剑化作流光，摧枯拉朽般就刺入了对方的身体。血色剑气在胸膛炸开，直接爆出了一个超高的伤害数字-1100。宁阳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的伤害数字竟然飙到了4位数字。这显然不会是打了几个强化石就有这么高的伤害。等仔细琢磨，宁阳才明白，那是因为叠加了副手武器50%的伤害，毕竟也是黄金器，加成的攻击力不低。而且斗鬼神太倒霉了，还出了致命一击。刚才还在拍马屁的玩家，就看到一个黑影给了斗鬼神一剑，就又消失了。副盟主没了！我靠，刚才怎么回事？谁杀的副盟主？第30章追杀狗男女。纵横四海是纵横四海，你们赶紧上，把他弄死！回城复活后的斗鬼神咆哮大喊起来。余下的玩家连忙去搜寻宁阳，可宁阳这急去杀周狂，倒也没跟他们费时间。杀几个杂鱼怎么会有杀周狂爽？新手村，周狂将沈晴晴带到8级，按照现在的刷怪速度，再有1小时就能出新手村。听完斗鬼神气急败坏的报告，周狂笑得直不起腰。你这也太废物了吧，竟然被人给杀了，连个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这是第几次被宁阳杀了来的？第3次还是第4次？斗鬼神嘟嘟囔囔想要辩解，但是面临的却是嘲笑。周狂仰头大笑，你呀，跟了我这么多年，就是没学会我的水平。但凡你有我一半，对方在攻击你之前，你就该发现异常，反杀对方，再不济也该能逃掉。就在周狂说话的时候，他忽然感觉脖子一紧，紧跟着感受到几个技能疯狂在胸口炸开，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周狂就被彻底打掉气血，人跟着倒地。周狂原地复活，气血还没有全满，连忙灌下一个血瓶。宁阳，你给我出来，暗地里偷袭算什么本事？沈晴晴吓得手一哆嗦，没有再管刷怪的事，连忙跑到周狂身边，警惕地盯着前面。宁阳从练级的树林走出来，再见到周狂和沈晴晴这对狗男女站在一起，宁阳却没有上一世那般的愤恨，不，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宁阳反倒是更享受慢慢折磨的感觉。宁阳，你干什么？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搞偷袭！沈晴晴着急质问起宁阳。呵呵，宁阳冷笑，没有去理会沈晴晴，而是目光落在周狂身上。不错，进游戏能看得见了，所以忘记了挖眼之痛了，对吗？竟然还能容许沈晴晴对我叫嚣。宁阳换上了笑眯眯的神情。我呢，也没别的想法，就是觉得周狂，你考虑过接下来自己怎么求饶吗？哈哈，周狂像是听到最好笑的是求饶。像你，就算你先进入游戏等级高点又如何？我的狂神可是10大行会，信不信我举全行会之力追杀你？我信，你这样干过。宁阳白骨王剑横在身前，可这回我不介意你这样干，杀回0级便是了。宁阳磨刀霍霍，就先从你和沈晴晴开始吧。忘记提醒你们一句，杀到0级，角色会死，现实里的你们一样会死。2人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脸色大变。我们死了，现实也会死。沈晴晴背齿轻咬，宁阳这个人从来不说谎话，可能真有此事，那我们一定不能被他追杀到0级。周狂，你把行会的玩家调集过来吧，要不然只怕不是宁阳对手。周狂现在还觉得脸火辣辣的疼，他刚跟副盟主吹嘘自己多厉害，换做自己一定不会被杀傻的，转头就被宁阳一套技能给秒了，太打脸。现在还要他去喊人来，盟主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别着急，我刚才只是没有准备，正面 PK 宁阳我可不一定会输。周狂扫了眼全身的装备，越发自信。亲爱的，你忘记了吗？
我可是才买的大半身黄金器，而且你又是法师，已经学了冰冻术和火球术，可以帮我打控制。周狂冷笑，再退1万步，我们2个人一个 A 级天赋，一个 S 级天赋，等级差距也不大，我可不相信正面交手会输给他一个才玩游戏的菜鸟。越想周狂越觉得不可能输，手里一把碎星剑，周狂连续走位，技能突刺，砰！却见宁阳的反应更快，手中剑刃舞动，技能换技能，周狂就感觉自己的防御在宁阳面前跟纸一样。我半身黄金器，周狂呆若木鸡。我一身黄金器。宁阳道，周狂 S 级天赋连释放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宁阳接下来一句我是 SSS 级天赋，碾压你很难吗？记住，让你们行会的来保你吧，不然杀你跟杀狗一样。带出一抹血光，周狂的身体又一次倒下。这回周狂甚至没有选择原地复活，没有任何犹豫的就选择了化作白光回城复活去了。被宁阳杀了2次，周狂实在没脸，也不敢来跟宁阳 PK。 沈晴晴也懵住了，宁阳你既然敢杀周狂，你知道他家里有多少钱，周家人不会放过你的。你说过了。宁阳笑了，所以我也让你知道死亡是有多痛苦。游戏里死亡和现实里死亡一样的疼感，一样难受。沈晴晴诧异道，你要杀我？你说过爱我的，任何时候都不会伤害我。宁阳笑了，你配说这种话吗？白骨王剑落下，沈晴晴的等级连一次伤害都扛不住，直接秒掉。然后宁阳收回白骨王剑，出发前往新手村复活点。新手村复活点，沈晴晴刚准备出去练级，就看到宁阳来了，顿时脸色苍白无比。宁阳你有病吧？你想干什么？我说了要在游戏里追杀到死。宁阳打量了眼，哟，不错嘛。看来周狂是个聪明人，知道不是我的对手回主城复活去了，知道我暂时不会去主城追杀吧。宁阳的话就像是刀子，狠狠扎在沈晴晴心口。他刚才在联系周狂，才知道周狂回去了，而给他的方案不是带着行会的人来报复，而是让沈晴晴别出新手村。宁阳我错了，我不就是没跟你在一起，可哪条法律规定了我跟你交往过就应该从一而终？沈晴晴倒打一耙，你现在反而跑过来攻击我，这种气度根本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宁阳饶有兴致地看向沈晴晴，你说的没错，如果不合适，确实不适合在一起，可你只做了这些。沈晴晴，你们在游戏里追杀我，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气度这种事？沈晴晴脸色变化，在进入游戏之前，她是想过怎么追杀宁阳，怎么折磨他，可这还没开始，宁阳就先来追杀了呀。宁阳是怎么回事？怎么猜测到了他心里的想法？宁阳可不打算复活，出去练级吧，早点送你去见上帝。宁阳，我不会出去的。沈晴晴脸色苍白，她既然吓得不敢出城，宁阳也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追杀，太耽误时间，所以等了会，宁阳就回主城了。沈晴晴没敢动，一直喊着让周狂带人来保他练级。很久很久，沈晴晴见宁阳一直没出现，才敢悄悄地试探着走出新手村。宁阳回到主城，尝试去联系许兰墨，但这丫头的通讯联系不上，系统提示在特殊地图，应该是在就职任务了吧？特殊地图，我也帮不了他。宁阳想了想，打开申侯的通话，知道追杀我的20个行会是哪20个吗？第31章，生来既亲。好，我找人问问。宁阳对申侯的办事能力还是认可的，比2世祖的浩然正气强多了。现在双方是合作关系，宁阳也不用担心申侯会骗自己。很快，申侯就拿到了一份名单，都是咱们天书城的行会，有大有小。因为暂时大家都没有爆出天书城，所以行会里大多是从老游戏一起入驻天罚的玩家，也就是说是各个行会的老玩家精英。宁阳补充了句，20个行会大概能聚齐1万多玩家，还是挺难应付的。申侯提议道，我们暗无天日，现在天书城大概能聚齐500玩家，要不我喊来帮纵横四海兄弟一起对付那些联军？还是不要，我一个人来去自如，带上你们都不知道是来帮忙还是来捣乱的了。宁阳既然要名单，自然不可能是拿来玩，总不能等上万人来追杀自己，先打他们才是王道。决定好，宁阳买了些药瓶，出发。天罚史上最大的一场惨案就此出现，20个行会玩家在练级点莫名遭遇伏击，往往分散几人几十人一团练级的时候被瞬间吞掉，等不到援军到来。无法之下，大小行会只能几百人集合，必须围在一起练级，都不敢分开，练级速度大打折扣。这之后就没有发生攻击事件。众行会觉得如此办事会拖累练级速度，就又选择分散练级。
惨案又一次出现。几次下来，几大行会纷纷掉级，而作为等级榜榜首的玩家也逼近27级，即将2转。宁阳这段时间没怎么练级，也仅仅只是22级。追杀2天，其他玩家几近崩溃。他们这2天练级速度大打折扣，明明应该冲击3转的情况，反倒被杀得掉级。天书城可不仅仅只是有他们这些行会，至少还有一个暗无天日。此消彼长，其他行会和他们这20家的差距渐渐拉大。很快，这20家行会扛不住，以青青紫金为首，一共19家行会的盟主联系上宁阳，我们停战吧。之前我们和纵横四海兄弟你也没什么矛盾，实在是因为狂神行会出钱，我们才跟着一起追杀。这不，没追杀成功，自己还耽误了练级，咱们就此休战。其他行会盟主齐齐赞同，是的，我们不打了，太耽误时间了。这么打下去，我们这些行会别发展了。狂神耽误得起，毕竟主力不在天书城，可我们耽误不起。这些人的态度显然没有转换过来，还以为他们只要不追杀，被追杀的宁阳自然应该直接答应。宁阳看看大家伙身处安全区，也不可能交手。斟酌一番，宁阳笑眯眯地看着众人，你们说的有道理，确实，你们继续跟我纠缠下去，你们没啥心思练级不说，还有可能掉级，这对你们这些行会来说损失弥补不了。青青紫金很是满意宁阳的说法，那既然宁阳你也这么说了，咱们现在就当是道了歉，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别耽误互相练级了。说完，青青紫金就准备跟众人离开了。站住！宁阳开口，还有事？咱们和平发育当然好，可你们既然对我有过追杀的行为，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吧？赔偿呢？割地赔款呢？啥？青青紫金差点眼珠子瞪掉下来。纵横四海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想要我们赔偿？宁阳扫了眼，19家行会，一家一件黄金器，或者黄金器等同价值的东西，比如我能使用的技能书、隐藏职业就职证明、强化石，再不济就是2000金币或者2万现金。靠，你怎么不去抢？青青紫金咆哮，他们不跟狂神合作，以狂神10大行会的强大，他们自然不敢吞下狂神支付的请出手的佣金。这么一来，等于各家被宁阳追杀，掉级不说，现在还要赔偿黄金器，太可恶了！真以为我们这些行会好欺负？信不信我们联合起来追杀你到死？有人也不乐意了，就是在天书城，我就不信你一个单人玩家能翻天，咱们跟他拼了，看谁耗得过谁。宁阳将白骨王剑拔出，说的好像你们现在不是这么做的一样。既然不愿意掏钱，那就继续。众人一想到被支配的恐惧，没来由觉得身体打哆嗦。算了算了，也就黄金器，给了吧。不行，黄金器、技能书这些我们都要用来强化自己行会的实力。对了，刚才是说强化石吧？等于10颗换一件黄金器，我觉得给强化石最划算。这个说法自然得到了很多玩家的赞同。不为别的，是因为强化石强化有成功几率，10颗能成功3-4颗就是欧皇了。这么点的话，对属性的提升实在有限。这么一想，好像也没有那么不能接受。于是这19家行会，其中14家选择用强化石支付，余下5家则直接给宁阳赚了2万金币。现在在游戏里是硬通货，自然不考虑交给宁阳。24万了。在这些人走后，宁阳数了一下自己玩游戏以来赚到的钱，不由还有些开心。卖了2次金币，大概赚了12万，加上合作的2万，足足24万。原本还以为对付周狂现实里的报复需要花点钱，没想到一个天赋技能完美结局，这些倒是多了不少钱。宁阳琢磨着20来万，自己是不是应该考虑个用途了？当然，这次最大的收获可不全是钱，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这140颗强化石。MMD， 我才发现强化石这么容易赚呢。宁阳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想起上一世为了1颗强化石打 BOSS 的辛苦场面，哪怕最后使用的神器穹庐剑也仅仅只打了100强化石。可现在，宁阳拿到强化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地打开了强化盒子，将白骨王剑放上去。其实最好的情况是等有了好武器再打，可现在打上去，实力才能有更大的提升。实力提升后，我才能打出更多的强化石头极品装备。打140克，宁阳才发现敲石头也是一件特别累人的活。140个石头敲完，加上前面打上去的5个强化石，强化次数足足145次，属性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骨王剑强化加145、110加160、156加227，强化了145次之后，意味着白骨王剑的属性大概有之前的 2.5 倍，这太可怕了。宁阳可以相信，哪怕是20级的黄金武器，都未必有自己这把白骨王剑的攻击力。也是那些行会见状不对逃得快，不然有这把白骨王剑，
我一剑就能秒他们一个。宁阳正琢磨是不是找狂神的玩家练练手，申猴忽然选择通话，考虑他帮忙找名单。宁阳接了，有啥事？哥，是真有事求你帮忙。之前不是说了我们在打剑帮令，这前前后后也挑了很多 boss， 可这不是一直没有爆出来。这次我们决定挑战一只40级的紫金级 boss， 估计有很大希望，所以想求你帮忙。第32章，小纵这人能处。40级紫金级 boss， 宁阳深吸了口凉气，你倒是真敢相信，竟然觉得能挑战紫金 boss 了。申猴等了半天，慢悠悠地说了句：咱们有这么多人，还有宁阳兄弟你帮忙，杀紫金 boss 的机会还是有的。申猴继续道：兄弟这样吧，只要你帮忙，咱们行会补贴你10万。一个剑帮令价格不高，也就是第一个剑成行会有知名度加成，所以价值比较高。宁阳记得上一世的第一块剑帮令就是秋风落叶打出来的，拿去全服拍卖，以10万的高价卖给了狂神。也是这一次，周狂选择将秋风落叶带入狂神。狂神凭着第一个建立行会，在游戏前期吸纳了不少精英玩家，最后在10大行会中更进一步，所以暗无天日愿意能拿出10万，价格上倒是没问题了。当时打出第一块剑帮令，秋风落叶可是足足50级啊！现在我才22级，我的天，差距一半还要多，真能打出来。不过宁阳觉得给钱的话，倒是可以试试。可以，10万的话我接了。不过40级紫金级 BOSS， 咱们最好要有一些布置。宁阳想了想，我这里需要等一个人，只有他跟咱们一起过去，我觉得才有可能杀掉 BOSS。是吗？申猴连忙道：如果他很重要，那咱们就等一下。挂掉通话，申猴看了眼身旁的浩然正气，哥，你看我这是办的。浩然正气笑眯眯，小纵这孩子能处，给钱他真信。申猴，说句真话，可我觉得纵横四海很厉害，被狂神带20个行会追杀都没事，咱们千万别得罪他，反而应该多和他沟通，这样咱们的暗无天日才能做大做强。我有思考。宁阳觉得自己一个人对付紫金级 BOSS 确实没有把握，毕竟50级的黄金级 BOSS， 宁阳也只是用同归于尽符应对，这东西能使用1万次，可死亡的疼痛还是有的。许兰墨就职救赎天使，等他出来帮忙，以救赎天使的治疗能力，应该能扛过 BOSS 的毒打。宁阳相信暗无天日行会里也有牧师职业，但肯定比不上隐藏职业。宁阳联系许兰墨，系统提示还在隐藏地图，宁阳就下线弄了点吃的，顺便休息了会。等醒来的时候，听许兰墨说他父母已经回来了。我爸说好奇怪啊，飞机在天上的时候，他竟然看到有飞机那么大的巨鸟飞过，把他的魂都快吓掉。回家就躺床上去休息了。宁阳点头，可能是叔叔太累了吧。宁阳猜测，那或许是和2个世界开始融合有关，不希望许兰墨太担心，所以宁阳才没说实话。但愿。对了，救治成功了吗？宁阳原本是打算来给许兰墨送早餐，没想到正好遇到许兰墨出门，这才有了这番对话。昨晚做完任务了。那行，待会上线咱们去帮暗无天日打个 BOSS， 要是爆出剑帮令能得10万奖励。太好了。许兰墨有些激动，宁阳哥，你一个人生活很需要这笔钱，我一定会帮你将 BOSS 打下来。努力。许兰墨答应下来，就匆匆回家上线。宁阳也回到游戏中，扣上头盔的时候，系统提示陌生行发来入队邀请，宁阳就将许兰墨拉入队伍。默默，你等我会，我这就回主城，再带你去见暗无天日的人。百花谷位于天书城南端，因常年生有各式花朵而得名。百花谷四季如春，除了多花木，还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毒虫等物。只是当世界被病毒侵染，陷入变异后，百花谷一样没有躲过这一劫。原本的花鸟虫鱼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怪物。这一次因为要对付的 BOSS 太强大，暗无天日将在线的1500玩家全部拉到了百花谷。人数涨得这么快，宁阳看到申猴带来的玩家数量，有些吃惊。是啊，之前我们的主力不是 P 掉了狂神精英，我将这过程做成视频，很好的成为了我们收人的广告。宁阳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陌生型美女就是纵横四海兄弟找来的帮手。浩然正气显然看到了许兰墨，对比身旁的妖艳美女，竟然有种不香了的感觉。切，才16级，就算过来帮忙，能办什么事啊？因为之前在就职隐藏任务，许兰墨没怎么练级，所以等级只有16，和宁阳的差距又大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宁阳才懒得搭理这位暗无天日的这群人，他最愿意交流的申猴。如果不是看在钱上，又或者说没有值得宁阳扶持的行会，宁阳可未必会搭理暗无天日。也是，咱们现在就过去吧。那40级的是百花谷深处的变异薛蟒王，我们暗无天日一直派人盯着，没被其他玩家发现过，所以咱们直接过去就行了。好，那就直接过去。
宁阳示意许兰墨跟着自己，一行人无话进入百花谷。刚一进去，宁阳就感应有杀气袭来，小心啊！这进山谷的时候有变异食人花，是30级精英怪物。就在说话的同时，进去的玩家遭遇攻击。哎呦！暗无天日的玩家哪里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下就有7、8个玩家变成倒地不起。发生了什么事？之前过来门口没有怪物呀？浩然正气正在后方，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你们往后退一点。宁阳手下一扬，出了暴击，直接秒掉40级的精英怪，伤害这么恐怖。其他玩家看到刚才明明杀死自己同伴的精英怪，竟然被宁阳秒了一只，惊讶无比。之前还说纵横四海一个人对付20个行会，我不信。看到这伤害，我发现自己不能不信。我算是明白为啥盟主他们为了等纵横四海，愿意不第一时间就进攻 BOSS。 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宁阳没有太多功夫去搭理这些夸赞，别耽误时间，赶紧清理掉这些精英怪，咱们还得去杀 BOSS 呢。那边的玩家都有些畏畏缩缩，可我们刚才试了，压根不破防啊！而且精英怪的伤害好恐怖，我们上去会死的。第33章紫金级 BOSS 怂了，那你们还打什么 BOSS？ 找个电子厂打螺丝吧。宁阳可没必要惯着这群人。暗无天日的玩家还是要脸的，听宁阳这么说，自然不高兴。你啥意思啊？谁说我们怂了不敢打 BOSS？ 我们只是要个方案来对付这些精英怪。就是，怎么能这么没理由的莽过去？暗无天日的玩家嘀嘀咕咕，迎面来就是浩然正气的一脚。赶紧动手，磨蹭什么呢？众人不情不愿的就跟着一起去攻击30级的精英怪。原本只能打出2位数伤害的他们，打出来的全是3位数伤害。咦，我的伤害怎么变高了？我好像也变厉害了，难不成是因为我的游戏天赋展现出来了？咱们以前是不是太低调了？其实我们本质上是高手。宁阳懒得去解释，没办法，这群人不知道自己的神圣领域天赋是可以达到1000码的，压根不知道自己增强了他们的伤害。宁阳也懒得解释，有了这群打手，增强攻击，让他们开路就行。宁阳拉着许兰墨跟在后方。宁阳哥 ，BOSS 就在里面是吗？我有点紧张，怕帮不到你。没事，你就负责我没气血的时候帮我加血就行。好的吧。新手村在劈砍掉最后一头野狗，沈晴晴擦了下额头的汗水。10级，我终于10级了。还好宁阳那鬼东西不再继续追杀我，不然我连10级都练不到。有了10级，我就可以去主城找周狂，我们联手才能报复被宁阳羞辱的仇。以周家资产，我就不信搞不定他。百花谷怪物不少，还在一星的等级都不算高，现在有了宁阳帮忙，乐得一路清理过去，就当是练级了。1500玩家清理掉怪物，众人的经验值齐齐涨了1截。当然他们的属性不如宁阳，清理这些怪物也付出了300玩家的代价。如今只剩下1200人，让死亡的玩家赶过来后就不用再过来了，他们的属性不够，留在百花谷口，提防有玩家误入百花谷。申猴觉得老大的安排没问题，连忙答应下来。是，反正他们已经掉过1级，算是为咱们做了贡献了。宁阳保护着许兰墨，经过里面的一个小谷口，终于众人来到了一处长满白色花朵的关爱口里，里面静悄悄的。BOSS 呢？宁阳瞥了眼，有些奇怪。浩然正气也到了宁阳身旁，他是暗无天日的头号高手，打 BOSS 的时候自然不能退缩。应该在后面吧，要不找个人去将 BOSS 引出来。宁阳摇头，算了，我去吧。这 BOSS 换了其他人，可能引不出来，直接就是一巴掌拍死的事。浩然正气嘴角抽搐了下，宁阳说话这也太真实了吧。宁阳哥哥，你等一下。就在宁阳奇怪的同时，就看到许兰墨停住，下一刻他的手里出现一把竖琴，只见他轻轻弹奏，宁阳就感觉有一股圣洁的光芒落在自己身上了。叮，你得到圣婴的祝福，移动能力加成100%，持续1分钟。这个是……宁阳吃了一惊，直接加成1倍的移动力，挺牛啊。许兰墨有些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技能了，圣婴的祝福会随机增加玩家一项属性，有可能是攻击力，有可能是防御，也有可能是移动啊这些。宁阳彻底懵逼，你这才就职就有这样牛大发了的技能，这跟宁阳的 SSS 级天赋神圣领域比，好像效果也差不多呀。只不过祝福是随机的，绝对很牛。呵呵，宁阳哥，你快去吧，因为我技能等级不高，持续效果只有1分钟呢。匆匆忙忙就出发了。宁阳发现自己的移动速度确实变快了，其他人准备攻击 BOSS 随时会过来。申猴连忙叮嘱众人，踏踩在稀疏的杂草上。宁阳进入山谷深处，就看到在地下的杂草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快速移动，整个草丛陷入成移动的深坑。这么快？宁阳白骨王剑一扫，
直接打出了一个伤害数字出来，负349。靠，这防御也太高了吧！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宁阳感觉自己像是砍在了铁上，那个伤害确实很吓人了。我的天，也是我攻击力不错，要不然换做其他人要崩溃的吧。防御太高了，宁阳就知道这10万没那么好赚，只怕待会自己要砍出火星子出来。嘶嘶，变异血蟒吐着信子，宁阳能感觉到一股难闻的腥臭味传来。下一刻，二话不说，宁阳拔腿就跑。打不过，太强！刷刷，有东西被碾过的声音传来。紧跟着，宁阳听到了身后有树木被拦腰撞断。我去，这么可怕！宁阳的速度更快了，还好他有许兰墨加成的移动速度，要不然还真未必能跑掉。1分钟的时间很快到了，宁阳也感受到那变异血蟒几乎是冲向了自己的身体。跳斩！宁阳迅速落下的技能就是一滚，避开攻击的同时，一个伤害数字也跟着跳了出来。没来得及去看，因为这时许兰墨已经再次弹奏，这一次加成了100%的防御。还行，这么一来我倒是有把握扛住了。宁阳说完，回手又是一个技能，连续3个技能下来，这 BOSS 的仇恨就牢牢在宁阳手里了。这时候众人也才看到从地里钻出来的血蟒，只见这血蟒怕是足足有10米长，粗大的身体比起水桶还要粗，一双大脸盆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宁阳，眼神里满是贪婪。这就是 BOSS， 大家要小心了。申侯连忙叮嘱其他人，咱们能不能打出剑帮令，就要看今天。宁阳对这番话倒是没什么感觉，而是看向许兰墨，今天可能默默你要一直锁定我治疗了，我感觉这个紫金 BOSS 不是开玩笑的。第34章只给了报剑帮令的钱。战斗伊始，变异血蟒的庞大躯体横扫，几个玩家闪避不及就被扫中，负1078，负732，负923，伤害数字纷纷跳出，无一例外全部秒杀。这些还是前排战士系玩家，如果是扫中脆皮，只怕伤害还会更高。大家散开！浩然正气才反应过来，连忙让行会玩家避开。远程攻击，近战玩家看机会牵制吧，这次你们的作用有限。浩然正气祈求般看向宁阳，纵横四海兄弟，这次只能靠你了。宁阳在许兰墨以声音的祝福加成防御后，防御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如此一来，宁阳自然不能浪费这个时机，一面答应浩然正气，白骨王剑的攻击也坠然落下，负612。宁阳的伤害数字跳出来，还在吟唱法术的人吓得愣住了。我刚才打过 BOSS， 只打出了30点伤害，你这么猜啊？我比你多，有32点。既然你们都说了，那我就也说吧，我也有16点伤害。宁阳才知道，原来暗无天日的众人攻击力这么一点点。白骨王剑在手，宁阳也不废话了。接下来我吸引住 BOSS 的仇恨，你们远程输出，牧师玩家记得锁住我治疗。白骨王剑化作游龙，又是幻影斩加血月斩的技能组合，连续2次攻击，宁阳输出的总伤害超过5000加 ，BOSS 的气血肉眼可见的少了一截。宁阳已经牢牢拉稳了仇恨，可惜玩家和 BOSS 的等级差距还是大了，看不到具体属性。很快，1分钟的祝福加成时间到了，宁阳往后避让，砰！可在这时，血蟒庞大的身躯移动，喷吐出毒液，直接击中宁阳，负728。与此同时，宁阳还已经中毒，气血也在连续掉落。你已经被变异的血蟒击中，每秒损失当前气血的1%。宁阳倒体拉回部分气血，没想到这紫金级的 BOSS 伤害会这么高。好在后方救赎天使的今年也落下来了。只见许兰墨的后背忽然生出圣洁的光辉之意，衬托着那张绝美脸庞上犹如仙女一般。加500。丁，玩家陌生行对你使用治疗术，恢复一定气血，且清除一切负面影响。许兰墨的治疗能力挺强，而且宁阳才知道，除了能加气血，还能清除负面状态，好厉害！连宁阳都忍不住赞叹，这绝对是自己见过技能效果最牛的牧师。许兰墨继续使用圣婴的祝福，这一次没有加成攻击和防御，而是加在了移速。玩家太多，宁阳也不可能光靠跑就累死 BOSS， 只能暂时避让，等下一次圣婴的祝福。BOSS 过来了，大家扛住！因为宁阳没有加成防御，就挡不住40级的紫金级 BOSS。暗无天日只能让手下挡住血蟒对宁阳的追杀，这么一来损伤也很大。足足几个小时，跟来的玩家从一开始的1300人锐减到只有300，而且全部是远程和牧师，除了浩然正气已经没有近战玩家，连申侯都已经挂了回城。BOSS 还有10%不到的气血，应该只有2万左右了。大家坚持再来一轮，咱们就能杀了 BOSS。是，就这样吧。
几人疯狂将技能倾泻。宁阳也已经有了经验，将玩家的死伤控制得很低。申猴带着死亡的玩家往咱们这边赶，大家只要稳住就行了。可能是怕大家伙没有自信，浩然正气又补充了一句：百花谷外，申猴带着一群玩家却被另一群人给拦住。秋风落叶，你这是什么意思？狂神好歹是大行会，难道也要做霸占练级点这样恶心人的事情？秋风落叶好奇地往百花谷深处打量。他虽然不知道百花谷里有什么，可秋风落叶得到的消息说是纵横四海被暗无天日的人请了。他在得到周狂的指示，匆匆忙忙带了人过来。别废话，我们要进去。申猴就你们这么点人，拦得住我们狂神？秋风落叶可瞧不上暗无天日，连10大行会都不是，惹恼了他，带上狂神主力，大不了将他们灭了。申猴脾气很好，也被气得嘴角抽搐。是狂神就了不起，就算狂神牛，那也是以前，忘记了你们最近才被我们击杀过一回。申猴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秋风落叶就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善了。给我冲，灭了暗无天日这群杂碎！申猴也是硬茬，冷哼道：用我们手中的剑守护梦想，告诉他们我们暗无天日尽是男儿。一场大战袭来，宁阳最后一剑将 BOSS 的气血彻底斩空。剑帮令，宁阳眼尖在爆出的一堆金币、宝石、装备中就看到了剑帮令。纵横四海兄弟把爆出来的东西收拾一下。刚才猴子发来消息，说是秋风落叶带着人来找茬，他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要去帮忙了。浩然正气在 BOSS 死亡的瞬间连忙喊道。宁阳点头，好，快过去。反正之前商量的就是爆出来剑帮令给暗无天日，浩然正气会补给宁阳10万，能用的装备啥的随宁阳挑。浩然正气也不用担心宁阳会把东西全部吞了。浩然正气带着人走了。宁阳收拾好战利品，也喊上许兰墨，我们也去帮忙吧，毕竟拿了这么多东西。好，许兰墨挺乖的。说起来，宁阳看到许兰墨的救赎天使就觉得有点不公平，职业强还好看，难道这就是隐藏职业找到职业导师后的优点？那自己也必须尽快找到导师。两人飞快出了百花谷，就看到面前血染黄沙的战场，挺惨的。这次秋风落叶是有准备而来，作为10大行会，哪怕实力分散在7座主城，天书城这里的实力也不是暗无天日一个小行会能比拟，很快就被压制住。暗无天日的玩家死伤超过1半。哥，我们怎么办啊？根本打不过。我们以前真的打赢过狂神，怎么这么难？同样的精英，我们战斗的结果不好，导致玩家的信心不足。申猴有些无奈，一鼓作气，再而衰。士气要是有影响，就真的不好打了。好在就在申猴一筹莫展的时候，宁阳带着许兰墨从百花谷闯出。我还以为是谁带队呢，秋风落叶，怎么又是你？第35章，吃不上几个菜。秋风落叶看是宁阳，心里莫名有了阴影。你要干什么呀，宁阳？这是我们狂神跟暗无天日的矛盾，你一个外人掺和进来干啥？秋风落叶神情慌张，死死盯着宁阳。原本愁云密布的暗无天日众玩家，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一次的准备，直到看到了宁阳的出现，一切难题迎刃而解。紧随宁阳身后是也从百花谷出来的浩然正气等人。盟主带人出来了，咱们就不用怕这些狂神的杂碎。是，狂神的人真讨厌。秋风落叶看到人多了，压力也上来了。斗鬼神还没过来吗？秋风落叶想了想，如果他不派人来，咱们撤退。狂神其他人都热衷战斗，所以并不想退，咱们上吧，就这么点人，怕他做啥？就是，反正我是觉得他们有点可恶，咱们就不应该给他们机会，直接弄死得了。秋风落叶直勾勾地看向宁阳。纵横四海在，我们退。毕竟秋风落叶才是指挥者，其他人就算再想打 PK， 这时候也只能依言而行。咱们撤退，撤退！狂神众人退去。宁阳眯着眼睛，见状却噔噔噔连进3脚，来到秋风落叶身前。好小子，竟然真想跑，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宁阳身上还有圣婴的祝福效果，加成100%移速的情况下，秋风落叶根本逃不掉。随后宁阳手起刀落，噗嗤，带出了血迹。秋风落叶只是弓箭手，皮薄血少，一击秒杀，负1066，更何况还出了致命一击效果。秋风落叶不敢相信地看向宁阳，眼神里满是震撼。怎么可能？他这伤害也太变态了。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宁阳没去追杀其他人，毕竟其他人爆出来的东西自己也看不上。也就是秋风落叶，好像用的是一黄金器皮甲，要是爆出来，自己可以过度的用一下。可惜地上只有20来个金币。宁阳收拾下战利品，就往回来到浩然正气身旁。回城交易给你，还是选择就交易？浩然正气笑了，不用了，
现在就给我吧。转账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宁阳将剑帮令交给浩然正气，看了眼装备最好的竟然是100银器，也直接扔给了浩然正气。一共3枚强化石，这个我就拿了。好，合作愉快。浩然正气既然是个爽快的人，交易成功，两人就没有什么扯皮。等宁阳带着许兰墨走后，申侯提着匕首跑过来，我还以为以你的性格，拿了剑帮令后不会给他10万呢。毕竟你为这行会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十万，也没多少钱了吧？是，如果是以前这10万我不给。浩然正气搂着身旁的妖艳女人，可你也说了是以前，现在的纵横四海我已经看透了，太厉害，这样的高手已经不适合得罪，相反咱们应该跟他在一起创造一个时代，也就是所说的咱们应该抱紧大腿。你也这么想也行。宁阳回来后和许兰墨告辞后，宁阳继续练级。他在这段时间的第一目标就是尽快升到30级，达成2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忙这个忙那个，其实宁阳真没啥时间练级。追杀、反追杀、接人，想想就觉得挺忙，一直练到晚上12点钟。宁阳看着已经飙升到23级的等级，终于能松口气，摘下头盔。宁阳正准备弄点吃的休息，忽然宁阳从窗外看到天上有一只大鸟飞过。宁阳陡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之前许兰墨曾经和自己提过的，他父亲在飞机上看到过飞行物。宁阳作为造成融合的人，也是第一个知道融合的人，坚决不能允许有从天罚世界进入现实世界的怪物出现。所以宁阳连忙拿着钥匙出门，扫了眼地方，宁阳发现那里还有点远，扫了个共享单车追上。忽然宁阳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因为已经过了凌晨，路上人没有那么多。宁阳看到的是那只怪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撞上了飞机，紧跟着飞机紧急迫降，虽然勉强完成，可在路途中掉下来的机翼砸在了一辆黑色轿车上，随后车上3个人。宁阳蹬着共享单车赶到地方的时候，已经看到被机翼刺穿的尸体。天空中那只类似巨大的彩色翼鸟似乎在欣赏自己的杰作，竟然打起旋来，并不远离。是40级的彩翼鸟 BOSS， 没记错好像只是黄金级。宁阳没想到品级并不高的 BOSS 就因为体型巨大，来到现实世界里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这比之前的食梦兽要恐怖多了。毕竟已经造成人员伤亡，必须清理掉，未必有什么特别奖励啥的。可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帮这个世界，让他少受一点创伤，是我能做到的。宁阳有时想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光大伟岸，可转念一想，现实里不就是人心向善，又哪有什么非得要有好处才能出手，何况这又不需要自己出手。出来吧，白骨僵尸王！宁阳吟唱召唤技能，50级的黄金级 BOSS 对付一只40级的彩翼鸟 BOSS， 应该并不是什么难处。蝼蚁，叫我出来做甚？你已经有数日没有让我出来了。白骨僵尸王还是有些中二，看不上宁阳。宁阳懒得理会自己的召唤兽有思维这种小事，手一指，宁阳道：将那只彩翼鸟弄死，他在破坏我的世界。可是这么一来，白骨僵尸王自然不甘心。为何要帮你？你的世界又不是我的。宁阳瞥了眼，你觉得自己有选择的机会？白骨僵尸王默然。确实，宁阳随后就夺走了他的控制权。白骨僵尸王才发现自己不受控制的朝着彩翼鸟踏去。蝼蚁，你给我下来！就像是宁阳之前想问白骨僵尸王，为什么杀了他就融合2个世界？僵尸王可以选择不说，但宁阳控制他攻击目标，这就不是白骨僵尸王能控制的了。好！震天怒吼，让整个世界仿佛为之一颤。第36章，白骨僵尸王升级。宁阳不是第一次控制白骨僵尸王，已经有了经验。当下，白骨僵尸王就朝着天上的彩翼鸟扑去。噗噗，翅膀扇动着罡风，刮得人脸上生疼。宁阳没想到这彩翼鸟也很警觉，竟然飞上天空。黄金级 BOSS 又是能飞行的速度怪，还真不是盖的。唰！随着彩翼鸟发动攻击，从鸟嘴里吐出旋转的魔法火焰，击打在白骨僵尸王的身上，顿时掉落下来一小块的腐肉。可恶的蝼蚁，竟然敢攻击我！愤怒的嘶吼声后，白骨僵尸王继续朝着天上扑，可彩翼鸟已经飞得高高，压根就不给他任何攻击到的机会。白骨僵尸王的脾气越急躁，啊！他咆哮大吼。宁阳叹了口气，我才知道，原来你不会飞。不得不说，属性克制这种事太重要了。就是因为有克制，彩翼鸟才能飞高攻击白骨僵尸王，却不让白骨僵尸王有反抗的可能。几次3番下来，白骨僵尸王彻底炸了。蝼蚁，我要将这只臭鸟抓下来撕碎，将它剥皮抽筋吞了。帮我！宁阳才反应过来，这个蝼蚁是喊的自己。呵呵，
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很厉害，还需要我帮忙？白骨僵尸王哑口，身为王者的尊严告诉自己，不能向宁阳这一介凡人求饶，所以白骨僵尸王又冲了出来。我跟你拼了！白骨僵尸王又上了，可彩翼鸟已经将他拿捏得死死的，几次下来，不但没有攻击到对方，反而又留了几处伤口。唉，我也不会飞。宁阳叹气，不过我可以找个东西帮你。说完，宁阳继续召唤，这一次却不是灵魂召唤天赋，而是召唤宠物。小青的身影出现在天空，肥胖的身子，翅膀不大，扇动得很吃力，让宁阳想起了会飞的猪，但这已经足够了。小青出现后，巨大的身体朝着天上的彩翼鸟扑去。青龙，百灵之掌。何况宁阳如今已经将小青练到25级，比自己还要高2级。人多的时候一直没放他出来，这次也是好不容易可以攻击目标。青龙的火焰喷吐，彩翼鸟也释放出了火焰，可随后火焰魔法却在青龙的火焰下被炙烤得如同烟雾一般，在空中消散于无形。青龙喷吐的可是龙息，品级太高了，普通魔法攻击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下一刻，眼看着龙息就要打在自己身上，彩翼鸟瞬间下落身体，避开这一击。蝼蚁，你完了！就是这时，终于逮到机会的白骨僵尸王在街道上的汽车上借力，一跃而起，一把稳稳抓住了彩翼鸟。秋！彩翼鸟绝望的嘶鸣，可随后僵尸王发力，已经将这只彩翼鸟 BOSS 抓住了双腿，直接撕开。唰，2道升级的光辉落下。宁阳看到，不但是自己的青龙，连白骨僵尸王都升级了。和第一次放出来不同，白骨僵尸王在对付了石梦兽这样的 BOSS， 又杀了彩翼鸟，这么一来也就升级了。原来白骨僵尸王还能升级。宁阳原本想在天罚世界里召唤出白骨僵尸王来，没想到并没有成功，在那边还是只能召唤杀死半小时的怪物，而且这一回在现实世界里竟然还能召唤出宠物。宁阳越发现现实世界和天罚世界的融合好像加深了，一些游戏里的功能在慢慢向现实转移，不会真的直接提前了吧？宁阳有些烦躁，还有多久的时间才会彻底融合呢？到时候没有进入游戏的人还有自保的能力吗？还是说应该想办法让所有人都进入游戏，先提升自己？宁阳也不知道这后期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暂时来说还是先升到30级，先2转再说吧。找到导师，我应该还能学习更厉害的职业技能。宁阳打定主意，待会休息好就第一时间进入游戏。蝼蚁，你不是想问白骨僵尸王一开口就让宁阳还意识到他的存在？先收起来吧，就怕经过个路人啥的，要是看到白骨僵尸王就麻烦了。于是宁阳发现自己没有听白骨僵尸王说话的时间，就将他给收了起来。青龙显得变得有些像长胖的猪，反正倒是不那么显眼。轰！加上青龙在帮完忙就跑到宁阳身旁撒娇，索性宁阳也就不收他。回家弄吃的。宁阳连忙离开。哔啵哔啵，汽车的鸣笛声传来，很快就有荷枪实弹的公职人员下了车。有打斗痕迹，大家小心。刚才根据机长介绍，撞坏飞机的生物挺大，有点像是长大的鸡，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不是说建国后不能成妖，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生物？可能是咱们没有见过的物种吧，先找到再说。咱们队伍里有最专业的生物学家，到时候他们应该能给咱们一个答案。就在队长分析的时候，小队有人惊呼道：有血迹，队长你看，还有肉块残渣，收集起来。随着队长吩咐下去，小队急忙忙活起来。可接下来明明应该是有发现的时候，但是却没有一点收获，没人，也没看到有飞鸟的踪迹，只能黯然收队。不过好在还找到了肉块残渣，队长已经决定拿去化验，看看能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来。这里发生的一切，宁阳并不知情。回到家里，宁阳从冰箱翻出来，他这些天也没时间去买菜，冰箱里除了2个鸡蛋，就只有2根香肠，煮了一锅饭。宁阳又用鸡蛋香肠弄了个煎蛋，1人1份，不准确，应该说是1人1猪1份，吃得很满足。青龙有些自来熟，很快霸占了宁阳的半边床，睡得香甜，搞得宁阳自己一阵无奈。青龙可是华夏神话中的上古4圣兽之一呀，要是被过人知道，好好的圣兽被自己养成了一头猪，宁阳觉得自己可能要遭遇排山倒海的讨伐。不行，进入游戏后一定要督促小青练级，让他先减肥。第37章，一起玩游戏吧。游戏与现实融合的进度很快，宁阳暂时没有处理的好办法，就先进入游戏。只有提升了自己的实力，成为那个天罚世界的王，就能带领众人战胜外域入侵。30级，这是一个坎。宁阳进入游戏后，抓紧时间练级。与之同时，在获得剑邦令后，
暗无天日成功建立行会。因为是第一个行会，暗无天日又有实战经验，赢过狂神精英2次。暗无天日吃了第一个行会的红利，招收了不少玩家。大家都是一个念头，能一起创造一番事业，比起进入狂神这样的顶级行会，成就感完全不同。浩然正气也让申侯来邀请过宁阳进入暗无天日，给予副盟主职位，但被宁阳拒绝了。行会太耽误时间，接下来我的主要任务是升级，没有功夫在行会里。宁阳还有一个，要是进了行会，到时候杀 BOSS 打行会战就必须要出力，不加入，浩然正气就要出钱。许兰墨又跟风晴雪、朱哥一起去练级。宁阳觉得，虽然许兰墨有了隐藏职业，辅助功能大增，但毕竟不是极致的输出型职业，和自己在一起练会拖慢速度。他们3人倒是因为有了许兰墨的辅助，这下去任何地图都不会有危机。宁阳为他们找寻了一些最适合他们练级的地图，最适合我刷的还是主城外那些40级上下的怪物。宁阳找准练级点，这几天猫在里面练级。因为怪物等级高，还没有什么玩家来此处练级，宁阳甚至将青龙放了出来，一人一龙，经验条蹭蹭上涨。这一天眼看着到了27级，宁阳正打算一鼓作气刷个1天1夜升到30。咚咚，正好一阵敲门声传来。宁阳哥，你下线了吗？许兰墨的声音很好听。宁阳就连忙摘下游戏头盔，抓起床边的水灌了口，再将青龙收回去，就匆匆赶去开门。我来了，小默默你别着急。拉开房门，许兰墨跟宁阳在前不久两人确定了关系，所以两人没有之前的那种拘束感。宁阳哥，昨天我爸跟我说了你的事，我就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了他，所以爸妈他们邀请你来我家做客，你看你方便吗？宁阳目瞪口呆，啥意思？是我得去见老岳父？宁阳哥你瞎说什么啊，这也太尴尬了。行，许兰墨你先过去，我去买点礼物，毕竟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上一世宁阳无比后悔许兰墨的身亡，但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许兰墨父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交集，等于这次见面真有见岳父的感觉。宁阳跑到超市提了2瓶茅台，又弄了2条和天下，正准备回家，没想到旁边的 4S 店竟然在搞活动。末日来临之后，交通工具极其重要，而且因为电厂被变异怪物侵袭，导致咱们电路中断，所以最好是油车。宁阳看着做活动的是50宏光，一辆神车，火了好多年，油耗低，配置少，没有各种各样的花样。末日世界特别适合的就是这种抗造的车。宁阳花了6万，果断提了一台，存款再度变回23万。6万的车，1万的见面礼。宁阳开到小区，虽然只是老旧小区，可这边住的有钱人也有不少，加上大多是老市民要面子，自然没人看得上面包车。哎呦，50宏光啊，这车多少年没见到了。是宁阳你买的呀？好歹也毕业了，要买车要稍微买个好点的。宁阳神秘一笑，以后大家就知道了。这段时间里，大家要是有空多去超市囤积粮食蔬菜，也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进去。宁阳提醒了句，提着礼物上楼。许兰墨家宁阳还挺熟悉的，毕竟自小就在一起玩，两家当初的关系也是极好。宁阳父母出事后，也是徐远山、徐玲玲夫妇照应，宁阳才能安稳上学。原本应该挺熟悉的，可现在身份有了改变，宁阳总觉得有点尴尬。许叔叔、婶婶。宁阳进了屋，见到2人的时候连忙打招呼。徐玲玲起身接过东西放在茶几上。你这孩子，来吃个饭还带什么东西？徐远山也招呼宁阳过来沙发喝茶，和以前一样。原本对这次见面还有些忐忑的宁阳，终于能松口气。徐远山、徐玲玲夫妇并没有因为自己和许兰墨的关系转变而有什么隔阂。吃饭的时候，徐远山想起一件事。对了，我之前坐飞机遇到了那只鸟，我后来听朋友说已经被陌生生物杀了。生物专家在检测基因的时候发现，两者都不属于咱们现代社会的任何一种生活。徐远山只是在钢厂上班的普通职工，他也是忽然想起来，才将这件事当成一个挺有弹性的事情说出来。宁阳一凛，毕竟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但自己却是一清二楚。当时交战的白骨僵尸王是自己的召唤兽，另外一只则是天罚世界融合现实出来的怪物。眼下怎么都不会想到有这一幕。宁阳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心说许叔不会知和地了什么吧？上一世因为许兰墨的遭遇，最后两人是什么结果，宁阳并没有太大关注，但宁阳却也知道，两个世界融合后，没有进入游戏的人，其实能活下来的几率万中无一。对于两人关系的转变，两老都没有提出什么，只是在吃完饭后，徐远山语重心长地说：对了，听说你们两个，我和你婶是支持的，也希望你们能有个好结果。宁阳你想必也知道，
我和你婶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你和默默能走到一起是最好的结果。宁阳原本心里一直在琢磨怎么帮到梁老，见徐远山说出心里话，他也跟着笑了。对了，叔叔，我和默默现在都在玩一款游戏，觉得挺适合你和婶婶的。我待会去买俩游戏头盔，你们也来游戏里玩吧。啊，那是你们年轻人玩的，我们去不好吧？宁阳笑着解释，那个游戏挺像是第二个世界的，我是觉得你们进去也能帮到我和默默，帮我们能在里面闯出一番事业来。徐远山沉默了，宁阳买车的事他听说了，也知道小区里大家伙对宁阳的议论。宁阳的家庭情况他一清二楚，所以徐远山没有瞧不起，反而是觉得宁阳不容易。现在宁阳说为了年轻人的发展，想他们去游戏帮忙，徐远山自然没意见。好，那我就和老伴去游戏里帮你们。第37章二转，两个世界融合。宁阳回忆起上一世，其实死伤最大的就是年轻人和老人，因为这些人没能进入游戏世界提升足够的实力，在两个世界融合的瞬间，没有人庇佑的情况下，死伤极大。这一世有了经验，宁阳自然不会让徐远山夫妇出现危机，但宁阳也希望他们有自保的能力。进入游戏，提升等级，有了第一下自保的能力，他们才能在未来的末日里生存。为梁老装好头盔，许兰墨因为等级高了，自告奋勇去新手村带父母。宁阳看没自己什么事，就说了句话，告辞了。叔叔婶婶，你们游戏里要是遇到了什么难处，记得找我帮忙。宁阳走后，徐远山拿着头盔，有些不解地看向许兰墨。小杨好像挺自信的，他游戏玩得怎么样啊？是不是挺好的？许兰墨笑着回答父亲的话，是啊，宁阳可厉害了，在咱们主城里还没有人打得过他。啊，要打打杀杀？徐琳琳有些疑问。当然呀，这也是为了练级嘛，只有变强了，咱们才能汲取游戏中更多的资源。宁阳之前就隐约跟我提过，说游戏里厉害，未来咱们才能保护自己。许兰墨也不太理解宁阳说过这些是什么意思，可许兰墨觉得宁阳一定是觉得有必要才会这么说，所以将来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危险。宁阳并不知道许家父女的对话，他回到家里后就戴上头盔回到游戏。游戏里等级榜第一已经30级完成2转，宁阳猜测应该也有一些奖励，可惜自己这次运气不好，没有拿到奖励，确实追不上，只能是抓紧时间练到30级2转，希望能从导师那拿到一些丰厚奖励。想想宁阳觉得自己还缺很多东西，比如一身神器，也缺少瞪一眼 BOSS 就臣服的王霸之气，一直刷到凌晨7点多。宁阳最后一点经验值总算补足，30级了，宁阳总算是能松口气，接下来只需要找导师。不过在那之前，宁阳翻了下好友列表，发现许兰墨父母已经10级，应该已经到主城了。宁阳连忙发了个消息过去，叔叔婶婶，你们练得很快啊，一个晚上就10级了，我记得之前我花了1天多呢。徐远山回了消息，默默一直带我们呢，要不然哪里练得了这么快，可把我们的老骨头累死了。徐远山继续说，我们待会还要上班，先下去眯一会。小杨，下次再聊吧。宁阳本来还想提带他们一会呢，没想到两人都有事要去忙，宁阳也去忙自己的。转职大厅，西图旭夫导师，我已经30级，拥有了2转的实力，我想来问问你，关于我的导师，你这有什么线索吗？原本宁阳打算直接去满地图瞎找，可转念一想，一个就职而已，应该不会那么麻烦吧，天罚又不是靠瞎逛，所以宁阳猜测自己导师的线索应该还是要找西图旭夫，毕竟这位战士导师可是传授给自己6道剑士1转技能，就意味着他一定和自己导师相识。旁边的几位导师似乎也饶有兴致地看向西图旭夫，不过几人都没有开口。西图旭夫面露难色，关于这个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这是以你的实力，就算知道你也帮不了他，所以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宁阳皱眉，有些不解，帮不了，所以西图旭夫导师，我的导师现在有危险是吗？当然，不然你以为为啥我不让你去找他？西图旭夫反问。众人的目光齐嗖嗖落在宁阳身上。我的实力或许是不强，但如果我的导师有危险，而我还在襁褓中，不敢与他一起面对危险，我觉得这样的人也不配当6道剑士。西图旭夫笑了，你这番话说的大义凛然，可我觉得你好像没必要在我面前说这句话。得了吧，你想知道什么，我大概也猜得到。既然你想去见自己的导师，那我就给你指一条路。西图旭夫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身后的几位导师似乎有些惊讶，没想到西图旭夫真说啊。好，西图旭夫导师你放心，我找到导师后一定会帮他解决危机的。西图旭夫笑了，继续说，你去天书城边界击杀1000只50级精英怪异界入侵者，带着他们的头颅去寒霜森林
找你的导师吧。只要进入寒霜森林，你就会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的。寒霜森林的地图，宁阳倒是听说过，在几座次级主城之间。上一世100级以后才考虑进去的练级点，里面的怪物实力很强。不过因为100级的时候，大家大多去了最高等级的主场，次级主城其实没啥高等级玩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去寒霜森林练级。宁阳看着自己才30级的等级，要去寒霜森林找导师，总觉得这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啊。好，我接受任务。定，你已经接受了。二转任务。二转任务其一，请前往主城边界击杀1000只异界入侵者。宁阳算是知道自己的二转任务有多恐怖，1000只精英怪，还要去寒霜森林，只怕其他职业再也不会有自己这难度。这么难，最少得是 SSS 级评级，希望二转成功后的奖励能对得起难度。宁阳甚至觉得还未必是 SSS 级，可能远远超过。宁阳补充好了药水什么的，提着装备就出发了。一个人很快来到了城池边界，这里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练级的玩家。话说起来，宁阳进入主城之后就一直去高等级的地方连怪，还真没用多少抢怪的机会。想想其他玩家，几十个人盯着一只刷新的怪物，多寒酸啊！这时，宁阳忽然听到一阵轰隆作响，隆隆，就像是地底有什么东西忽然升腾起来。宁阳知道这地方已经极其危险，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警惕无比。第39章，刚二转，导师要死！咣当！随着宁阳靠近，听到地底的动静越发大了。宁阳的记忆里，天书城3处和其他城池接壤，唯有正西，也就是宁阳现在所处的位置，据说连接着皑皑沙漠。按照天罚世界的设定，往西是沙漠，再往西是一座巨大火山，而那些异界入侵者，据说便是从火山的地底爬出，每一只都有着让世人恐惧的力量。宁阳第一次来此，以前他也没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练级，第一次来也让宁阳对这一块练级地感慨良多。钻出沙漠的是一只枯槁的手，如干柴。宁阳白骨王剑在手，趁着怪物还没爬出，幻影斩落下。负728，精英级怪物，其属性堪比同等级青铜 BOSS， 甚至还要略强一些。也就是宁阳有 SSS 级天赋，才有单挑的可能。道体锁定气血，宁阳直接选择强杀。精英怪的气血是不如 BOSS 的，宁阳用了不到10分钟就将这只变异怪物击杀。不过1000只，宁阳想完成任务，速度也没有那么快。这些变异入侵者形态各异，有长得像是白骨巨兽的野狼状生物，也有腐朽在天空中飞行的鹰鸟，各式各样的变异怪物，遇到宁阳随手解决。等杀完了第1000只，宁阳松了口气。丁，恭喜你已经完成转职任务其一，获得奖励神谋。宁阳有些奇怪，这又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透视？神谋 S 级被动技，能看到高于自己10级目标的全部属性，使用无冷却、无消耗。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走来了。宁阳一直觉得自己缺少了一个能看 BOSS 属性的能力，毕竟其他玩家挑战的 BOSS 等级差距可能不大，但宁阳想要更多的经验、更丰富的奖励，就只能一直越级挑战，导致自己除了 BOSS 等级品级、攻击防御这些常规属性一概不知。现在有了神谋，宁阳就能知道 BOSS 的具体属性，瞪一眼就能知道多厉害，挺好。宁阳学习了技能，转身就按照技能显示的第2段前去寻找导师。寒霜森林还在沙漠深处，荒芜地界中本应该是人迹罕至，只有一些从火山底爬出的异界生物。可寒霜森林是个意外，沙漠里的绿洲，一条常年流动的黑河环绕，流动的水不快，却总让人有一种宽阔大河的感觉。宁阳循着任务指示来到寒霜森林，可惜任务没有给出导师坐标，我想要找他，只能慢慢去寻。宁阳推了下身旁的大树，穿云靴踩在松软落叶之上，宁阳开始往前去。100级的练级区，在这里的怪物等级都超过100级，宁阳就算再觉得自己牛掰，也没到认为能够瞬间去和100级的怪物交手的地步，所以宁阳这一路走得很警惕。寒霜森林幽深山谷旁，一身银色战甲的靓丽少女，脚踏五彩祥云靴，一对凤目忧愁密布。与此同时，山谷深处传来雷霆之声，紧跟着那洪亮的声音便道：林雪，你当真要拦我去路？莫说你实力已被封印9层，就算你是全盛时期，我又何惧于你？劝你速速离去，莫要叨扰我闭关之所，不然我现在就出去，到时杀你如杀狗。踏踏，就像是喧闹的火焰。林雪脚踏虚空，每走出一步便发出音爆之声。一声娇喝，林雪冷斥道：黑翼龙，你这个叛出帝国的叛徒，人人得而诛之。你竟然用高贵的龙魂投效深渊的那些恶魔，
你早已经丧失龙族的荣耀。杀我，就凭你？黑翼龙哈哈大笑，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还想做到？做梦去吧！今天我就出关！轰隆，漫天雷声夹杂着阵阵龙吟。只见那黑翼龙忽然腾身而起，从山谷飞出。这是浑身黑色斑斓的巨龙，一对羽翼展开足足有100米，长长的龙尾如同钢针一般拍打着空气，爆发出破空之声。黑翼龙张嘴喷吐出火焰，炙烤着大地，迅速就见到地面树林焦烤一片。黑翼龙喷着火焰朝着林雪飞去。剑阵，林雪随手一划，剑气在空中凝聚成万千法剑，抵挡着袭来的火焰。林雪实力被封印，能使出的强大技能并不多，不过随手一挥便是剑阵，也可见他实力强大。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等实力，能抵挡我的龙焰！黑翼龙施展天雷，巨大的尾巴就像是导雷管，随着他猛地拍打，直接炸裂虚空。一瞬间，天黑地暗。黑翼龙的血色爪印融合神雷，威力通天。给我破！只见林雪调动6道之力汇聚剑气之中，刹那间神剑威力十足，双方的攻击直接就撞在一起。轰隆隆，爆炸声不断响起。林雪催动剑阵，可是此刻却被黑翼龙牢牢压制住。那令人厌恶的声音也在不断响起。可恶的6道剑士，你以为凭你的重伤之躯还能伤我？今日我便杀了你，我就能统治这方天地。到时候就算炼狱的那些老东西爬出来，也奈何不得我。一道人影在大战伊始就已经来到地方。此刻宁阳看着天穹双方的交战，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在线等，刚2转，导师要死，还是说导师被打得吐血？弱鸡的我该不该上去帮忙？宁阳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一种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的触动。宁阳甚至不太清楚自己现在站在这是不是已经被天上的人知道了，毕竟自己可是好不容易走过来的，不，甚至应该说是死过来的。一路上宁阳已经尽量在避开那些怪物，但就算是这样，还是碰到过几次。要不是有同归于尽玉符，而自己在反死怪物的瞬间能获得经验，这么一来100级怪物的经验也足够弥补死亡掉级的遗憾。宁阳一路上死了28次，要不是有怪物经验补足，这时候已经只有3级，掉到0级，现实里的角色就没命。想想都恐怖。我要是不帮导师，那是不是我就不能2转？那我这个隐藏职业不就以后就只能用1转技能吧？宁阳略一思索，心里很快有了主意。第40章仙气。宁阳想保命，但有些时候宁阳发现自己想的也没用，毕竟有人来了。天上一直在攻击的黑翼龙显然发现了宁阳，停了雷电，龙焰环绕。何人竟然敢来我的领地？宁阳叹了口气，没有搭理黑翼龙，而是朝着天空中伤痕累累的林雪喊道：我是6道剑士，我来2转的，烦请导师帮我2转。随着声响而动，天上的林雪倒飞而回，却是再也支撑不住，一路上鲜血在天际洒落。林雪面色苍白，人立于天空，来寻我的，可我今日要诛杀此孽龙，未必有时间再理会你，你先离开吧。没想到天上的黑翼龙杀气凛然，既然是你的徒子徒孙，那便与你一起陪葬好了。此刻感受到天上无边杀意，宁阳连忙喝止黑翼龙，千万别攻击我，不然你会死的。真不骗你，我不能被攻击的，毕竟我还想多了解一点。宁阳话音刚落，呱噪！黑翼龙的性格霸道，压根不喜宁阳这样的臭虫在自己身旁耳碎。他已经击伤林雪，正是时机击杀宁阳。黑翼龙的龙焰朝着宁阳而去。退开！宁阳心说，还是第一次自己劝人不动手，这黑龙还不听劝的。也是这事。喋血的林雪手持神剑，踩血在空中急速旋转，发出音爆之声。也是这时，他擎剑挡在宁阳身前。轰！火焰瞬间吞没了他的身体。林雪本就被封印实力，如今又受了重伤，怎么可能抵挡这一击？片刻后，身体倒飞而回。宁阳只来得及接住他倒飞的身体，那龙焰便落在了自己身上。与之同时，宁阳听到天空中黑翼龙得意的咆哮：林雪，你还当自己是在巅峰，竟然还想挡我的神通，我这便焚烧你的躯壳，等到时再吃掉你的灵魂，我的实力能再增加一丝。神龙的咆哮震天动地，可随后黑翼龙忽然觉得自己的力量在一点一滴消散着，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变得虚无。丁，你已死亡。丁，恭喜你已经杀死黑翼龙，150级仙级 BOSS， 获得经验值加72 615 253，作为全服第一个击杀仙级 BOSS， 获得奖励龙焰结界。宁阳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竟然一口气拿到这么多奖励，这么多的经验值。
宁阳一瞬间连升5级，等级已经去到35级。刚才黑翼龙身亡的时候，宁阳看到一片金黄相间的宝贝坠落，以宁阳的眼力见，断言那些绝对都是自己想要的好东西。150级仙品级 BOSS，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会是好东西吧？对于宁阳来说，这些可是自己的命，是自己拉开和普通玩家距离的最好时机。宁阳着急爆出了什么，连自己新获得的这个炎龙结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看属性。好不容易跑到地方，宁阳就看到一个银甲少女坐在一块石头上，双腿上有鲜血滴落，俏脸盯着一个方向，那是黑翼龙消散的方位。导师，我刚才爆出来的那些装备，你帮我收了吗？宁阳连忙询问。林雪微微睁开眼眸，叹了口气道：没有，一些凡俗之物罢了。宁阳傻了眼，天哪，凡俗之物？那可是150级的仙级 BOSS， 就算自己运气背没有爆出啥好东西，那爆出来最低也得是100级的暗晶器吧，说不定很快就能用了呀。还有就没有个技能书之类的？宁阳真不知该怎么反驳林雪，他有点想哭。林雪却又继续道：不过我见那把斩龙剑还算不错，便冒昧取了下来。下一刻，林雪掌心一翻，只见一把流光环绕的长剑出现，剑身篆刻着上古神文，威力不凡。宁阳神眸发动，只看到了一行小字，然后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林雪诧异的将手中剑刃收回。斩龙剑，仙气，是仙气。哪怕宁阳觉得自己的情绪已经很稳定，看到斩龙剑的那一刻，心里还是百感交集。仙气，也就是说，要是自己现在能用，绝对能秒杀一片。多谢导师。宁阳连忙开口。林雪愣了下，原本是觉得你现在的实力驾驭不了此等神兵利器，我暂时放在身旁替你保管，也防止再被高手夺走。可既然你说谢我，意思想要拿回去，那便交还给你。宁阳将斩龙剑拿到手里，看到仙气后面还有未鉴定3个字。仙气需要鉴定属性，找到实力更强的铁匠，能鉴定出的属性也有可能更高。宁阳不是第一次得到未鉴定的装备，可这一世却是第一次，心中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等回主城的时候，找个铁匠鉴定一下，也不知道天书城有没有能鉴定仙气的。宁阳小心翼翼地将装备收回，随后才看向一旁的林雪。导师，你受伤了？林雪点头，却又摇了摇头。受伤是一方面，我的实力也被封印。说完，林雪露出胳膊上的木钉，她身上被打入9根木钉，封住实力。宁阳心中的一点疑惑解开，只是150级的仙级 BOSS， 怎么就压制住自己的导师，差一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原来是实力被封印。宁阳继续说道：那我的二传，我还有余力，可以为你传授技艺。说到这，林雪欲言又止。可我的封印如果不解除，只怕以后再想为你传授技艺，提升实力，那便是不可能了。宁阳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到时候我会助导师恢复实力，只是我不太知晓究竟用什么办法能为导师解开封印呢？林雪诧异地看着宁阳，似乎没想到宁阳竟然会帮助自己。眼前的这个少年只是一个弱小的孩童，有些事他应该也未必有办法。可仔细想想，林雪又觉得刚才的黑翼龙死，又说明宁阳好像有一番实力。明明是弱者，是怎么杀死黑翼龙的？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雪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先为你就职，后续我解封的事，我再想办法。随着林雪单手下压，一道氤氲着的白光融入宁阳体内。叮！恭喜玩家纵横四海成功2转。第41章初见风行记。宁阳不是第一个2转成功的玩家，甚至都排不进前100，自然就不可能引起轰动。天书城如今有上千万玩家，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宁阳，所以2转成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感觉。宁阳转职成功，没有着急回城，而是目光落在林雪身上。宁阳吸气道：对了，林雪，你跟我说说，你这封印用什么办法取除？我可不想好不容易练了个职业方向，到时候导师因为实力被封，我就不能提升实力了。林雪微眯着双眸，似乎在打量宁阳。你想帮我解开封印？宁阳坚定的点头，是，我确定。很难的。林雪笑了。叮，系统提示，2转任务转变成长期任务，解封林雪。宁阳自然选择接受。回去吧，等你的实力足够，如果我还能有余力，届时我会帮你解封。林雪想了很久，才说道：你现在的伤，宁阳倒是有一个复活天赋，可林雪又没有死，肯定是不能用的。这么一来，宁阳也没有更好的治伤之法。我需要休养。放心吧，这寒霜森林的怪物威胁不到我了。见林雪这么说，宁阳这才松了口气，掏出回城卷轴，捏碎，一道魔法力量拉扯着身体，随着光芒一闪，宁阳回到了主城。
你找我？回到主城，宁阳看到梦里水乡发来消息，有些意外。兄弟，找你有件事帮忙。梦里水乡继续说道，我们打到了一个隐藏地图，想找你一起攻略地图。宁阳刚从导师那学会了3个2转技能，正想找点对手来试试身手，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到了。好，坐标给我，我去与你们会合。不一会，宁阳就收到了梦里水乡发来的坐标，宁阳就连忙追赶过去。一路上，宁阳仔细扫了眼自己学习的技能，五行精通评级 SS， 对五行系列技能的抗性增加 20%， 连突刺评级 S， 对目标连续攻击2次，造成的伤害分别为攻击力的60百分号、80百分号。6道剑阵评级 SSS， 以无上神通汇聚6道之力，齐聚天空制造阵法，能够瞬间落下飞剑，造成大量伤害。其飞剑数量随着技能实力增加而增加。3个技能学成的时候，宁阳足足花了3000金币，特别是最后一个6道剑阵 SSS 的评级，金币足足2000。宁阳看过导师使用这个技能，知道这是身为6道剑士的一个招牌技能，牌面是足够帅，就是不知道技能的伤害如何。宁阳想着到时候去了隐藏地图，倒是可以试试威力。一路无话，很快宁阳就见到了梦里水乡，没想到除了他，在此地还看到了一个人，不能算熟人，但是这一位的出现，宁阳是见过的。排行榜第1位的风行记，这位等级榜单第1人，一直见过名字，就是游戏里没碰到过。没想到他也在，也就是说，风行记也会去隐藏地图。谁又会想到，风行记竟然是一个美女，皮甲包裹不住的傲人身材，手提一柄弯钩匕首，配合他那冷寂目光，看一眼就会让人生出不寒而栗之感。原来风行记是刺客系玩家，刺客的话练级速度有这么快吗？这位作文等级榜单第1人的风行记，就在宁阳找寻导师，不断被百级的怪物强杀的时候，已经带领等级第1次梯队的玩家突破40级。已经42级的风行记，怎么会找上35级的自己？这次地图难度很高，是风行记打出来的，加上队伍限制，只能5人小队进入，所以风行记的意思一定要找高手。你跟我 PK 过，风行记说你有资格入队。梦里水乡解释一番，宁阳倒是没有什么意见。那如果爆出了装备物品，怎么分配呢？肉点吧，但如果有合适咱们队伍中使用的肉点获得物品的玩家，优先处理给队伍。风行记解释一番，宁阳知道的差不多，没有多说什么。咱们队伍，我是近战，梦里水乡也是战士，风行记你是刺客，还有2个人怎么分配？梦里水乡挠挠头，我们打算再找个法师，风行记独来独往惯了，所以只能我去找。我打算找等级榜第6的烟灰凋零，就是最后这一个。我们想找个治疗，可等级榜单上没有治疗玩家，我这里也不认识。我有个朋友是隐藏职业堕落天使，等级不高，但是治疗量足够，还有很强力的辅助技能。好，那就让你朋友过来吧。梦里水乡没意见，风行记点头，也算是答应下来。小队的5人确定下来，很快宁阳将许兰墨喊来。烟灰凋零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留着稀疏胡渣，一看到风行记，烟灰凋零的眼睛就直了。我一直想见识一下等级榜第1人，没想到还是个美女。我要向世界宣布，风行记你以后就是我女神了。宁阳听到烟灰凋零的名字，第一印象是个中年忧郁大叔，没想到竟然是年轻话痨。队伍集齐，就看到风行记取出隐藏地图，捏碎。宁阳从地图判断，应该比自己之前刷的失落乐园难度要低一些。刷，一道光芒拉扯着宁阳5人进入隐藏地图。簌簌，空中寒风凛冽，许兰墨不由打了个寒战。宁阳哥，好冷啊！许兰墨觉得有些冷。宁阳皱眉，你把头盔传感系统调低就行。未来2个世界融合后，头盔传感就不能再减缓身体受到的痛楚，每一次死亡都是身临其境。宁阳上一世对死亡的体验简直罄竹难书。许兰墨依言而行。宁阳这时候才看清楚这片隐藏地图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身处雪原的一处雪山，宁阳看到从上往下共分4层，而现在他们就在山脚。地图显示，我们需要前往山顶，击杀山顶的最终 BOSS 才算是通关地图，能获得丰厚奖励。风行记说道。第42章烟灰凋零。这山底是45级的变异雪原狼，上去的时候小心些。刺客玩家30级2转的时候有一个侦察技能，是能探查四周隐藏目标怪物和属性的技能，和弓箭手放的鹰眼有些类似。风行记收回侦察技能，手里拎着匕首跑了回来。烟灰凋零兴奋地扬着法杖，45级怪物而已，咱们的队伍构成直接平推过去不在话下。烟灰凋零略微有些话痨，继续说，要我说咱们队伍个个都有强杀45级怪物的实力，还不如咱们分开来，
清理掉就过去了。别大意，咱们这次的地图评级达到了 S， 难度不小。梦里水乡知道风行记不太乐意说话，抢过他的话题。千万不能大意，咱们还是稳妥的一个队伍刷过去，不然担心会有其他麻烦。几人商量好，宁阳示意许兰没在自己身旁，可以适当负责保护。五人前行，山底已经有一层白白的冰雪，使得整个世界是青一片白一片的。青色的是生长出来的针叶林，白色的就全部是雪。宁阳上山，隐约听到传来狼嚎。嗷！宁阳微眯着双眸，他因为是战士系玩家，所以走在了最前面。一只巨大的白色巨狼从针叶林走了出来，桀骜的目光如透亮的灯泡，死死盯着宁阳的方向。杀！梦里水乡暴喝，手里板斧一拉，旋转着打出了3道伤害。3旋斩，连续3个伤害数字跳出：负231、负253、负297。连续3个伤害数字跳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由啧舌。不错呀，不愧是梦里水乡，你这伤害数挺高。烟灰凋零啧舌连连。宁阳撇撇嘴，脚下一滑，手里的攻击落下，连突刺。那一瞬间，伤害直接在变异雪狼身上爆炸，炸出了一个大血洞。负745，负1005。连续2个伤害数字，连突刺的刺杀次数不多，但是其威力是真的足够，伤害很高。一下子足足看到怪物的气血嗖嗖掉了一截。这么高的伤害吗？刚才还在吹嘘梦里水乡伤害高的烟灰凋零，表情有些不自然。纵横四海兄弟，你这个伤害就有点打击人了。我这才说梦里水乡兄弟的伤害高，可纵横四海兄弟，你这太让我尴尬了。我说了等于白说。风行记扫了眼，有些无奈的看向烟灰凋零，抓紧时间吧，这地图挺大的，咱们早点刷完还能下线休息。烟灰凋零一想也对，扬起法杖就是2道火球连发，砰砰。烟灰凋零是法师玩家，法术伤害挺高，2次攻击也掉了1500气血，还算我也不错，要不然这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变异雪狼朝着宁阳飞出2爪，啪啪。与此同时，烟灰凋零出手，凿击技能落下，成功将变异雪狼眩晕，气血再掉1级。宁阳这时神谋技能发动，这才看到了怪物的属性。变异雪狼 LV45， 攻击力 823-1354， 物理防御863，魔法防御554，气血值33000。技能狼爪、撕裂、冰箭连射。啪！宁阳就看到变异雪狼连续喷出了3道冰箭，齐嗖嗖打在了梦里水乡身上。梦里水乡追求的是高攻击的辅系战斗风格，防御力有些低了，这一套3连射直接掉了近1000气血，把梦里水乡吓了一跳。我的天，我这么脆吗？就算2转了，我的总气血也才将将2000，这一套打掉1半气血。梦里水乡连忙喊道：陌生型美女，快帮我加血，救救我！许兰墨引导技能，一道道纯白圣洁的光芒氤氲在法杖之上，随后朝着梦里水乡那一压，加622。哇，治疗量不错！梦里水乡惊呼一声：陌生行美女，你这还没2转就能一个技能加600气血，要是2转后肯定能破1000了。宁阳把许兰墨带来，就是想着隐藏地图里，大家一起刷怪，能够带一带许兰墨的等级。现在听梦里水乡说他治疗良好，宁阳总算松口气，至少许兰墨有作用，不是拖后腿的。有了许兰墨这个目视，5人联手，变异雪狼的气血也就3万多，很快就被放空。变异雪狼的尸体倒地，啪嗒，就看到2件装备，一堆金币掉落。呀，咱们这运气，随便一只普通怪爆了2件装备。烟灰凋零惊呼，小跑着将装备拿起来。有些可惜，40级的白银器，咱们没什么兴趣吧 ？low 点分一下算了。分配装备的事之前就说好了，大家都没意见。至于金币这些，梦里水乡拿了。等打完地图，爆出多少金币，5人平分。分配完战利品，风行记迎来了第2只怪。与此同时，宁阳考虑自己也曾经在和梦里水乡 PK 的时候用过宠物，在隐藏地图里也将宠物释放出来。6芒星阵中，青龙已经可见雏形。风行记瞥了眼，没有露出惊异表情，看来他是知道宁阳有宠物的事。倒是烟灰凋零彻底傻了眼，这竟然有人弄出宠物了。青龙上前去，一口龙息喷出了800多的伤害。烟灰凋零待在原地，我去，伤害快赶上我了，这宠物好强啊！宁阳耸耸肩，别夸我太多，赶紧杀怪吧。有小青相助，咱们刷怪的速度更能快一些。45级的怪物，说强肯定不算强，何况是在5大高手联手下。青龙宠物的出现，更是弥补了许兰墨输出不够的遗憾。
一路清理上去，装备爆了不少。可惜40级的白银器注定会没有什么市场，接下来的时间，黄金器也会慢慢被淘汰。一直刷完这些游荡的变异雪狼，风行记曼妙的身影从半山腰下来。系统提示要杀了 BOSS 才能去雪山第2层。还有 BOSS 没出现啊？不是藏起来了吧？话痨烟灰凋零面露难色。宁阳这时候看到了一阵白色的身影，速度很快，夹杂着血腥味袭来。第43章，不愧是你，四海。47级黄金级 BOSS 对咱们的队伍来说没有压力吧？梦里水乡看了眼 BOSS 的等级，有些感慨。必须没有。烟灰凋零扬着法杖，脸色有些发红。宁阳将神眸打在 BOSS 身上，顿时 BOSS 的属性就出来了。这时梦里水乡也贴出了 BOSS 属性，变异雪狼王寒霜 LV45， 黄金级 BOSS， 攻击力1611至2832，物理防御2789，魔法防御1848，气血值38万，技能神兵天降撕裂御剑，特性提升20%的防御。介绍：雪山上守护不足的勇敢狼王，雪山被深渊变异族攻陷，寒霜战死，100年后复活，早已丧失了理性，成为了一具只会杀戮的凶厉猛兽，守护着雪山。宁阳将白骨王剑横在胸前，剑刃上光芒吞吐，将近40万的气血，够咱们杀的了。梦里水乡也不含糊，说完就开始布置。这 BOSS 的攻击力，我皮太岁去扛伤害有点够呛，所以这里只能由纵横四海兄弟你来扛了。宁阳倒是没什么意见，这几位都是高手，自己想成为天罚世界的王，可不能只有自己一人。这几位都是高手，大家这次好好练级，以后交情也就上来了。宁阳打算到时候弄个佣兵团，这几位都是佣兵团的一员。佣兵团需要去打佣兵证明，然后去找 NPC 花上100金就可以去成立佣兵团。佣兵团能找 NPCA 接佣兵任务，未来还会有第一佣兵的活动。宁阳没有心情弄行会，太浪费时间，佣兵团倒是可以考虑。我去拉怪，记住小心。梦里水乡的布置是宁阳抗怪，风行技利用凿击打断 BOSS 技能。宁阳连续2次技能落下，幻影斩加跳斩的组合，接连2个伤害数字跳出，负1022，负1171。宁阳的攻击很高，何况还能削弱 BOSS 防御属性，一打出来，几人都有些疯了。我去 ，BOSS 都能打出上千气血，不愧是你，四海。你们也动手吧，别磨蹭了。说话的功夫，宁阳感觉身上多了一层防御罩，知道这是许兰墨的祝福技能落在了防御上。如此一来，黄金级 BOSS 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其他人也一起出手， BOSS 的气血就嗖嗖往下掉。队伍里4个高手，许兰墨又是治疗，有宁阳这样的强势输出，治疗压力不大，他可以应付下来。黄金器 BOSS 有可能爆出暗金器吗？烟灰凋零一脸希冀。现阶段服务器里已经出现了暗金器，但是在天书城那是真没有，大家还在使用黄金器。就算不能出暗金器，45级的黄金 BOSS 应该很大几率爆出40级以上的黄金器装备，也是现阶段非常实用的。梦里水乡补充一句，想要暗金器，紫金级或以上 BOSS 的几率会越来越高。风行技长发飘飘，一个凿击将 BOSS 的技能打断后，轻蹙秀眉，风行技道：我怎么感觉这个 BOSS 好像特别容易打，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压力了，攻击输出也高一些。不是说隐藏地图的 BOSS 比野外 BOSS 难打？风行技并不知道宁阳有 SSS 级神圣领域这种霸道无比的天赋技能，可以削弱 BOSS 属性这些。其实在宁阳感觉来，确实雪山的怪物没那么好打，在外面地图不一剑秒杀，那就算是尴尬。几人说着话，忽然一条系统铃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叮！恭喜玩家斗鬼神成功创建行会，狂神第1分会，第2块剑帮令打出来了。梦里水乡有些意外，风行技眉头依旧紧蹙。是了，看来狂神还是一个强行会，这么快就打出了第2块剑帮令。说起来前几天斗鬼神还主动接洽过我，说想让我加入他们狂神。梦里水乡跟风行技熟，所以有些意外。我记得你的性子不是喜欢独来独往，怎么考虑加入行会了？独行侠后期斗不过行会，生存空间会被打压的厉害。风行技有些犹豫，我有个想法想入行会，现在咱们天书城除了狂神就只有个暗无天日。风行技没说后面的话，但意思已经差不多。暗无天日是个小行会，他这样的高手愿意进去的可能性不大。烟灰凋零是个急性子，闻言想起一件事，对了，你们说狂神高手如云，第2个打出剑帮令可以理解，可其他老牌行会还没创建成功，咱们天书城里怎么是暗无天日这样的名不经传的小型会成了第1个，还提前了这么多天？他们有这样的高手能打掉高级 BOSS？ 烟灰凋零说出了风行技2人的疑惑，
确实有些奇怪。一听到这个，许兰墨就觉得自豪，因为他们说的是宁阳哥。你们不知道吧？暗无天日能爆出剑帮令是花大价钱请我哥帮忙打的 BOSS， 我也去帮忙了呢。许兰墨忽然开口，把烟灰凋零吓了一跳。哎呀，陌生型小姑娘原来会说话，迎来的就是风行记的白眼。烟灰凋零弹了下自己的脑门，哎呀，错了，我好像记得刚见面的时候陌生型说话了，这不是一直没咋说话，我误会了。许兰墨吐了吐舌，宁阳哥只出手一次就把剑帮令给爆出来了，如果是之前说我还不信，不过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能超过我。烟灰凋零看向宁阳，扬手就是一个技能打在 BOSS 身上。可现在我确实佩服宁阳兄弟，伤害高，防御高，在游戏里值得我佩服的人可不多。几人拉扯着家常，随着宁阳一个连突刺落下，将白色的雪狼残肢撕成碎片。啪嗒，一瞬间2件装备夹杂着2个宝箱、宝石和金币什么的齐齐爆了下来。装备的光泽不像是黄金器，咱们不会。烟灰凋零嚷道。第44章第一件暗金器。2件装备，一件是流光环绕的寒芒盔甲，在胸前有一个威风凛凛的狼头纹饰，流水造型，肩甲处也是狼纹。第2件则是一把法杖，这个宁阳觉得跟自己的可能性不大了，倒也没有多注意。风行记长发飘飘，捧着战利品就走了回来。我看了，金币一共是143枚，强化宝石7枚，黄金宝箱2个。风行记笑道，按照之前说的，金币咱们到时候平分，宝石和宝箱肉点，谁拿到就是谁的。至于装备，肉点拿走后以市场价格补贴给其余人。法杖武器只有烟灰凋零和许兰墨有资格使用，2人肉点。最后的烟灰凋零拿走了38级的法杖，比自己使用的要好一点。许兰墨等级不高，烟灰凋零35级的法杖也用不了，就和宁阳一样，要了烟灰凋零给的金币补贴。宁阳哥，装备咱们到时候可以再打，金币交给你才能创造大价值。38级黄金器价值大概在1200金，4个人每人分了300。后面的宝箱这些，宁阳倒是想要，可惜运气一般，没有拿到。黄金宝箱想开出宝贝的机会不大，要看还是得紫金宝箱。宁阳只能安慰，说不定接下来还有紫金宝箱呢。最后一件也是宁阳最有可能得到的铠甲，宁阳使用的还是20级的黄金器铠甲，如果能换一件等级更高的，实力也能上涨一截。雪狼铠甲暗金器，需要等级35级，防御1602，力量加37，体质加35，冰雪抗性加19，特性增加使用者17%的防御，特性提升使用者对冰雪元素的抗性。简介：天伐大陆，幽冥极北，自古坠有奇铜一铁。当试炼器师从极北花费10年，寻得一块奇铁，一团漆黑。炼器师用7749天才炼成一件铠甲。宁阳有之前帮助冰蓝击杀火龙 BOSS 获得的龙焰结界，火系法术攻击对宁阳几乎没有效果。如果有雪狼铠甲，宁阳对冰系技能的抗性也能大增。念及此处，宁阳果断选择 roll 点。第66，筛子转得飞快，1到9，等停下来，果断在9这个数字上，因为是铠甲，战士系专精，队伍里能使用的就是宁阳和梦里水乡。纵横四海和梦里水乡你2roll点就行了，其他人虽然也能用，但毕竟不是职业装备，属性有些浪费。梦里水乡看到宁阳摇出来一个9，叹了口气道：太狠了，你这是完全不给我留活路了。梦里水乡摇的最大也就是个9，最多只能搏击再来一次的机会。7，我输了。梦里水乡有些无奈，看来第一件暗金器跟我无缘。宁阳也不废话，拿走暗金器需要每人补贴1000金，但还是美滋滋。宁阳收下暗金器铠甲，正好刷完雪山山底，宁阳的等级已经是35级，99%经验，即将升级。纵横四海兄弟，你这已经有35级了，快把雪狼铠甲换上，看看防御提升了多少。角色 ID 纵横四海，职业6道剑士2转，等级35级，生命值15000，法力值3000，物理攻击1351至2527，物理防御2412，魔法防御1636，力量445，体质367，智力182，精神167，敏捷215，声望1820，帮派无，技能幻影斩、剑系精通、跳斩、五行精通，连突刺6道剑阵。宁阳看到一件暗金器，就给自己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还有点担心最后的 BOSS 会不会是冰雪系法师怪物，有了这雪狼铠甲，我倒是没那么怕了。宁阳嘴角上扬，准备好，咱们继续往上走吧。
风行记也来了，扬了扬拳头，是，大家也看到了，这第一个 BOSS 就爆出来了暗精器，接下来还有3只 BOSS， 再出暗精器的几率很大。风行记虽然是等级榜单第一，此时也有些小激动，他都没见过暗精器呢。关于风行记，宁阳上一世对他没什么印象，按理说天书城的等级榜第一，如今天书城人才济济，这个第一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风行记处理 BOSS 的节奏和操作看起来也是一个高手，这样的人物，未来城池大战、种族大战开启，怎么会没有留下性命呢？宁阳也想不明白，而且这事还没人好问的，搞不明白，只能埋在心里。往上走吧，最终 BOSS 应该就在山顶那座古庙里。风行记叮嘱一声，迈步登山。宁阳也喊上了许兰墨，也跟着往山上去了。省城，宁阳最近在忙什么？沈晴晴皱眉质问。一身休闲装，留着酷酷长发的男人冷笑：嫂子你放心吧，他敢这么伤我狂哥，我饶不了他。斗鬼神，你也别大意，我看宁阳在游戏里发展的挺好的。之前周狂也说现实里找他的麻烦，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邪法，带去的人全没了。沈晴晴想了想，周狂说有可能是什么高科技。斗鬼神桀骜的点了点头，是，嫂子你知道的，我已经找来了高手，等行会升到3级，我就向暗无天日发动行会挑战。行会挑战？沈晴晴略有所思，各选500精英参加挑战赛，死亡后就会直接掉到0级。斗鬼神冷笑，我知道宁阳跟这个暗无天日交好，到时候他肯定会参加，我们到时候集全力围攻，纵横四海就行，杀他一次就能掉到0级。沈晴晴若有所思，那倒是不错。斗鬼神还想去看看周狂，但沈晴晴的意思，周狂眼睛失明后不太乐意见人，这才放弃。嫂子，那我回去了，你告诉我哥，他当初不顾一切将我从里面捞出来，这次换我有机会报答他，我一定会为他报仇。斗鬼神的表情凝重至极。第45章，人人如龙。宁阳哥，你2转的技能是只有1个连突刺吗？好像没见你怎么使用别的技能。路上，因为第2层的怪物还没出现，许兰墨想起自己的好奇，连忙问宁阳。还没到用那个的时候，宁阳召回青龙，让他陪伴在许兰墨身边，考虑一些问题，宁阳就没有召唤亡灵出来。簌簌，四周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队伍里的都是高手，几乎是同一时间就停下了步子，皱眉看向四周。噔噔，风行记地上连踩，手一扬，只见他的身影在空中渐渐消失。刺客玩家的2转技能前行，我去看看这里的普通怪物是个怎么回事。风行记的声音在空中传来。刺客就是潜行在黑暗中摸进对方，等待机会再用一套技能秒杀对方的强力职业，而刺客也是到了2转才有侦察潜行这些职业技能，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会时间，噔噔，就看到风行记连忙跑回来。这第2层的怪物竟然是变异雪灵狐，48级的怪物，属性比雪狼强一点。可有一点很难办，这怪物有一个技能是能隐身。啥意思啊？跟2转刺客一个样。烟灰凋零立马想起来，紧张地说：哎呦，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倒是可以扛住雪灵狐的偷袭，可陌生型妹子只是牧师玩家，加上等级低，只怕一击就能秒掉。3人的难题全落在了陌生行身上。陌生行点头，你们不用担心我，大不了我死一次就不复活，等你们通过了这一层，我再复活刷后面的地图不就好了。3人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没觉得有什么。宁阳拍着胸膛，放心吧，我让青龙跟在你身边，青龙的警惕性很高，不会让雪灵狐攻击到你的。这么一说，大家这才放心，只要不被潜行偷袭，那么这雪灵狐的威胁就没这么大了。因为有侦察技能，所以依旧是风行记去吸引怪物。宁阳很快就看到一只血色狐狸，皮毛纯白，就从空中突兀的出现，啪啪，2爪子一挠，直接就朝着宁阳的脸上招呼。我去，这不是怪物，是想毁容啊！宁阳抬起手中长剑，直接就是一剑斩下，噗嗤，负1633。雪灵狐的防御比雪狼要差一些，而且宁阳还新得了一件暗精器，这一剑就爆出了上千伤害。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有些呆滞。啧啧，我现在很羡慕有暗精器的人了，我要是也有一剑，妥妥的一个法术砸下去能砸出4位数的伤害数字。烟灰凋零一脸殷勤，梦里水香也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斧子，确实，我也想换一件暗精器斧子，我一个人就能单挑之前的雪狼王了，然后含恨死。烟灰凋零撇撇嘴，梦里水香扬起斧子，狗贼，我跟你拼了信吗？宁阳一脸无语，也是人才。雪灵狐因为有隐身技能，大家打得很谨慎，花费了快2个时辰才清理干净。眼看着这山腰处已经看不到一只怪物，
风行记也侦查，也没有什么发现。BOSS 应该也会隐身技能，说不定等着偷袭咱们呢。依我看，这 BOSS 想弄点也没那么简单。咱们连续在线已经5个小时，要不现在就下线吃点东西，待会上来后直接将地图推掉。风行记提议，正好宁阳肚子也饿了，自然没有什么意见。行，那就休息一会，1小时后再上线。大家商量好，各自下线。因为许兰墨父母已经回来，也不需要许兰墨做饭了。时间不够，宁阳自己就不做饭了，跑过去蹭了一顿。席上关注了下2个世界的融合进度。宁阳知道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出现。宁阳自己在江州可以阻止那些天罚世界的怪物攻击，可其他地方未必还有自己这样的人。死伤已经渐渐出现，时间不多，2个世界的融合估计很快就要完毕。还有之前进游戏的那个老头，为什么说我会是救世主？谁愿意当这救世主？下次再见到我倒是要问问他。宁阳休息了会，重新进入游戏，人已经集结完毕。风行记拎着匕首，淡笑道：“还是我去找怪，你们注意别被偷袭，如何？”“行，你去吧。”宁阳倒没有什么意见。这第2层的 BOSS 一直不出现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什么恐怖的事发生。宁阳让青龙牢牢保住许兰墨。也是这时，忽然一声惊呼传来：“不好，那东西朝着你们那边去了！”宁阳神眸发动，就看到一道白色的影子如闪电一般疾驰而来。咻咻，速度奇快，看他的目标竟然直接就朝着许兰墨去了。默默你小心，这 BOSS 是冲着你来的。话音刚落，宁阳也在同一时间控制青龙拦在许兰墨身前，几乎是同一时间，那东西就撞在了青龙身上。刷，负1210。哇，伤害这么高！烟灰凋零有些惊讶，同时有些后怕的打量起许兰墨。陌生行美女运气不错，这要是刚才打在你身上，只怕真的直接就能将你秒掉呢。宁阳也连忙道：“默默，你把祝福加在自己身上，想保住你，我这边你不用管。”许兰墨知道宁阳的心思，虽然有点不乐意，但还是坚定点头。好，就先按照你说的，宁阳哥你小心。宁阳长剑拉出，连突刺的技能光芒闪电落下，负1010，负929，连续2个伤害，伤害数字不算高。与此同时，宁阳左手间落下技能幻影斩的光芒也是瞬间爆出。早就听说纵横四海兄弟能用双手武器，看你一直没使用，我还以为传说是假的呢。风行记漏嘴笑了。烟灰凋零一脸懵逼，啥？双手武器还能这样？见识过宁阳双手武器输出的恐怖，梦里水乡见到烟灰凋零懵逼，颇有一种总算见到烟灰凋零丢人了的感觉。对，双手武器，所以其实这一路下来，纵横四海并没有释放全部攻击手段呢。啊！烟灰凋零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敢相信。第46章血月。纵横四海兄弟平时嘻嘻哈哈，可一遇到事，那也是重拳出击。与此同时，宁阳也笑了。这件事我先解释一下，我可不是什么重拳出击，这不是一直以来对付的怪物也不怎么样，没必要用双手剑。速速，不断有破空声传来，和之前雪灵湖出场的声音差不多。宁阳听到，只觉汗毛竖立。大家千万小心！风行记仔细判断，面容坚毅，随后风行记匕首一横，朝着虚空就打出凿击。负1058，大大的伤害数字跳出。那一直在隐身状态的 BOSS 也被这一击给逼了出来。那是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和之前纯白色的雪灵狐截然不同。50级黄金级 BOSS， 各位，这 BOSS 挺厉害的，大家要小心。宁阳神眸之下 ，BOSS 的属性无所遁形，顿时就被宁阳将属性贴了出来。变异雪灵狐王血月 LV50， 黄金级 BOSS， 攻击力1890-3032，物理防御2812，魔法防御1883，气血值41万，技能旋风爪、毒爪、飞刃血爪，特性提升 20% 的移动速度。介绍：原是雪山上一只无忧无虑的野狐，只因异界势力入侵，血丹也因此丧生。再次复活，他已经融合炼狱中的力量，实力大增，掌管着这雪山奇医。从属性上看，和之前的雪狼王寒霜的属性差距不大，气血也仅仅只有41万。唯一麻烦点的，可能就是这东西有一个加了 20% 移速的特性。这移速变快了，也就意味着他的攻击捉摸不定，说不定随时有可能攻击咱们其他人。烟灰凋零难得认真一回。梦里水乡握着拳头，是，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分的警惕。两人都没有再说许兰墨的危机，有青龙在，许兰墨是很安全的。结结。就在这时，血月发出怪笑，狐狸脑袋发出牙齿摩擦一般的声音，却是已经从凿击的眩晕中出来。
眼看着血月速度全开，就要攻击风行记，一个声音着急的传来：“风行记能扛得住吗？她一个美貌如花的小姑娘，千万不能被一只狐狸抓破脸。”宁阳迅速出现，一剑落在了血月的胸口。你们稍微后退一点，等我迅速攻击血月，拉稳了仇恨，你们再攻击，这样血月应该不容易攻击到你们。纵横四海兄弟，你上吧，我们伺机而动。烟灰凋零嗷嗷叫的拿着法杖，总希望自己能好好在风行记面前表现一番。然后烟灰凋零就看到宁阳双剑起飞，技能一个个的倾泻下， BOSS 血的气血就跟流水管一样，刷刷往下掉了一截。哇擦擦，这攻击速度，这技能的流畅度，伤害是真的高，绝对不是骗人的。另外几位都快懵了，小怪物还不觉得，但真应付 BOSS 速度嗖嗖的。很快宁阳喊道：“行了，你们几个可以攻击了，我这已经将仇恨拉稳。”仇恨这东西有点玄学，反正按照宁阳的经验，一般打掉1%以上的伤害，一般也就拉住了仇恨，除非发生 OT， 要不然 BOSS 会一直锁定宁阳攻击。众人不断攻击，因为有之前的经验，几人的配合也越发默契，很快就将血月的气血压到了10%。BOSS 气血不多，大家接下来要小心了。风行记原本一直在打断 BOSS 的技能，可不知道为什么，血月这一次忽然从爪子间氤氲出血色光泽，随后一道道刀气在爪子中生成，再猛然打出。风行记打断啊！风行记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手里的凿击几乎是瞬间落下 ，miss， 并未成功。飞刃血爪朝着许兰墨飞去，陌生型美女，小心啊！梦里水乡连忙喊道。风行记速退，想去帮许兰墨挡住攻击，但是显然他离得有点远，已经来不及。陌生行脸色有些苍白，他也感受到了这攻击的恐怖。他这样的脆皮 ，BOSS 技能落在身上肯定能秒杀。青龙，给我挡住！宁阳也是瞬间指挥出青龙保护许兰墨。青龙吼了一声，巨大的身体喷出火焰，将飞刃血爪击退，挡住了攻击。一身冷汗，宁阳连忙加快攻击，重新拿回仇恨，这才有精力询问风行记：“风行记，你刚才是怎么了？怎么忽然有意识失神？”风行记见危机解除，脸色也有些凝重：“是，这件事是我对不起大家伙。”风行记叹了口气：“可我刚才失神，那是因为我接到了一个消息，狂神那边斗鬼神亲自联系我，说要拉我进行会。你呢？决定好去了？”宁阳皱眉，风行记想了想，最后才决定了一般：“我本来还想着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可斗鬼神那边说狂神最近打算干一番大事业，如果我现在加入，就会给副盟主位置，而且只要在接下来的大事业里发挥得好，我甚至还有可能掌管分盟。所以我想了想，最终决定加入狂神。”宁阳愣住了，他一直怀疑为什么自己不知道风行记，所以之后风行记加入了狂神。看狂神的第一高手不是秋风落叶吗？这些是挺奇怪的。宁阳想想，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去阻拦他的理由，总不能说看在自己和狂神有仇，所以你别加了。大家现在还只是普通朋友吧？有些事想想还是挺无奈。宁阳也不废话，风行记，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随后示意那边的几人过来，大家快杀吧！这个血月的气血已经不多，一口气杀掉，咱们就能爆出好东西。按精气，按精气！梦里水乡有些小兴奋，烟灰凋零也是一脸的羡慕。我也要好装备，我也要按精气，甚至还要极品。咱们这些人拿一件好东西，才能在未来各个主城的争霸中取得先机。一行众人此时都有些兴奋，然后啥也不说，攻击的速度大增，干掉爆装备。第47章，烟灰凋零成泥。啪嗒，装备混合着金币掉落的声音。宁阳双目如电，哑然地盯着众人。这次的战利品和我无关，刺客玩家赚大了。3件装备，宁阳眼疾手快，已经确定爆出来的是2件皮甲，1件法师用的布甲装备。烟灰凋零揉着鼻子，纵横四海兄弟刚获得暗精气，该让我们获到些好处。几人嘻嘻哈哈，由风行记上前将装备的属性贴了出来。3件黄金器，其中2件是法师装备，其中1件加 3% 治疗效果的护腕被许兰墨 roll 走，另外1件虽然烟灰凋零 roll 到了，但因为不如自身的装备也让给了许兰墨。许兰墨一口气拿了2件黄金器，笑得嘴都合不拢。太好了，得了2件黄金器，接下来我都不用为装备发愁了。堕落天使作为隐藏职业，本身成长属性就超过普通牧师，有2件黄金器，未来的治疗水平肯定能更上一层楼。最后1件快看看是什么样的装备。宁阳有些激动，最后1件是泛着黝黑光泽的皮甲护腿，篆刻古朴纹路，一看就威武不凡。暗月护腿，
暗精气，需要等级38级，防御1128，体质加27，敏捷加19，特性增加使用者12%的防御，特性提升使用者对冰雪元素的抗性。简介：当世有名将，才9天之上之履轻纱，拢成光辉萦绕的护腿，威力十足。看到装备的属性，宁阳就有些感慨，这个暗月护腿的属性不错，可惜加了敏捷是皮夹系职业的武器，只能由风行技你取去使用。同为暗精气，暗月护腿虽然不错，但比起宁阳的雪狼铠甲还是差了一些。装备榜第2，暗月护腿的属性还是不错的。风行技美女，你拿了这件护腿，肯定能大放异彩。烟灰凋零兴奋极了，一直调侃风行技。风行技抿着朱唇，是，不算其他，我拿到暗月护腿，防御力能再上一个台阶，大概上涨20%。几人说说笑笑，因为第2层的 BOSS 难度不大，所以缓缓往第3层走去。与此同时，风行技这边也答应了狂神邀请。得知风行技在刷隐藏地图，斗鬼神很高兴。风行技大佬，你们在刷隐藏地图啊？那太好了。狂神在高端隐藏地图一直没有什么收获，不知道你们这次要是有什么爆出来的好装备，可否供应给狂神？我们按照市场价收购。风行技并没有隐瞒，将事情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出来。梦里水乡是个直性子，闻言便皱着眉头道：狂神人品不是不行吗？咱们为什么要将好装备供应给他们？再说纵横四海兄弟跟暗无天日的关系不错，纵横四海兄弟既然参加了咱们的队伍，我们肯定不能将战利品用来武装纵横四海兄弟的仇人。一连说话，梦里水乡的情绪有点激动。风行技你到时候再考虑一下，不然这件事容易将纵横四海兄弟难做。风行技点了点头，他性格本就孤僻，不太乐意说话。既然没有解释，风行技就觉得双方好像说的差不多。行了，这件事就到这，和狂神合作也是以后的事。咱们继续刷地图吧，还有2层，看看能不能一口气刷完。5个人收拾一番，继续出发。雪山第3层，因为已经在上山腰，才一踏入就感觉一阵寒气入体。有点凉。许兰墨打了个寒战，目光瞥向了宁阳。宁阳哥，你穿的也不多，冷不冷啊？宁阳挥手，没事，这第3层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物，你们都小心点。因为越往上去，怪物的属性越强，所以宁阳还是有担心的。这支队伍毕竟不是最为精良的5个人。哈哈，想不到1000年以后，竟然还有人敢踏入咱们的亡灵乐园。宁阳在一进入大山第3层，也分明感受到了一阵狂笑声。原本还有些激动的脸，这时候也变得冷酷起来。这笑声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这第3层有些诡异啊？宁阳原本还担心只有自己一个人看到，可仔细看看，旁边几人的表情都有些奇怪。咋回事？我好像也听到笑声了。怪物还没靠近就发笑的。咱们这次来的是雪山，不是孝陵寺吧？宁阳听到烟灰凋零说谐音梗，差点冲上去扣钱。结那边一阵笑声由远及近，紧跟着宁阳看到了一头血色巨熊朝着众人奔来，庞大的身躯如山，每走动瞬间就震动天地，让人不由生出渺小之感。好大的黑熊啊，属性肯定不差。巨熊尚未靠近，宁阳都有些惊讶。随后风行技侦查属性，有些无奈地说道：这些是53级的精英怪物，比之前的难度要高一些，攻击高，皮糙肉厚的，唯一的确定可能是敏捷性不高。风行技很快找到了这些冰雪暴熊的弱点，咱们小心走位，应付起来不是什么难事。许兰墨想起自己经常去刷的怪物，是，这次其他人别动，由风行技和宁阳去牵制怪物，咱们在4级攻击吧。因为怪物的属性已经很强，所以队伍不可能再跟之前似的直接碾压过去。幻影斩，宁阳长剑斩落，当的一声，竟然发出锐鸣。-529，当伤害数字出来，宁阳都有些惊诧了，这么点爆发力，竟然伤害还不破1000。我去，之前刷 BOSS， 纵横四海兄弟都能打出上千伤害，打这些狂暴熊才500多。烟灰凋零目光呆滞，随后烟灰凋零扬起法杖，-1058。所有人全部愣住了，不由倒吸了口凉气。法术伤害竟然能打出上千伤害，这不是开玩笑的吧？烟灰凋零彻底傻眼，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难道是法术防御特别低？梦里水乡很快抓到了重点，看来这第3层的怪物只能看法师攻击，刷怪速度才能大幅增长。烟灰凋零抿着嘴，好，那我肯定大发神威。接下来你们看好我这个法师大佬是怎么吊打一群小精英怪。第48章旋风斩。暴熊是精英级怪物，队伍组成则是天书城最顶级。宁阳很自信，这支队伍通关第3层也只是时间问题。宁阳之外，
烟灰凋零成为最高的输出点，一个个冰系火法落下，砸得怪物哀嚎一片。再有这种攻高防高，但是魔法防御低的，那就找我，我作用太大了。3下5除2，烟灰凋零收拾了眼前的怪物。不错，爆出了一件低级黄金器，还有20多个金币，这在普通怪物了算非常丰厚的奖励。烟灰凋零计算了下，咱们尽量将第3层的怪物全部清掉，给的奖励太丰厚了。宁阳也没有什么意见。5人将第3层全部清理干净。这第3层 BOSS 出现的时候，宁阳感受到了一阵地动山摇，咚咚，好像是有重物撞击在大山上。宁阳听到这动静，身体不由自主的停顿。咱们这第3层的 BOSS， 按照这动静，恐怕个头也很大。紧随其后，宁阳看到巨大的白色大熊从树林深处钻出，这是紫金级 BOSS。当看到变异雪熊王的那一刻，宁阳知道队伍这是遇到麻烦了。紫金 BOSS 属性比同等级黄金 BOSS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咱们这次遇到的还是熊王，这要是碰到肯定就是秒杀。宁阳这是第2次遇到紫金 BOSS， 不同于之前可以使用同归于尽玉符和 BOSS 选择同归于尽拿奖励，这次做什么全部落在众目睽睽之下，宁阳不可能选用同归于尽玉符。这也就是说，是我们第1次挑战一只紫金 BOSS。 哪怕是上回帮暗无天日对付那14世级的巨蟒，因为玩家众多，输出是够的，只需要宁阳做好 MT 的本职工作。那个情况跟现在都有些不同，队伍里哪怕有风行记这样的高手，此时也都有些激动。确实是第1只紫金 BOSS 这么厉害，所以待会动手一定要小心一点。白色大熊在胸口有一团黑毛，威风凛凛的他陡然发怒，朝着宁阳逼来。巨大的熊掌猛然一拍，就是一掌，尚未靠近就能感觉罡风刮来。负1300，宁阳的气血直勾勾少了1截，伤害好恐怖啊！竟然一巴掌就将宁阳的气血打掉了一半。这要是换了我们其他人，能扛下来的有几个？恐怕全部秒杀。确实很吓人，也不知道咱们的伤害能不能破防。队伍里就只有一个治疗。对了，许兰墨妹子，你还没2转，是没有复活技能的吧？烟灰凋零又想起一件事，确实没有，所以大家待会要小心点。咱们尽量控制节奏，将攻击 BOSS 的节奏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因为不是第1次合作，前面2层的经验已经足够。宁阳幻影斩压下，刷刷，宁阳出手。与此同时 ，BOSS 的属性也已经看清楚了。变异巨熊王霸数 LV55， 紫金级 BOSS， 攻击力2747-4722，物理防御3550，魔法防御1102，气血值88万，技能绞杀 X 射线狂风暴雪，特性提升10%的攻击。力量介绍：雪山之中最暴怒的一族便是熊族，这些上古神魔的后代其已经获得，随时等候他们的王降临。不愧是紫金 BOSS， 哪怕宁阳早就准备好了，这时候一击也让宁阳有些懵。随后宁阳继续说道：继续，我先拉住 BOSS。 对了，许兰墨，你暂时也别治疗，防止仇恨转移。宁阳打算建立仇恨的这一段时间就靠血瓶恢复。许兰墨虽然有点不乐意，担心宁阳的安全，但宁阳哥的话许兰墨丝毫不怀疑。好，那咱们就先这么办。宁阳哥你小心。宁阳手提长剑，连突刺也迅速落下。因为是紫金级的 BOSS， 宁阳也不打算再做任何保留。双手技能连续劈砍，眨眼的功夫总输出就破万。砰！随着最后一击落下，宁阳一个人就砍了 BOSS 一截，气血落满。就在这时，宁阳也跟着喊道：各位，现在可以出手了，快帮忙，我一个人顶不住 BOSS。 纵容有道体技能，宁阳竟然也要被打掉气血，差点就还好，靠着灌血瓶宁阳就给撑了下来。好啊！巨大的吼声惊天动地。也是在这时，宁阳手中长剑氤氲，陡然爆发出八卦阵法，嗖嗖嗖，一道道劲风在空中化作剑气，狠狠刺向地上的巨熊。这是啥技能？伤害好高啊！片杀技能真牛！我刚才要是没看错，好像技能击中目标还有恢复效果。这个技能确实不错。烟灰凋零、梦里水乡、风行记3人可都是高手，只扫一眼就知道宁阳这个技能威力不错。加上许兰墨的祝福技能，宁阳一人挡住了紫金 BOSS。 轰轰轰！这时烟灰凋零也爆发出极致伤害， BOSS 物高魔低，压根扛不住几下，气血跟坐船似的嗖嗖往下降。伴随着一声地动山摇，巨熊庞大的身体倒地。爆出东西了，没有装备，就是个技能书，有些奇怪。宁阳还是第1次发现自己打掉 BOSS， 愣是没有做出多大贡献。伤害被烟灰凋零打得太多，最后一击也是他，所以爆出的东西
也挺一般。旋风斩评级 S， 剑气灌注武器，自身前以一个旋风的方向打出，能同时攻击2个目标。宁阳发现这个旋风斩和自己的幻影斩有些类似，应该是伤害高一点，少攻击1个目标，而且评级也是 S， 比幻影斩要高一些。战士玩家使用的技能，2位来吧。虽然宁阳不想承认，但事实上在 RO 点这上面宁阳还没输过，更何况梦里水乡一看起来就是有点缩的人。我7点，你6点，这技能输又是我的了。宁阳收起旋风斩，笑了。第49章，地图关闭，全面降临。分配完战利品，5人继续出发。这第4层和宁阳预估的差不多，并没有普通怪物，直接去杀最后的 BOSS 吧。苍蓝 LV60， 紫金级 BOSS， 攻击力3016-4824，物理防御3200，魔法防御2102，气血值100万。技能旋风斩，剑刃飞舞，强突剑。特性提升 20% 的属性抗性。介绍：雪山之王。相传苍蓝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看到这个 BOSS， 队伍里其他几人的表情都有些异样。许兰墨，咦 ，BOSS 也会旋风斩，那不是跟宁阳哥一样的技能？紫金级 BOSS 属性比之前遇到的那只巨熊还要强上一些，对于咱们队伍来说，这是个挑战。烟灰凋零也是明镜似的，我倒是觉得咱们能不能再报一本旋风斩出来？梦里水乡的关注点有些不一样。烟灰凋零继续说，2个 BOSS 报同一本 S 级技能书，你怎么不去做梦？几人争论几句，风行记忽然有些奇怪，这是怎么回事？60级紫金 BOSS， 我明明啥属性都看不出来，纵横四海兄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宁阳愣了下神，才想起来自己有神某，能看各种怪物属性，其他人不知道啊。如果我说我是查到的，你信吗？宁阳凝重地说。哦，原来是这样。风行记没有细说，几人将状态恢复满，就朝着 BOSS 走去。第2个行会出现，很快就有第3个、第4个，但在天书城，暗无天日和狂神乃是最耀眼的2颗明星，一个是后起的新贵，另一个则是老牌劲旅，双方碰撞不断。这短短几天已经发生了10几次遭遇战，这还不包括个别队伍之间的碰撞。而这一次遭遇战2个行会投入进来的玩家更是超过1000人。秋风落叶带着身旁一众高手，冷眼瞥着对面的申侯，就你们垃圾暗无天日，还想跟我叫嚣？弄死你们这些破行会，也就是随便的事。吹牛有意思。申侯不屑。狂神是不错，可天书城不是狂神一家的地盘。申侯懒得理会秋风落叶，反正今天暗无天日又没输，他也不打算再继续打了。没想到秋风落叶却忽然拦在了申侯面前，当着他的面拿出了一个东西，准备跟我们狂神来一场公平对决吧。没别的办法了，申侯你懂我得意思，咱们天书城只能剩下1个行会，所以我决定了，对你们暗无天日使用帮会挑战令。此言一出，所有人都呆滞了。你们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与此同时，行会挑战的系统提示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丁，行会狂神第1分盟对行会暗无天日发动挑战。接下来的系统铃声，宁阳都没有什么心思去关注，整个人目光呆滞，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竟然真的就来一场 PK， 也就是说，一旦在行会挑战赛里输了，对方行会参与进来的那些人会变成0级，而他们不知道的是，0级玩家就会死亡。风行记的实力肯定会参加这次的行会挑战。宁阳忽然猜测，自己最担心的是，自己最想知道的那些可能已经接近真相。看着长发飘飘的女孩，自己知道了对方的命运，宁阳要想办法将事情结果发生改变。纵横四海，你有心事？梦里水乡看出了宁阳情绪不对，宁阳摇了摇头，遮掩过去。我没事，就是地图刷的时间长了，稍微有点难受。伴随着一声嘶吼，那只人形 BOSS 被宁阳一剑斩成2截。片刻后，已经传来了惊呼，爆出来了，竟然真的有旋风斩，一样的技能书，连上面的图案都一样。梦里水乡笑得合不拢嘴，太好了，没想到真出了 S 技能。这样宁阳，你已经有了旋风斩，这一本就给我，作为补偿。接下来如果有战士系玩家使用的东西，我不再参与 RO 点。宁阳想想自己好像也不吃亏，就答应了下来。好，那就按你说的，把接下来的装备赶紧开了吧。省城，周狂在经过治疗，虽然并未复明，但高科技让他的视线恢复了一些，加上他这段时间想报复宁阳，又几乎是全待在游戏里，他本身失明的影响其实不大。哎，沈晴晴，你确定好了，真的要做？沈晴晴被齿轻咬，心里很少不服气，自然宁阳这家伙竟然敢伤害我男朋友，我绝对不能绕过他。可你怎么确定
他就一定会参加行会挑战赛？沈晴晴眉头跳动几下，冷冷说道：“我跟他交往3年，他是什么性格，我一清二楚。我可以确定，宁阳一定会参加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他杀到0级。”周狂也有些激动，游戏里报复了他，咱们再找机会现实里报复回来。狂少，你放心，宁阳绝对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也是在这时，两人说话的功夫，天空忽然暗了下来。天黑了，灯怎么没开？不应该说是天黑了，因为一眨眼的功夫，所有人发现整个氛围变成了红色的光。原本应该是巨大的太阳，世界一片光明，现在太阳成了红色，映照的世界所有的光全变成了红色。天狗食日吗？沈晴晴脸色变得苍白。周狂虽然看不见，但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压抑氛围，连忙问沈晴晴是怎么一回事。沈晴晴告诉他后，周狂的表情彻底变了。怎么回事？不会是世界末日了吧？说话的功夫，沈晴晴瞥了瞥外面，她忽然看到一只只像是远古生物一样的巨大怪物从空中、从地底、从世界各处冒了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了啊？沈晴晴彻底傻了眼。与此同时，天罚世界 BOSS 刚刚倒地。第50章暗金武器，肃清来犯之敌。这一只是人形 BOSS， 和之前遇到的 BOSS 有些不同呢。发现没？刚才 BOSS 好像一直想说话，但我们没给他机会。主要是 BOSS 偷袭杀死了陌生型美女一次，让纵横四海兄弟彻底爆炸。纵横四海是真的牛，输出太爆炸了。烟灰凋零等人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收拾战利品。咱们刷完这个地图，刚才有没有什么系统提示啥的？梦里水乡忽然想到这个问题，有些奇怪。宁阳摇头，好像没有，可能隐藏地图也各不相同吧。战利品不多，除了技能书旋风斩，还有一件黄金器，一个黄金宝箱，最后一件则是完全吸引住宁阳注意力的一把蜿蜒软剑。刷刷，剑刃抖动，发出锐鸣声响。没有人落点，那么这长剑就是我的了。宁阳虽然有一把仙气斩龙剑，因为没找铁匠鉴定属性，加上等级太低，并不能使用，所以现在宁阳主力使用的武器还只是黄金器白骨王剑，1周前的顶级武器。可是现在大家等级水涨船高，白骨王剑的攻击力有点跟不上了。风行记也笑了，原本性子冷淡的长发少女和众人刷了一个地图，性子也变得平和许多，经常愿意笑了。是的，这把长剑纵横四海你拿了吧？赶紧把属性发出来，也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宝贝。隐隐的我有一种感觉，这把长剑属性不会差。纵横四海，你快看长剑属性。众人都在催促宁阳。好，就让我看看这是把什么武器。宁阳说话的功夫扫向装备的属性，随后宁阳感觉一股冷冽寒气顺势从脚底生成，直冲脑门。我发了，绝对得发了。暗影剑，暗金器，需要等级38级，攻击力1631至2418，力量加55，体质加25，特性增加使用者10%的攻击力，特性使用者获得2%的吸血能力，特性提升使用者对冰雪元素的抗性。简介：传说中神使的佩剑，9星耀世银暗影，一剑斩断百世魂。咕嘟，成片吞口水的声音，甚至宁阳还看到了烟灰凋零之前看美女的眼神，一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得宁阳都有些发毛了。呵呵，这是想做啥？不就是一个武器，用这种眼神我好怕。烟灰凋零长叹道，等我下次爆出暗金武器还是这种小极品，我也这样说话，还不怕被人打。暗影剑攻击力高到离谱的状态不说，还有3加特性，其中最让宁阳意外的是加了吸血效果。还记得前世曾经流行过回复流，就是靠吸血装堆起吸血效果。还有一些极致玩家还弄了些回蓝装备，回蓝回血，号称不被秒杀就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和宁阳走的流派不同，但吸血毕竟是好东西，宁阳可不介意有这样的属性。宁阳的等级在连续刷了几层，已经顺利突破到38级。暗影剑正好可以使用，宁阳拿到手，连忙着手武器装备上暗影剑，正想用来试试自己这把暗影剑的实力，没想到这时许兰墨的脸色忽然变得难看了。不好了，我爸妈刚才来房间找我，说游戏里的怪物进入现实世界了。你说什么？宁阳内心翻江倒海，上一世绝对没有这么快的，但这样的场景自己经历过，那次世界人口几乎死亡超过1半，参与的人口必须进入游戏，提升实力才能生存下去。宁阳知道，所以还能忍耐内心的震撼。其他人亦全部莫名其妙，怪物进入现实，这怎么可能？咱们玩的不是游戏吗？应该只是数据啊，就是数据化的东西怎么具现到现实？所以不可能的吧？
会不会是有什么3D 打印之类的跟咱们开玩笑呢？梦里水乡和烟灰凋零并不相信这番话，宁阳心里已经乱了，不知道是不是代表着2个世界融合已经完毕。我们先下去看看，看到具体情况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说完，宁阳号召众人下线，摘下了头盔。宁阳第一时间看向了窗外，翱翔的变异异鸟，在墙体之间爬行的感染爬山虎。宁阳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到了异世界入侵的场景，哀鸿遍地。来了，不过和上一世好像还有不同。宁阳揉了揉脑门，有些没想明白。毕竟那时候2个世界已经合一，现在生活的江州早已消失，城池反而有些类似游戏里的天书城这样的城池。虽然搞不明白具体状况，不过既然来了，我刚获得暗精气，倒是可以练练手。宁阳试着召唤，下一秒果然和自己设想的一样，暗精气出现在手里，而且技能、包裹什么的全都在了。下一秒，宁阳手持暗影剑，身穿雪狼铠甲，白衣飘飘，暗影习习，便踏步走了出去。青龙，如今的小青已经能够飞行，宁阳召唤出他去对付空中的怪物，自己扛着暗影剑推开房门。嗷嗷，那些嚎叫的是变异灰狼，30级怪物。宁阳赶上前去，手起刀落，一剑斩落。给我滚吧！旋风斩能够瞬间吞没2个怪物，而且无一例外爆出了超过2000的伤害，直接秒杀。又是几只怪物扑来，宁阳双剑翻飞，轻轻松松斩杀。咦，经验竟然还涨了一点，想不到在这边杀怪也能有经验值。许兰墨家里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宁阳担心怪物也去了他家。许兰墨一个辅助职业没有攻击力，所以宁阳需要先去保护他们。咚咚，宁阳敲响房门，屋子里传来声音：“谁啊？”“是我，许叔叔，开门。”进入房间，宁阳看到3人也都是游戏里的装扮。徐远山眉头凝重，举着一长刀武器。我们早上看默默不陪我们练级，打算休息会出去看看，没想到一到商场就遇到了怪物。也是我和你沈练过级，一个战士一个弓箭手，职业搭配合理，清掉了一路上的怪物，跑回家里。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咋出现这么多怪物？宁阳你知道吗？第51章，怪物入侵世界。这个我也解释不了啊。宁阳挠头，宁阳总不能说自己有上一世的经验，要不然老2口也不会信啊。咻！一只彩翼鸟从窗户飞进来，魔法火焰朝着徐玲玲喷去。徐玲玲只是弓箭手玩家，皮薄血低，这要是被击中，现实世界不说危险，宁阳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神，你小心！宁阳脚下一滑，手里的暗影剑朝前一刺，彩翼鸟的魔法火焰被宁阳的技能 miss 掉。与此同时，幻影斩的光芒也在彩翼鸟的翅膀爆炸，再跟着带出一个连突刺，气血连调，直接将彩翼鸟秒杀。实力一般啊，这些彩翼鸟也不是什么难事嘛。在家里，因为有宁阳在，所以不是什么危险的事。可此时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就完全不一样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在不久前，我们全球遭遇异世界生物入侵。根据一些玩天罚的玩家介绍，这些生物全是天罚里的怪物，而在天罚有账号的玩家，在现实里也能用技能攻击怪物。专家们正在讨论具体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方案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建议广大玩家就近保护小区居民。等这次危机度过去后，没有进入天罚世界的居民抓紧时间去天罚世界提升自身实力。一连串的新闻播报彻底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宁阳这不是正好没有说辞，没想到新闻就给解决了。这么一来，刚才还有点担心的徐远山和徐玲玲跟着松了口气。还好，咱们在游戏里还有一些成就，我们还可以保护自己。想到这，徐远山微微皱起眉头。这样吧，我仔细观察过了，这些怪物是冲着咱们人来的，反而不会主动破坏建筑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自保有余，不如也帮帮小区里其他人。徐玲玲有些奇怪，你说帮其他人，那怎么帮啊？徐远山想了想，那我们打出去吧，多杀一点怪物，也能给其他人减轻压力。宁阳没有意见。好，那你们跟在我身后，我出去了。许兰墨的救赎天使又是辅助职业，队伍的组成除了少了一个法师，还是挺合理的。想到这，宁阳带着3人拉开房门走了出来。走廊上有很多那种变异灰狼，你们保护好自己，记住有危险喊我。宁阳说完，暗影剑飞了出去，伤害不断跳出。宁阳秒掉一个 BOSS 后，继续往前，又接连秒杀。很快，走廊里的怪物就被宁阳清理得七七八八。我去喊其他人出门，让他们跟在我们身边，这样就不会有危险了。是，让他们跟着咱们最安全。徐远山和徐玲玲2人都去喊老邻居，可宁阳意外的，那些老邻居竟然没有几个愿意跟着的。我家还没有怪物呢，
这要是跟着你们跑来跑去，反而危险，到时候出了事算谁的？你家也不安全啊！就算你说宁阳挺厉害的，可宁阳双拳难敌四手，何况他还一定能对付这些小怪物，总不能咱们一过去就陷入危机，那就完了。都不愿意来。宁阳看到这，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跟在我身边？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没攻击你们，只是人多，等人聚集在一起之后，到时候怪物先攻击的就是你们这些藏在家里的闲散人员。反正你们不来，到时候后悔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宁阳也不多做解释，说了几句，号召不来其他人，他就带着2人继续往前杀。屋子里的老邻居根本不当回事，切，还说什么待会就攻击咱们？难道不知道我运势强，不会碰到这种事的？他们既然来了，就不会让我们出现这种事的。可当他们才一关门，啪！忽然，天上的彩翼鸟锁定目标，朝着他们家里冲来，玻璃应声破碎。有几个跑得慢的，竟然直接就受了伤。哎呦！运气差的，甚至当场就没了。于是，一窝蜂的人跑了出来。哎呦，怎么回事啊？这些怪物怎么攻击我了？我这也太倒霉了吧！刚换的玻璃，花了我50块呢，没了。我手割伤了，谁有止血带？刚才回去的老邻居疯了一样。徐远山撇撇嘴，看着那些跑回来的人群，哟，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说不来，怎么现在又跑过来了？老邻居连忙道：不行了，那些东西好凶残，一下子就受伤了。徐远山，你说跟你们在一起，宁阳会保护咱们是吧？那我们跟着了，哪怕他们再不觉得宁阳能对付这些怪物，可现在的宁阳就是唯一，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绝对不会放。于是，在所有人面前，白色铠甲的宁阳暗影剑挥出，轰轰轰，瞬时间好几只怪物就被扫出去，当场秒杀。这也太厉害了吧！宁阳这是什么时候学的武功？这不是武功啊，我刚才看了新闻，好像是什么游戏对吧？玩游戏能这么厉害？那这次度过危机我也要玩游戏。宁阳所住的是老旧小区，小区里老人最多。看到这一幕，宁阳也不废话，他们之前对宁阳的不信任，现在倒是很快就变成了惊叹。一次次攻击就换来了一只只怪物的尸体。很快，宁阳一个人加上有许兰墨的配合，就将小区里清理干净。远处倒是还能看到一些怪物，但是小区周围没有了。宁阳的等级也又飙升1级，已经有39级。许兰墨也成功突破30级，可以去2转了。徐远山跟徐玲玲因为不经常玩，也有25级，解决掉了这些怪物。可远处还有怪物，宁阳哥，咱们怎么办啊？许兰墨上来了，你保护小区，我出去清理怪物。宁阳很快有了主意，许兰墨没有意见。与此同时，省城周家也是一片热闹景象。这么多怪物，我倒是觉得这是上天送给我报仇的机会。第52章苍蓝。乌压压的各色怪兽，彩翼鸟、血灵鸟、火凤，各式怪物，乱飞的魔法技能。几只地上奔跑的流浪狗被叼上天空，撕咬残肢断臂。宁阳看到一个17、18岁的妙龄少女被变异秃鹫叼上天空，更多的秃鹫飞来，刹那便被争夺完毕，空中弥漫着血雾，浓郁的血腥气袭来，宁阳只觉闻之欲呕。不止一人，宁阳看到短短时间已经有男女老少无数的人被吞噬。宁阳看到一只火凤喷吐火焰，眼看着就要吞噬地下一位穿着白大衣的医生。旋风斩，给我滚！宁阳按引剑爆开无数剑刃，一击秒杀。旋风斩还能攻击身旁的怪物，产生类似箭射的效果。另外一只血翼鸟也被打成残血，宁阳补上一击，将怪物击杀，顺手将掉落的金币等物品揽入怀里。啊，谢谢你，小兄弟，你好厉害！医生是个老医生，经历了惊慌失措后，很快就稳定心神，知道是宁阳救了自己，连忙道谢。保重！宁阳没有多言。小兄弟，你是怎么做到杀这些怪兽如同杀狗？去玩游戏，天罚，那里面能提升自己，只有变得足够强才有保命的手段。不管医生是不是听明白，宁阳都选择告辞。在街上，宁阳看到了太多死亡，也见识了无数只怪物撕咬尸体，伴随着哀嚎声，江州如同恶魔地狱存在的世界。他在大街上不断厮杀，见到怪物杀了个干净，因为每一只爪下都有可能沾染鲜血。轰轰！那一刻，宁阳忽然望向前方，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响起来了？如同沉闷的雷声，又像是地底深处迸发的极致鼓响，一瞬间能让人感觉头皮发麻。宁阳也是在这时，目光如炬，死死盯着前方。什么？宁阳睁眸，刹那看到一人影悄然靠近，那是英俊少年郎，脚踩寒风，傲立半空之中，手提一杆长枪，整个人气度不凡，
也让人觉得寒气逼人。看到此人的出现，宁阳目光呆滞，怎么回事？你怎么还活着？宁阳挤出这个名字，苍兰。在那边的世界明明被自己杀死过的 BOSS，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现实世界？哪怕是以前，宁阳可以确定也从未出现过已经死亡的 BOSS 在融合世界还出现的情况。如果有，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你没死。苍兰穷尽的秀发显示着他内心多么的霸道和不屑。没死，这不是很正常吗？真以为区区你们几个冒险者就那能对我如何？宁阳也笑了，确实，之前我们杀了，还真没那么容易。这个我承认。苍兰更不屑，你那几个帮手不在，所以今天我必然要让你知道自己在跟谁对话。噔噔，苍兰连退数步，随后整个人如同炮弹朝着宁阳射来，那长枪宛成一吞天灭地的光芒，朝着宁阳压来。呼！能感觉到长枪和空气摩擦的声音。宁阳连忙速退，此刻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强，这威力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抵挡。宁阳继续说，知道我的厉害了，可那是以前，我抵挡不住你的攻击。宁阳抬起暗影剑，表情写满无奈。可是现在，我有了一把暗金武器，也就有了赢你的本钱。现在就你见识见识吧。话一落下，宁阳武器挥出，副手的白骨王剑打了100多宝石，依旧能发挥属性作用。两手武器威力十足，如砍瓜切菜一般，就将苍兰的这一枪撞击在一起。当当，双方气血速掉。但毫无疑问，苍兰本是积蓄一击，但是却被宁阳轻描淡写的挡住，本身就是很恐怖的事。哟，想不到你真提升了自己。苍兰微笑，他和宁阳交过手，之前的组队刷 BOSS， 宁阳是绝对的主力。他无数次的攻击就是被宁阳挡下了的，才没能造成团灭。对宁阳，苍兰有着怨念般的记忆。可我重新复活，实力更有提升，也不是你之前击杀的那个我了。苍兰仰头大笑，随后目光逼视宁阳，手里的长枪一抖，刹那间生出一抹火焰出来。火焰枪，这是我最近学会的绝学，告诉你，比我之前的一击威力强了何止数倍。苍兰看宁阳，如同看一个死人，感觉他自己下一刻那火焰枪打出去后，就能让宁阳吃不了兜着走。可也是在这时，让苍兰意外的事出现，原本还在抵挡攻击的宁阳，竟然在看到火焰枪之后，反而放开了防御，就好像丝毫不在乎一样。苍兰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那一击也是落下了。噗嗤，火焰似乎刺入了什么东西，明明威力不错，可是跳出来的伤害数字却让两人彻底懵逼。-1，并不是 miss 掉攻击，没有伤害，那一击有一点强制伤害，所以苍兰可以看得出来，宁阳这次攻击竟然是没有破防。这是个啥情况？没有人能回答。可要是对宁阳了解的就会知道，他获得过火焰结界，所以带火焰灼烧的火焰枪反而没有任何伤害了。不破防，我这一击足足可以秒杀同等级玩家，这不可能。苍兰一个堂堂 BOSS， 现在竟然有点愣住了。是，你这修行在我看来就是个笑话。宁阳也不废话，踏上前去。所以在我看来，你既然今天再次出现，那就是老天给了我个机会，让我拿住你，再打听清楚到底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你一个炼狱深处复活的人，还能爬到现实世界？说完，宁阳脚下一滑，手中的长剑爆发出来，砰砰砰，-1211，-1052，伤害数字连片冒出，让所有人心内跟着震惊无比。哈哈，我真看到了，原来也不过如此。你复活后也只是个靶子罢了。宁阳的话竟然让苍兰有一种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但是现在自己复活好像是个错误。第53章吞噬暗金 BOSS。 不可能，复活后我的实力更强，你一个冒险者胜不过我。宁阳接下来的行动让苍兰彻底崩溃。宁阳火力全开，顺带着将黄金级 BOSS 白骨僵尸王召唤出来，在一旁牵制。蝼蚁，我感受到纯正的黑暗力量，你帮我制服这个人，让我吞了，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宁阳有青龙助阵，也只是突然想到了白骨僵尸王，没想到这一位竟然还想吞掉苍兰，这可是比他品级还要高的 BOSS。 是你竟然也出来了！苍兰看到白骨僵尸王显得很惊讶，可当宁阳二人还想继续询问一点的时候，苍兰并不理会。一起上！有白骨僵尸王这个生力军加入，宁阳已经能够压得苍兰打。最后一剑带出，作为 BOSS 级别怪物的苍兰被宁阳杀的只剩下一丝血。我来！白骨僵尸王大嘴张开，将苍兰吞掉了。苍兰最后丢了一句话在空中飘荡：我可以告诉你自己的身份，你也能知道更多内幕。喽！白骨僵尸王打了个饱嗝，喷出的气体都让宁阳觉得血腥味十足。我要消磨苍兰的力量，
所以暂时帮不了你了。白骨僵尸王难得的解释一句，就让宁阳将他收了回去。宁阳对白骨僵尸王消化了这些力量后，能升级多少？实力提升多少？还是挺好奇的。小青，我们走，继续消灭这些入侵的怪物。宁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消灭这些全部入侵的怪物，能不能守住江州。可他作为一个玩家，宁阳希望能做到自己的坚守。与此同时，在全球各处，一个个高手玩家走出小区，走出居住的地方，应付起攻入城池的怪物。先进的武器也拉了出来，也能造成杀伤，不过不知道怎么换算的，跟玩家造成的杀伤力没法比。一场哄闹无比的两世界融合，宁阳才发现可以算是怪物入侵。在一开始的躁动之后，现代社会组织力量反抗，终于度过了第一次危机。夜晚是在悄无声息的来临的，而这一个夜晚，虽然那些怪物没有全部杀掉，但是在安稳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游戏的头盔卖脱销了。新闻说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游戏的怪物投入现实的情况出现。咱们想要活下去，不可能每次都寄希望别人来救命，咱们要自己进入天罚世界。我也是这么想的，进入游戏练级，至少要让自己以后有个自保能力。我觉得这就像是咱们以前要练功保护自己，现在刷级也是一样。几乎是同一时间，全世界涌入大量玩家进入天罚。如果说以前同时在线人数是1个亿，那么现在最少达到了3个亿。当然，真实数字远远不止如此。宁阳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选择进入了游戏。小伙子，你的成长速度让我很满意。睁开眼的时候，宁阳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之前来过的复活大厅，那个见过几次的老头也在。前辈，你上次说什么我是被选中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还有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阻止2个世界继续融合下去？宁阳压根没等到答案，老头手一挥，宁阳后面就听到呼呼风声，连问完的话都没等到答案，直接就被丢出去了。继续加油，这个世界看你的了。唰，一道光芒闪过，宁阳出现在游戏里。他之前下线之前就回到了主城，如今和他一起的还有当时去刷隐藏地图的队友们。烟灰凋零是个话痨，说话的语速很快。纵横四海兄弟，你可算又上来了，我们都在这等你呢。梦里水乡点了点头，似乎非常赞成宁阳的话。一旁是长发翻飞的风行记，紧锁的眉头还未舒展。烟灰凋零看到这情况，连忙解释说，风行记说他们城市也有怪物，所以一上来就问了咱们纵横四海兄弟，你那怎么样啊？也有。宁阳张罗手里的暗影剑，而且很奇怪，被我们杀死的苍兰还复活了，被我一剑给砍了，苍兰还活了。烟灰凋零有些奇怪，宁阳确实不知道怎么解释这茬活着。关于这次2个世界竟然突然融合，出现怪物攻城的事，梦里水乡这时候悠悠来了句，会不会是这场游戏本身就有阴谋？阴谋论看多了吧？宁阳也没有继续下去这个话题，反正以后慢慢的相关部门是会做解释的，自己不是专业的，就不浪费这个口舌了。想要解决现实世界的危机，咱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练级，抓紧提升自己的实力。风行记轻笑，所以咱们也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练级吧。风行记，你有时间练级吗？不是今天凌晨就要打星会战了，你不参加吗？烟灰凋零一直挺关注风行记的，一想起点东西就连忙说了出来。宁阳摸了摸脑门，还有这档子事，我倒是没注意。烟灰凋零想起来，对了，宁阳你跟暗无天日的关系不错，你不会要帮暗无天日吧？那你跟风行记之间会有一场堂堂正正的较量。宁阳颔首，若有所思。行会挑战，参加的人输了会掉到0级，也就意味着是必死之局。风行记听到烟灰凋零说的话，也好奇地盯着宁阳的方向，似乎想看看宁阳是不是答应。暂时我这没什么消息。宁阳想阻拦风行记参加，倒是风行记你明明不需要狂神这个行会，我觉得没必要参与到他们的事来。纵横四海，你劝我。风行记希冀地看向宁阳。宁阳愣了下，然后无奈地耸耸肩，我不敢，算了，这种事暂时也没个头绪，还是先去练级吧。外面世界的怪物才是实打实的危险，还没清理干净啊。咱们抓紧时间升级，到时候也好清理危险。纵横四海说的对，咱们这些人现在全有了活干，还是别怪行会挑战的事，抓紧时间练级。第54章行会挑战赛。宁阳刷了会籍，有了动力，刷级的速度也变快了。宁阳的等级在现实世界升了1级，加上现在进来吃的一些经验，已经顺利突破到40级。40级了，也确实要出一点特别有意思的玩法吧。宁阳很快想到，这次的行会挑战赛其实也是游戏系统所做的一次调息，算是增加一些可玩性。宁阳兄弟，就在宁阳准备下线休息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纵横四海哥，你知道我找你来的目的吧？
是申侯，技术不算顶级，但是头脑特别不错，暗无天日稳稳的副盟主。申侯这番话说完，宁阳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次还是给钱，你看这事。宁阳想到风行记，皱起眉头。自己如果不答应，对面一有风行记，那么自己跟暗无天日这边的合作，大概率在这次之后就结束了。倒不是钱的事，是要再找一个能听自己的也不容易。而且风行记说不定还会出现个意外什么的。行，你们掏10万吧，我就帮助参战。我们商量过了，让你和陌生型美女一起来帮忙，他的辅助团战特别实用。申侯连忙道：他这边我们也补贴10万。一口气，浩然正气竟然愿意拿出20万来，宁阳也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申侯抿着嘴角，那我现在拉你们进行会，今天凌晨就要开始战斗了。行吧。宁阳看看还有2小时，打算进了行会就下线休息会，等开战的时候再过来。他这一天不知道刷了多少怪物，有点累了。宁阳跟许兰墨提了一嘴，两人进入行会。丁，恭喜玩家陌生型进入行会暗无天日。丁，恭喜玩家纵横四海今年入行会暗无天日。一连2个系统铃声，原本因为挑战赛而有些迷顿的暗无天日玩家沸腾了。是纵横四海，他的实力很厉害啊，之前还帮咱们打了暗金 BOSS， 单挑赢了梦里水乡。有这样的高手加入，咱们的胜算就多了一些。有那么夸张？对方可是狂神啊！这次各个行会投入500玩家，个人就算再强，在团战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吧？不可能说一个纵横四海就让咱们获胜。眼看着他们议论起来，有认为宁阳作用大的，自然也有唱反调的。这些讨论的话，宁阳都不放在心里，打了个招呼就下线。等闹钟响起，只有10分钟的时间，宁阳喝了杯水，解决了个人卫生问题，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进入游戏。我来的还挺早。宁阳看看自己还在练级地，顺便刷了几只怪物。许兰墨也上线了，跟在宁阳身边。宁阳哥，晚上睡觉外面还有怪物的嘶吼声呢，没影响你睡觉吧？宁阳摇摇头，表示没什么问题。以后不会一直这样吧？那我们的圣火节奏就全部被打乱了。许兰墨的话，宁阳给不出什么答案，只是爱怜的摸了摸他的长发。准备好吧，挑战赛快开始了。丁，系统提示，行会战即将开始，您已经被选入行会战名单，是否现在选择进入？因为正好提醒过来，宁阳也是同一时间点击进入。簌簌，冷风吹着树梢，宁阳一阵头晕目眩，就进入了地图。这才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图是系统游戏里随机的一张战斗地图。雷云塔，啧，看来咱们的运气不错。宁阳解释了句，雷云塔的面积不大，两边共500，一共就是1000人。1000人挤进来，想要弄个什么技能啥的，肯定不可能。哟，我这运气是真差，随机传送进来的位置也不怎么样嘛。雷云塔就在最中央，攀登雷云塔的是一前一后的台阶。两方的玩家虽然随机刷进地图，不过在未开战的时候，中间隔着一层结界，完全杜绝偷袭的可能。宁阳也是在这时候才知道，许兰墨原来和自己不远。这丫头个性不爱说话，只是朝着宁阳招手。宁阳哥，咱们怎么办？现在就上吗？还是待会我就帮你加血？原本想着去帮许兰墨将旧职搞定，没想到又急着打行会挑战赛，所以宁阳也只能这么过来。我不用加血，你就是负责给我补充堕落天使的祝福。好，哥我明白了。因为许兰墨皮薄肉脆，宁阳特别担心他会被偷袭，所以让待会一旦开战，许兰墨就跟着自己。与之同时，宁阳也是才知道，申侯、浩然正气全部进入了挑战赛。至于之前一直跟浩然正气的女人，过年则没了踪影。宁阳，你到了，待会的战斗要不你来指挥？宁阳一直以来都是独行侠，自然不可能指导性会战，朝着申侯挥了挥手，你们自己来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说就行了。很快，浩然正气也过来，跟着宁阳一起商量战术问题。待会咱们一开战就兵分3路，其中300人主力就在咱们的奋斗之下，直接去冲雷云塔。雷云塔是制高点，这个地图里只要拿到雷云塔，就意味着占据绝对优势。浩然正气继续说道，所以我打算让战士玩家在我和纵横四海的带动下，咱们去抢雷云塔。其次一支做后备力量，随时准备驰援。猴子你带着刺客和弓箭手兄弟去偷袭，带上100人，一旦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宁阳对这些布置没有什么意见。好，那就这样说定了，大家依计行事。也就是说话的功夫，系统的读秒开始。3、2、1，随着最后一个数字消失，横隔在2个行会中间的透明结界也随之消散。宁阳眉头皱起，几乎是瞬间
就跟浩然正气一起带着人往前冲去。先抢雷云塔，拿下来咱们就赢了。许兰墨紧紧跟着，哪怕等级不高，他也要护住宁阳。此时的宁阳则在不断提速。第55章，宁阳这孩子能教。对面是狂神，那个杀了自己几千次，每一次疼痛都镶嵌肉里的狂神。哪怕自己没有和暗无天日合作，宁阳也不可能让狂神好过。也就是在这时，跟在宁阳身后的浩然正气有些忍不住：纵横四海，你慢一点，这样冲出去你就脱离队伍，会先被狂神玩家淹没的。宁阳指着后方的许兰墨，照顾好他，我先去冲阵。毕竟是10大行会，暗无天日就算提前发展，也不可能就此进入10大行会。哪怕这次对决的只是狂神第1分行会。咦，冲在最前面的那几位不是狂神主行会的，好像是叫什么雪梅。雪梅号称狂神第1盾旗，虽然是女生，却堪比男儿郎。雪梅领衔的7骑士也是当初狂神锋线牢不可破的防御线。曾经宁阳身为榜单强者，还被他们逼退过。这7人绝对是狂神行会雷打不动的主力团长。宁阳没想到他们也会被请到第1分行会来打这一场挑战赛。宁阳还看到在人群里有几个熟面孔，应该也是从狂神行会来的主力。如果只是狂神第1行会，暗无天日靠着提前吸纳的天书城高手，或许还有一战的机会。可当狂神主力也到，宁阳觉得暗无天日的机会就很少了。风行记，宁阳也看到了人群中的风行记。这位长发美女在看到宁阳后，嘴角微微抽动一下。风行记朝着宁阳嫣然一笑，随后手一招，她的身影开始在空中消散。宁阳知道风行记的那一笑是向自己打招呼，而在进入前行状态，风行记的实力下一次露面就将会有人员减伤。雷云塔是座7层塔，塔顶有一镇守的50级暗金 BOSS。 想要挑战赛获得胜利，要么击杀掉对方所有人，要么就是击杀掉 BOSS。 而上塔的路径就必须经过第2楼，所以守住1楼的入口那是必然的。这也就导致雷云塔是必抢。暗无天日这边确定玩家实力跟狂神有差距，浩然正气就决定去守住雷云塔，再寻找机会击杀 BOSS。 宁阳冲到雷云塔前，然后就这么越过，将雷云塔留给浩然正气等人去抢夺。轰隆，宁阳就像炮弹一样扎入人群，那是狂神的锋线，战士系玩家的天堂，以及雪梅为首的7骑士。面对未来会成为狂神最坚固防线的7骑士，宁阳直接一剑递出：幻影斩，给我让开！再往后才是输出点。狂神组织了300人的法师弓箭手阵容，一旦进入攻击距离，对暗无天日来说绝对是重大打击。宁阳要如锋利的剑狠狠刺进去，给我拦住他！雪梅盯着宁阳挥手说话，雪梅7人顿时连成一排，阻拦宁阳的去路。宁阳看到雪梅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了什么奇遇，竟然已经有了盾牌装备，横盾挡在自己面前。当，宁阳幻影斩的技能效果被盾牌挡了个干净，由于格挡成功，掉血也不明显，至少是不可能一击秒掉雪梅。哟，打掉了我1/4的气血，伤害挺高的呀。雪梅刚想提醒其他人闪避开，不要跟宁阳硬碰硬，没想到宁阳就已经出手。砰！这一次宁阳的连突刺斩在了雪梅身旁一个玩家身上，巨大的力道将对方打得倒飞出去。加血，快加血！雪梅看到自己的同伴一瞬间就掉了1半气血，吓得俏脸煞白。暗影剑上一道血色光芒生成，随着宁阳猛然滑落，天空中的血色光芒猛然爆炸在被打飞的玩家身上，血色月亮吞噬。看到这一幕，宁阳吃了一惊。负743，他的防御不错，可在宁阳的 SSS 天赋之下，防御力其实还是跟纸糊的一样。7骑士死掉其一。雪梅的表情惊讶地看着宁阳，一张脸纠结成了一字。怎么可能？老三防御不比我差多少，你一轮技能竟然灭了他！宁阳冷笑：你继续待在这，待会我就灭了你们所有人，留下他，开火，给老三报仇！战斗界面双方的人数对比已经成了500比499，死亡一次，玩家就会被传送出地图。因为宁阳是突入了狂神队伍，对方的法师和弓箭手等远程攻击是能打到的。与此同时，刷几道治疗光芒落下，先前雪梅被打掉的气血也已经被拉了回来。雪梅手一挥动，冷斥道：法师急火纵横四海，弓箭手用减速剑，我就不信他一个玩家还敢突入我们的大本营。随后漫天的火焰和冰箭树纷纷落下，弓箭手也打出带有麻痹效果的减速剑。宁阳的气血嗖嗖往下掉，最可怕的还是他们用的技能大多带控制效果，宁阳的速度变慢，操作也就跟着变形，原本应该能躲过的技能一一吃了下来。
气血掉得越发快了。道体，给我将气血恢复起来。宁阳灌下一个血瓶，同时 SSS 级天赋道体发动，拥有10个天赋技能。这就是宁阳赶一个人突入进来的原因。六道剑阵，宁阳念动晦涩咒语。六道剑阵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攻击技能，威力很强，但是唯一的弱点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引导时间。宁阳和他们对话的时候，已经将技能引导完毕。随着众人的法术技能落下之时，宁阳自己也打出了攻击。刷刷，剑阵笼罩住了超过50位玩家。六道剑阵因为有 SSS 级天赋超级强化，原本其他人学习技能威力不会最强，而需要一点点练习熟练度提升实力，所以宁阳的六道剑阵一上来就是最强的觉醒化状态，威力看起来不比导师打出来的差。这就导致了一般人就算群体攻击再牛，攻击范围可能也就几个人10个人。宁阳的六道剑阵直接笼罩了超过50位，一瞬间剑威连续降落，砰砰砰，负210，负156，负249，一连串的伤害足足1000道剑刃。50个玩家血条一降再降，看得人胆颤心惊。加血，快加血！我去，这是什么伤害？这还是玩家吗？哪有这样的技能？第56章，浩然正气没了，这是技能还是啥？没完没了的吗？加血，牧师干什么呢？加血啊！咆哮声连成一片。谁会想到，一个玩家好像也不是什么成名高手，怎么就这么牛逼？一个六道剑阵直接将这50人的气血压到1半以下。幻影斩，去死吧！宁阳的技能落在了雪梅率领的骑士身上，伤害爆发，直接跳出了超高伤害，负1682。除了致命一击，那就没办法，血量直接见底，连牧师都没拉回来。498，宁阳已经杀了第2人，收割的脚步并未停下。宁阳继续出手，连突刺加旋风斩的技能组合，再次秒杀1人。7骑士剩下了4人，而这6个人都是雪梅带来的，直接折损过半。雪梅大怒，我要杀了你！宁阳，我一定杀了你！雪梅自己盾牌一横，左手的长剑刺来，噗嗤！宁阳气血再掉，刚被道体拉上来，又用暗影剑的吸血效果，在六道剑阵的攻击下吸回来的气血又掉下来了一截。道体继续发动，保证宁阳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硬顶着伤害的宁阳再次爆发出攻击，终于取出了双剑的宁阳直接旋风般斩落攻击。小青也被放了出来，在宁阳再次斩杀2人的同时，也将最后一位骑士击杀。7骑士只剩下了一个雪梅，宁阳还想杀他，可惜对方防御高，宁阳短时间内一个六道剑阵就抽空了蓝条，确实不太可能再释放出一个剑阵来拉上气血。宁阳看自己暂时不能突破进去，只能暂时选择退开。休想跑！一连串的法术和技能纷纷落下，技能减速确实麻烦，宁阳都被限制住了。轰！小青喷吐出火焰，抵挡掉部分攻击而来的技能。宁阳连续滑动，这才跑出技能范围。刷刷！许兰墨的治疗到了，他惊讶地看向宁阳。宁阳哥，你说你也是的，为什么不等我一起？对方可是有500玩家，你要是一个不注意，气血就被打空了。宁阳挠了挠头，在小丫头脑袋上摸了摸。没什么吧，反正杀了对面的几个人，我又不亏。许兰墨这丫头确实有点着急了，她看到宁阳和对方交战，几乎是不管不顾就往宁阳所在的方向跑。我去，你这姑娘真的是太猛了吧！你是牧师，应该躲在队伍最后知道吗？现在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浩然正气气喘吁吁，他一个战士追上来都有点累，可见许兰墨跑得多快。你怎么也来了？许兰墨有些奇怪，你又没有我宁阳哥那么厉害，你过来不怕被对方集火，根本扛不住伤害。浩然正气明明是来保护许兰墨这个辅助职业的，没想到却被对方给鄙视了，半天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默默，你别这么乱说话。宁阳都郁闷了，毕竟拿了人家20万，现在许兰墨还鄙视人家，这样对雇主好像不太礼貌吧？哎，其实我啊，不在乎说什么的。我刚才不是答应了纵横四海兄弟会照顾你的安全？浩然正气敲着肩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既然答应了，那我就一定要做好。浩然正气看了眼身后，暗无天日的玩家已经来了，就在守着雷云塔。空中一道银光忽然划过，宁阳有神谋，他隐约看到一个人在准备攻击许兰墨。也是在这时，宁阳忽然想起来自己一直好像忽视了一个人，一个刺客玩家，自己和他组过队，刷过地图，是知道他这个刺客玩家的前行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所以他前行了。宁阳自己都有点忘记了，可是现在宁阳发觉自己这是一个大漏洞，因为对方也和许兰墨组过队，也知道这位等级不高的辅助牧师
对这次战斗的影响有多大。风行记的身影在空中出现，作为一个潜行在黑暗中的刺客，嗜血是他的本能，对战局的把控更是高之又高。咚咚，宁阳第一次知道和一个厉害的刺客为敌有多恐怖。风行记的匕首很近，近到哪怕是宁阳，反应力竟然有点来不及。他就站在许兰墨身边，几乎贴住了他的身体。我说了，我要保护许兰墨，几乎是没有拒绝的。浩然正气用身体挡在了许兰墨身前，技能落下，浩然正气的身体顿住，竟然一下都没有操作的机会。凿击加踢骨，技能伤害数字一连串爆发，一个二转满血战士在风行技的爆发之下，直接就给秒了。我总气血可接近5000啊！浩然正气看向自己胸口的血洞，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幕，疯狂也伴随着一点点的难以置信。浩然正气甚至连交代的机会都没有。也是在这时，宁阳来到，旋风斩劈出 ，miss， 风行技早就躲避掉攻击。浩然正气可是暗无天日的老大，而且也是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宁阳怎么都没想到，这一位死了后，竟然连个交代都没有，只诧异自己怎么被一套秒了。唉，出了地图就不能跟战斗中的人发消息，这也是为了行会挑战赛不被外界干扰结果。会长，盟主，所有暗无天日的玩家都惊呆了，甚至还有点想哭。申侯强打精神，咬牙道：“别废话了，今天既然到了这，咱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赢这一场仗。老大虽然没了，但人数上他们死了6个人，我们还是占据优势。”申侯深吸口气，所以我什么都不说的话，我想你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赢下来，必须保住行会。输了，我们不考虑这个。所以接下来，我们代替盟主，一定赢下这场仗。在所有人停顿的时候，申侯继续道：“接下来听我的，听纵横四海的，我们一定会赢。”宁阳愣住了，没想到申侯竟然打算让自己来主导战斗。好，那大家接下来努力，我一定会击败狂神，保住暗无天日，这是我的承诺。第57章，血战正酣。宁阳的脑门好像写了字，一个大大的斗字，或者要说是天命之子。明明不应该是自己的工作，明明有个浩然正气可以指挥，可他这位堂堂盟主竟然成为了暗无天日第一个阵亡的玩家，身先士卒，可歌可泣。当然，盟主的死也彻底激发了暗无天日众人的仇恨值。可恶的狂神竟然杀了咱们盟主，今天不报此仇，我是不为人。我也不当人了，狂神的玩家必须死在我手里，一个个的砍掉。狂神还敢从外城喊人，我们天书城的玩家就让他们看看，就算从外面喊来高手，咱们一样能赢。暗无天日众人战意盎然，宁阳和申侯布置好战术，所有人行动起来。也是在这时，宁阳踏步而行。刺客玩家注意隐蔽安全，这场战斗咱们暗无天日的输赢就靠你们了。暗无天日的职业组成不像狂神以战法攻的组合为主，暗无天日比较均衡，而且还有100位刺客玩家。按照宁阳的意思，到时候这些人会成为骑兵。双方在宁阳一口气斩杀了6个骑士玩家，现在没有人再选择单独刺入对方阵营，而是选择将战场拉到了雷云塔外。两军阵前，宁阳对面，雪梅恨得牙痒痒。可恶的家伙，就是你，是你害了我几个兄弟，今天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宁阳懒得理会，直接扣了扣鼻子。那你加油，要不然你不能赢我的话，我会很伤心的。雪梅发现自己这一番话又没有赢什么，反而憋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打嘴仗没意思，开始吧。挑战赛不限制时间，所以出现过一直拖了几天几夜，最后有人受不了就只能认输的情况。双方剑拔弩张，随着一声令下，轰隆隆的冲刺出来。宁阳看到了法师阵营中的斗鬼神，这位狂神第1分行会的盟主坐镇中央，将会形成最恐怖的输出带。随着一声令下，双方冲刺。宁阳身旁一些认出了他的战士玩家跟着一起落下攻击，轰碎狂神的防线。战斗直接就进入白热化状态，一接触就有玩家成片倒下。这是血与血碰撞的热度，也是用生命填壑的高墙。而在人群中，宁阳屹立不倒，技能成片落下，收割着锋线上的玩家。纵横四海，休想逃！雪梅要报仇，一块盾牌挡在宁阳身前。轰隆，如山震战。雪梅大吼着，她的长剑氤氲光泽，吼道：“烈火斩！”爆发的是烈焰环绕的长剑，技能附带烈焰，技能伤害就会更高。宁阳被逼退，怕我了吧？哈，这可是我的压箱底技能，拿出来打垮你！纵横四海，今天我就要杀了你！雪梅的声音嚣张。宁阳顿足，整个人连续退了2步，避开技能的同时，宁阳不退反进，将剑刃斩入雪梅身体。负537，伤害极高，以雪梅的防御都扛不住。
宁阳这还是第一步，接下来技能发动，刷刷，连续扛了伤害，雪梅的气血还有一丝，竟然还有心思嘲笑，哈哈，就你这点输出，真以为能杀掉我？告诉你，让你的罢了。雪梅挺自信，她后方有高手，还有牧师，自己只需要扛住伤害就行，压根不相信会有人能单杀自己。呵呵，你们暗无天日的打不掉我，那我就会一直守在锋线，你们就要用命来填。刺客玩家上！宁阳忽然说道。雪梅愣住了，她忽然想起，好像之前有不少刺客玩家进入前行状态。宁阳这一套技能确实没能秒杀掉自己，但如果加上一个刺客的连招，雪梅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一个凿击就将他眩晕。宁阳点了点头，血月斩带动光泽，最后将对方强杀。哟，我还以为能有多么厉害呢，感情实力也就如此了。宁阳丢了句冷嘲，又觉得自己这嘲讽好像不够力道，所以转身朝着那边几人比了个中指。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就是牛，所以我要将你们狂神的人一个个全杀掉，灭了他！太嚣张了！秋风落叶藏在人群，冲着大家大吼道。法师和弓箭手的攻击也再一次氤氲技能，直接落下攻击。也是在这时，狂神的远程玩家队伍忽然冒出了刺客玩家，技能倾泻而下，等的就是你们！风行记也带着刺客出现，他们的目标竟然是隐藏的暗无天日玩家。啊！惨叫！有被杀的狂神玩家，也有暗无天日的刺客。刚一交手，双方在战斗界面的人数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67比341。可以确定的是，这次交手，暗无天日是吃了亏的。纵横四海兄弟，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打不过那边，要输的。似乎是有默契一样，一轮冲击后，双方都没有着急再发动攻击，所以申猴跑过来，连忙询问宁阳具体情况。是的，我可以确定，咱们继续这么下去，肯定会输给狂神。不愧是10大行会之一，玩家的实力真强。从等级到装备，咱们不占据优势。宁阳分析一番，继续说道。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弥补自己的弱势，利用咱们自己的优势。我们有优势？申猴有些没反应过来。剩下的玩家主要是战士和刺客，咱们远程脆皮几乎损耗殆尽，咱们就利用这个机动性去撕裂狂神的阵营，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宁阳的说法，申猴还是持保留意见。如果真这时候过去，只怕咱们可能会有危机，但冲击他们的阵线是咱们唯一的机会。宁阳答应下来。申猴想了想，只能点头答应下来。宁阳点齐战士玩家，留下申猴等刺客保护远程。宁阳哥，你过去的时候注意安全。许兰墨知道自己要是再跟上，没有在一个浩然正气保护自己，他会成为累赘。所以许兰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保护好自己。宁阳提醒了句，如果一旦有危险，祝福加到自己身上，说不定就是加速度的，保命没问题。第58章杀风行迹。狂神，不愧是狂神，暗无天日的基础太差了，哪怕占据了发展的优势，依旧没能打过狂神。宁阳选择冲锋，也是破釜沉舟，带着100多号战士一去不回。杀！宁阳舞剑，剑出踏遍凌霄，剑落湿血成河，剑起零落萧肃，剑下白骨王座。冲锋！战士系玩家攻防俱备，也唯有战士能冲锋。未来补充坐骑系统后，战士算是补充了机动性，冲锋起来的威力更足。宁阳带着战士玩家冲锋过去，一眨眼的功夫就冲到了狂神玩家阵营。幻影斩！成片的伤害跳出，宁阳看向这一轮冲锋下来，身边就倒下不少玩家，可眼前却是黑压压人群。狂神的玩家虽然损伤惨重，可毕竟总人数更多，他们也留了不少暗无天日的玩家下来，在线人数不断减少。继续！宁阳低喝一声，暗影剑继续出手，砰砰，一路冲杀。等到宁阳只剩下一人的时候，身边的战士系玩家损耗殆尽，地图里总人数已经跌下一半。宁阳和余下的172人汇合，狂神也只剩下200人，人数差距小了，接下来会是一场硬仗。宁阳想回来，狂神那些人也拦不住。申猴也过来了，带着其他玩家准备继续冲杀。斗鬼神大笑，纵横四海你输了，你一个人不可能力挽狂澜。行会挑战赛的玩家输了后就会掉回0级。斗鬼神已经能看到胜利的曙光，暗无天日的这500精英毁掉，那么就彻底退出了天书城第1行会的争夺。上吧，狂神的兄弟们，咱们一起上，让暗无天日的知道咱们必胜。随手一招，下一刻狂神声势浩大，众人冲刺而出。人群里那个躲藏在黑暗中的杀手出现，风行技一脚踢在暗无天日一个法师身上，与之同时技能组合落下，
直接秒杀。风行记还是哪个幽灵，每出现一次就能带走一个暗无天日的玩家。这个风行记必须杀掉，等级第一实在太强了，咱们暗无天日的玩家根本挡不住。是啊，想想什么办法，看能不能做掉这个风行记。宁阳一回到玩家群体，就听到大家都在议论风行记的事。看他们要对付风行记，宁阳有些踌躇。风行记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好了，包括其他人，我也会想办法。你们保护好自己。说完，宁阳走了出去。许兰墨跟上，宁阳哥，我想一起出来，这样就能帮你了。也行，帮我加个技能，我让小青保护你。宁阳将青龙宠物放出，他带着许兰墨给加的移速，直接朝着人群冲去。狂神的玩家兴奋了，哟，这个纵横四海又搞什么呢？一个人冲出来，还想挑战我们这么多人？年轻人自信就是好，哈哈！纵横四海既然敢出来，咱们就把他留下，不用让他再回去了。灭了纵横四海，暗无天日的玩家心态就会彻底崩溃。咱们届时也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风行记，这次咱们看你的了。说最后这句话的，宁阳看到是狂神主盟的一个玩家。其实从之前的情况，宁阳也看出来了，风行记作为天书城玩家，有点受到主盟过来高手的排挤，大家似乎都有些轻视风行记的意思。风行记所做的一些战斗，并没有人来接应。是，风行记点头。狂神玩家信心满满，他们的战士系玩家也在暗无天日战士的对拼下损耗殆尽。法师和弓箭手玩家直接暴露在宁阳面前，没有了肉，宁阳才决定突入进来。血薄防御低，这才有一击秒杀的可能，而自己有吸血效果，应该能把气血拉回来。宁阳说干就干，靠近后，恶魔血月斩直接飞出。哎呦，这个伤害太高了吧！负2101，宁阳一击直接秒杀，对方甚至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我擦，老二2000气血，这么就没了！众人惊叹。宁阳继续出手，幻影斩和旋风斩这样的群体攻击也纷纷落下，紧跟着就是连突刺，左劈右砍，如入无人之地。很快，狂神玩家折损超过10人。暗无天日众人看到宁阳的操作，简直不敢相信，太强了吧？怎么一个人的伤害能这么高，这么快？我忽然发现，该不会宁阳一个人就能灭了他们行会全部吧？我们是不是不用来的？也是，500人好像也不多。纵横四海比他们厉害多了。暗无天日几人这时候都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空中风行记的身影出现，纵横四海，我不能让你一直杀人，不然就要输了。风行记凿击落下，宁阳继续往后退。风行记，你终于出来了 ，Miss。随着宁阳这脚下的动作停止 ，Miss 掉攻击的同时，宁阳的祝福技能也到了时间。不愧是你，但纵横四海，你躲避了第一击，能躲避我接下来的攻击？风行记怒了，直接就是一脚踢出，紧跟着手里的匕首递出，却见宁阳的速度更快。行了，给我拿下！右手一伸，直接将风行记的腿给拽了下来。随后纵横四海反手夺过匕首，连突刺落下。砰！负1232，负553，爆出了一次致命伤害，这都没能秒掉风行记。他的气血竟然还有一减。纵横四海，你要杀我？风行记看到自己的血条，不敢相信的揉了揉腿。宁阳叹道：没办法，咱们不在同一行会，生死争论是免不了的，除非你能够回头是岸，不再帮狂神。风行记摇头，我之前说过了。纵横四海大概明白，风行记这是不打算回头。既然如此，风行记不可能再留，毕竟他的输出挺霸道，留他在可能随时有翻车的风险。旋风斩在一带，直接将风行记最后的气血打空。宁阳扫了眼自己的祝福加在攻击上，也知道这是许兰墨的技能效果。风行记，你没了，自然我才能灭了狂神其他人。第59章，死亡时代降临。刺客天生属于战场，强大的刺客能够瞬间秒杀脆皮指挥，发动突袭是能对战斗结果产生改变的职业。何况这是等级榜第1的刺客，风行记对战果改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考虑这个原因，宁阳才强杀了他。至于余下的那些人，宁阳瞥了眼战斗模板，从进入地图来，自己击杀的玩家超过42人，攻速叠加 42%， 也就是说，现在宁阳的攻速达到 142%， 别人出2刀，自己可以出3刀。宁阳取出双剑，冷喝道：行了，接下来的人全部可以死了。双剑纷飞，攻速叠加起来后，宁阳释放技能的速度也比别人快，几乎都是瞬发的状态，如入无人之境的闯入进去。左劈右砍，啊！惨叫声不断。宁阳杀了一人，攻速就叠加 1%，
靠着道体和吸血，愣是屹立不动。许兰墨看到此情此景，担心宁阳吃亏，咬牙道：“大家快来帮忙，咱们跟狂神决一死战，有宁阳哥在前面，咱们肯定能赢。”已经是最后的决战。狂神那边，斗鬼神催促玩家上去交手，双方激战正酣，一个个玩家倒地。宁阳趁着没有人注意到自己，让许兰墨下线，想办法通知风行记退出狂神行会，不然战斗一结束，行会里参与挑战赛的玩家会降到0级。2个世界已经几乎打通，0级也意味着现实里也会死亡。宁阳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朋友身亡。宁阳手下很快尸横遍野，而同时他也在用电话联系上了风行记，主要是这姑娘非不打算退出去，说自己没有退行会的打算。风行记，你相信我，狂神不适合你，我已经打算建佣兵团，等你退出，加入我的佣兵团好吗？风行记思索片刻，我不打算退出，可你不退出会死的。宁阳咬牙道：“你听我的，退出来是为你们好，要不然你会死的。你在吓我呀？”哈哈。风行记笑了，挂断了电话。嘟嘟，宁阳此刻的攻速已经达到237%，以一人之力撼动狂神，征服狂神。再来啊！身后只有一个许兰墨在紧紧跟着宁阳，这还是申侯带人悍不畏死，用生命护住许兰墨。斗鬼神，你可以死了！宁阳越战越强，实力已经到达顶峰状态。别说只是一个斗鬼神，战斗在宁阳的爆发中接近尾声。天书城，大家都知道正在发生一场恶战。此刻，在各大炼极地，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哎呀，我说狂神和暗无天日的战斗结果出来了吗？看来应该是狂神赢了吧？那必须的，毕竟是10大行会之一的狂神，哪怕只是一个分行会，也不是暗无天日这种小行会能比得了的。暗无天日别看行会成立的早，召集了一下高手，但在我看来，显然跟狂神这样有底蕴的行会没得比。我听说他们这段时间从主盟狂神行会调集了高手过来，这么一来，暗无天日更不是对手了。不管是在哪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暗无天日输定了。无论是从数据分析，还是从道理来说，好像暗无天日都没有赢得可能。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猜测狂神应该赢了的时候，一则系统铃声几乎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叮！恭喜暗无天日行会击败狂神第一分盟行会，获得了行会挑战赛的胜利。暗无天日行会全体玩家获得奖励等级+1，参与行会玩家各自获得系统奖励，将会一一发送到玩家包裹。刚才还在信誓旦旦分析的众人，天书城的玩家全部蒙住，不敢置信的搓了搓眼睛，然后是搓着耳朵。这是怎么回事？狂神输了？第一分盟斗鬼神带领的高手就这么输了？我记得狂神总盟最少来了100人，就算是遇到同为10大行会都有一战之力，这还能输？狂神拉垮了？还是说放水？不会是有人打假赛吧？天书城众人议论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知道了内部消息，忽然有个消息传来，我看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嘿嘿，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暗无天日本来是必输的局面，但是在他们中有一个玩家很厉害，一个人足足杀了200多人。此话说完，正在议论的人全部傻了，一个人杀了200多，还是狂神的玩家，有这么厉害的人？我去，这人是谁啊？这么厉害，咱们天书城的玩家怕是只有一直在排行榜前面的风行记才有可能吧？对了，风行记加入了狂神，他应该在对面啊。随着所有人说话，风行记这个可能其实已经抹除掉了。我去，不是风行记，那是谁啊？咱们天书城有这么厉害的玩家？而知道内幕消息的，这时笑眯眯地说出答案：纵横四海，是纵横四海，是那个和梦里水乡交手过的纵横四海。我去，这么厉害，一战扬名啊！连风行记都没能挡住他，那岂不是说纵横四海应该会是天书城的第一高手？而在宁阳的名声到达顶点的时候，宁阳依旧在观察着好友列表，那个灰色头像，宁阳没去点开，甚至连等级都没去看，因为他担心一打开，风行记已经成为了0级玩家。我那个电话应该有用吧？宁阳深吸口气，如果风行记没有退出行会，意味着他已经省城。周狂摘下头盔，脸色苍白，信心满满的一战，没想到输得这么惨。四周众人吓得噤若寒蝉，不敢说话。砰！周狂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让斗鬼神给我滚出来！我要让他说说看，他是怎么把好好的棋子打输了的。也是在这时，就在所有人不知道怎么回答周狂的话，一个声音传来：不好了，狂哥，副盟主他死了。不只是副盟主，咱们行会参与了挑战赛的人全死了。第60章送上门的钥匙。就在2个行会比斗出结果，
大家都乐于看见狂神第一行会500玩家等级变成了0级，大家都有些小激动的想看戏。可是这时，一个消息如核弹一般引爆。这个消息原本只是出现在论坛，还是小范围传播。狂神参加了行会挑战赛的那群玩家死了，在现实里死了。似乎玩家在调级到0级后，现实里会死亡。这个消息一开始听到，大家觉得瘆人，思绪本能抗拒这个可能，怎么可能到0级现实死亡？可很快就有玩家说出了一些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遇到过的事情。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之前有个朋友，他也死了，而且是在游戏变成0级后。我本来还以为是疾病，没想到竟然是0级。无中生有，确定不是自己哥？我也有朋友玩到0级后人就走了。随着越来越多人这么说，大家几乎全部都确定了这件事。玩游戏0级会死？靠，那我不玩游戏了。我想咸鱼可以吗？删号吧，我这就去删。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删号也会死。玩家彻底慌了，没想到删号会死，没想到0级也会死。那这游戏还怎么玩？大家不敢练级了呀。要是被怪物、被 BOSS、被玩家打死，那岂不是就离死亡近了一步？我去，这游戏不会是故意坑我的吧？早知道不玩。我现在特别羡慕没玩游戏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当时决定要成为咸鱼，不练级也不打怪，就做日常任务。宁阳一直在等，终于那一直灰暗下去的头像亮了。风行记，你上线了。看到他上线，宁阳就确定风行记是听了自己的，当时退出了行会，不然系统判定下风行记不可能还活着。风行记，宁阳不好意思，我看了论坛的消息，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了。我之前还怪你捣乱，现在想想，要不是你，我可能真就……宁阳打断风行记的话，跟我不用这么客气，你没事就好。可是宁阳，你怎么知道玩游戏0级就会死？宁阳没有过多解释，就说是自己的发现。反正在论坛上已经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关于玩游戏到0级会死亡的讨论也在慢慢的变得理智起来。我们只记得不要掉到0级，就不会死了。现实世界出现了怪物，需要咱们在天罚世界里提升实力，才能在现实自保。所以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继续打怪升级提升自己。我觉得接下来大家更小心一点，对待战斗也要更加的仔细，衡量利弊，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死亡危险。慢慢的，玩家还是说服自己练级。当然，不练级的玩家也还有一些，只是和论坛发言的那群人比少了不少。宁阳则是在这时间里打开了自己的包裹，包裹里静静地躺着一件宝箱，紫金颜色让人心里泛起一股喜悦。紫金宝箱，我又拿到了一个。这东西有数量限制，而且上限极高，开出来的东西能极大提升自己的实力。紫金宝箱可盼望而不可得。对于宁阳来说，这就是运气不错，这次参加行会挑战赛拿到了1级不说，还得到了一个宝箱。可惜还缺紫金钥匙，接下来就是找 BOSS， 看看能不能将紫金钥匙爆出来。宁阳也不废话，很快确定好了自己的目标。许兰墨因为持续在线时间较长，下线休息去了。原本宁阳想问问风行记是不是乐意一起练级，算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我自己练一下吧，正好可以安静一会。风行记停顿了下，才继续说道：对了，宁阳，我已经退出了行会，所以你之前说的什么佣兵团，我可以考虑了。宁阳送走风行记，这时向一只猪发来了消息：恭喜纵横四海兄弟，你这次可是扬名，大大的扬名，在咱们天书城坐稳第1人的位置。宁阳愣了下，笑了，没那么夸张，我等级榜上还看不到影子呢。但是你的实力已经得到了验证，踩着狂神第1分盟登顶王座。猪哥倒也没有继续废话，知道宁阳练级时间宝贵，连忙说道：其实这次找你是有2件事，第一是想问问你那有没有需要处理的金币，第二呢，就是我这有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咱们是见面聊还是？猪哥倒也不客气的发来了个坐标，我跟风晴雪在这边练级呢，纵横四海兄弟，你要是在这旁边的话就跑一下，不是的话咱们回城再聊吧。宁阳看坐标离得也不是太远，正好自己也要去那个方向练级，就答应下来。成，那我过去，你们等我一下。气喘吁吁的跑道，宁阳很快看到了风晴雪，这位因为不是人族玩家，依旧没有2转的弓箭手玩家。嘻嘻，四海哥你挺厉害的，短短时间里已经在天书城扬名。风晴雪的夸赞，宁阳还有些不好意思。这个别夸我了，我也是一不小心才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风晴雪愣住，不知道说什么，发现自己扯不过宁阳，像一只猪连忙从包裹里拿出东西，就是这个前不久打一只50级黄金级 BOSS 爆出来的。纵横四海，你看我的实力的话，应该也用不上这些，所以我想着就交给你好了。那是一把钥匙，线条优美，
紫金之色，上面雕刻花纹。宁阳不是第一次见到紫金钥匙，我刚好得到了一个宝箱，正琢磨去哪里打 BOSS 爆一把出来呢。要说这紫金宝箱和钥匙的稀有程度，也是可以堪比神器的存在。打个50级的黄金级 BOSS 就能爆出钥匙，其走运程度大概跟出门连续捡到300块，还不是同一地方差不多。那太好了，纵横四海，能用的话就拿去吧。第61章2开紫金宝箱。宁阳这段时间赚了13000多金，留1000买药水，2000金币补贴给猪哥，就当买紫金钥匙的钱。余下1万金宁阳交给猪哥。金币价格越来越走低，如今只剩下了1比5的比例，1万金换回了5万块钱。最近前前后后赚了好几十万，想想办法花一点，挣钱不花，爽感不就没有了吗？那也不就装不成逼。宁阳打算等下线就想办法改造一下之前卖的武林神车。不过在那之前，宁阳赶往炼级地，同时取出了之前系统奖励的紫金宝箱。这东西数量有限制，用一个就少一个，所以能爆出来好东西，那也是必然的。宁阳取出紫金宝箱和紫金钥匙，开宝箱。随着紫金钥匙消失，紫金色的宝箱渐渐大亮。宁阳看到在宝箱里面静静地躺着各式各样的好东西，装备、极品药水，甚至宁阳还看到在最角落里还藏着一个隐藏职业就职令。不过宁阳自己有6道剑士，对宁阳最重要的许兰墨也有了隐藏职业，哪怕就职令很重要，宁阳也不需要。看了第一眼，宁阳暂时没确定好需要什么，既然不想选择，那就将选择的结果交给命运。反正宁阳有超级幸运这种 SSS 级天赋，相信开宝箱的结果一定会是最适合自己的奖励。宁阳选择抽取，滴滴，代表着抽取的光泽不断闪动。随着光泽渐渐停止，宁阳看到了最终奖励，那是一件类似剑鞘一类的物品，一层淡淡的薄膜，如同轻盈的羽鞘。驾轻就熟，永久特殊物品，使用后可以降低装备需求等级50级。宁阳目光微缩，只觉心脏扑通跳动的厉害。也就是说，我用了这件特殊物品，就可以跨级使用装备。宁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斩龙剑，等我找到能够鉴定仙气的铁匠，就算需求等级高，50级以内我都可以使用。原本宁阳是打算去练级的，可细细一琢磨，反正磨刀不误砍柴工，还是回去鉴定斩龙剑。要是这把仙气能使用的话，那么宁阳的输出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真正坐稳这个江州第一人。说干就干。宁阳回到天书城，路上遇到一些玩家，在看到宁阳的 ID 后，都纷纷跟宁阳打招呼。是纵横四海鸣人，看到你就觉得咱们在天罚世界里有了目标。纵横四海，你知道游戏死亡到0级，现实会死亡的是吗？那你怎么还有心思练级？纵横四海你这么厉害，那咱们天书城在以后的城战中是不是能够占据优势呢？议论声很多，宁阳没回答他们，默默关掉 ID 显示，这才少了很多喊自己的声音。一路小跑着，宁阳来到铁匠铺，当，老远就能听到敲打铁块的声音。黝黑的面庞，一双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油光铮亮的胳膊。鲁托夫在不断挥动铁锤，他手里的锤子简直有他的脑袋大。小子，老夫只锻造精品，想找你手里那种破铜烂铁，别来我的铺子。你去天玄城，天丝那兔崽子锻造的垃圾适合你。宁阳刚来到铁匠铺，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劈头盖脸的嘲弄声。宁阳不由愣住了。宁阳看手里的暗影剑，有些奇怪，暗影剑一个暗精器，竟然成了垃圾。鲁托夫，我想问问，你这能鉴定装备吗？鲁托夫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他是王城中品的铁匠之一，不过鲁托夫已经临近上品。鲁托夫一直想寻求机会锻造出一件仙气级的装备，这样就能晋级上品。而中品跟上品的分界线，就是上品能锻造和维修仙气及以上的装备。只是鲁托夫在天书城多年，久到他自己都忘记了。他尝试各种矿石，也看过很多前辈的记载，还是没能成功。鲁托夫总结问题，觉得应该是自己没有见过真正的仙气的原因。如果有生之年我能见到一件仙气，或许我就能晋级成为上品铁匠。鲁托夫很自信，也因为这个理由，他对普通的工作甚至极其排斥。提着暗精气的宁阳自然入不了他的法眼。我要鉴定一个装备，鉴定装备这种事我更懒得干。鲁托夫不屑，这个能帮忙吗？宁阳求情。鲁托夫想了想，停下了手里的铁锤，可以，但我的鉴定费比其他人高10倍，因为其他人只是中品铁匠，而我接近上品。宁阳有些担心自己只剩下1000多金币，不会不够付鉴定费吧？不过宁阳也是担心其他人不能鉴定，这个铁匠既然说行，倒是可以试试。所以宁阳拿出了斩龙剑，这是我之前爆出的装备，一直没使用，因为需要鉴定，你看看鉴定费要多少吧。一旦自己拿不出鉴定费，宁阳就打算先不鉴定了。暗精器1000金，
鲁托夫都没睁眼看，懒洋洋就报出个数字。宁阳心里凉了半截，一个暗精气就1000，自己这是仙气，那真的，宁阳都不敢往下去想，只觉得自己心脏跳动得无比剧烈。看样子我要跑路了，我没那么多钱，仙气的鉴定费我肯定出不起。当，鲁托夫一脚撞到了风箱，脸上的表情里写满了恐惧。你说什么？仙气？确定你不是在吹牛？你真的有仙气？根本不等宁阳去回答，鲁托夫连忙打量起宁阳拿出来的斩龙剑，原本惊愕的表情也彻底变得凝重起来。鲁托夫深深呼吸，用粗糙的带着后茧的手细细抚摸斩龙剑的剑身，就像是在女人光滑的肌肤上滑动，光泽氤氲，吞吐不放，触之就能感受到一股充沛力量游走，确实是仙气不假。鲁托夫有些傻了眼，转而狂喜，他一直就想找寻一件仙气，好让自己的锻造水平再上一层楼。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斩龙剑，这个机会鲁托夫绝对不想失去。这把斩龙剑我来鉴定，而且我不要鉴定费。不过有个问题我要先跟你说明。第62章，斩龙剑之威。有问题？宁阳不解。鲁托夫表情尴尬，有些犹豫，不太好意思，我因为不是上品铁匠，虽然也能鉴定仙气，但成功率不太高，而一旦鉴定失败，装备也就……宁阳明白了鲁托夫的意思，仙气不是他这样的铁匠能鉴定的，一旦失败，那么自己这仙气也就没了。鲁托夫说到最后，自己的声音也几乎听不到，因为鲁托夫觉得这事就算是换了自己，也都未必会乐意交给成功率不高的人鉴定。可鲁托夫要是失去这次机会，只怕以后都未必有机会成为上品铁匠，所以这实在是悲惨。好，我可以给你。没想到宁阳竟然直接就答应了下来。鲁托夫有些傻眼，他有些看不明白宁阳这么做的含义，难道不知道鉴定失败东西会坏？宁阳笑了，有神级幸运这种东西，宁阳自己鉴定装备不可能失败的呀。下一刻，鲁托夫也不知道念叨着什么咒语，他的手拂过仙气斩龙剑，原本只有一点点光芒的斩龙剑忽的光泽大盛，仿佛能吞没一个人。不愧是仙气，这属性好霸道啊！鲁托夫感叹了句。随后鲁托夫就将装备属性摆在了宁阳身前。斩龙剑，仙气，战力值23591-89173，力量加2014，体力加2182，敏捷加1102，智力加1029，附加增加使用者 40% 的战力值，附加增加使用者 20% 的防御值，附加挥舞之时有一定几率使得目标遭受熔焰之火的灼热伤害。特技火刃斩，积蓄空气中游离的火焰爆发强力一击，能够形成一道火焰缠绕对手。特技熔岩流星，能够瞬间制造无数熔岩，爆发后对大片对手造成强力击杀，攻击范围20码，需要等级80级。介绍：传说中龙乃万物之本，而有强者以1块1石斩杀神龙，受到神龙之血沐浴的石头有了神威，当时能工巧匠寻得一石，锻造成斩龙剑，威力不凡。宁阳的心里在经过短时间的激动后，整个人都爆炸了，他整个人就差跳起来。仙气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属性，如果说暗影剑是10分，那么自己现在这边斩龙剑就是10000分。就不光说属性有多强，光是斩龙剑上竟然还附带着2个特技，一个是火刃斩，既能附带一点束缚效果，而另一个更是群体攻击技能。在宁阳看来，这2个技能等于直接让斩龙剑的输出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有这把斩龙剑，任何人在我这里扛不住一次攻击吧。宁阳有些感慨，这要是在和狂神的赛事现在开打，那500人压根用不着帮手，直接冲进去就是一剑一个，都不用回头看看死没死透。哎，我的运气果然很不错，因为使用等级需要80级，宁阳有驾轻就熟，也就不需要将等到80级才能装配仙气。宁阳将白骨王剑取下，主手的暗影剑，想了想还是没动。宁阳二是将斩龙剑收起来，准备放在副手，或者到时候再交换到主手武器。毕竟如果自己和什么人发生矛盾的话，对方知道自己有双手武器的情况下，肯定会下意识觉得主手武器属性更强，斩龙剑也能起到打一个措手不及的效果。宁阳换上了斩龙剑，本身的属性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股浩然之气从手中游走到全身。宁阳能感觉到自己和之前有了极大的不同。小兄弟有出息，这么年纪轻轻就拿到了仙气，或许未来咱们的世界还需要你来拯救呢。鲁托夫很激动，宁阳这把斩龙剑给他带来的收获也是极大的。他接下来闭关一段时间，应该有很大的几率会突破到上品铁匠。也不用废话，宁阳的目的达到，贴着斩龙剑就告辞了。
我先去练级，以后再有装备鉴定，我再来找你。小兄弟你去吧，一定要好好发挥。宁阳拿着武器出门，很快到达之前寻找好的练级地。这次的怪物，宁阳选择了60级的变异幽灵。这些怪物更像是西方世界的鬼，轻飘飘地飘在半空之中，手里拿着镰刀，一身白衣罩住了脑袋。看了一眼，宁阳就觉得挺瘆人。这种怪物是群体居住的怪物，而且仇恨值的设定也很古怪。只要玩家一踏入范围，那么这一群聚的变异幽灵就全部会过来攻击玩家，有可能一群的变异幽灵数量就超过100。所以这就导致在以前，宁阳竟然听说单独来刷变异幽灵的玩家会被怪物轻松秒杀。要来这里的大多是大行会，连小队都未必能生存。宁阳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这些变异幽灵是脆皮，而且经验非常丰厚。好，接下来就该试试我的斩龙剑的威力了。因为这边的怪物等级太高，也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玩家也在此处练级。宁阳就将斩龙剑换到了主手武器，下一刻直接就是一道道火焰在空中形成。随着宁阳爆发，斩龙剑落下攻击的时候，那些火焰就如莲花一样在空中爆发开来。熔岩流星，给我灭了这些怪物！不用宁阳去喊，因为下一刻在被技能覆盖的玩家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全部倒地。在80级的仙气之下，这些怪物压根就没有反抗的机会。现在宁阳特别理解为什么所有人玩游戏都特别歪自己开局就一把神器，因为拿到神器就可以直接碾压地图了，压根就不用什么反打压之类的，反正自己这把仙器就足够碾压这些怪物，练级速度嗖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宁阳就感觉到一股金光从天而降，等级直接加1，这个练级速度果然很快。宁阳有些激动，有了仙器武器，不说别的，自己只需要不断刷怪，再上等级榜都不是问题。不对，等级榜第1的问题都不大。原本已经持续练级一段时间，宁阳却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再来，第63章，一见一个小朋友。处理完手下的事，周狂约定了行会高层前来。叽叽喳喳，周狂的别墅里很是热闹。斗鬼神真没了，一次行会赛竟然害了自己的命，这个太夸张了。听说是一个叫纵横四海的玩家，一个人几乎就挑了一半，咱们派过去的高手全被他灭了。众高层哪里乐意有这样的事发生？毕竟狂神可是10大行会，咱们狂神在一个小小的天书城，一个小小的暗无天日身上就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这要是传出去，只怕狂神迟早被踢出10大行会。这些人越说越生气，已经有人吼着：我们必须报复回去，绝对不能允许狂神遭遇这样的打击。对，点清人数，咱们准备去天书城踏平天书。沈晴晴踏着高跟鞋，哒哒，她扶着一旁秀气青年，显得很是气愤模样。盟主，狂哥，众人连忙打招呼。周狂的眼睛还没好，摸着椅子坐下。你们说的话我听到了，放心，这件事我们狂神不会这么善罢甘休。什么意思啊？盟主，你是准备教训那个纵横四海了吗？就是纵横四海这个人一而再的挑衅狂神，而且他跟狂哥还有私仇，咱们这次就出发杀了他。不是说将一个玩家杀到0级，对方就会死亡吗？那我们就追杀纵横四海到0级，让他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狂神的众人一个个杀气十足。周狂起身推着面前的桌子，高举起手喝道：我的脾气不好，所以纵横四海敢惹我，那我就带着狂神去杀了他好了。现实世界上次眼珠子就被吃掉，周狂是不敢再去找茬，所以现在游戏里有了杀人机会。周狂看来这就像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次机会，他已经具备的你去天书城追杀宁阳。狂神，今日起进驻天书城，诛杀纵横四海。纵横四海一连刷了8个小时才下线休息，8个小时，宁阳足足升了3级，跟以前的练级速度比快了数倍。宁阳再上到游戏，看着自己43级的等级，心里还是有些得意的。等级榜单，自己也终于再次进入前20。1. 风行记刺客46级。2. 梦里水乡战士44级。20. 纵横四海6道剑士43级。整个排行榜从2到20全是44和43级，除了风行记的等级差距拉到了2级，有些大意外。其他玩家的等级差距都不算大。按照宁阳的想法，估摸着自己的升级速度，再有个小1天就能进入前10，接下来说不定还能冲一冲榜单。至于在前面，宁阳觉得就有些困难，要么是练级狂人，要么就是有行会玩家支持。宁阳倒也没觉得自己非要上个榜单第1，继续练级。这天，宁阳继续练级，与之同时，浩浩荡荡的大军进入了天书城。周狂双目如炬，守在身旁女人的峰峦之间攀附。可恶，纵横四海迟早会被我找到，然后追杀到死。我这人不喜欢别的，
但对我坏的人，我坚决要灭了他。沈晴晴一脸羡慕地看着周狂，满眼都是暧昧春光。就是，狂少你要狠狠教训那个宁阳，为咱们这段时间受的气找回场子。啪！技能洞穿怪物的身体，宁阳将目标转移向另外一只，正准备出手，忽然宁阳感觉到有破空声音传来，嗖，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朝着自己飞来。宁阳连忙抬起斩龙剑，龙吟阵阵，嚎叫着挡住了飞来的物品。宁阳看到，那竟然是一枚剑矢。哟，格挡成功，倒是没掉多少气血啊！来人更是阴阳怪气的声音，听得宁阳一阵起鸡皮疙瘩。不愧是纵横四海，实力真不错，人家偷袭竟然也没拿到优势呢。宁阳不用去仔细判断，听到这种嗲到恶心的声音，就知道来人是谁。艾琳，狂神顶级弓箭手和当初的秋风落叶一起组成弓箭手阵营，如今秋风落叶已经没了，艾琳就是弓箭手中的第一高手。宁阳记得这一位好像还是什么隐藏职业，叫做魔弓手。狂神的人追杀过自己8000多次的人，宁阳每一个都记得，压根不可能忘记。至于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谁，那还不是基础操作？呵呵，知道我谁，还不束手就擒？还是说你打算等着有人一个个的出现，然后将你逮住？艾琳话音刚落，宁阳就听到树林里有脚步声传来，断定这次来的不是艾琳一个人。狂神的人吗？我当然知道。宁阳考虑来了外人，斩龙剑原本想藏起来，可转念一想，追杀了自己这么多次，还从未有过反杀的机会，所以今天倒不如直接反杀狂神行贿好了。艾琳，你很倒霉哦。宁阳脚步突进，直接朝着对方杀去。哪怕宁阳知道还有人来，这时他竟然不逃，而是决定要杀了艾琳。艾琳也是吃了一惊，一口气的功夫连退了好几步，同时继续汇聚魔法。魔弓手那是能利用魔法的弓箭手，破魔剑和连珠剑飞出，连珠剑上附带雷电魔法，不但输出更高，还能让人陷入麻痹效果。艾琳的操作也不错，认为这一击绝对能让宁阳吃一壶的。没想到宁阳压根不动，也不打算躲避他的攻击，而是一瞬间挥出了恶魔血月斩，打算和他换伤害。血色光芒瞬间就形成了一轮弯月，几乎是一刹那的功夫就在艾琳身上爆开。然后艾琳感觉自己的气血瞬间蒸发，她不敢相信地看着胸口，人是刚到的，也是刚没的。我去，我觉得我的运气也太差了吧。可如果换了其他人，对方还能麻痹一下，我这既然没有雷电抗性，还稍微抹了一下。在树林里原本是找个人试探一下宁阳实力的，这下全傻了。我的天，这个纵横四海攻击也太强了吧。发生了什么事？艾琳这丫头是怎么没的？我的眼花了。第64章，这就是狂神的追杀。宁阳摸摸脑门，有些好奇地看向了前方。可能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说，你们别躲了，狂神什么德行我比你们更清楚，所以你们也不用一直躲在树林里。树林里原本叽叽喳喳的几人全部好奇地看向身边的同伴。他什么意思？是说认出了咱们？他一个人就算秒掉艾琳，说不定是出了致命一击呢。这就觉得能挑战咱们这么多人了。就算他之前杀过狂神第一分盟200多玩家，可那是比试，他身边还有同伴帮忙，我可不相信他还能对付咱们这200人。是的，为了报复宁阳，狂神的人一刻都不能停歇，才一到天书城就安排了一些高手来报复宁阳。他们也是做了一些讨论，觉得自己这些人足够。可是现在他们看到宁阳竟然挑衅起他们。来吧。宁阳招了招手，里面的人还真就受不了，立马有人跳出来。好家伙，竟然敢挑衅咱们，咱们不许饶过他，这就上去吧。一起上吧，我就不信不能杀他一次。大家已经做好准备，就算死一回也要让宁阳掉一级。大家拼上多掉几次级，以狂神整个行会的实力让纵横四海彻底 GG。 迎着目光，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宁阳抬起手就是一下，剑刃飞扬。宁阳爆发技能，迎面袭来的几人被宁阳强杀，一剑一个。见宁阳杀了几个人，狂神行会众人疯狂。靠，这宁阳好厉害，我们一起上，自然能灭了他。一人一个技能，就算只能打几滴气血也能秒掉。众志成城，狂神的玩家们觉得自己能轻松搞定宁阳，人声鼎沸。纵横四海，你洗干净脖子，老夫待会就要剁了你的脑袋。你不会真以为自己独自一人就能以一敌百吧？宁阳，我告诉你，没了同伴的你就是个普通玩家，狂神不是你这样的普通人能得罪的。接下来我就将证明给你看。所有玩家一拥而上，斩龙剑、暗影剑一左一右，光芒吞吐。宁阳斜提着2把武器，冷笑连连。你们不说话，我还不知道你们是狂神的，或许还考虑留你们一条命。可既然你们自己说了是狂神行会，就别考虑离开了。
宁阳的狠话在狂神众人看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玩家想挑战狂神，就算他曾经做到了让分盟连连吃瘪，可那只是分盟，真当他们主盟玩家是分盟的那些垃圾。狂神的玩家们开始倾斜攻击，可是下一刻他们全都傻了。神圣领域和诅咒之力两大 SSS 天赋削弱和增强属性，使得宁阳和狂神玩家的属性有着天差地别。还有道体，3秒就可以恢复 10% 的气血和法力，只要不在3秒内秒掉自己，压根就不担心会死。而宁阳斩龙剑落下，我操，这输出太疯狂了，又是秒杀，随便一剑就秒了。这家伙的右手武器好像攻击很高，要不我们等右手武器落下就避开，等左手武器攻击的时候顶着输出他。可狂神众人发现大错特错，宁阳左手暗影剑也一样秒杀他。可惜之前的强化石全敲在白骨王剑上了，现在白骨王剑不用了，浪费了那些强化石。宁阳想起一件事，要是有那些强化石，我的斩龙剑属性还能翻倍，堪比神器也不在话下。狂神这次来的人不多，又哪里会是宁阳的对手？3下5除2的，这些人就被宁阳强杀。狂神的200精英齐齐掉了1级。宁阳将地上爆出来的装备啥的清洗一空，200个玩家爆出了54件黄金器，爆率非常高。按照跟浩然正气的宁阳的合作，装备宁阳打算丢给暗无天日，这样他们行会精英实力又能提升一点。除了装备，还有金币，以及宁阳竟然看到了宝石，应该是这些玩家爆出来后觉得自己的武器属性不够，没舍得打上去。一共7枚，宁阳二话不说全部打在了斩龙剑上，斩龙剑的属性提升 7%， 收获颇丰。宁阳收拾一番就准备继续刷怪练级，没想到这时一条系统公告吸引了宁阳的注意。玩家艾琳喊话：纵横四海，你太恶心了，竟然敢埋伏我们！你和狂神的梁子彻底结下了，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狂神一定会追杀你到0级。又过了一会，周狂的喊话姗姗来迟，言简意赅，只有一句话：入狂神者死！宁阳摸了摸脑门，哟，这意思是要跟我宣战？等了一会，宁阳继续了一句：那就来好了，上一世的仇正好我也可以报了。有了斩龙剑，有 SSS 级天赋，有些仇就该报。宁阳总不能一直拖着，那就等他们上门好了。宁阳正在刷级，身后的消息来了，狂神整个行会来天书城了。宁阳，你懂这是啥意思吧？就为这个来找我？宁阳也乐。不过你既然找来，我把刚才爆出来的装备卖给你们吧。申侯看完宁阳发来的装备，直接傻眼。我去，这么多好装备，哪来的呀？纵横四海兄弟，你刷个怪物就能爆这么多黄金器？哪能啊，狂神送的。申侯立马明白了，好，那按照市面价格，我们暗无天日全要了，远程交易吧。暗无天日赢了狂神分盟，名气大增，招募玩家从之前的2000人一跃增加了8000。正好暗无天日最近升了5级行会，已经能招收1万玩家。如果不是狂神主盟这个庞然大物道，暗无天日已经坐稳天书城第1行会的名头。暗无天日有做大做强的想法，这些黄金器装备自然不在话下。拿到装备，申侯询问：我这次找你其实是想问问，你这里需要帮忙吗？暗无天日是在你的支撑才活过来的，你这有什么活开口就行。狂神玩家众多，你一个人应付起来麻烦，纵横四海你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宁阳拒绝：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第65章，这是要轮回啊。宁阳收拾了一些怪物，等级又飙升了一些，爆出的金币啥的粒粒归仓。就在忙活的时候，急急的脚步声打乱了宁阳刷怪的节奏。咱们天书城竟然来了狂神，这就有点吓人了呀。狂神注册玩家超过50万，那可是顶级行会之一啊。一个人竟然想挑战50万玩家大行会，确实疯狂。不过狂神玩家数量虽然多，但是进入天书城的应该也没那么多人吧。天书城内关于狂神的议论，这些天已经彻底吸引了所有玩家的注意。毕竟狂神还是挺强的，而且之前天书城也没有这样的顶级行会，狂神这样的顶级行会又要来追杀纵横四海这位天书城的代表性第一人，引起的轰动自然可想而知。几乎在练级的玩家此时都在讨论这件事。纵横四海挺强，也一直又是攻击这个又是攻击那个，反正各种赢了对方。但狂神高手如云，又人手众多，我觉得就算是纵横四海，只怕也未必有机会。到时候肯定会一直追杀他，现在0级就会死亡。纵横四海得罪了狂神，也就是说他会因此没命。关于两者之间的讨论，天书城玩家没有一个会认为纵横四海能赢得。周狂、沈青青，我们又见面了。宁阳一句话，笑呵呵地看向面前的几人。
周狂怒气冲天，是的，见面了。宁阳，你以为用那种鬼主意我就不能报复你？大错特错，今日我已经决定将你碎尸万段。我的双眼就是因为你失明，害得我只能在游戏里恢复正常。宁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周狂一把拉过一旁的漂亮女人，将自己的大手肆意的。宁阳，你这样的废物，竟然还想跟我抢沈晴晴，你配吗？沈晴晴这么漂亮，是你这样的屌丝能配得上的？沈晴晴很懂周狂，在宁阳面前如同骄傲小公主的她，此刻温顺的像是一个孩子。哎呀，狂少，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就适合你，你懂的。那种眉眼上挑的表情让周围的玩家们纷纷侧目，感受到了沈晴晴的魅力。大家都认识狂少的女人，所以倒也不敢多想什么。对，你说的没错，我确实配不上。宁阳挠着头，毕竟我实在做不到你们这么不要脸，没有你们这么的厚脸皮，我怎么能配得上你们呢？沈晴晴脸色红了，狠狠地瞪了宁阳一眼，但具体的话倒也没有继续说什么。哟，宁阳，你还敢反驳？看来你还有点精气神，也不怕我这带来的这些人喽。周狂反而阴阳怪气起来。那么，宁阳，你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我就会带着人一直追杀你，将你杀回零级。说完，周狂示意那边的人行动，记住，安排一些人守在主城复活点，别让这小子跑了。其次，所有人围起来，一样的不能让他跑。周狂也没有什么布置，就示意所有人去行动。下一刻，宁阳感受到乌压压的人群，1万玩家，几乎全部在线。而这些人就算分开前来追杀自己的，也超过5000玩家。这场战斗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斗呢。宁阳笑着看向了一旁的沈晴晴，而且沈晴晴，我想我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让你明白你自己做的背叛到底是多么重大的错误。沈晴晴冷笑，宁阳，你想多了，我永远不会后悔。狂少有钱，狂少还有行会，我想要什么他都能满足我。你呢？你有吗？穷屌丝，你永远别想着能够得到我。连沈晴晴都开始破口大骂。不过宁阳不意外，上一世其实后期的沈晴晴什么难听的话都说过。上一世自己的本事不够，虽然也杀了他们几次，但更多是被狂神追杀，最终甚至被杀到了0级。呵呵，没死，那就是上天给了再来一次的机会。宁阳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再来一次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随后宁阳直接冲出，斩龙剑挥出，旋风斩，给我去死！这一剑直接扫向了周狂。此时的周狂还在喋喋不休，在咆哮地质问宁阳，甚至还有一点显摆的意思。但是下一刻，他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地看向宁阳飞来的剑气，那赫然是血色月光，威力绝对不凡。这是什么技能？威力好强！周狂都来不及做操作，好在这时身后有人眼疾手快，竟然连忙将周狂拉了回去。作死！宁阳叹了口气，技能没有收回，血月斩将后方的那人捅成窟窿，直接秒杀。就这么点本事，还想美女救英雄啊？可惜扛不住我的一击。宁阳的话让狂神的众人不由怒火中烧。你以为自己的攻击高就很牛吗？竟然还敢这么说话！纵横四海，给了你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不会放过你。呵呵，去死吧！一时间，所有玩家朝着宁阳放出技能，所有技能都落了下来。宁阳顶着这些人，直接放出了6道剑阵，原本掉落的气血几乎是瞬间就被拉了回来。与此同时，道体也已经发动，加上血瓶，在几千人的攻击下，宁阳竟然丝毫无视。看得原本以为一轮就能秒杀宁阳的玩家们全都呆滞。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能挡住我们这样的疯狂攻击？你开 bug 了吧？我们的攻击都没怎么掉血，怎么可能将气血拉得这么快？但是宁阳压根就不回应他们，相反的，宁阳回答他们的是2剑翻飞，几乎是不断轰出的技能。咚咚，战争的鼓声敲响，宁阳也在这一时刻化身恶魔复仇。纵横四海怎么可能杀不掉？咱们集火，别乱啊！对，听从指挥。就算他的属性再好，也不可能挡住我们所有人的攻击的。要是我们不能杀了他，那么我们在天书城的脸面丢光了。第66章，紫苏的天赋技，刷刷，技能如雨点落下。宁阳昂首而立，在技能的攻击下却不退一步。你们狂神的输出就只有这么点，挠痒痒呢？宁阳挥手一剑，便是血流成河。有技能攻击吸血的情况下，狂神的人没有输出特别高的，自然不可能杀了宁阳。看到宁阳在一轮攻击下不但没死，还能说话，周狂就像是胀气的河豚，就差爆炸了。猖狂，纵横四海，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就算你能顶住一轮攻击又如何？接下来我们的攻击会彻底将你淹没，受死吧！沈晴晴跑到周狂身边，摇晃着周狂的手臂：“狂少，你别生气，宁阳就是这样的秉性，还以为自己多牛逼呢。今天你就带人灭了他的威风，狠狠教训他一顿，也让他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沈晴晴厌烦地扫了宁阳一眼，她原本已经可以一跃成为人上人，但因为宁阳自己这个恶心的前男友伤害了周狂，从而导致周家不能认可自己，嫁入豪门，临门一脚的高档生活全被宁阳毁了。因此沈晴晴对宁阳从一开始的只是嫌弃，转而满是憎恨。上，你们全上啊！别在这耽误功夫，上去后就狠狠教训宁阳。见周狂点头示意，其他人纷纷前进，准备击杀宁阳。周狂手下也不缺高手，很快就有人发现了问题，吩咐道：“战士玩家顶上去，远程拉开距离，锁定输出。咱们人员众多，争取更多的人攻击到宁阳，就可以直接将他击杀，甚至还将一些攻击不够的玩家撤回来，由二转玩家输出。要知道，宁阳能够屹立不倒，虽然来了几千玩家，但每个人又不可能叠加在马位上，必然就会存在离得远攻击不到宁阳的情况。这次稍微改变方案，给宁阳的压力也大了。道体不断恢复气血，宁阳的防御装还是黄金器，不能做到完全无视攻击。哈哈，宁阳，你的气血不足了，受死吧！”周狂看到宁阳有些顶不住气血直掉，立马兴奋的大吼大叫起来。也是这时，宁阳抬起斩龙剑，直接就是一旋风斩加幻影斩的技能组合，2个技能击杀5人，直接秒杀。双剑收回，宁阳的气血也恢复满了。想秒杀我，你们还不够格呢！说完，宁阳双剑翻飞，直接冲了出去。此时的他如入无人之境，哪怕这群玩家战士系玩家实力不错，防御也挺高的，但依旧被宁阳砍瓜切菜一般。很快，狂神的玩家就发现不对劲，近战撤退，远程攻击，咱们给他放风筝，不让他有回血的机会。近战玩家退去，改为远程拉扯。确实，狂神的这个改变给宁阳带来了麻烦。恶魔血月斩，宁阳只能用这一个技能攻击，好在宁阳的技能没有冷却时间，于是接下来大家眼快瞎了，仿佛到处都是打出来的血色月亮，每一个都能吞噬一人，杀人的速度变慢了。狂神众人懵逼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是说换远程法师和弓箭手去攻击，宁阳就不会有办法了吗？怎么外面的人还在不断死亡，全是秒杀，而且他就这一个远程技能，特么的怎么跟没有冷却一样，可以无限释放的吗？虽然节奏慢了点，可咱们依旧挡不住啊！狂神的玩家简直要疯了，这么多人在一起攻击宁阳，宁阳没死，反而自己的人还死了这么多，想想竟然有些悲凉。拖了这么久，宁阳还没死，周狂哪里受得了，几乎是咆哮大喊起来：“你们干什么吃的？一个人都杀不了！用了远程，也用了近程，可宁阳就是个大杀器，接下来的火焰技能和剑阵啥的，又是死伤一片。”沈晴晴扑在周狂怀里：“狂少，你说怎么办吧？一直不能杀掉宁阳，我们的脸面是小，可也不能帮你报仇，不是吗？我觉得或许我们能考虑用另外的方式。”周狂继续说：“硬着来不能秒掉宁阳，所以就应该用另外的方式，我早就准备好的秘密武器。”随后周狂挥手示意，原本还在攻击的狂神玩家们连忙停下技能。住手！宁阳才懒得搭理这些人，双剑翻飞，继续追杀这些停手打算退下的玩家。一眨眼的功夫就又杀了好几人。靠，年轻人不讲武德，不是说了停下吗？还打？受不了了，咱们上！骂骂咧咧的众人又一次杀了上来。也是在这时，一个身材矮小、长着精灵耳朵的玩家从树林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慢，微笑着，双目如星辰般耀眼。哎呦，狂少，你终于舍得让我出面了！紫苏的出现，沈晴晴几乎是瞬间攥紧了周狂。她长相不错，美女之间是有仇恨值的。沈晴晴见到紫苏，立马感受到威胁。紫苏，我们需要你的天赋技能，对付一下眼前这个家伙。周狂很自信，紫苏就是他的底气，对付宁阳有他一定能行。紫苏摸着脑门，确实有我，那肯定就能行的。说着话，紫苏发动天赋技能，静默 SS 级天赋，发动后能够静默周围1000码玩家的技能。宁阳看到了静默的效果，都有些吃了一惊。呀，这是啥天赋？有点意思啊，等于是把自己和敌人、同伴的技能全部给静默了。杀人800，自损1000呢。纵横四海，你的技能多，伤害高。接下来你将没有技能，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随着紫苏的话音落下，周狂大笑，接下来大家就可以上了，别让宁阳找到机会，咱们敲死他！嗷嗷大叫着，那些玩家们考虑不能用技能，战士就用剑砍，法师用法杖敲。
狂神忽然有了战胜宁阳的可能。然后周狂忽然愣住了，他看到宁阳撇撇嘴，为什么你们非觉得我这么厉害，是因为技能，是因为职业，就不能是我真的强？双剑翻飞，宁阳很是无语。静默了技能，以仙气长剑的攻击力还是能秒他们，至于他们的输出则是打了折扣，这不是断了自己的能耐吗？第67章和狂神不死不休。1个10个，随着宁阳杀掉的玩家越多，他的名字也变得血红。狂神的玩家简直要抓狂，我去，这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一样用武器砍，还是不能杀了宁阳？这宁阳到底是啥属性啊？怎么就这么霸道？我忽然有种自己打不过他的想法。咱们全打不过，狂神竟然连一个玩家都对付不了，这就很难受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狂神已经用了几种方式想击杀宁阳，反倒又丢下了近500玩家的尸体。我们杀不掉宁阳，只怕再继续纠缠下去，我们自己这些人也都会丢在这。要不我们回去想想办法，总不能把所有人都丢在这吧？退吧，赶紧退，要不然待会不就逃不了。周狂听到议论的声音，只觉得心不打一处来。他刚到天书城，都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有200精英找麻烦的事。随后周狂得知情况，自己也带人过来了。原本想着一上来就给宁阳一个下马威，杀他一次，也能在天书城立足。谁会想到这立威不成，反而陷入了被动。这要是继续打下去，就算成功杀了宁阳，只怕也会损失惨重。周狂紧咬着牙，退吧。他刚准备宣布，手就被沈青青一把抓住。狂少，咱们不能退，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围杀宁阳，咱们还有这么多人手，千万不能退的。沈青青嗲声嗲气地说，亲爱的，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不想为我出头了吗？周狂一把将沈青青的手甩开，你能不能别废话，我要做什么还要报告给你是吗？我说退，你还不让退，这狂神是你的行会吗？沈青青傻了眼，呆在当场。周狂之前可从未敢对他大吼大叫过，今天竟然这么做。宁阳以前根本不会吼叫。沈青青觉得自己委屈极了，你退你就退吧，反正我是不会走的。沈青青咬着牙。周狂冷笑，示意身旁的人，大家徐徐退去。宁阳势头正盛，咱们继续留下来反而会陷入被动。说完，周狂自己就走了。狂神的其他玩家明明还剩下4000多人，竟然转身就跑，一点也没有拼死到底的觉悟。看着人跑得这么快，本来喊着要留下的沈晴晴，看到宁阳正在追杀，吓得浑身有些发抖，一咬牙也连忙跑了。宁阳这个家伙，我的印象很深刻，之前就是坏人，拦在新手村要杀我。沈晴晴一联系玩家掉到0级就会死亡，心中猜测那时的宁阳说不定就想杀自己了。退，大家快退！急忙的喊叫声，宁阳也冲了，一直追杀着狂神的玩家追到了主城前，足足又杀了200人。好在宁阳一直没开名字，天书城认出他的玩家倒是不多。一路上练级的玩家看到追杀的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回事？那不是狂神行会吗？他们盯着的就是狂神，竟然被人追杀，而且对方还只是1人，追着狂神好几十玩家呢。狂神不是挺强的吗？10大行会被一个人追着杀了好几个，连还手都不敢。我去，我忽然明白了暗无天日为什么能赢狂神分行会，这样的狂神还想来咱们天书城称王称霸？我说他们想多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加入暗无天日，或许还有点机会。一直追杀到主城前，因为洪明担心被守护城池的 NPC 攻击，宁阳也就没进去。但宁阳也没走远，就在城门找了个练级点随便刷着，顺便等一等狂神的玩家出来。与此同时，宁阳也花了100金币在世界频道喊话，狂神玩家敢追杀我，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接下来我纵横四海会追杀狂神玩家，直到所有人到0级，只要让我看到谁是狂神的人，我就杀。狂神不配留在天书城，因为狂神原本不在天书城，宁阳还以为会等到主城大战的时候才有机会报复狂神。不错，周狂自己带着人来天书城，让自己能报仇的机会提前杀了8000多次。那么自己这一世，只要狂神还有一个玩家，自己就要送他去见上帝。接下来的几天，宁阳就堵在城门口，杀的狂神玩家鸡飞狗跳。而且宁阳还不局限于单独一个城门，甚至还去练级点转悠，这就导致狂神玩家一点找不出规律。每天下来，死在宁阳手里的玩家就超过1000人。几天下来，狂神的玩家几乎全在宁阳手里掉了1级。宁阳的名字在天书城彻底成了传奇。真牛，一个人杀的狂神玩家不敢出主城。听说有个倒霉的已经调回了0级，人是昨天走的，还有几个也掉到了10级以下，吓得不敢再上游戏，发誓再也不上天罚。宁阳一直追杀人，
原本好不容易爬上等级榜，甚至可以冲击下第一，因为没有啥时间练级，等级就耽误了。但是爆出来的装备啥的却极其丰厚，以宁阳的幸运也确实应该如此，这才可以弥补损失。1周后，周狂带着沈晴晴联系上宁阳。宁阳，你懂我找你来是什么意思？你说吧，怎么做你才能收手？宁阳好奇，啥收手？你想表达什么呢？我是说，我们狂神暂时不想跟你打了，所以什么条件你可以不再追杀我们狂神的人？你说个价格吧。沈晴晴也在一旁道，说的没错，狂少有的是钱。宁阳，我记得你家好像还是一个破旧小区吧？我让周狂送你套房，你别再追杀狂神的玩家了。房子送吧，最好是写我的名字。宁阳笑着摸了摸脑门，话锋一转，但是呢，我觉得你们挺傻的，怎么敢出城跟我谈事情？是觉得我会因为一套房就不杀你们？此话一出，周狂和沈晴晴脸色巨变。你敢？宁阳，你难道连脸面都不要？周狂大怒，我们是来谈事的，而且你杀我们就彻底和狂神不死不休了。第68章，佣兵证明。宁阳杀了2人，继续练级。不一会，系统喊话就来了，周狂咆哮的声音：宁阳，我跟你不死不休。宁阳选择无视，继续追杀狂神玩家。哟呵，我来了。宁阳身后，风晴雪抱着双拳。宁阳打量了眼风晴雪的属性，还没有2转吗？没办法，这不是在星空族，我没有办法继续转职了。那你的战力会进一步被拉大。宁阳想起风晴雪的天赋技能，不过你有复活天赋，应该还是有人愿意带你练级。可要是不能2转，我依旧没有职业技能，就会导致我没有输出。风晴雪抿着嘴角，所以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宁阳猜到风晴雪找自己是有事，所以好奇地看向风晴雪，说说看，有时间就去帮你。风晴雪笑了，我要是告诉你我接的任务有什么奖励，你一定会乐意去的。佣兵证明。宁阳握拳，可以，我一定去。风晴雪轻笑，是我做的一个后续任务，能让我拿到一个星空族精灵弓箭手能使用的技能，佣兵证明也是其中之一。等完成任务，到时候你拿佣兵证明，我拿技能，分配方式宁阳没有什么意见，就答应下来。那我们现在就走。风晴雪示意主城的方向，好奇地问宁阳：成，先去做任务吧。狂神玩家暂时能安心休息会了。风晴雪笑着说道。因为宁阳的持续追杀，狂神玩家外出练级都赔上1万分的小心，养成了习惯，在出城门的时候先观察一下宁阳在不在，再确定是出城还是果断下线。可是这一天，狂神玩家从城门出来，一个个探头探脑的。宁阳怎么不在？纵横四海去练级了？会不会是守株待兔？这小子说不定躲在背处，等到咱们出去就来一剑。这么说，还真像是纵横四海那家伙能干出来的事。宁阳不知道自己明明已经到了迷雾沼泽，怎么余威在天书城还有这么强？宁阳哥，这次的任务我只能再邀请一位同伴，所以我就选择求你帮忙，没有再找朱哥他们。宁阳满意的笑了，你的选择很正确。你家朱哥实力虽然不错，但肯定不能直接碾压地图，这些还是得你敬爱的宁阳哥来，要不我担心你的复活剑要暗烂了。宁阳哥，我觉得你够损的。风晴雪的任务难度不高，只是一个 A 级，换做梦里水乡这样的高手，一个人单刷都不在话下。只是风晴雪没有啥攻击手段，自然也就不考虑独自做这个任务。最终 BOSS 是一只50级的黄金级 BOSS， 我一个人压根单挑不过，所以宁阳哥，这次我只能做点辅助工作，靠你了。我知道，佣兵证明这个物品做奖励，足够我去做这项工作。BOSS 是一只从地下钻出来的变异泥浆鳄龟，肮脏的很。技能是从鳄龟嘴里吐泥浆，竟然还是魔法攻击。还有个技能就是类似撕裂的物理攻击。我去，这技能真是够脏的。宁阳一个闪避避开泥浆，单手一抬就是一团火焰化作，利刃爆发在鳄龟身上。负17822，我晕，这是什么伤害？风晴雪看着自己一剑普攻攻击只能打出50点伤害，就是宁阳的零头不到，这让风晴雪妈了。正常操作毕竟是 BOSS， 打出的伤害少一点，要不然我一剑能砍出个3、4万伤害。宁阳解释了句，风晴雪更妈了，他以为宁阳会谦虚的说自己是暴击之类的，攻击没这么高。感情这一位的意思，如果不是运气不好，还能打出好几万的伤害。这啥也不是啊，这个风晴雪一时语塞。可是接下来宁阳的操作彻底将他看傻了，攻击3下5除2的落下，其中一个技能溅射到旁边的普通怪物，跳出来的伤害竟然真的超过了3万。这个我发现我求你来帮忙，不但是做了正确的决定，也顺便帮我节省了时间。风晴雪彻底服气。啪嗒，伴随着宁阳话落，一个装备跟着掉了下来。
宁阳扫了眼，判断那是黄金器皮甲装备，自己用不上，就扔给了风晴雪。哇，我的运气真好，不但出了装备，我的技能书也到了。七星剑，嘻嘻，攻击好强啊，练到最高可以一口气打出7枚剑士。哟，这么厉害呢，那你试试看。宁阳顺便将佣兵证明揽入怀里。风晴雪连忙学习技能，下一刻手一扬，手里的弓箭射出了3枚剑士。在旁边的是普通鳄龟，45级怪物，之前宁阳一击就砍出了3万气血。风晴雪这一枚剑士下来，也纷纷跳出伤害，负1021，负879，负1147， 3枚剑士的总伤害超过3000。按照这个练级速度，也就是说将技能等级练到最高，甚至觉醒的时候，一个技能的输出能接近7000。这个技能的伤害不错，好好练习。有了这个技能，你应该不会再在组队的时候拖后腿，输出足够了。风晴雪连连点头，兴奋地对宁阳说：“是啊，宁阳哥，太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拿不到这么好的技能。评级到了 S 呢。最关键的是我在人族练级地拿到能适合我这个星空族玩家用的技能，简直跟烧高香一样。”宁阳也为风晴雪感到高兴，这么一来，2个世界融合的时候，风晴雪也有击杀怪物自保的能力。那你自己练会籍，或者去找朱哥他们，我呢，继续去跟狂神玩玩。唉，狂神玩家真倒霉。一次次的试探，狂神众人总算确定，宁阳好像没守在城门，或许是去休息了，或者做别的。反正宁阳不在，这也太幸福了。狂神众人冲出城门练级，甚至有些人二话不说，还给因为宁阳拦城门而下线休息的朋友打电话，将人全喊起来练级。我们终于可以像个正常玩家练级，我真的要喜极而泣。是啊，今天我要练20个小时，老天保佑纵横四海，这次能睡个长眠，我可以一直练级。第69章血染剑任佣兵团，狂神主分行会2万人，实时在线人数从之前的5134，经过大家的口口相传，顺利突破13162。这还是上班时间，部分人去上班没有在线。狂神行会上下一片欢腾景象，相约3两好友，大家一起练级，气氛融洽，莺歌燕舞。月明星稀是狂神第1分会的一个小透明，才加入行会没几天，他也是受到惊吓，得知宁阳追杀狂神玩家，就吓得不敢进入天法世界。这不，月明星稀在得知宁阳不在线，这才重新回来练级。可是刷着刷着，月明星稀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和他一起组队刷级的玩家共有8人，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8人的头像全部变黑。一个人影靠近了过来，哟呵，今天的收获蛮不错的嘛。宁阳打量地下爆出的金币，感慨道：“什么意思？你干什么的？想抢爆出来的金币不成？”可当他看到来人的 ID， 月明星稀目光急剧收缩，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起来。纵横四海，是你纵横四海，这个名字挺帅吧？月明星稀脸色难看，我的队友都是你杀的，不是说你已经去休息了吗？怎么你还会在？宁阳搓了搓手，哎，我说了要追杀全体玩家，没能杀光之前，我怎么可能休息呢？该杀还是要杀了你们的。宁阳手起剑落，月明星稀就倒在血泊中，仙气斩龙剑的血槽往下滴落鲜血，宁阳也不擦拭，紧跟着追去了下一个位置。狂神玩家的痛哭，噩梦之日。宁阳追杀的差不多，见狂神的人大多下得去休息，在线人数跌破3000，宁阳这才收手。刷掉红名后，宁阳收起斩龙剑，将暗影剑交于右手，这才进入主城。尊敬的佣兵团军长大人，我想创建一个佣兵团。佣兵团军长雷霆虎目如炬，额头的皱纹如同一个王字。小娃娃还想要做佣兵团？那我问你，你有佣兵团的证明吗？宁阳将佣兵证明拿出来。不错，想不到竟然还真有人能打出证明。作为帝国的军团长，那我便以帝国的名义允许你成立佣兵团。丁，系统提示，请为佣兵团命名。宁阳想了想，道：血染剑刃。丁，血染剑刃佣兵团创建成功。与此同时，系统铃声跟着响了起来。系统公告：丁，恭喜玩家纵横四海成功创建血染剑刃佣兵团。作为第一个创建佣兵团的玩家，获得奖励等级+1，获得声望奖励+250。宁阳觉得这个系统公告有点针对自己的意思，特别是最后那个数据，少一点不行吗？不过还奖励了1级，倒是挺不错。宁阳调出佣兵团界面，放在队伍界面旁边，这才点开佣兵团打量起来。佣兵团一共可以招收10人，其中一个佣兵团团长，一个佣兵团副团长。因为宁阳创建的佣兵团，所以他自动成为团长。至于其他9人的人选，宁阳大概有了一些想法。就在他准备联系这些人的时候，有几条消息
跳了出来。申侯，恭喜恭喜！血染剑任佣兵团必然会成为第一佣兵团。浩然正气也来了消息，以后找你帮忙会打折吗？包括向氏蜘蛛、风晴雪、梦里水香等人都发来消息。宁阳一一发去感谢的话。宁阳果断对风行记、梦里水香、烟灰凋零、风晴雪、向氏蜘蛛发去了邀请，最后一个给许兰墨发了邀请。很快，佣兵团总人数达到7人。宁阳是佣兵团团长，而且7人的组合，烟灰凋零是法师，梦里水香和自己是战士，风行记是刺客，加上陌生行这位强力牧师做辅助，风晴雪不但是弓箭手，还有复活天赋，职业搭配极其合理。至于向氏蜘蛛，作为金币商人负责后勤啥的就行，至于他是个战士的事，宁阳觉得暂时可以忽略。向氏蜘蛛虽然是第3个进来的，可在仔细观察了佣兵团名单后，长久跟着叹了口气。等级榜第1的风行记，还有等级榜高手梦里水香、烟灰凋零，我怎么觉得在咱们佣兵团里只有我一个是菜鸟？我在玩家群体里等级属性啥的属于中上，还可以是个资本玩家，我怎么觉得自己到了佣兵团竟然一无是处？说着，两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宁阳挠了挠头，解释道：别气馁，反正我邀请大家进佣兵团，是认为都有一些适合的能力的。向氏蜘蛛突然来了兴趣，连忙指向自己：那我呢？我有什么能力适合在佣兵团的？宁阳想了想，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喊666。呢，余下3个名额，宁阳暂时没有好的人选，反正7个人个个实力强劲，应该也够应付一些任务了。咱们佣兵团到时候可以去系统接一些佣兵任务，不过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暂时的任务还是追杀狂神玩家。烟灰凋零顿时来了兴趣，话痨属性直接点满。好啊，一直看你追杀狂神，我就觉得手痒痒。这要不是我觉得自己不太可能在上万玩家的围攻下行走自如，不然我自己就行动了。梦里水香斜瞥了眼，敢这么说话？我咋记得前2天你遇到狂神的一个1000人团，直接上去干了，最后灰溜溜的被打光气血，不是我帮你丝血逃生的？烟灰凋零老脸一红，随后怒道：拔剑吧少年，我与你决斗。梦里水香冷笑：你用的是法杖，老夫用的刀，跟剑有半毛钱关系？看到佣兵团的氛围这么好，宁阳这才有了信心。上一世自己因为失恋的阴影，一直只是一个独行侠，虽然后面有奇遇成为了天榜级高手，但在狂神一次次的追杀下还是陨落。这一世，宁阳决定自己一定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这条路走下去，也在他们的帮助下拯救这个世界。去杀狂神，咱们准备出发吧。第70章，佣兵团的第1个任务。狂神的日子真叫一个水深火热。明明原本只有宁阳一个人，大家本来还可以从别的城门溜出去练级啥的，可随着佣兵团加入战斗，余下6人，2人守住一个城门，见到有狂神玩家，二话不说就开杀。狂神玩家很快发现，他们在一次次的冲击后，虽然有时候能打退守门的2人，可随后宁阳就从别的城门赶过来帮忙。4个小时下来，狂神玩家竟然没有能从城门出去的。原本还在酒店享受的周狂急急忙忙上线，见到沈晴晴的第一句就是现在怎么样了？沈晴晴正和行会高层商量解决的办法，看到周狂也只是摇头，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但是听他们说的和血染剑刃这个佣兵团有关。我听说了，纵横四海创建的佣兵团，是梦里水香、风行记、烟灰凋零都在行会里。沈晴晴无奈地说，这3个 ID 高挂等级榜单，而且已经挂了很久了，又有谁不认识他们3个的？风行记这个叛徒。周狂听到这就生气了，我听说过这个风行记，原本是斗鬼神高价挖来的高手，可没想到分行会500人都在一战中牺牲，就他在最后一刻退出行会保住了一条命。狂神的叛徒竟然又敢加入宁阳的佣兵团，这是一而再的跟我作对。沈晴晴也连连赞同周狂的话，这个风行记确实可恶，而且还当上了佣兵团的副团长，这是表明了要和咱们作对。原本沉默的话语，这时候周狂走了出来，咆哮道：宁阳，我们暂时动不了。难道风行记这么一个叛徒，我们还动不了？听我的，将狂神全体玩家集合起来，我们今天就去冲风行记的城门，将他斩在城门下，让他知道背叛我们狂神的下场。狂神的行会高层也明白了周狂的意思，狂神一而再的在宁阳那吃瘪，也需要一个能够发泄郁闷的窗口。没错，咱们就先追杀这个风行记。看样子风行记是宁阳的左膀右臂，弄了他，宁阳一定会很难受。我们狂神对待叛徒就是雷霆暴击，所以我的想法，咱们先追杀风行记好了。宁阳这段时间还是挺愉快的。佣兵团的第1个任务是追杀狂神玩家，这其实也是宁阳检验佣兵团实力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佣兵团是合格的。
想不到这组合威力这么强呢。朱哥和烟灰凋零的话痨组合，风晴雪和风行记的两风组合，还有许兰墨和梦里水香号称天使和恶魔组合，每一个组合的实力将威力发挥到了极致。朱哥冲杀，烟灰凋零无差别攻击，风晴雪的远距离点杀，风行记的前行又能牵制追杀风晴雪的玩家，以及被最佳辅助照顾的梦里水香，一把大刀就是大杀器。宁阳其实也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真就守住了3个城门，4个城门已经在4个小时里杀了超过1000狂神玩家，这可是以往自己一天追杀的量。也是在这时，宁阳听到了佣兵团里风行记的声音：“周狂来我这里了。”“好，我这就来。”宁阳连忙回复。天书城东门，风晴雪就藏在东门外的树林，七星剑的技能随时都在引导时间，一旦有玩家出现，他就会第一时间将对方点杀。与之同时，更让狂神玩家害怕的是藏在虚无中的第一刺客。作为榜单上上榜的强大刺客玩家，风行记能在第一做了这么久，绝对不是靠自己的美貌，而是因为风行记很强。虽然也是刺客玩家，但风行记的前行比其他刺客玩家的时间更长。而且宁阳其实早就发现了，风行记的攻击每次都是暴击。风行记是宁阳暂时发现的唯一有2个天赋技能的玩家，一个应该是让前行效果更好的天赋，一个就是每次攻击都是致命一击的天赋，都很强，评级不会低。也是有着这2个天赋，风行记这位刺客玩家练级才能这么猛。而在他进入前行状态后，也就意味着其他职业几乎不可能发现他，除非被他攻击。要硬吃的这次攻击又是绝对的致命一击。风晴雪在和风行记组队后，就发现风行记确实挺牛的。不过这一次，风晴雪仔细看了看风行记所在的方向，这位一直都没有动手。明明已经有狂神玩家靠近了，为什么不动手呢？风晴雪若有所思。下一刻，他发现在那10来个狂神玩家后面，又跟着走出来了好多人，乌压压的，最少好几百。这些事，风晴雪看到了最前面的2人，很快想起来，周狂和沈青青。风行记也认出了这2人，看到他们带这么多人，绝对不像是会善罢甘休的。再略一思索，风行记就明白这些人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他不着急出现。风行记，你这个狂神的叛徒，竟然还敢帮宁阳对付我，滚出来吧，我可以留你个全尸。周狂冷声斥责。与此同时，沈晴晴也贴在周狂的胸口。没错，风行记，你听清楚了吗？你敢勾搭宁阳，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何况我们狂神第一分会对你不薄，斗鬼神更是亲自邀请你来。没想到你竟然在2个行会挑战的时候背叛狂神，去帮助宁阳在的暗无天日，最终导致狂神惨败。这个仇，今天我们主盟也要一并找你算清楚。有了这2人的话，狂神玩家全部叫嚣起来。对于狂神来说，输给暗无天日很致命。现在他们将输了的理由归结到了风行记身上，而接下来只要击杀风行记，狂神就能逆转这些天在天书城的不利局面。就在他们大声质问的时候，忽然一道人影从虚空出现，明晃晃的匕首径直刺向周狂。你们说的很好，那就不要再说了。周狂大吃一惊，连忙拽住身边的沈晴晴，挡在自己身前。第71章又多杀了一个，赚了负6422。巨大的伤害数字跳出，沈晴晴的气血还剩下一丝，满是错愕的看向周狂。亲爱的，你用我来挡技能？周狂不像是解释一般的说道。你的装备我买的，替我挡一下攻击怎么了？沈晴晴的话还没说出，风行记作为擅长抓住机会的顶尖刺客，自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一击普通攻击收尾，将沈晴晴的气血清空，因为他认为你就是颗棋子，随意可抛弃。风行记一脚踢飞沈晴晴的尸体，看到在空中化作点点星光回城复活的沈晴晴，风行记饶有兴致地看向周狂。你至少说错了一点，我从来不是背叛狂神，斗鬼神给了你30万，让你加入狂神，后续还有工资。你敢说你拿了钱办了事？明明行会战是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脱离了分盟。风行记随时捏着前行技能，当时我是发挥到了极致，可惜哪怕是我，离宁阳还是差得远，而且宁阳还有一个特别牛的辅助，我没机会。风行记继续说道，至于30万，当时斗鬼神确实给了，但我想加入行会是想尝试更多可能，试试自己能不能有了行会后能提升自己。30万我没拿，而且在经历了那次，我也明白了，狂神并不适合我。现在的佣兵团是我又一次的尝试。周狂脸色难看，他对斗鬼神的秉性还是了解的。斗鬼神特别爱钱，拿走的资金，如果风行记没要，那10有8九就是被他拿走了。周狂内心虽然清楚，可背叛是他用来对付风行记的由头，
自然不可能挑明去说。话锋一转，周狂反而抓住由头：好你个叛徒风行计，你先是背叛在先，今天又杀我挚爱，我周狂今天把话放在这，我跟你不死不休。树林里，风晴雪的声音传来：我听陌生型妹子说过，周狂你跟宁阳也说过不死不休的话，你这不死不休的有点频繁，会不会变僵尸啊？话里话外的嘲讽意味十足。以周狂的性格，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周狂立马暴跳如雷：好啊，你个叛徒还有队友，喊他出来，我这就将你们全灭了。风晴雪出声，本就是为了帮风行计争取时间。就在他说完，风行计手一扬，人在空中消失。叛徒想跑，狂手下令吧，咱们狂神今天清除叛徒。是啊，狂手，咱们动手，不能让他们跑了。2个美女，杀了暖暖手。狂神众人在周狂的示意下急速行动起来。技能给我无差别覆盖，刺客的前行不可能跑过技能覆盖的。下一刻，拥有远程攻击的法师、弓箭手等玩家开始疯狂释放技能，以风行技为中心100码内，技能将地面轰成渣碎。怎么没打出伤害？默人，难不成是被我们秒了？狂神玩家心里泛起嘀咕，就听到外面传来风行技的声音：哎呦，就凭你们想杀我，似乎还不够格，给我把技能覆盖过去，今天就算是将这城外轰成渣渣，我也要杀了这个叛徒和他的同伴。狂神在这边投入了上万玩家，光是远程的数量就超过5000。技能落下之时，天空中密密麻麻全是法术和剑士，一瞬间天都好像黑了下来。烟灰凋零，你知道吗？那边打起来了，周狂带了上万玩家去了风行技呢。烟灰凋零脸色苍白，下一刻发疯一样往东方跑去。过分了吧，竟敢伤我女神大人，狂神这是不想要了。烟灰凋零拎着法杖，将法袍别在腰间，速度奇快。等等我，朱哥只能跟在后面喊。与此同时，梦里水乡也得到了消息：陌生型美女，咱们准备去帮忙吧。风行技一人对付不了上万玩家。是，我们抓紧过去。许兰墨点头，不过你放心，我宁阳哥肯定比我们早过去的，有他在，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梦里水乡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应该是的吧？确实呀，宁阳会去，好像就不会有危险。虽然在躲避，以风行技跟风晴雪的实力，上万人的追杀下，还是有些捉襟见肘。一会，随着他们的技能的无差别覆盖，哪怕进入前行状态，依旧被逼了出来。叛徒，没想到你竟然能躲避半个小时，还反杀了我好几十个人。周狂越想越觉得生气，原本以为这位比宁阳好对付，竟然还有损失。不过逃避这么久，你们最终还是要死。兄弟们，准备好技能，给我一轮射死他们，弄成刺猬的那种。好的，狂少，瞧好了吧，狂少交代的，咱们一定会干好。技能轻线下。风行技紧咬红唇，深深呼吸道：不好意思，因为我害得你也要跟我掉一级。风晴雪弓弦上汇聚魔法光辉，反正我也杀了7、8个人，就算现在死了掉一级也不亏。说完，风晴雪又是一轮7星剑。经过今天不断的使用，这一个几年，7星剑已经能够打出5枚剑士，威力更强了一截。负1622，负748，负825，负1027，负1892。一连串的伤害数字跳出来，甚至还有2次出了致命一击。被风晴雪锁定攻击的只是一个脆皮玩家，又没有沈晴晴那么好的装备，总气血也才5000上下，被一轮7星剑直接秒杀。呼，又多杀了一个，赚了。风行技原本都已经决定放弃，可在看到风晴雪动手，他也鼓起了信心。就算是死，也要再杀一个。下一刻，风行技匕首脱手而出，刺客玩家竟然也有远程技能。而还没有喊出技能名字，那边落下的攻击也已经到了2人眼前，眼看就要打在2人身上。你们2个也不闪避，真觉得你们这点气血能扛住伤害吗？一声高喝传来，随着这人的出现，几乎是瞬间，来人就将风行技和风晴雪拉到身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技能。第72章，说不好那就别说了。刷刷，负7，负11，负3。一连串的伤害数字在对方的身上跳出来，宁阳就这么拦在2女身前，身影虽然单薄，但却完全能够护住2人。你们这2个姑娘也真是的，还以为自己是奥特曼，打算血肉之躯硬抗技能。他们是冲我来的，既然知道他们人多，就暂避风头好了。大不了等我过来，我再教训他们好了。风晴雪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宁阳哥你说的是，但你看他们的攻击也太低了吧，既然都不能破你的防御，那就算是落在我们身上，肯定也秒不了我们。风晴雪总结道，这些人比之前的伤害变低了，可能是因为他们变菜了吧。
狂神的那些人目光面面相觑，本来没有破防，心里就有些不痛快，紧跟着还被风晴雪在心头捅了一刀。谁愿意承认自己猜啊？风行记虽然没说话，但是看宁阳的眼神里带着一抹疑虑，又似乎是觉得应得。纵横四海，谢谢你赶来，你可算能来了，宁阳。周狂脚踩在一块巨石上，表情充满邪魅。既然你也到了，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宁阳，你准备好去死了吗？没能杀掉风行记和风晴雪，有些遗憾，但这两位毕竟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要杀掉的，甚至应该这么说，这两女更像是周狂放出去的饵。被宁阳堵了这么久的门，周狂早就想过改变，可暂时又没有找到厉害高手能够一起追杀宁阳，于是周狂打算从心理上击溃宁阳。宁阳心态不稳，操作上或许就会有漏洞，届时他就有击杀宁阳的可能。一旦宁阳的等级被打下来，属性跟不上，抵抗不住攻击，再要追杀他就容易多了。宁阳似乎和他们佣兵团众人的关系不错，如果将整个佣兵团全部围在一起，宁阳双拳难护6人，当他的同伴一个个倒在面前的时候，我就不信宁阳还能维持现在的实力。这是艾琳的原话。周狂听了后觉得艾琳的话很正确，没错，攻心未上，咱们一定能杀了宁阳。彼时宁阳微眯着眼睛，有些好奇地盯着周狂，原本我还以为你们会一直逃呢，已经做好追杀你们航会到海枯石烂的准备。不错，既然又来了。周狂冷笑道，所以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准备杀了我？宁阳很好奇。周狂点头，你说得很好。说得好，那就不要说了。宁阳扬起手中斩龙剑，暗影剑早就到了左手，双手武器光芒璀璨，手底下见真章吧。噔噔噔，连退数步，宁阳眼看着攻击要落下，此时隐约可见4个人影狂奔而来。既然和狂神宣战，这不是我们佣兵团的事吗？怎么能少了我们？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在上万人里杀进杀出，可我们有热血，我们有兄弟，我们会一直站在宁阳你的身边。大战一触即发。就在7人准备出手的瞬间，宁阳眼尖看到一个个头不高的女孩就这么恬静地对着所有人笑了一下，随后他发动了天赋技。呀，我技能呢？我剑怎么没了？我的法术明明在引导啊，咋就变成了哑炮？这是个啥情况？我的技能也打不出来。所有人疑惑的同时，也是在瞬间，宁阳连忙解释道，这姑娘的天赋技能是静默，也就是说她在的话，其他人就使不出技能了。啊，没有技能的话，那我只能用铁剑去打输出了。风晴雪有些诧异，本来就只有一个攻击技能，这下好，连这个技能都不能用了。梦里水乡也挺无奈，还好我的武器是暗精气，就算不能用技能，应该也能破防。我也是暗精气啊，可我一堂堂大法师，难不成用法杖去抡输出？有人觉得没有影响，自然也就有人郁闷无比。烟灰凋零看着自己的法杖，那叫一个伤心欲绝。不管怎么说，既然没有技能的话，那咱们就必须想办法对付掉这个难题。风行记也发话了，作为刺客，没有技能的话，那最大的优势就没了，跟活靶子也就差不多。周狂看到几人慌乱神情，更是得意万分。哈哈，现在知道厉害了呢，那就做好准备，今天你们血染剑刃佣兵团全部要死在城门口，为我们狂神的路染上一层鲜血。随后周狂发动攻击，他们人多，所以并不担心静默的效果。也是在这时，宁阳速度更快，脚下一滑，就见宁阳的身影如同一道黑线就来到了紫苏身边。其实自从上次见到了他这个古怪的天赋技能，我就想过怎么去破解这个技能。毕竟不能用技能的话，我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是我的同伴就更加容易被你们杀掉。这跟我的设想不一样。还别说，还真让我找到了。宁阳手中的斩仙剑直接朝着紫苏的脖子抹去。反正天赋技能是你的，既然不能抵抗你的天赋技能，反正迟早要失去技能的话，那我就只能先杀了你。紫苏你一死，天赋自然就没了。所有人目瞪口呆，紫苏竟然连一个扑通攻击都没能抵挡住，下一刻直接就倒在血泊中。技能瞬间就可以使用了，6人的技能几乎是瞬间朝着攻向自己的人打去，原本的危机也在宁阳的轻描淡写之下化解。靠，竟然解决了！周狂脸色铁寒，紧咬牙关。不过还好，就算紫苏死了，咱们这么多人一样可以杀那6人。说完，周狂已经示意让大家伙的技能疯狂锁定6人。刷刷，一瞬间，技能如同雨点。宁阳明白了周狂的想法，他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对付其他人。你们先撤，我来挡住他们。6道剑阵落下，追得近的玩家纷纷到底，在剑阵之下，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不，我们不走。第73章白骨僵尸王升级，不走就死！周狂暴喝，狂神众人听令，与我斩了他们！
血染剑刃佣兵团，今天我就让你们彻底成为历史！浩浩荡荡的人群涌了过来。佣兵团7人遭遇最大的危机。宁阳确定，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面对狂神，只是杀人浪费点时间，不会有什么危险。可包括风行记在内的其余6人，一旦遭遇急火，属性就未必能扛下来。你们这个不走，可是给我这里带来了麻烦。宁阳撑起神圣领域，己方玩家的属性直接提升100%，瞬时间就能感觉到落在身上的技能已经不疼了。哇，宁阳你这个神圣领域太强了！在宁阳说明技能效果后，所有人都傻了眼。所有人提升100%，这要是放在国战里，那可是绝对的大杀器。宁阳并不接茬，微笑后继续释放第2个天赋技能诅咒之力。只要是自己的攻击目标，就会削弱对方50%的属性，一增一减，对于双方的形势立马发生变化。而神圣领域最显著的效果是在自己的领域内，自己能复活死亡的友方玩家。如此一来，宁阳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有危险了，有了容错机会。风晴雪，你的复活技能留给我，其他人离我近一点，咱们上。7 vs 1，明明人数不对等，但血染剑刃的几人还是一往无前的冲了出去。周狂用沈晴晴挡住了致命刺杀，此刻也是杀意十足，决定要解决掉宁阳。纵横四海兄弟，你们在东城打起来了，需要我们暗无天日的兄弟去帮忙吗？一会，身后传来消息，宁阳拒绝，算了，跟狂神这样的顶尖行会发生冲突，对暗无天日没什么好处。再说实在打不过，大不了我们离开便是。也是，实在不行，兄弟你带佣兵团的人来暗无天日，我们行会也有上万人，狂神应该不敢发生冲突。宁阳噔噔噔连续逼近，用仙气斩龙剑上附带的熔岩流星特技攻击目标，刷刷，又是一片惨叫。与此同时，队伍被一轮集火。诸葛，其他人各有保命的手段，诸葛的操作稍微慢了一步，就被弓箭手阵营射成了刺猬，气血直接被打空。诸葛没了。风晴雪有些着急，考虑是不是用复活技能了。可是下一刻宁阳说没事，他会重新站起来的。神圣领域中，像是蜘蛛缓缓站起，他的眼神还是茫然的。我怎么活了？风行记推了他一把，别废话，杀人，不然你迟早又要死。像是蜘蛛才反应过来，手中技能落下，加成了100%的全属性后，哪怕像是蜘蛛在玩家中原本只属于中上实力，到了这里一剑爆出的伤害也是绝对高手。其他人也闷不发声，不断攻击对方。宁阳却不可能闷不作声，继续冲杀。你们现在跑不掉了。在观察了一番后，宁阳发现狂神玩家已经合围，已经不可能再突围跑出去了，除非在这死亡一次，再选择回安全区复活，然后下线，这样才有可能不被狂神一直追杀。要不然，有什么办法能保住所有人吗？像是蜘蛛已经死亡一次，其他人倒是还能死一次，自己的神圣领域能再复活。但像是蜘蛛就只能在24小时之后才能无任何损失的复活。也是宁阳在思考这些的时候，风晴雪也倒下了。神圣领域的力量下，风晴雪再次复活，紧随其后倒下的是梦里水乡、烟灰凋零。许兰墨用了祝福技能加持自身，也只多坚持了1分钟。最后一个风行技倒下来的时候，宁阳一言不发，你们护住自己。宁阳无法，天赋复活众人后，连忙叮嘱他们保护好自己。我去，宁阳哥也有复活，而且这复活没人数限制的吗？这才几分钟，复活6个了。风晴雪惊讶的合不拢嘴，跟他的复活比，我这天赋复活怎么感觉那么小家子气？风晴雪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别发呆。宁阳看出风晴雪情形不对，呵斥声后也想办法来减轻他们的压力。让小青来帮忙吧。虽然让宠物来分担压力十有八九要掉级，但这时候宁阳也顾不得那么多。好啊。如同炸雷的龙吟，紧跟着一条青色巨龙腾身而起，身形还没有完全长成，但已经颇具龙形。小青张口喷吐龙焰，霎时便将底下数十狂神玩家笼罩在火焰之中。刷刷，气血疯狂掉下，后排的牧师玩家手忙脚乱的加血，有几个没来得及救治，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因为放出了宠物，宁阳索性也使用了天赋技能灵魂召唤。哟，宁阳有些不敢相信的揉了揉眼睛，灵魂召唤界面竟然多了个跟之前在外面差不多的界面，里面有已经召唤过的怪物。之前在游戏里是不能召唤 BOSS 级怪物的，但是现在白骨僵尸王的头像已经明亮，既然亮了，就意味着灵魂召唤是可以召唤出白骨僵尸王的。之前在现实世界，白骨僵尸王因为吞噬了暗金级 BOSS 陷入沉睡，终于醒了。如果是召唤杀死的那些小怪物，在这种大战中
作用肯定是不足的。但白骨僵尸王好歹是 BOSS， 实力就不一样了。就是不知道吞噬了 BOSS 后，白骨僵尸王现在实力如何了？之前我记得他自己好像说过，他是能升级的吧？宁阳有些激动，白骨僵尸王这次会成为暗金级 BOSS 吧？下一刻打定主意后，宁阳手一翻就将白骨僵尸王放了出来。哇！宁阳兴奋了，原本浑身是腐肉的白骨僵尸王，这次被光团包裹，随着光芒渐渐消散，他的身体外也散发出了一阵阵的寒气，而他身上的腐肉已经消失得七七八八，身上换上了一层红黑色的皮肤，也没有恶心的蛆虫什么的，如果不是阴气沉沉，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活人。蝼蚁，换我出来合适？白骨僵尸王还是那么牛逼哄哄。宁阳总觉得这 BOSS 是不知道自己的品级，说话的时候动不动蝼蚁蝼蚁啥的，难道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神？要不然哪来的如此牛逼满满？你醒了？既然醒了，上次的 BOSS 是我帮你弄到的，所以你得帮我干点活，这不亏吧？宁阳扬手道。可白骨僵尸王皱眉道，是要杀那些蝼蚁。第74章狂神大乱。刷刷，暗影级 BOSS 白骨僵尸王的实力确实不凡，一抬手，宁阳就见几道小技能出现，洞穿地上玩家。白骨僵尸王在成为暗金级 BOSS 后，竟然还能飞行，也不知道现在属性怎么样了。宁阳想着看看白骨僵尸王的属性，不成想连续3个问号。白骨僵尸王？问号就代表着属性不能被观察，哪怕宁阳有神眸都不行，还挺神秘。不过白骨僵尸王的实力确实不错，看他的攻击力输出比起普通60级暗金 BOSS 还要高一些。就在宁阳思考这些的时候，白骨僵尸王扬了扬手，叹了口气道：我的剑不在，蝼蚁，我那把剑还在你那吗？蝼蚁？宁阳不爽了，叫恩人，切，不给我剑，我杀不了这些人。宁阳无奈，现在的 BOSS 也不好骗了，拿去吧。原本宁阳准备将白骨王剑拿给像是蜘蛛这个金币商人拿去处理掉，但后来宁阳想到上面那么多强化石，想着是不是以后有其他的用处，宁阳就又要了回来，没想到还真的有用，拿去吧。宁阳将白骨王剑取出，丢给了天上的白骨僵尸王。原本通透光泽暗淡的白骨王剑，在白骨僵尸王拿在手里后，就像是活了一样，铁质剑身彻底变成了白骨状，紧跟着一道暗金光芒刺出，这让宁阳猛然收缩目光。暗金气了，白骨王剑的属性竟然还能增长，我忽然感觉自己亏了。宁阳叹了口气，白骨僵尸王拿在手里，感受了一下白骨王剑，有些异样的声音传来，怎么感觉我的配件不一样了？宁阳知何地，他说的是强化石的事，145颗强化石，足足加了145%的输出，当然感觉不一样。下一刻，白骨僵尸王也像是要试验一下白骨王剑如今的实力如何。刷刷，无数的剑影在空中形成，下一刻直接下压。白骨僵尸王放出技能，剑刃飞花，给我破！地上数十名狂神玩家就被笼罩在几年范围内，气血嗖嗖往下直掉，扛不住了，这伤害好高，无一例外的秒杀。稍微剩下的几个，那也只是被技能波及，不在技能范围内。此时不敢相信的看向天空中的白骨僵尸王，原本以为宁阳就难对付，大家要小心一点，却不想除了宁阳，还有风行记这些帮手。狂神众人又好不容易压制住了帮手，来了条龙，还来了一僵尸，跟宁阳一样能群体技能秒杀，这太难了。狂神众人欲哭无泪，讨厌的宁阳，你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吗？今天一定灭了你！周狂也疯了一样，开始众人无差别攻击。可是宁阳再放出了白骨僵尸王，几人攻击下来，已经杀了近1000玩家。今天不死不休。随后，宁阳对一旁的许兰墨说：“宁阳哥，你想干什么就去做吧。”许兰墨将祝福落在了宁阳身上，提升100%移动速度。宁阳也不废话，抬手就道：“我让小青护住你们，龙焰以你们的周围铺开，这样近战玩家就不能攻击你们了。默默，你有群体治疗吧？你就专门负责治疗就行，然后我们一路杀过去。3大杀器还有风行技这样的顶级高手，如此一来，狂神玩家哪里还能抵挡得住？几乎每次接触死伤都超过几百，几轮下来就被宁阳冲击的七零八落，手下没有一合之敌。原本带来的1万玩家，半小时不到已经折损了3000，还在以一个高速度的方式折损下去。继续杀！宁阳嗷嗷叫的冲去，狂神众人已经彻底打得没了精气神。追杀！号角猛然吹响，鏖战也就不存在了。狂神丢盔卸甲，原本以为击杀宁阳身边的人就能做到让宁阳心态崩溃，最后甚至还有击杀宁阳的可能，
没想到反而狂神又折进去好几千玩家，狂神彻底崩溃。宁阳一路追杀，等到狂神的人少的差不多，这才停手。他们跑光了，已经不容易碰到了。宁阳叹了口气。风清雪点头，是的，不过我们也赚翻了，我的包裹里都满了。咱们7个人追杀上万人，想想就刺激。不过朱哥有点倒霉，跑到周狂身边，被周狂一刀给宰了。那他是倒霉，你怎么没复活他呢？宁阳有些奇怪。没想到风清雪疑惑地看向宁阳，你不是说让我把复活留下，我以为是留给你用。可你虽然危险，但这不是一直好好的吗？说的也是，那就委屈他了。宁阳几人考虑朱哥专业，就将各自捡到的装备拿给朱哥去处理。狂神内部原本是一场轰轰闹闹的复仇之战，没想到却变成了屈辱。上万玩家没能杀了宁阳，也没有杀了叛徒风行记，唯一杀了的一个没有名气啊，反而狂神还死了4000多玩家。这场战斗结局早就传遍了天书城，使得整个天书城玩家彻底疯狂。狂神这么菜吗？我本来以为是纵横四海实力强大，狂神对付不了，可是现在风行记这些人不说，特么的风清雪、陌生行这些都是谁？怎么狂神连这些人都打不过？10大行会的名单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他们的实力固步自封，也到了时候让他们从舒适圈走出来。行会内卷如此，狂神是第一个走出10大行会的大行会吧？哼，只是这份走出有些尴尬，被纵横四海一个人给闹了，丢人。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愿意留在这样的烂行会里吧。对于狂神来说，一而再的被一个玩家追杀，被堵城门，名声已经彻底扫地。加上天书城一些舆论风向的改变，先动摇心思的是狂神分行会的玩家。毕竟分盟会长刚死，换来的新会长对行会的把控度本来就没那么高。我要退出狂神，找个新行会，这边太丢人了，我的脸现在火辣辣的。我也决定退了，狂神现在已经不配做这个10大行会。宁阳并不知道狂神行会的动荡，他在处理完装备就选择下线休息。起来，吃过早饭。宁阳看现实社会虽然还有一些怪物，但随着进入游戏的玩家增多，大家好像已经慢慢习惯了和这些怪物共同相处。而要是被怪物威胁到安全，他们往往就又能像游戏里一样拿出武器击杀怪物。江州城高空，一辆装甲飞机驶来，轰！有靠近的怪物纷纷被等离子炮击杀。第75章，宁阳，你可是男人。龙王，我们已经到了江州。飞机内部，妙龄少女对一个戴着眼镜的彬彬青年说道。龙王颔首，直接带我去找那个纵横四海，我要去会会他。是，我想第一行会龙魂的会长龙王亲至，纵横四海应该会很开心吧。女人崇拜地看向青年。龙王瞥了眼，没多说什么。宁阳吃完饭正准备回归，没想到一阵直升机的声音后，一男一女来到了自己家门前。宁阳看着铁锁没有任何征兆的被打开，疑惑地看向来人，不知道我们是谁吧？纵横四海，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能找来是你的荣幸。女人挺得意的将手机摆在宁阳的鼻子面前。宁阳搓了搓手，如果没有前世的记忆，宁阳当然不会认识这两人。可是现在这个龙运还是那么的言语刻薄，虽然明明没什么恶意，可就是好想甩他一嘴巴子的感觉。哼，龙王嘛，龙魂的会长，听说龙王背后还有一个大人物，不过这就不能提了。宁阳轻描淡写的说道。这一刻，他们看向宁阳，实在是不敢相信。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跟我们合作过？龙运疑惑不已。宁阳摇头，也不多解释。龙运正要追问，龙王拦住了他。我们的身份不会暴露，不过纵横四海兄弟行事风格看起来也不是坏人，透露点也无妨。我们是派来调查天罚和世界融合的，以前玩游戏弄个第一行会也是为了方便做一些研究调查。宁阳其实上一世也略有耳闻，知道他们做的调查是剥离2个世界的融合，心里还是挺佩服他们的。而且龙王既然见自己的第一面就将自己的任务吐露出来，也是个真性情。找你来是想告诉你，狂神历来的行事风格对我们龙魂的任务影响较大，加上你这次很好压制狂神，我们决定将狂神赶尽杀绝，逼迫他们解散行会。这些方面需要纵横四海兄弟你的配合。宁阳点头，好，具体怎么配合？狂神的仇恨，宁阳需要一点点的还给他们，宁阳也会一一杀了周狂和沈晴晴这对狗男女。而在这之前，要是能将狂神解散，似乎也挺有意义。刷，就想宁阳重新回到游戏。白发老头出现在了宁阳身边。很好，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到你了。宁阳继续自己的老问题，你老是什么身份？现在可以透露了吗？还不能，你做的挺棒，但你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继续提升自己吧。这个世界需要你这位救世主。宁阳摸了摸脑门，救世主，呵，这个可不是什么好词。见老头不说，宁阳从木柱跳下，就准备进入游戏。行，你不想说，我也不勉强，进去了。下次见面，希望我的实力足够你告诉我一切。老头的声音在后方响起，性格还挺冲，但有句话还是要跟你说，多和你的导师接触。至于你那体内的那只灵魂，邪恶的气息浓郁，小心它。白光一闪，宁阳已经进入游戏。灵魂说的是白骨僵尸王。宁阳心里有些嘀咕，老头的意思，白骨僵尸王会对自己不利。至于说的导师，嗨，导师重伤，之前说要自己帮忙找药材疗伤，这么久也没后文呢，也不知道接下来的3转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宁阳，你进了游戏啊？就在宁阳进入游戏的瞬间，有消息就进来了。风行记，连淡泊性子的你都能主动联系我，看来你是有什么急事要找我。风行记也不是喜欢卖关子的人，立马回道，从昨晚开始，狂神分行会就有大批玩家开始退出行会，这个数字在凌晨前达到顶峰，短短1小时有超过2000玩家脱离行会。等到过了上午10点，狂神第一分行会的玩家就只剩下3000人，这里面还有一些僵尸号，有几天没上线的那种。所以周狂暴怒，将第一分盟解散，愿意去主盟的玩家全部带走了。也就是说，天书城现在只剩下暗无天日这一个本土大型会了。一口气说完，风行记足足停顿了1分钟，似乎从没有这么快的说过这些话。宁阳并不意外，只是一个分会解散，别着急，我想很快狂神主盟也扛不住了。风行记之前加入过分盟，所以当得知消息后，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连忙告诉了宁阳。他设想里，宁阳应该会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谁想到宁阳的态度也太轻描淡写了，而且还觉得主盟也不成。风行记想明白了什么，连忙道：宁阳，你的意思，这一切和你有关是吗？我是这意思吗？宁阳懒得解释，刚好系统喊话也在这时候来了。纵横四海，咱们的仇恨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会好好发展行会，也希望你别再追杀我们狂神玩家，别仗势欺人，不然就算拼着打光行会，我们狂神也绝不屈服。下面跟着一群狂神的玩家刷绝不屈服。宁阳才懒得搭理，估摸着这只是周狂的缓兵之计。而几乎是在喊话的同一时间，陌生人语音也进了。宁阳看到那个熟悉的头像，选择了接听，紧跟着是熟悉的声音：宁阳，我们和好吧，我知道自己错了。啥玩意？我说你是不是又犯病了？还是你想害我到时候好去周狂呢？说我勾搭你？沈青青，你现在是真贱啊！沈青青咬牙：宁阳，你是男人，我已经低三下气的来跟你和好了，你竟然还这么想我，太过分了。对，我过分，所以我决定了要杀你，就肯定要杀，莫必要来我这里求饶的。宁阳，你记住，从始至终你就是个 lose， 就从来没有进入我过眼里。你比不上周狂，我只后悔之前对你太慈悲，没有在甩了你的同时就彻底毁掉你，让你万劫不复。沈晴晴骂骂咧咧的：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宁阳叹气：对，周狂对你好，毕竟你能为他挡刀。嘟嘟，语音彻底挂断。宁阳饶有兴致地看着那已经变灰的头像，自言自语道：沈晴晴，你们已经没有多少好日子了，准备迎接我疯狂的报复吧。第76章，变异沙漠蠕虫。神经病！一个白眼，顺便咒骂了宁阳一顿。沈晴晴才看向一旁的周狂，面对那个视力有缺陷的男人，沈晴晴换了张脸，缓缓说道：我努力了，宁阳现在压根不上当，那就再找个理由，一定要拖延好时间。周狂琢磨了一下，冷笑道：我发现人数并不能堆出致命伤害，所以必须要时间为狂神打造几个顶级高手出来，他们是未来我们追杀宁阳的主力军。沈晴晴明白了，好，我会想办法拖延时间。周狂紧握拳头，断言道：我晚上就去找老头子要资金，我就不信砸个几千万下去还不能杀了宁阳。宁阳并不知晓周狂的心思，如果知道周狂想拖延时间，宁阳肯定会告知他时间已经拖延不了，因为龙王不会给他时间，后续工作龙王说他自己会做，所以宁阳现在的任务就是练级。宁阳这段时间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追杀狂神玩家，但其中也穿插着练级。宁阳的等级已经到了45级，而风行记虽然还在等级榜单，但因为帮宁阳追杀狂神玩家，和后面的等级差距没有拉开，已经49级，离50级3转不远。至于后面的等级榜单，宁阳发现佣兵团的玩家都掉出了前10，可见如今的天书城竞争有多么激烈。给我自己一个小目标，先冲上50级3转好了，正好到时候也去见见导师，看他那恢复实力需要什么物品。天书城，极西。
荒原沙漠。宁阳如今的攻击能力虽然只有40来级，倒也没必要留在城外跟普通玩家抢夺50到60级的怪物资源。其他人刷这种怪物，练级速度可能不慢，可宁阳想最快的升级，显然不太合适刷普通怪物。所以宁阳将自己的练级目标锁定在荒原沙漠上的精英怪物。变异沙漠蠕虫，精英级 LV55， 攻击力2823-5355，物理防御3863，魔法防御5542，气血值40万，技能噬咬、融化、死灵术。介绍：生活在沙漠地底的幽暗生物，移动速度很慢，但是厚厚的皮质层却会降低任何攻击，而且还能削减敌人的护甲防御。天性胆小，甚至还会在不敌的时候逃跑。宁阳的目标锁定在这些变异怪物上，而且可能是攻击不高的缘故，这种变异沙漠蠕虫的气血非常多。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他玩家特别不乐意来攻击这种怪物。空旷的沙漠区域里的怪物资源就全是宁阳一个人的，暂时也找不到那种特别适合我练级的区域，就拿你们是试手吧。气血多一点也不是问题。宁阳单手一翻，幻影斩就一口气笼罩了3只沙漠蠕虫。-16533， -20162， -17821。沙漠蠕虫的防御太脆了，宁阳一口气竟然打出了超5位数的伤害。不过好在沙漠蠕虫除了气血多点，倒也不是太难应付。宁阳紧跟其后就是旋风斩，再次爆出一节伤害，沙漠蠕虫的气血也肉眼可见的少了一截。死啊死！被攻击的沙漠蠕虫被吸引了仇恨，也释放出了技能攻击。宁阳被沙漠蠕虫的汁液溅到，感觉防御力应该下降了不少。紧跟着沙漠蠕虫的技能落下，连续几个伤害数字飘了出来：-423、-589、-1028。伤害数字不算太恐怖，在经历过狂神围杀事件后，宁阳对自己的属性还是很有自信的。道体发动，顺带着依靠武器的吸血效果，就能将气血补齐。连突刺、跳斩，一连串的技能落下，顺利将几只沙漠蠕虫气血打空。啪嗒！宁阳愣住了，没想到沙漠蠕虫还来了个大爆。地上铺了一小层金币，覆盖上面还有2件装备，1件黄金宝箱。哟，我这运气不错嘛！宁阳远程恶魔血月斩引来几只沙漠蠕虫，继续选择群刷怪物。与之同时，宁阳顺手就将地上爆出来的金币啥的拾取干净。哎呦，装备竟然还是黄金器，46级。我虽然用不上，拿回城应该也可以摆摊吧。等玩家整体等级上来，应该还是有市场的。宁阳将装备收取好，随后目标落在了那个黄金宝箱上。开了吧。宁阳之前购买了黄金宝箱的钥匙，还剩下一把，所以选择现在开启。滴滴，宝箱特有的开启声音顿时吸引了宁阳的注意力。刷刷，一瞬间黄金宝箱就急剧转动。黄金宝箱的奖励肯定比不上紫金宝箱，所以宁阳也没有太多的期待，只要来个强化石啥的，自己就赚了。咦，没想到宁阳有些意外，最后装备停留在一枚散发着古朴气质的项链上。那是流光溢转的项链，吊坠是一个枫叶般的造型，整个线条很漂亮，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很舒服。宁阳连忙取出项链，黄金宝箱的光泽消散在空中，项链在手里，顿时宁阳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浩瀚的力量涌入身体，随后就是身体的温润，看起来属性应该不错。枫叶项链，暗金器，需要等级46级，体质+130，敏捷+115，特性使用者获得 1% 的吸血能力，特性提升使用者 15% 的移动速度。简介：创世树凋零的叶制作的项链，隐约能勾连世界生命。宁阳看到暗金器属性，不由倒吸了口凉气。这枫叶项链加了体质和敏捷，这些都是和气血总量、防御、移速有关的。特性加了吸血效果不说，还加了15的移动速度。有了枫叶项链，在追杀什么玩家，宁阳可不相信对方还能跑得过自己。想不到普通怪物就能爆暗金器，我这个超级幸运也太幸运了一点点。宁阳打定主意，枫叶项链使用等级需要46级，自己还差1级，继续刷怪，而且说不定待会还能爆出暗金器呢。这要是刷到50级，弄一身暗金器回去，宁阳想想就高兴，手里的动作也加快了。眼看着这几只沙漠蠕虫的气血只剩下1丝，很快就能拿到经验。忽然，宁阳看到明明攻击自己挺欢腾的一只沙漠蠕虫，竟然调转身就走。咦，逃跑？第77章暗金 BOSS。 难怪在介绍里多了句沙漠蠕虫胆小，感情出了事他是真跑啊。宁阳很快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还好奇他的怪物没跑。
他随便几件打空气血，连爆出来的东西都没去捡取，连忙追向那只逃跑的蠕虫。宁阳这下感受到移速增加的好处了。咦，跑得还挺快。宁阳追上这只沙漠蠕虫，正准备出手结果了他的性命，接下来崩溃的一幕出现。逃跑后这才多远？沙漠蠕虫的气血满了。我去，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宁阳叹了口气，拎着斩龙剑和暗影剑，双剑翻飞，只能再杀一次。解决了这只沙漠蠕虫，宁阳回去收拾了金币装备啥的，继续杀。反正这些沙漠蠕虫能爆黄金器，运气好爆出黄金宝箱，说不定还能开出暗金器。等号1连就等于是沙漠蠕虫能爆暗金器，想想就觉得干劲十足。接下来宁阳闷头刷怪。天书城内，忽然一条消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0大行会之首的龙魂提议将狂神排除出10大行会，其他8个行会附议表示赞同。此消息一出，无异于在动荡的天书城再次抛下一个重磅炸弹。虽然他们之前就觉得偌大的狂神竟然连纵横四海一个玩家都搞不定，说狂神已经不配做这个10大行会，可那也是口头上的，这次是真的实现了。我去，我就随便说狂神不配，咋这么快就被赶出去了？也就是说，纵横四海一个人就将一个10大行会给毁掉了，这也太牛了吧！我觉得纵横四海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楷模，实力强，霸道。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议论的时候，周狂也见到了龙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原本嚣张跋扈的周狂，在龙王说了几番话后，彻底偃旗息鼓。给你3天时间解散狂神，这个行会必须彻底消灭，再也不许出现。如果你做不到，你知道我的能力，做好周家产业消失的准备吧。周狂握紧拳头，愣是压下了这口怒火。好，我按照你说的做。宁阳并不知晓他们的谈话内容，他正闭关练级。好在这些沙漠蠕虫是群居动物，一下就是一窝，数量极多。宁阳很快就升到了46级，换上了枫叶项链，而且运气不错，在杀普通怪物的时候，竟然真的爆出了一件暗金护腿。不过属性不算好，宁阳也就换上后没太多关注。玩家全身装备包括武器、靴子、护腿、腰带、护腕、胸甲，以及2个戒指、1个项链、1个头盔。后期还会出披风装备，还包括一些特殊装备。但是眼下玩家集齐的话，也就是10件装备。宁阳已经有4件暗金器，哦，不对，还有1件仙器，接近一半。距宁阳全身没有黄金器的目标又离得近了一步。3转后，我的实力应该能再上一个台阶，而到时候周狂应该也快要解散狂神了。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周狂和沈晴晴也该去属于他们的世界了。宁阳要做的就是时间差，抢先3转。在狂神玩家没有大部分3转之前，自己的优势很大，就没必要还跟之前似的还要打游击战。宁阳一方面琢磨着自己的心思，一方面继续攻击蠕虫。经验条涨得飞快，毕竟是跨越了10级左右的精英怪，经验值非常丰厚。1天多的时间，宁阳就已经升到了49级，比起其他玩家的练级速度还要快上不少。当然，风行记这又抢下了第1，已经达到50级，这就有点追不上了。第一个转职的，宁阳估摸着应该就是他了。这也是自己一直在追杀狂神耽误了，不然就是自己了。轰隆隆，忽然整个地面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地震了。宁阳的记忆中，上一世末世后期就经常出现地震和火山等等自然灾害，地底剧烈活动起来，隐约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拍打着地面，似乎要钻了出来。不对，这好像不是地震。宁阳很快判断出不是地震，几乎也是同一时间将仙气斩龙剑挥手斩下。噗嗤，绿色的汁液从地底迸发出来。宁阳已经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绿色的汁液太熟悉了，这1天多自己一直在杀的变异沙漠蠕虫就是这种汁液。哟，这条蠕虫似乎挺大啊，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好，随着地底的东西吃痛，身体摆动的幅度更加剧烈。与此同时，宁阳能感觉到地面在不断升起。斩仙剑插在那东西身上，宁阳一把抓住，牢牢控制身体不被那东西摔下来。首先露出沙漠的是绿油油的，像是巨大石头一样的脑袋。这么大，这还是沙漠蠕虫？宁阳心里惊叹不已。也是在这时，整条沙漠蠕虫爬出了沙砾，它的身体就像是一条大龙，长度超过10米，腰身足有圆桌粗。巨大的身体，2只眼睛朦朦胧胧的，上面还有绿色汁液，看起来挺恶心。最让宁阳觉得不舒服的是，这沙漠蠕虫的1/3的身体还被埋在沙里，随着沙漠移动，速度不快，发出咔嚓的声音。这个应该是这些沙漠蠕虫的老大，是 BOSS 吧？宁阳暗爽，
原本还担心刷怪要刷很久才能到50级，有了这条 BOSS， 那速度肯定能大大降低。上了！宁阳的神谋几乎是瞬间就打在了 BOSS 身上。变异沙漠蠕虫王沙勒 LV60， 暗金级 BOSS， 攻击力7823-12048，物理防御8812，魔法防御6883，器械值1300000，技能诅咒术分裂咒杀之术，特性提升20%的防御能力。介绍：原是沙地上的一只蠕虫，可当变异病毒侵袭全球，沙勒也被病毒感染，成为了一方霸主。宁阳看到这 BOSS 的属性，不由长叹了口气，不愧是暗金级 BOSS， 属性真厉害，比黄金 BOSS 强太多了。第78章极品法杖暗金级 BOSS。 宁阳看这属性还是挺诧异的，之前的沙漠蠕虫虽然只是精英怪物，和黄金级 BOSS 的属性也大体相当，看来这边界上的怪物属性比在外面练级遇到的精英怪物要厉害一点。有了判断，宁阳大概就能知晓外界 BOSS 属性。吼！蠕虫王发出低沉的吼叫，随后巨大的身体猛然一弹，头颅撞在宁阳身上。负3261。BOSS 攻击力不错，这一次普通撞击，宁阳的气血就下了一截。我的总气血已经突破2万， BOSS 的攻击既然秒不掉我，有道体和吸血效果，我就不用担心续航问题。宁阳有仙气在手，10大 SSS 级天赋，输出更是比普通玩家高了太多，单挑一只暗影级 BOSS 也不在话下。轰轰轰！幻影斩和跳斩的组合技能顺势落下，双剑翻飞，在宁阳的超高攻击下 ，BOSS 也扛不住伤害，气血跌得飞快。半个小时后 ，BOSS 的气血掉到只剩下一丝。哟 ！BOSS 陡然发动技能咒杀之术。宁阳看到 BOSS 几乎是瞬间释放出一道暗影，自己想要避开，竟然感觉身体被锁住。下一刻，那道暗影进入身体，宁阳只觉得一股冰寒气息涌入，游遍全身，一个超高的伤害跳了出来。负12731，宁阳吓了一跳，不愧是暗金 BOSS， 换了其他人，这一击就死定了。咒杀之术确实厉害，这还是自己攻击了 BOSS， 削弱了 BOSS 的属性，不然这一击只怕自己都有可能丧命。可怕，不过就算我没了，我的同归于尽玉符也能反死 BOSS， 也不亏。宁阳美滋滋的想着，同时发动道体，想将气血拉回来。速速！却不想这时沙漠蠕虫王又释放了一个技能，无数沙漠蠕虫从他的身体下爬了出来，朝着宁阳攻击。这一下足足有好几百只，密密麻麻。宁阳看得头皮发麻，数量也太多了。负211，负341。宁阳刚刚拉回来一些的气血不断往下掉落，眼看着在道体的回复下，血条一上一下的，看得都有些吓人。这就是分裂技能吧？感情分裂出来的是这么多小怪啊！咒杀之术击杀肉盾，分裂出来的小怪攻击其他玩家。啧，这 BOSS 还挺难应付，换了其他小队来，十有八九就要交代在这。宁阳再次感叹了下 BOSS 的难杀，想了想，抬手一挥，下一刻6道剑阵的光芒落下，刷刷，无数剑光从天而降，狠狠刺向下方的这些小怪。紧跟着又是一记熔岩流星。这次的沙漠蠕虫只是普通怪物，并不是精英怪，压根扛不住宁阳的2轮攻击，很快倒在了血泊之中。+1，+1，经验值全是强制性的+1，看得宁阳脸都绿了，还以为秒了一轮怪物，自己说不定就能升到50级，感情连经验值都没有。不爽归不爽，但接下来宁阳还是有活干的。锁定攻击目标为沙漠蠕虫王，3下5除2的就把 BOSS 给干死了。嘿嘿，连放2个技能，这沙漠蠕虫王的属性肉眼可见的下降了不少。哗啦啦 ，BOSS 来了个大爆！宁阳看到在地上静静躺着3件装备，一堆金币，还有2个黄金宝箱，7、8个强化石头。在装备压住的地方，宁阳甚至还看到了一本技能书。哟，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竟然能爆出这么多好东西。宁阳确实吃惊，说到底也只是个暗金级 BOSS， 现在也已经有玩家去攻略掉，但绝对没有自己爆出来的东西多。一路杀下来，宁阳杀那些精英怪就爆出了不少好东西，包裹里塞了满满的装备，全是黄金器，属性稍微差一点的也全都扔掉了。宁阳又清理了下包裹，才将地上的东西拾取。黄金宝箱因为没有了宝箱钥匙，只能回到主城后再去打开。宁阳就先把这东西放在一旁。宁阳的目光看向3件装备，这第一件是一个月牙光泽的胸甲，宁阳看不出好坏，连忙神眸放上去。靠，白银器，我这无敌的幸运是被狗吃了。宁阳忍不住叹了口气，精英怪都极少爆出白银器，想不到这暗金 BOSS 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去你的吧！宁阳一脚踹出，
直接让这件白银器胸甲归于尘土。老天保佑，接下来的2件一定要强无敌。宁阳对自己的幸运值还是挺有信心的，所以连忙看向第2件装备。这是一件跳动音符的法杖，尖端有一点小小的湛蓝宝珠，看起来不像凡品。我的幸运果然有点问题，我这也不是法师，给我报个法杖干啥？说是这么说，宁阳还是飞快将属性扫了出来。战音法杖，暗精器，需要等级43级，魔法攻击力1844-3182，体质+51，精神+182，特性增加使用者 15% 的治疗能力。特性使用者获得3块围绕身体旋转的预制盾牌，能抵挡部分攻击。特技闪烁治疗，极品，绝对的极品。宁阳捂住心脏，心中竟然有一种我怎么不是牧师的想法。这件法杖绝对是给牧师玩家的极品武器，加了魔法攻击力，这样牧师玩家配合自己的一些小攻击技能，输出不会太疲惫。最可怕的是加了精神，这和治疗量息息相关的属性，而且2个特性也很实用。第一个直接提升 15% 的治疗能力，也就说以前只能加1000的气血，现在能多加150，数字已经非常可观。第2个特性对于牧师这种脆皮需要人保护的玩家来说更是实用至极。加了盾牌，也就是说碰到被刺客之类的玩家偷袭，对方必须先破盾才能击杀。牧师玩家又是最能改变战场格局，几乎是每一次大战都会被抢先刺杀的目标，等于拿了战鹰法杖的牧师玩家就比其他人多了一层保命手段。也不知道这盾牌能扛多少伤害。第79章断金靴，可惜这里没有牧师玩家，不然可以让他装备上，我就能测验一下这个特性到底有多强了。宁阳感慨了句。至于最后的闪烁治疗，则是一个可以锁定任意一个或者多个目标进行一共5次治疗的技能，有点类似战士的群体攻击技能吧，还算不错，只是治疗量比普通的治疗术要少一点。宁阳总结一番，对于这件战鹰法杖大概有了些想法，等拿回去应该能够培养出一个厉害的牧师玩家出来吧。好了，接下来最激动的环节，该看看这最后一件装备了。宁阳手一扶，顿时装备的属性出现在空中。断金靴，暗精器，需要等级45级，防御1202，体质+75，敏捷+126，总气血+2000。特性增加使用者 15% 的防御。特性提升使用者 25% 的移动速度。简介：沙漠恶魔变异，蠕虫王残害生灵，王国派出无数军队征伐，一一被蠕虫王击杀。他们的装备则成了蠕虫王的私人财富。不错，得了件暗精器靴子。宁阳看到总算出了自己能用的东西，还是挺高兴的。这么一来，身上上上下下已经有了6件暗精器，而且暗精器的等级越高，属性也是越好，挺好的。接下来就该是回城处理下包裹，然后就可以出发去找导师了。杀了一只暗精 BOSS， 宁阳的经验值已经到了49级 76%， 还差一点就可以升到50级。去找导师的路上还有一些怪物，所以宁阳不担心，到时候见到导师自己的等级应该就够了。咦，忘记了，还有个技能书。宁阳扫了眼，想起自己还有本技能书，打开一看，默默地合上了。刺客的技能又跟我无关。追击突刺，评级 S， 对目标连续攻击2次，2次攻击间隔1秒，第一次攻击标记，第二击造成巨大伤害，造成的伤害分别为攻击力的10%分号、180%分号。宁阳看到这技能不由暗暗啧舌，哎，这2次技能间隔太长，要是落在操作一般的刺客手里很容易避开。宁阳摸了摸脑门，所以要发挥这个 S 级技能的强大，必须找个厉害刺客，而且第二击的攻击力高达 180%， 那要是这一击能打出致命一击，岂不是直接高达 360% 的攻击力？宁阳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不得不说，这技能要是落在打出的伤害都是致命一击的高手刺客手里，确实很有用。我们佣兵团在我之后将要出现第2个暴力输出玩家了。宁阳对技能书已经有了安排，爆出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石头也打到斩仙剑上。宁阳二话不说，掏出唯一的一个回城券，捏碎，刷，魔法的力量拉扯着身体，瞬间宁阳就感觉自己有些不受控制起来。等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天书城。经历了前几天的热闹，天书城也渐渐平静了一些。当然，大家都记得狂神是怎么没的，茶余饭后甚至还要讨论一番。宁阳出现在天书城安全区后，顿时吸引了不少玩家的注意。哎呀，看到没，那个好像是纵横四海吧？对，就是他，咱们天书城第一高手，狂神就是败在他手里的。好帅哟，那一身装备好有气质。宁阳眉头抽动了下，想起自己没有隐藏 ID， 连忙隐藏住，顺便将装备特效也关掉。
这才提着暗影剑在人群里穿梭，避开人群后才重新来到摆摊区。宁阳从好友列表里找出3个 ID， 一一发出去消息：申猴，带钱来，有好东西。陌生行，来摆摊区，宁阳哥给你件好武器。风行记，在风行记这，宁阳琢磨了下，主要风行记性子冷淡，不太说话，所以宁阳不可能对风行记说话也跟和陌生行一样的态度。思前想后，宁阳也没想好该用什么语气比较好，索性直接就将技能书的属性做成图鉴，直接发了过去。很快，申猴和陌生行回复了个好字，风行记则只回复了一条：1000金卖给我，我只有这么多金币，算是我欠你的情，以后我一定会将佣兵团发展好的。宁阳原本就打算给风行记了，没想到风行记还打算给金币。现在市面上 S 级技能书的价格大概也就在1000金，SSS 级的话1万。技能书倒不像天赋 SSS 级凤毛麟角，只不过风行记清楚这个 S 级技能在他的天赋下面绝对堪比 SSS 级的实力，这才会觉得亏了宁阳的情。好，你来14672乘以62881。宁阳将自己的坐标发过去，反正自己也没啥活，索性就坐着等一等3人到。因为显得无聊，宁阳就在摆摊的逛了逛，点开了一个叫做小猫猫的店铺。宁阳不由愣了下，呀，竟然还有黄金钥匙卖，这东西店里还要100金一枚，你这怎么才只要50？店主是个小丫头， ID 就叫小猫猫。反正宁阳对这种小丫头也没太大的兴致，只是好奇为啥会只要1半的价格。没想到小猫咪哭丧着脸，显得有些无语。我昨天好不容易爆出了一个黄金宝箱，一高兴手一抖，买了10个一组黄金钥匙。你也知道黄金宝箱这东西非常难打倒，我玩了快1个月才爆出一个。小猫猫摇了摇头，我这都已经没钱买要练级，只能先亏本将这些黄金钥匙处理掉。可我这已经摆了10个小时，愣是没有一人来买的，这黄金宝箱也太难爆出了吧。小猫猫喋喋不休，估摸着是一直没人来他的店铺买东西，小丫头憋得难受。宁阳有些奇怪，黄金宝箱很难，这东西不是随便出吗？当然这番话没说出来，主要是怕被打。宁阳将钥匙全买了过来。啊，你怎么全买了？你爆出了宝箱吗？爆出了几个啊？我可跟你说，买了不许退的。第80章，我是纵横四海。放心，我不退。宁阳笑呵呵地伸了2根手指，还有2个打不开呢。小猫猫心里得意起来，暗暗想到，才2个宝箱也不比我多呀。看来另外7把黄金钥匙到时候会烂在他手里。不过是2个还没打开，我好像一共爆了10几个宝箱吧。宁阳解释了句：你是幸运女神吗？小猫猫吐槽：还有2个还是3个紫金宝箱啊，忘记了数字。宁阳继续说。小猫猫的表情就变得很难看，气呼呼地盯着宁阳。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聋哑人。好气哦，自己辛辛苦苦才弄到一个宝箱，这家伙那么多，竟然说话的时候还这么气人。我东西卖光了，走了。小猫猫心里受伤，气呼呼地走了。哎，我说的是实话。宁阳喊不回来小猫猫，只能继续逛摊位。逛了一圈下来，宁阳只找到一些强化石。强化宝石的爆率不低，但是装备强化成功的概率不高，所以有些缺钱的玩家打出来的强化石就会卖掉换钱。宁阳买了23枚，敲到斩仙剑上，斩仙剑前前后后已经打进去了58个强化石，提升了 58% 的攻击力。正好这时3人也陆陆续续到了。宁阳把爆出来的极品黄金器全扔给了申猴，钱我已经打到你账上，纵横四海兄弟，没啥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行会玩家正在攻略一个副本，正需要好装备呢。去吧，咱们合作愉快。宁阳送走申猴，许兰墨和风行记前后脚到，看到宁阳跟申猴在交易，稍微等了会。等人走后，2人都愣住，没能往前过来。宁阳，那技能？风行记微笑询问。我们交易吧，就按照你说的1000金。宁阳点开交易框，将技能放上去，2人点击确定。叮，恭喜你获得金币加1000。等风行记走了，宁阳笑呵呵地看向许兰墨，赚了钱，咱们下午去逛街怎么样？2人确定男女朋友，一直也没有怎么单独出去过。正好自己这游戏里的事忙得差不多，也狠狠教训了狂神一顿，加上也不急着抢第一个3转名额。主要是宁阳刚才看到风行记已经3转了，所以宁阳决定下午休息会。好啊，那你中午来家里吃饭吧。许兰墨也有些开心。宁阳看看时间差不多，将法杖交易给许兰墨后就下车了。吃过午饭，宁阳开着之前买的50红光出发。天空时不时可以看到有飞行怪物路过，宁阳单手开车，抬手就是一记恶魔血月斩。现实里的这些怪物弱了很多，
不过只怕随着两个世界融合的越来越多，未来可能就完全是游戏世界。许兰墨不懂这些，但宁阳说什么，他跟着细细听着。我们的世界回不到以前那样吗？许兰墨看着远处的商场，如今因为有怪物入侵而变成废墟，甚至外面的步行街低于30级也不让人进入，怕一不小心就被怪物吃了。宁阳的车经过改装，停在了步行街。两人逛逛街，还好步行街还有漂亮的衣服。美女，你身材真好，换这条裙子挺适合你的。宁阳蹲在店门口，还是理解不了女人为什么这么会逛街。累了，休息会。就在宁阳准备找路人要根烟的时候，前面忽然传来地动山摇的声音。咚咚，什么玩意？宁阳连忙站起身。步行街上的客人朝着自己的方向跑来，边跑边喊着：不好了，有 BOSS。 宁阳的神谋看到这些玩家的等级大多是30级，宁阳看他们选择跑路，还挺为他们感到满意。确实，如果是 BOSS， 按照之前的经验，30级确实危险。跑什么？咱们是玩家，碰到 BOSS 怎么能不打就跑？忽然，人群里一个矮子喊道：啥意思？你要去打 BOSS？ 那必须，我可是我们秦河一行会的精英，你懂吗？我们行会在天书城排在前100呢。说着，还有些得意的朝着宁阳的方向挑了挑眉。其他玩家一听矮子自报家门，立马也来了兴致。没错，我觉得咱们作为玩家，怎么能遇到 BOSS 就跑路呢？咱们应该保护大家伙。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去挑战 BOSS 吧。一群人竟然真的就去迎战 BOSS。宁阳追了上去，主要是担心这几位待会被打死了。果然，宁阳追上去就看到那几位吼着要去打 BOSS 的已经被 BOSS 按在地上摩擦。哎呦，快跑！我们打不过，这是60级黄金级 BOSS。 你们先走，我殿后，我会用我命护住你们前行的道路。矮子还在煽情，看得宁阳嘴角抽搐。那是只蚂蚁 BOSS， 大蚂蚁。宁阳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蚂蚁成 BOSS。 眼看着巨大的蚂蚁就要将矮子吞了，宁阳抬起一剑，唰，负21024。除了致命一击，加上宁阳的输出，原本仇恨被矮子需要过去的蚂蚁 BOSS， 仇恨发生转移来到宁阳身边。结节！蚂蚁的嘶吼声传来，狠狠打向宁阳。兄弟娘开，由我来吸引 BOSS。 你别想抢我的风头！矮子还想催促宁阳离开。下一刻，矮子彻底傻了，因为宁阳双剑翻飞，随随便便就让 BOSS 的气血下了一截。我去，这伤害也太可怕了吧！别喊他了，我跟你说，你还想出风头呢？这位是真正的高手，他这风头出的够够的。也不知道他是哪个行会的，在主城里挺有名吧？ ID 叫啥呀？没有人回答。宁阳轻轻松松砍翻了这只黄金级 BOSS， 可惜爆出来的东西宁阳扫了眼，全是白银器，没什么兴趣。宁阳将白骨僵尸王放出来，吃掉 BOSS 的尸体。与此同时，宁阳转身就准备走。装备，这人不要啊，我们快去捡。旁边的人看到有装备，眼睛都亮了。矮子带着刚才参战的几人跑来。兄弟，你叫什么 ID 啊？我待会上线加你个好友吧。我是秦河一行会的，有兴趣来我们行会当精英吗？纵横四海。宁阳丢下一句话。第81章堕灵族烟雨罗。全场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齐齐盯着宁阳的方向。惊讶、愕然、咕咚。终于，矮子狠狠咽了口唾沫，惊讶看着远去的宁阳。纵横四海，那可是天书城搅风搅雨的牛人啊！一己之力摧毁了堂堂10大行会，秦河一行会，嗨嗨精英真不能想。我估摸着纵横四海要是愿意能一个人就把我们秦河一给挑了，还不需要几分钟。原来纵横四海是咱们江州人，我忽然感觉我们这是最安全的，再也不用担心有怪物攻城了。后面的议论声，宁阳没有多注意，稍微休息会就匆匆去见许兰墨。正好这时候，许兰墨忙完自己的，许兰墨拎着衣裳往宁阳的方向走来。来了，宁阳给我东西也买好了，咱们回去吧。宁阳接过重物，两人向车走去。路上遇到一些人，纷纷向宁阳打招呼。纵横四海兄弟，幸会！兄弟牛逼！许兰墨有些奇怪，等上了车，实在好奇，宁阳哥，他们怎么都向你打招呼啊？还喊你的游戏 ID？ 可能是因为我在天书城太有名，所有玩家认出了我吧？宁阳随便解释了句。宁阳没好意思解释自己没跟着买衣服，偷摸的去打了个 BOSS。 回到家休息了会，宁阳就上了游戏。他在下线之前就将要带的补给带好。一上线，宁阳调出地图，搜索寒霜森林，大概判断了一下导师凌雪的坐标。宁阳锁定位置后，让人物采取寻迹行动，这样自己就不用一直关注路线问题了。反正就算碰到主动攻击的怪物，以宁阳的属性也不会有危险。考虑到路上可能遇到怪物，宁阳琢磨后将白骨僵尸王放了出来。保护我！
宁阳言简意赅的吩咐。白骨僵尸王眼高于顶，蝼蚁，你知晓在与谁说话吗？竟敢命令我，信不信我撕碎了你？我看你是不想以后再吃 BOSS 尸体，汲取力量恢复自身。宁阳揉了揉拳头，如果我一直不放你出来，那你是不是以后就再也不能变强了呢？白骨僵尸王深吸口气，略显苍白的皮肤有些异常的红。好，我觉得咱们最近关系不错，所以我乐意帮你清除路上的怪物。路上，宁阳顺便整理了一下游戏资料。其实上一世对游戏就有了很多理解，但是有些细节的东西，这一世有点不一样了。比如，宁阳就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信息，发现没？7个主城，天书城现在完全成为了焦点，咱们其他主城好像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啊。纵横四海现在不但是天书城的中心，也间接成为了整个7个主城的中心。也不知道国外那些服务器如何，他们有纵横四海这样的玩家出现吗？一个人挑战一个行会，应该不多吧？就在所有人都在议论宁阳多强的时候，另外一个有力的论点传来。我听说堕灵族出现了一位女法王，一战击溃堕灵族10大高手，而且是10人一起上的，一战封神。不知道他跟纵横四海对上，到底谁更厉害？这么厉害？堕灵族的10大高手还是 1vs10，那确实厉害。换上纵横四海，对付等级榜前10那些玩家，有风行技在可能都未必能赢。这一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堕灵族的那位女法王吸引。女法王漂亮吗？多大年纪啊？有没有男朋友？这个女玩家叫啥呀？装备啥的有资料吗？被询问后，这个玩家有些愣住了。过了10几分钟才回了个帖子，具体资料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我记得这个玩家好像是叫烟雨罗。这不是有资料吗？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人族玩家能和星空族、堕灵族来场大战，到时候就能见到这个烟雨罗了。宁阳往后面翻了翻，吸引自己的资料就不多了。好在自己的移速变快，这时已经到了寒霜森林。导师林雪应该还在吧，就是不知道伤势恢复的怎么样了。宁阳心里泛起嘀咕。呼呼，忽然一阵怪风袭来，宁阳几乎是下意识判断有怪物出现，没想到身旁一个高大的身影速度更快，手中利剑一翻，竟然直接就将天上的怪物砍成2截。白骨僵尸王昂着头颅，颇为自豪地喝道：继续往前走，别耽误我的时间。宁阳对白骨僵尸王的傲娇还是有些理解的，咬咬牙继续往前出发。进入寒霜森林，遇到的怪物也渐多，不过有白骨僵尸王在，宁阳不用出手，召唤生物击杀的目标经验值也来到自己身上。唰，一道金光落下，宁阳终于来到50级。白骨僵尸王再次击杀一只怪物。唰，一道破空声音传来，那是利刃刺穿空气的颤鸣。哪来的炼狱魔物，竟然敢到我林雪面前耀武扬威，找死！一声娇喝，随后那长剑在空中化作点点剑影，直接笼罩了白骨僵尸王。宁阳看到好不容易有点血色的白骨僵尸王，立马又变得惨白。不过白骨僵尸王是傲娇的，扬着脖子喊道：如何？我才不信你一剑就能杀我！宁阳听到这声音，连忙打断对方：导师别动手，这是我的召唤物，杀了他我就缺了一个帮手。林雪停手，空中的剑阵消散。你来了？宁阳点头，看白骨僵尸王还准备说话，以他那张嘴，动不动蝼蚁的，搞不好就被导师给砍了。你别说话了，回去吧。宁阳收回白骨僵尸王，这才笑呵呵地看向林雪：导师，我已经50级了，你知道的，所以我来找你，想问问有什么能帮你的。下意识打量了一下林雪，宁阳发现哪怕已经过去这么久，林雪的脸色还是一样苍白，甚至气色比起受伤后好像还差了。导师，你的伤这么久也没有一丝好转吗？没有。林雪收回长剑，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有些颤抖。那我可以怎么帮你？第82章疗伤圣药。你想要帮我？林雪有些意外，那双灵动的双眸虽然因为受伤而略显得暗淡，但依旧那么美丽动人。是，你是我的导师，帮你疗伤是我的分内事。林雪依旧看着宁阳，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好一会，他才将利剑收回衣袖。我现在力量10不负1，还需要维持伤势不恶化，所以没有多余的力量为你做晋升仪式。林雪摸着脑门，我需要的药材比较多，而其中最难寻到的是地凤血液。地凤，那怪物我倒是听说过。宁阳感觉心脏跳动的剧烈，一时间全部注意力回到了林雪身上。宁阳记得那赫然是比暗金级 BOSS 更高品级的地级 BOSS。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要不然我自己就去取那地凤血了。说着，林雪有些好奇地看着宁阳：你真决定要帮我？那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致命危险。宁阳，你确定还要这么做吗？对，治好伤，
我才能提升实力。原来是这个原因。系统铃声跟着到来。叮，系统提示：长期任务，解封灵血，1阶段开启，请前往寻找药材，诊治灵血伤势。宁阳之前就在关注解封灵血这个长期任务，估摸自己做完任务，灵血的实力就能全部恢复。也不知道这个任务的最终奖励会是什么，毕竟是长期任务，而且虽然没评级，但肯定比 SSS 级任务还要难，奖励肯定比 SSS 级任务还要丰厚。宁阳接受任务，正准备出发，忽然林雪喊住了宁阳：“等一下，你刚才召唤出的那个恶魔，以后别放他出来，我好像对他有点印象。你认识他？”宁阳大惊，刚接触白骨僵尸王，只不过是一个黄金级 BOSS， 也就是失落乐园这个地图有点特殊，打完2个世界就融合了一些，加上进游戏时接应老头说的那些话，宁阳判断白骨僵尸王的身份不简单。只是老头似乎不打算告知自己发生了什么。宁阳没想到导师竟然知情，这个我印象不深，好像见过，又好像没见过，我仔细想想，等我有想到再跟你说。宁阳无奈，看来导师是想不起来。行，导师你忙，我去准备药材。宁阳告辞，注意安全，如果实在拿不到血液就放弃。宁阳点头答应。结节地凤在宁阳的记忆里算是天书城周围比较高品级的 BOSS。 宁阳印象里德凤所处的地图是叫烈焰谷，谷底深处会有从地底冒出的岩浆。德凤是火焰魔法系怪物，自然就喜欢待在烈焰谷。65级普通怪，属性不算突出，就怕现在玩家练级点开发的差不多，烈焰谷离主城不算远，可能早就有玩家的练级地进驻。宁阳现在是天书城大红人，主要是担心自己太红火，到时候被玩家认出来麻烦。到达烈焰谷，宁阳还没打算往深里去呢，就看到一群玩家正在禁谷入口徘徊，有些想进入山谷练级的玩家被他们拦了下来。宁阳将装备和 ID 做了遮掩，加上站得远，刚好能听清楚那些人在说什么。烈焰谷是我们秦合一行会的练级地，也是我们的大本营，所以既然你们不是秦合一的玩家，麻烦你们离开。说话的人个头不高，在普通玩家面前有几分魄力。来人应该也只是普通玩家，一共2人，似乎是对男女朋友。此时眼看着要被赶走，男人不想在自己女朋友跟前丢了面子，所以很不高兴。你们秦合一也没多少人，烈焰谷这么大，你们全部霸占下来就不合适了吧？还是说你们看我们只是单人玩家，所以故意拦我们？换了要是其他一个大行会过来，你们敢拦着不让他们来练级？女人也在一旁帮腔，没错，你们秦合一要是想欺软怕硬，我们虽然是单人玩家，却也没有那么好欺负，大不了就是死一次掉1级。矮子皱起眉头，他可是负责阻拦单人玩家抢夺练级资源。其实也不止是秦合一，包括其他行会也在这么干，抢不过大行会也拿不到什么好的练级点，秦合一能做的就是只能挑选远一点的练级地了，而且怪物等级也有些高，不太合适。可这已经是秦合一在天书城能拿到的最好的地方，要知道很多比他们秦合一实力强的行会还只能挤在公共练级点呢。烈焰谷是秦合一的重中之重，矮子自然想把事情干得漂亮，所以一听到质问声就不高兴了。枪！矮子拔出武器，是一把太刀。矮子恶狠狠地冲着2人询问：你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拼着掉1级也要进是吧？那我这就喊人成全你们。眼看真要打起来，2人不约而同地摇头。算了，我们不想得罪秦合一，告辞。这对男女虽然有脾气，可不代表莽撞，剑带高帽，不能让秦合一让他们进去练级，果断放弃。宁阳看到这2人的表现，那叫一个目瞪口呆，挺识大体的呀。宁阳心里赞叹，这2人回城的方向正好就是宁阳这里。在经过宁阳身边的时候，男人似乎越想越气，骂骂咧咧一顿后，看到宁阳，忽然好奇询问：你也打算去烈焰谷练级？宁阳点了点头，不知道这位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跟自己组队，觉得多一个人可以进去练级？那别去了，人家秦合一的精英都说了，不会考虑让单身玩家进去。宁阳见不是要求组队的，松了口气，试试呗。呵呵，就你。男人上下打量了宁阳一眼，我看你浑身上下好像装备也不怎么样，又没有其他行会撑腰，别想了，别没进去还被对方讥讽一顿。宁阳笑着挥挥手，也没多解释。男人见宁阳不理自己走了，立马没好气的跟身边的女人嘲讽道：你看那傻子，待会被回来比咱们丢人多了，这人连自己的能力也看不清。第83章神秘的堕灵族少女。踏踏，宁阳踩着碎叶，断金靴发出轻微响声。我要进烈焰谷练级。宁阳对正背着自己在讨论烈焰谷里有什么矿藏啥的，行会能采集多少材料的几人说道：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些单身玩家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动不动就想来烈焰谷，自己啥能耐不知道？就算让你们进去，还不是被怪物咬死？
可能是总有人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就是能在天书城搅风搅雨的另一个纵横四海。矮子很不爽，狠狠地斥责一番，这才和同伴一起转过身看向来人。面相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矮子拉住要动手教训宁阳的同伴，你要是认识的话，那就让他进去。同伴狐疑，矮子联系起在现实里见过的那一位，顿时有些兴奋起来，进去必须让他们进来。宁阳并不知道这几人的心理活动，只是在路过矮子身旁，稍微对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咱们看什么啊？怎么还不回去？男人却是眼睁睁看着宁阳进了烈焰谷，越想越气，感觉自己的面子被人狠狠踩在脚下，太过分了吧？明明情和一行会愿意让单独玩家进入烈焰谷，却不让我们进，感情这就是针对咱们的。听到这么说，女人一想，好像也确实是这个道理。这个确实是在针对咱们啊！秦和义太欺负人了，我这就叫我哥来，我哥可是在龙魂比秦和义牛多了的行会，让他帮咱们要个说法。哼，太过分了！进入烈焰谷，宁阳明显感觉到烈焰谷的温度比外界要高一些，这里的树木枝干也更加粗大，应该是因为温度高的缘故。宁阳看到这里的就是50到65级的一些火焰怪物，可能是因为烈焰谷的环境缘故，怪物大多是火系魔法怪物。轰轰轰，每经过一处，就有不知道钻在哪里的怪物来了个火球术，找死！暗影剑挥出剑气，恶魔血月斩的威力不错，直接就将怪物钉死在树干上。真烦，路都不能好好走。宁阳果断放出了青龙。好，小青的等级比自己还高，如今已经初具龙形，威武不凡。本来宁阳是打算放僵尸王出来，可想到导师林雪的交代，宁阳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以后还是尽量少让僵尸王出来，或者要搞清楚僵尸王的身份。砰砰砰！宁阳发现，在火面前，好像还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小青的龙焰。一喷下去，刚准备冒头的怪物就被烧死了。宁阳继续往里走去，路上有听到一些技能打斗的声音，宁阳不想节外生枝，也没考虑去和其他玩家见面。我的目标是地缝，怪物啥的其实都可以不用太在意，直接去烈焰谷最里面找地缝就行了。宁阳打定主意，直接去了最深处。周围的怪物等级已经全是65级以上，甚至还能看到一些65级的精英级怪物。这么一来，怪物的难度直线上升，也就导致这里面一点没有什么练级的玩家。不过有小青在，宁阳依旧是轻轻松松继续往前走。这样走了大概半小时，宁阳估摸着离谷底应该不远了。忽然，宁阳在路边看到一个还没被刷掉的被打死的精英怪。小青，是你杀的吗？其实宁阳可以确定，小青并没有攻击这只怪物，也就是说，在这里的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他人在练级，是秦和一行会的。宁阳不确定，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对方和自己一样，秦和一不敢拦，而他大概率是在自己之前进来的。我的目标是地缝，如果对方只是刷怪练级，那跟我的目标就没有什么冲突。宁阳判断一下，很快确定对方大概率不会和自己有什么碰撞啥的。宁阳继续往前走，因为前面有一个人在清理怪物，宁阳这一路上走得轻松一些，没有在需要出手的时候。连小青也轻松了下来。小青，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对方应该跟咱们不远，杀掉的怪物尸体，半小时系统也就处理掉了。所以对方和咱们经过同一处的时间绝对没超过半小时。而且半小时之后，新的怪物也会刷出来。可他还需要清理怪物，我呢，移动速度绝对是顶级，却一直没有追上他，这就有点奇怪了。难道他清理怪物不怎么花时间？要不然就算一只精英怪耽误1分钟，这一路上也遇到了30多只。也早就该遇到他了。宁阳确实奇怪，而且随着这一路走下来，宁阳忽然有一个猜测：我去，他走的路怎么跟咱们是一样的？难道说他也是冲着地缝来的？一旦有这个念头，宁阳就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而且也唯有他的目标也是的缝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两人路线一致。快快，小青，我们快点，可千万别让地缝被人抢了。宁阳锁定了地图位置，速度全开，已经没有之前的信步闲庭。啾！清脆的鸟鸣，宁阳在进入了地底石洞的瞬间，伴随着灼热火焰传来，宁阳感受到这声鸟鸣让整个山谷深处都颤动起来。是地缝的叫声，他似乎有些生气，对方采取行动了。因为地方清理精英怪的速度太快，所以宁阳判断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人，应该还有同伙。这说话的功夫，宁阳就来到的缝之前。嗖嗖！宁阳看到了连续抖动的箭矢，几乎是瞬间扎在的缝身上。对方的 ID却是一片空白，看来和自己一样，也因此了名字。那赫然是一个女人，她的长相是极美的，而且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妖精气息。她的身材也很好，几乎浑身看不出一丝赘肉，尖尖的耳朵，肤色稍微显得黝黑，却一样让人觉得难以忘记。而她在额头中间
还有着一块红色的圆点。堕灵族玩家，宁阳的思维彻底僵住，竟然是堕灵族！堕灵族可以进入人类的城池了吗？第84章，第一人之争。轰轰！法杖附着火焰，火星溅射在德凤身上。啾啾！地凤明明是地级 BOSS， 可是却被堕灵玩家压制，不断发出惨叫。看到这一幕，宁阳的火气就不打一处来。太过分了！地凤明明是我们人族的 BOSS， 一个堕灵族玩家竟然跑过来打我们人族 BOSS 的主意，这跟看到一个外人闯入自己家里，还顺走冰箱里的牛奶一样，让人觉得愤怒。宁阳愤怒了，呵斥起面前的堕灵少女：“呆，住手！这 BOSS 是我的，你敢抢我 BOSS， 我这就跟你没完！”堕灵少女眼都不看宁阳一下，冷斥：“滚！”轻视的态度让宁阳心里有些受伤。你还敢让我滚？这是人族，我们人族玩家都应该让你滚！宁阳也不打算废话，反正两族迟早要发生矛盾，要经历生死厮杀。那么在现在之前，先杀了这个堕灵少女，宁阳心里也就过意得去。却不想一道身影比宁阳的反应更快，呱噪，滚！对方扬手就打出了技能火焰剑。宁阳操作一个 S 型走位，法杖堪堪擦着脸颊飞了过去。Nice！ 大大的闪避成功字样调了出来。与此同时，宁阳按引键切下，跳斩技能打出。对方一个错身，竟然也成功闪避了技能。Nice！ 两人的 Miss 几乎是同时跳了出来。哟，看不出来你的操作不差吗？宁阳有些意外，自己在上一世已经封神，操作还是能达到高手的地步，加上这一世，嗨嗨，宁阳一次次追杀狂神玩家，操作也跟着水涨船高。宁阳别不吹，自己的实力，全球未必能找出100个比自己优秀的，这个女人却能和自己一样走位成功，加上堕灵族的身份，又是法师，宁阳心里已经有一个名字。我记得上回谁跟我说过，堕灵族出现了一个高手，一个击败前10的玩家，好像是叫什么烟雨罗。宁阳终于想起了那个名字，烟雨罗是吧？你不会认为自己在堕灵族牛了，就能跑到我们人族来耀武扬威，竟然还敢来偷我们的 BOSS？ 没错，确定是烟雨罗，这就肯定是偷 BOSS 了。烟雨罗绝美的脸庞带着一抹冷笑，哦，你听说过我？你实力也还不错，我倒是能和你多聊几句。BOSS 是游戏资源，也就意味着属于所有人，谁能杀便是谁的。现在我能杀掉地凤，那么我就是有这个能力做到，谁敢阻拦，就要做好掉级的准备。烟雨罗话多了一些，说完压根不管宁阳说什么，就不再解释，扬起法杖又是一个技能，火焰腾腾，随后在空中换作一只火焰龙。龙腾，给我去死！还配拦我？宁阳连续后退，火焰龙吞噬而下的瞬间，幻影斩也挥了出去。这下两人纷纷被击中，都不约而同的往后退了一步。负3144，负2283。宁阳打出的伤害数字更高，但对方是法师，攻击频率本就比战士要快。刷刷，又是连续几次技能飞来。宁阳虽然再次闪避，但同时气血也掉了不少。好快的攻击速度，可惜宁阳没能在来这之前多杀点人，将攻速叠加起来，要不然宁阳的攻击速度不会比这个烟雨罗慢。远程打近战，我只要拉开距离，你迟早要倒在我的脚下。烟雨罗再次说出一句，然后噔噔的连续退了几步。烟雨罗竟然拉开了30码左右的距离，这已经是近战系玩家技能能攻击到的极限。就算对方能够一瞬间拉近距离，这么远应该也够用了。烟雨罗开始释放攻击，而且他极为聪明，这次没用火系法杖，而是用了低级的能够瞬发的雷电剑。接下来准备好了吗？雷电剑在掌法杖上不断的被打出，而且似乎还觉得不够震撼，烟雨罗竟然又取出了左手法杖，他竟然是双手法杖玩家。但不是不行，法师职业在宁阳的记忆里本来好和战士似的，根据使用武器不同，分为了几个派系，一就是传统法杖，其次还有短杖，还有一类使用特别少的其他形态法器。而短法杖和其他法器是能做到双手武器的，当然双手武器必然会有攻击上的手忙脚乱，加上技能冷却是共享的，这就导致使用的人其实并不多。但宁阳遇到的烟雨罗却是一个怪胎，而且雷电剑释放的频率不低，宁阳估摸着他应该有减冷却的属性。雷电系技能，也就是说我要杀被击中一下就会中麻痹效果，瞬间的反应速度变慢，也会陷入被动。所以这就是你对付我的手段吗？宁阳扬起暗影剑，你是高估了自己，还是低估了我？宁阳手中暗影剑化作月光，迅即飞了出去。噗嗤，负2123。恶魔血月斩又打掉了一节气血。烟雨罗毕竟是脆皮法师，气血也才将将破万，这连续2次伤害下来，气血就已经掉了近一半。咕咚，
烟雨罗拿出一种宁阳没见过的血瓶，吃下去气血就满了。哟，你还有远程技能？烟雨罗很惊讶的样子。宁阳脚下连续变换方位，避开技能的同时拉近距离，但烟雨罗早看出宁阳的心思，竟然一个错身就又往后退几步。想拉近距离，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宁阳冷哼，是吗？那你看好，看我是怎么杀了你的。见一直拉不近距离，宁阳猜测暂时不太可能轻松击杀烟雨罗。好烦，终究是我要扛下所有。宁阳嗖嗖两声，竟然将青龙和白骨僵尸王放了出来。你竟然还有宠物？这下轮到烟雨罗震惊了。宁阳懒得解释什么，而是挥挥手，示意青龙和白骨僵尸王去缠住那边的 BOSS。你好不容易打掉的凤一些气血，要是一直互相攻击，气血迟早能回来的，所以就由我的宠物去拉住仇恨值好了。宁阳说完，暗影剑上幻影斩的技能就落了下去。第85章战 VS 法。砰！宁阳的技能砸在地上，立马在地上造成一个浅坑。而原本好不容易靠走位拉近一点距离，宁阳才释放旋风斩，没想到却被烟雨罗眼疾手快早发现，几个后跳技能避开。Nice！ 果然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烟雨罗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一直在后退，导致已经到了地图边缘，后方就是地底熔浆。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将我逼到地图边缘，好让我没后路，然后就只能跟你近战了，对吗？烟雨罗在战斗中还是一个特别自信，所以愿意解释什么的人。是的，没想到被你看出来了，那我是不是就没机会了呢？宁阳装模作样，手里的攻击更快，好像被发现后有些难办的样子。烟雨罗也不废话，竟然转身就错开了个方向，朝着宁阳相反的方向奔去。同时在宁阳没有追上来的时候，不断扬起两手的短杖，雷电剑这种低级法术就不断打出，几乎无差别覆盖了宁阳追击的路程。现在宁阳才看到，烟雨罗的法杖其实比一般玩家使用的要短一些，这也就是宁阳没打算用双手剑，不然倒是可以来一个双手对决。宁阳没有用全力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烟雨罗这样的对手难得，可以利用他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轰轰轰，双方不断交错，不断进行着碰撞，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技能是致命的。烟雨罗没想到自己竟然被缠住，再一次释放技能封住宁阳走位后，好奇地说道：我问你，你到底是谁？你这样的实力，在人族玩家里应该能排得上号吧？你是龙族的高手是吗？宁阳摇头，你猜错了，我跟龙族可没关系。想了想，宁阳担心烟雨罗不相信，索性放出了自己的 ID， 这么一来就能看到 ID 下面是没有行会的，只有一个佣兵团，而且这 ID 也不知名，纵横四海，没听说过。烟雨罗皱着眉头，所以你竟然觉得自己能拦住我？可笑，看我现在就来杀你！法杖引导法术的今年忽然变得缓慢了起来，空中立马响起晦涩的咒语。与此同时，一道道光芒环绕着烟雨罗的身体，再经过法杖引导汇聚在空气之中，好像挺强的呀。宁阳知道这烟雨罗是准备放大招了。下一刻，宁阳也不废话，哼，既然你放大招，那我也可以放大了吧。长剑一挥，空中的剑阵开始汇聚，双方在一瞬间竟然全部选择放出大招，都没有闪避的意思，这是打算硬扛。魔法之盾，给我开！熔岩突刺，给我灭了他！连续两声轻喝，而宁阳的6道剑阵也终于落了下来。轰轰轰，却无一例外全部被魔法之盾挡了下来。宁阳吓了一跳，没想到魔法之盾的防御力这么高，所以这就是你的依仗，觉得我不太好对付，这才用硬吃我一次技能来引导放出你的熔岩突刺，是觉得这套技能能秒了我？宁阳有些意外，感情原本两人都是在拼操作的，非常牛的拉扯战，忽然就变成了站桩硬轰，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熔岩突刺也几乎是瞬间笼罩住了宁阳，技能的光泽在小小的空间不断亮起，也几乎是瞬间爆发出了强劲的输出。魔法之盾确实很强，但随着剑阵不断下落，也终于被击溃，有被打碎的时候。无数烟尘在技能碰撞下被激起，瞬时间就笼罩了两人。等到烟尘消散，宁阳扛着道体的伤害，气喘吁吁。哎呀，看来你的魔法之盾还是比不过我的道体，毕竟我可以自己回血，比你吃血瓶还管用。宁阳自言自语地说道，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这一战虽然有些狼狈，但宁阳可以确信是自己赢了。不过有些奇怪，在死亡的瞬间，烟雨罗的尸体就消失了，复活这么快啊？是回城去了吧？可惜没能抓到他，不然可以问问他是怎么来的人族领地，这样或许能找到从人族前往星空族的可能。风晴雪这丫头毕竟是星空族玩家，在人族主城里不能学习技能，
只有送他去星空族才能学习。宁阳其实心里挺矛盾，一方面是和星空族、堕灵族迟早要交战，而且是灭族大战，输了的一方就有灭亡危机。可风晴雪这丫头人不错，宁阳其实不愿意看到她回星空族，最后死在人族手里。胡思乱想着，宁阳则去找地级 BOSS。地凤这么强，你们两个竟然被抽得不断后退。白骨僵尸王听到宁阳的风凉话，那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切，你竟然还敢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属性吗？这是地级，而我只是暗金级，能扛住伤害就不错了。你竟然还说我不该后退，你看看小青，他就没退。宁阳指着空中那条被抽得鼻青脸肿的龙说。地凤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尾巴的3根羽毛就跟鞭子似的，抽得很是厉害。你这么厉害，你自己来啊！白骨僵尸王很不满意宁阳的话。我来就我来。宁阳换了斩仙剑出来，加入战局。这次是打 BOSS， 当然要考虑输出最大化。之前没使出的双手剑终于可以挥出，盯着强大的火系输出，宁阳不断落下技能，而他气血不断的下降，又被拉了上来。饶是如此，也危险万分。你们两个帮忙啊！这么打下去，我一个人不是对手。白骨僵尸王虽然很不高兴宁阳的态度，蝼蚁竟然敢藐视他，但是宁阳说的没错，他要是不加入战斗，好像确实打不过。所以白骨僵尸王二话不说也跟着加入战斗。小青也上了，一人两宠物开始不断朝着德凤攻击，一直交战了快2个时辰，终于地凤的气血只剩下了最后一丝。宁阳也跟着心里松了口气，总算可以结束了。噗嗤，没想到这时空中一个法术技能落下。第86章，没有伤弹的必要。负6388，致命伤害跳出，将德凤的最后气血打空。与此同时，对方伸手就将空中爆出来的装备什么的全部涌入包裹。宁阳几乎不敢相信的盯着面前的 BOSS， 就这么没了。到底是谁敢抢我的 BOSS？ 按理来说，这应该是第一次有人能杀地级 BOSS， 系统应该有提示吧？这也没有。难道以前就有人杀掉过地级 BOSS？ 7个主城应该不在天书城吧？宁阳想了很多，这时才看清楚在攻击 BOSS 后已经显现身形的法师玩家。是你？宁阳很是意外，自己明明杀了烟雨罗，他怎么还活着？这是什么技能吗？宁阳算了一下，烟雨罗应该是有类似复活的技能，其次复活之后就能跟刺客玩家一样进入前行的技能，要不就是他没死，自己绝对能发现。烟雨罗，你敢抢我的 BOSS？ 地凤倒地，有血液流出。宁阳连忙取了个气血瓶，将里面的药材倒出，取了些地凤鲜血。你只要怪物的鲜血？烟雨罗有些奇怪，既然你要的跟我做的任务不冲突，我们之间没必要发生冲突啊。烟雨罗笑眯眯的，不过也幸好有你，我才能成功杀掉地级 BOSS， 这 BOSS 属性太强了，我一个人杀不了。烟雨罗很诚恳，感谢你。宁阳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也就不能成功完成我这个隐藏职业的就职任务。你是为了隐藏职业才来的人族？宁阳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烟雨罗既然只是普通法师，按照宁阳对职业的了解，他死亡后能复活并进入前行状态，跟技能的关系就不大了。天赋最少 SSS 级吧。烟雨罗提着法杖，你猜的也没错。既然我们俩这么有缘，我建议咱们是不是可以趁着机会难得，商讨一下未来种族之间的隔阂消除。你们人族和我们堕灵族应该如何相处？我们没得谈。宁阳二话不说，提着斩仙剑。我倒是更好奇，你刚才拿走的戒指是什么属性？你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人族的装备，你一个堕灵族就别想带走了。说完，宁阳拔出斩仙剑。你这武器好像不是之前那把。烟雨罗没想到宁阳还要攻击，按理说自己作为堕灵族最强者，在种族大战还没开始之前抛来橄榄枝，正常人不应该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和平共处，然后再考虑合作，先对付星空族。可直接拒绝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要杀自己，这不等于把合作机会推给了星空族？你能代表整个人族？纵横四海，自大可没什么好处。烟雨罗很不高兴。宁阳一个纵身已经跳了出去，我做任何决定都不会后悔。后面的话宁阳没说，上一世堕灵族一开始是和人族合作的，可就在跟星空族开战的时候，堕灵族调转枪头对付起人族，当时的人族不得不分兵两处，宁阳也去对付星空族。宁阳知道堕灵族的墙头草属性，所以压根不考虑烟雨罗说合作的事，反正他复活了，那就再弄死他，将爆出来的戒指拿回来再说。地级 BOSS 就爆出这一件武器，品级属性肯定差不了。雷网缚，烟雨罗吟唱法术，瞬间覆盖宁阳，那竟然是如同雷电之鹫的大网。雷电系法术附带麻痹效果，这么大范围的电网，宁阳几乎无可逃。要是被击中，
麻痹的情况下，烟雨罗肯定会吟唱伤害更高的法术，而不是在用之前的小雷电剑之类的技能。呵呵，宁阳笑了，以为我没办法是吗？宁阳挥出恶魔血月斩，烟雨罗看了眼，没太在意。之前自己就吃过这个技能，反正不能秒杀。既然如此，烟雨罗觉得自己掉点气血，却拿到动手的优势，这个亏能吃。纵横四海，你竟然还想杀我？真以为刚才我输在你手里，是我本事不如你？告诉你，我只是好奇人族玩家的实力，放水试探罢了。噗嗤！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跳出，负16824，一样爆出了致命一击。但其实就算没爆出致命一击，烟雨罗复活后气血就没满，宁阳用恶魔血月斩绝对能杀。对，我刚才也是放水。烟雨罗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己胸口的伤口，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竟然就这么没秒了。有人在之前的生死危机中竟然不用攻击高的武器 Undefined， 而且这两把武器的属性也差太多了。烟雨罗心里最后一个念头，到底他这把是什么品级的武器？啪嗒，一枚泛着红光的戒指从烟雨罗的身上掉了下来，戒指呈凤形，篆刻着火焰图案。宁阳连忙捡起装备，顿时能感受到灼热的火焰气息涌入身体，紧跟着身子也变得火热起来。地级 BOSS 应该是有几率爆出比暗金器属性更高的装备，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出地器。天罚游戏里普通装备除了白板，等级共分为9级：青铜、白银、黄金、暗金、地器、天器、仙级、神器、史诗神器。随着玩家开始3转，大家也渐渐能爆出暗金器。宁阳虽然还没做到全身暗金，人的目标是要水涨船高的，现在的宁阳就有想要一身地气的想法。宁阳手一扶，戒指的属性浮现在眼前。火凤戒，地气，需要等级52级，力量加1025，敏捷加815，特性使用者获得 7% 的吸血能力，特性使用技能会附加 15% 的火焰灼烧，并有一定几率降低目标防御力。简介：火焰凤凰羽毛制造的戒指，传说拥有一定的凤凰之力。宁阳目瞪口呆，足足1分钟都没有回过神来。果然是地气，而且暗金器只加了100-200的属性，到了地气足足加了上千。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7% 的吸血，还有 15% 的意外伤害，甚至还能降低防御。就这属性，宁阳真不敢相信只是地气，说是天气也不过分吧。还差2级才能装备，要不我去外面练级。第87章，一把薅回来。宁阳将的凤的尸体踹入岩浆，导射教导让宁阳觉得暂时先不用尸体提升白骨僵尸王的实力。做完这些，宁阳才走出深谷。宁阳往烈焰谷浅处走去，他打算找到秦和义的玩家，问问附近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练级点。主要是烈焰谷几乎都是普通怪物，经验不多，宁阳也不好意思去抢。方心纵火犯和偷情小毛贼是一对 CP， 也是不爽宁阳进入烈焰谷的那对男女朋友。而在目送宁阳进去后，方心纵火犯就叫来了在龙魂这样大行会的表哥找场子。肉食动物见只是个小行会，说话也不客气。矮子血气方刚，哪里忍得了这样的气，就和肉食动物带来的几个人发生冲突。继而秦和一行会在烈焰谷的300玩家全部投入战斗，而肉食动物在龙魂的朋友也不少，加上风信纵火犯这对男女，集合了超过100人。双方打斗起来，死伤惨重。此时肉食动物扬着被肥肉挡住的脖子，怒喝道：秦和义这么一个破烂行会，还敢阻拦我弟弟练级？你们有这个资格要烈焰谷吗？今天我就为我们龙魂做次主，拿下烈焰谷好了。秦和义行会会长段晴是一个身姿曼妙的女人，听完了矮子的汇报后，段晴皱着眉看向面前几人。龙魂这么大一个行会，竟然跟我们秦和义这样的末流行会叫板，未免会失了大行会的风度。紧跟着段晴继续说：我也听说了，我们秦和义拿下烈焰谷也是有段时间的，为了行会正常发展，自然要阻拦玩家进入烈焰谷练级。你的表弟就是这样被我们拦住的。放屁！你们明明当着我的面放了一个玩家进入烈焰谷，他又不是你们秦和义的玩家，所以你们是故意针对我的。方心纵火犯余怒未消，嗓门也跟着大了一些。这个对方的身份跟你不同，段晴解释道。有什么不同？不一样是玩家，我看他还没有龙魂这层关系。你现在知道踢到铁板了吧？段晴看方心纵火犯这么优越感爆棚，实在不忍心打断他。过了一会，段晴才叹气道：对，他确实不认识龙魂什么的，但他的 ID 叫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是那个天书城牛人，听说他一个人可以挑战一个狂神行会，很厉害的。龙魂玩家议论纷纷，但是方心纵火犯自然不相信这番话，立马打断众人：纵横四海看得上这样的破练极地？你们想闲扯，也找个好理由。
肉食动物也扛起手里的大刀，道：“说的没错，我才不相信你们的鬼话。再说纵横四海怎么了？他一个单人玩家还能有我们龙魂牛？你得罪我表弟，这就是跟我们龙魂为敌，所以今天我必要灭了你们情和义行会。”大手一指，肉食动物的玩家就和情和义打了起来。情和义只是小行会，能招收到的玩家实力自然比不上龙魂。很快，情和义的玩家数量就从300跌到只有100出头，而龙魂从始至终只损失了不到30个玩家。好样的，咱们还有70位玩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情和义的这群垃圾全部免费送回主城好了。肉食动物大手一挥，示意众人出手。矮子绝望地看着前方冲来的众人。会长，对不起，是因为我的妄为，让那个方心纵火犯找到由头，竟然如此欺辱我们情和义行会。兄弟们集体死亡调集的事，我来背这个责任，将我行会精英的身份贬为普通会员吧。段晴拍着手里的法师，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你放纵横四海进去也没错，其实他们就是看我们行会小好欺负。唉，情和义的其他人也纷纷点头，没什么，大不了就掉1级，反正我们等级低，练练就回来了。是啊，练回等级，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龙魂我们打不过，就当是被 BOSS 团灭了好了。以后大不了我们见到龙魂的玩家，大家让着点。说着说着，众人又齐齐看向前方。唉，其实真不甘心啊。是啊，为什么我们就这么平凡？要是我们有纵横四海的实力就好了，一个人挑了行会，挑了龙魂的玩家。就在情和义的这群玩家心里不快的时候，忽然一道身影踏出，拦在了他们所有人的面前。矮子，我们有缘，应该算是朋友了吧？而且还是同一个地方的，所以今天你们遇到难处，我帮你们。矮子看到来人，忽然笑了。是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来了。纵横四海的意思要为我们情和义出头。矮子，你竟然有纵横四海这样的朋友，真是深藏不露啊！一下子情和义的玩家全部疯了。宁阳啊，那可是一个人就能挑战狂神的牛人。龙魂也是10大行会，虽然排在第一，可这里才70人，肯定还不够宁阳杀的。终于有一个牛人为他们情和义这样的小行会出头，顿时所有人都觉得心里暖洋洋的。那边方心纵火犯搂着怀里的女朋友，在看到宁阳后一下子兴奋起来。表哥，就是他！肉食动物刚准备说点狠话，没想到面前的男人忽然放开了 ID 和装备光泽，顿时各式各样的光泽散发而出。那是装备的光，是属于强者的光。ID 更是闪闪发亮的4个血字：纵横四海。竟然真的是纵横四海，所以情和义的话没说错。听说纵横四海一个人挑了狂神，咱们这些人虽然大家听到都不太相信，但纵横四海的出现给大家还是带来了压力。既然你是纵横四海，也是成名高手，咱们没有什么仇怨，你走吧。宁阳看着面前说话的胖子，无奈的摇了摇头。过来的路上我就看到了尸体，情和义的玩家想要看个结果，所以哪怕是被你们杀死，也没有回城复活。而且我既然答应了帮他们讨回公道，怎么可能说话不算数呢？第88章3转。宁阳手持斩仙剑，每一击造成的几乎都是秒杀，哪怕是龙魂玩家也抵挡不住斩仙剑的锋芒。毕竟肉食动物带来的又不是龙魂精英，仅仅只是普通玩家。下次让你们龙魂盟主龙王亲自带人来，不然只是你们这些普通玩家，实在是杀的没什么意思。宁阳斩仙剑切入肉食动物的身体，带动血液溅出，肉食动物的气血完全被打空，无力的瘫倒下来。70来个龙魂玩家被宁阳轻松解决。矮子高兴地跑到宁阳身边，太厉害了，不愧是纵横四海，以前说的你多厉害，一个人挑战整个行会，啥的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情和义其他玩家也过来了，确实好厉害，不愧是纵横四海，这妥妥的天书城第一人了吧？唯一有可能击败纵横四海的，应该就是风行记吧。人群里，行会老大段晴握着拳头，看向宁阳的背影，满眼都是仰慕之情。宁阳没有多跟矮子说什么，只是稍微打个招呼就回了主城。自己刚跟龙王现实世界谈过合作，现在却在游戏里杀了他的人，宁阳觉得有必要去跟他说一声。很快，宁阳回到主城，找到龙王。你找我？正好我也要找你。龙王在游戏里竟然是一个用枪的战士玩家，白衣战甲，气度如飞。是因为肉食动物的事？宁阳吃惊，没想到这个玩家在龙王心里分量这么重，竟然会为了他来主动找自己。还是说龙王这个人还真就看重下面的人，任何兄弟受到欺负就会站出来帮忙。哦，你说交手的事？那个叫肉食动物的回来跟副盟主说了，我让人把他踢出了行会，跟随他去找小星会麻烦的也一并踢了。龙王笑了，
所以咱们龙魂主盟多了100个可加入的名额。纵横四海兄弟有想法吗？宁阳不接茬，而是反问龙王找自己做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告诉你，狂神主盟未来1个星期就会彻底解散。你不是跟周狂沈晴晴有仇？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组织势力追杀他们了。原来他来就是专门为了说这事。宁阳点头道：行，我会找机会，周狂他们死定了。告辞龙王，宁阳去店铺和找到申猴换来了给导师治伤需要的药材。收拾一番后，宁阳重新出发。很快见到导师，宁阳将需要的东西全部交给了林雪。导师，有了这些，你就能治好伤势的吧？未来实力能恢复吗？还早。林雪叹气，不过你放心，这些时日我也在炼化黑龙的龙元，帮你提升实力还是没问题的。林雪起身拿来药材，说道：行了，不用继续讨论我恢复实力的事，现在还是疗伤，然后帮你恢复实力。宁阳也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林雪取出一个红黑色的药鼎，只见他右手施法就燃起了熊熊火焰。他再将宁阳带来的药材一一投入药鼎，那些草药在烈火中瞬间就变成了汁液，最后放进去的是凤血，溶解之后再用火候进行凝固。这应该是个挺繁琐的过程，可在林雪手下，一切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的怡然自得。成了。很快，林雪掀开药鼎，宁阳看到里面静静躺着2枚丹药。哇，好香啊！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宁阳不由得食指大动。随之，林雪取了1枚丹药服下。宁阳看到丹药的红光，就这么从林雪的喉咙落入小腹，连腹部都散发着淡淡光泽。紧跟着，药力发散，宁阳看到林雪的全身经脉也好像有了血光，林雪的脸色也从苍白渐渐变得红润起来，效果很不错。林雪起身微笑道，她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恢复，脸色也变得好了。还剩下1颗，我没什么用了，给你了吧，就当是跑这么久的奖励。林雪捡起最后1颗丹药，交给了宁阳。宁阳没想到还有自己的份，挺开心的。丁，恭喜你获得物品凤旗丹。宁阳看了眼属性，不由得惊为天人，难怪能让林雪恢复，就这1颗凤旗丹，什么血瓶啥的都比不上。宁阳看了眼就连忙收起来，再看感觉要被人抢走。导师，接下来我可以转职了吗？林雪示意宁阳过来，她将手上的光芒覆盖在宁阳头顶，与此同时提示转职的铃声也到了。丁，恭喜你已经成功职业3转，获得称号6道剑尊，就职为6道剑士，2转的为6道剑师。宁阳成功3转，已经是6道剑尊。与此同时，系统也跳出来了2个技能：野蛮冲撞，评级 S， 高速移动技，能够瞬间拉近和敌人的距离，造成击退效果。学习需要消耗金币2500。血气唤醒，评级 SS， 狂暴技，生命低于 50% 时增加自身提高攻击力，气血越少加的越多。学习需要消耗金币5000。学习2个技能竟然要7500金币，贵，非常贵，而且跟以前比好像越来越高。游戏币兑换率现在大概在2比1，也就是说7500金币，可是足足15000。就学2个技能，价格也太高了。但宁阳看到这2个技能，几乎是不假思索就选择了学习。这2个技能几乎都是现阶段对于宁阳来说特别需要的技能。野蛮冲撞能拉近距离，这么一来，再碰到法师或者弓箭手等远程职业，宁阳就不用担心再被放风筝而毫无办法。野蛮冲撞是有拉近距离一击必杀的可能的。其次就是血气唤醒，释放要求苛刻，必须要在总气血低于 50% 才能释放，而且气血越低，释放的时候加成的攻击力越高，相当于是一个狂暴技能，也是威力很强的技能。这样有了血气唤醒，再遇到高手，如果自己的气血拉不回来，可以考虑用血气唤醒提升攻击做最后一搏。毕竟现在自己的高攻击力是因为大多众人只是用黄金器、暗金器之类的防御装才能衬托出仙气常见的锋利，可随着大家的防御装备属性变好，未必还能打出这样的输出，也就不可能一直碾压所有玩家。第89章追杀周狂。这个狂暴未来会成为我的一大依仗。别看宁阳刚击败堕灵族第1人，可烟雨罗已经完成了隐藏任务，还不知道他的隐藏职业实力如何呢。而且他要是也有仙气武器，那么上次鹿死水手还未曾可知呢。谢谢你林雪，学会了这2个技能，我的实力又能更进一步。林雪轻笑道，是，提升自己吧，我希望未来你能够有独当一面的实力。林雪的意思是希望宁阳离开了。好的导师，未来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可以前往天书城，当然我实力提升后我也会来寻你的。宁阳离开的稍微远了一点，再使用回城券，50级了，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宁阳来说，
现在也有2件事情是比较着急去完成的。第一就是升到52级换上火凤戒，第二，换上火凤戒之后就可以追杀沈晴晴和周狂这对狗男女。宁阳搜寻了一些适合自己没有行会霸占的练级点，顺便给申猴去了个消息，帮我个忙，你们行会人多，让下面的人帮我留心一下周狂的位置。申猴很快就回了话，这个没问题的，但周狂你找他是为了报复之前的追杀，解释太麻烦，你就没必要知道了。宁阳挂断通话，也到了练级点，用了1下午时间，宁阳成功升到52级，等级榜单再次杀入前20。不过宁阳现在对等级榜单已经没什么好依恋的，反正那些都是专业练级的猛人，自己又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来个 PK 啥的耽误时间，就算攻击高，升级速度也没那些人快。所以宁阳索性放弃了冲等级榜的打算，谁爱冲谁冲。该换上火凤戒了，宁阳激动地拿出火凤戒，此时竟然有一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想法。与此同时，佩戴了火凤戒的手指立马有一股烈焰涌入身体，宁阳感受了一下，力量挺浩瀚的。角色 ID 纵横四海，职业6道剑士，3转6道剑尊，等级52级，生命值26700，法力值5000，物理攻击15351-21278，主手5211-10462，副手物理防御7453，魔法防御5014，力量2445，体质1367，智力1021，精神1647，敏捷1815，声望5200，帮派无，佣兵团血染剑刃，技能幻影斩、剑系精通、跳斩、五行精通、连突刺、6道剑阵、旋风斩、野蛮冲撞、血气唤醒。宁阳的属性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值突破2万，攻击也达到2万，这就是3转带来的变化。宁阳估摸着等到了4转，加上装备上来了，总气血破10万都有可能。至于攻击力，一剑仙气带来的改变太大了，未来如果没有一口气拿到神器啥的，宁阳的攻击力倒是会渐渐平庸。宁阳看到自己的属性，那叫一个信心爆棚，已经有种想要挑战自己的想法，所以宁阳果断找到申猴。正好，我也打算联系你了。申猴有些兴奋，我听你说的就交代给行会里的人去办，还别说，大家练级的时候还真看到了狂神行会高层的身影。好，快把坐标发给我。申猴飞快发了个坐标，以他对宁阳的了解，自然不需要他们行会帮忙，所以申猴就又发了一个，你悠着点，他们毕竟人多，反正也是囊中之物，悠着点干啥？早点解决掉，还能早点下线睡觉。幽暗森林，这些天周狂带着狂神精英狙击大大小小的 BOSS， 行会高层的装备和实力焕然一新。而他们来到幽暗森林，是听说幽暗森林的怪物爆出一种职业套，聚齐后能增加10%的攻击力。周狂觉得杀宁阳除了高手，人多也很有必要，所以打算多弄几套职业套，让普通玩家的实力也能大增。这一天时间已经打出了超过30套，这让周狂也是信心大增。嘿嘿，这次拿了装备，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宁阳。沈晴晴也在一旁帮腔，宁阳一直逃过追杀，再不弄他一回，他能骄傲到天上去。艾琳和紫苏现在成了周狂的左膀右臂，两人都是一脸的愤怒。这次咱们都是一身暗精气装备，就算纵横四海再厉害，也要杀了他。咱们以前就是太没有章法，才会被宁阳一个玩家给灭了。这回报复回去，咱们也要做好规划。因为最近陆续得到好东西，狂神的这些人很兴奋，连分行会被龙魂逼迫解散，好像都没有那么难受了。想要灭我呢？就在艾琳设想的时候，宁阳正好也到了。是你，纵横四海，我们狂神在秘密刷怪，你怎么跑来了？你想干什么？纵横四海，我们最近可没惹过你。周狂已经换过装备，一身都是用钱砸的极品暗精气，加上武器换了攻击极高的秋风刀，丝毫不害怕宁阳。哦，你的意思就是我不该来？宁阳打量下，可这是游戏地图，又不是你家公司，这也不让外人来。你这个狂少未免太狂了点。周狂很不满宁阳，气呼呼地说着，逞口舌之力有什么本事？宁阳你迟早会被我杀到只有0级，那我等不了，我更倾向于今天把你们狂神的这些精英全杀一遍。听到宁阳直白的挑战宣言，狂神玩家连忙丢下手里的怪物，汇合在一起。众人警惕地盯着宁阳，生怕宁阳选择偷袭。宁阳，你为什么就要一直咬定不放呢？沈晴晴质问道。可是在下一刻，宁阳换上双手剑，对，你们说话都挺对的，但我就是喜欢揍狂神的人，不服气啊，那就去试。斩仙剑出手，
斩仙剑上附带的特技火刃斩在一个牧师玩家脚下生成，火焰形成的锁链束缚住对方，顺便一个超高的伤害数字跳出-10623。三转牧师气血将破万，依旧被宁阳一击秒杀。宁阳，你敢杀我们狂神的人！第90章，终究要报仇的。靠，这宁阳一上来就杀咱们的人，绝对不能饶他。在这里的都是精英，咱们把纵横四海围起来，绝对不允许他跑掉。原本还觉得纵横四海是精明人，没想到这么糊涂，竟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咱们。狂神众人杀气腾腾，将利刃对准了宁阳。刷刷，技能汹涌而下。宁阳也不着急反击，而是用单体技能强杀，杀人速度不快。这么一来，吸血和道体并不能在众多技能下将气血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宁阳的气血已经掉了不少，渐渐的就落到了50%以下。原本宁阳想着再降低一点，换取最大的攻击力加成，毕竟只剩下最后一丝血，加成的攻击力可是100%，而现在只能加成50%，也就是说，凭着宁阳本身的攻击力就是超高，装备又附加了攻击和削减防御，这些都是小头不说。除了这些，宁阳的天赋神级领域加强100%的抗性攻击等，诅咒之力只需要攻击目标就削减50%的全属性，如今再加上血气唤醒提升的那最低50%的攻击，这可不是仅仅的100+50这样，而应该是平方之类的增长。血气唤醒，给我开！宁阳抬手而下，浑身顿时氤氲着红色血芒。宁阳能够感觉自己在气质上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更为关键的，身体外仿佛有了一道红色虚影，连带着2把剑也附上了血光。宁阳的气血还在掉，但是下一刻，斩龙剑上覆盖龙焰火焰，特技熔岩流星发动，咚咚，几乎是瞬间覆盖住了狂神的几十号玩家，一个个伤害数字跳起，几乎是同一时间就将对方的气血清空。不管是战士玩家还是脆皮玩家，纷纷秒杀。咕咚，周狂尴尬的咽了口唾沫，径直看向连艾琳、紫苏也纷纷倒在血泊中。在场只剩下了沈晴晴和周狂，还是宁阳刻意避开技能范围，才留了他们一条命。此时的宁阳对三转的2个技能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个血气唤醒绝对很牛，未来是我绝地反击的最后一掌。宁阳总结了一下三转的第一个技能，才看向周狂：你们2个打算怎么死？我的想法，你们也才51级，未来我会考虑不断击杀你们，每一次给你们一个最想要的死法，也算是让你们有一段临终之前的回忆。呵呵，我看你是脑袋有点不正常吧？沈晴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她美人计也用过，也找过宁阳复合，但是被宁阳当场拒绝。沈晴晴对宁阳也就不会再有别的想法，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宁阳，想杀就杀，这次我们人少，下次一样可以杀你。周狂一脸的不耐烦。宁阳留他们也只是为了宣战，既然说完，也就不考虑再留他们了。看你们再偷偷摸摸的用回成卷，还是我亲自送你们回去，更快更方便。宁阳扬起斩仙剑，手起刀落，沈晴晴连句求饶的话都来不及说，就已经化作白光回城。当然，其实沈晴晴也可以选择原地复活，可复活宁阳就又可以一刀落下，到时候就是死2次了。还有你，宁阳看到趁此机会拉开距离，疯狂按击回城卷的周狂，露出笑脸。你还想跑？嘿嘿。周狂看自己已经还差2秒钟就可以脱离战斗状态，到时候自己就可以用回城。和宁阳的距离已经挺远的，宁阳能做的办法就是用远程技能。周狂对宁阳的技能有些了解，判断自己应该是能躲开远程技能的，所以周狂警惕地看向宁阳，随时准备躲避远程技能。没想到就在这时，仿佛一只大黑耗子来到自己面前。周狂定睛一看，傻住了。这么快？怎么回事？野蛮冲撞的技能效果已经消散，周狂整个人还被冲撞得有些晕乎，做不出别的动作。而这时宁阳却已经是接连出手，咚咚，仿佛天空中响起的战雷，宁阳旋风斩落下。周狂被技能范围笼罩，自然没有逃命的可能，一击击杀，收拾了狂神这些人。宁阳将地上爆出的一些装备啥的收拾了下，也掏出了回城券。纵横四海，我们佣兵团刚接了个任务，打算一起去做任务，你现在忙吗？梦里水乡的消息来了。宁阳回道：我刚准备回主城继续追杀周狂、沈晴晴这对狗男女。怎么，你那有事吗？梦里水乡确认了一番，连忙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如果你不忙，就佣兵团集体去做任务好了。既然你那有事，你忙你的，我们也能完成。佣兵团有风行迹在，宁阳倒不担心任务问题。好，那你们自己去，有需要我再说。已经3转，暂时又没有任务要做，也没有迫切4转的愿望。
宁阳打算完成自己重活一世最大的目标，将周狂和沈晴晴这对狗男女杀回0级，我的第一个目标就能达成了。宁阳打定主意，来到复活区。这次的野外 PK， 宁阳已经红名，一回到主城，城内 NPC 就准备攻击宁阳。不过宁阳已经找到了刚复活的狗男女。你们打算去练级呢？别着急，建议你们最好先选个目点。两人疑惑地看向宁阳，不知道宁阳说这番话是啥意思？难道冒着被 NPC 斩杀红名的风险来到主城，就为了跟自己说这个？呵呵，宁阳你有病吧？有本事你就别做，等 NPC 宰了你吧，宁阳。两人嘻嘻哈哈，没把宁阳的话放在心上。而在丢下狠话后，宁阳也在 NPC 到来之前就出了主城。宁阳不会又堵城门，不让咱们狂神的玩家出城练级吧？沈晴晴有些担心。周狂举起新换的暗金大刀，冷笑道：那又如何？刚才被他偷袭，我才给了他机会杀我。他要是再敢堵城门，布置好，咱们狂神高手如云，一定能宰了他。也是，我太杞人忧天了。两人出城练级，还好，并没有听到有宁阳堵城门的消息。半个小时后，两人好不容易刷回来了点经验条。艾琳这些帮忙刷经验的狂神高手忽然纷纷倒地，紧跟着宁阳欠抽的脸来到两人面前，又见了两位，这次杀了你们得掉到50级以下了吧？第91章，周狂挖来的高手。宁阳，又是你！周狂看到宁阳的除夕，气得牙痒痒。知道我来了，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吧？宁阳将斩仙剑横起，抱拳道：你是打算自己死，还是让我送你们上黄泉？宁阳，你真当我拿你没办法吗？周狂咆哮：你确定要赶尽杀绝，逼我不得不考虑反击是吗？周狂也是怒了：好，宁阳是你逼我的，我就算让周家倾家荡产，也绝对要杀了你！宁阳才不管周狂的咆哮。下一刻，周狂出手，斩仙剑顺势将周狂和沈晴晴钉死，咆哮着要报复。呵呵，啥时候能报复再说吧。有天赋在手，宁阳可不担心周狂的报复。龙王不是说狂神会在1周后解散，宁阳决定将这时间稍微推前一些，还有49级，也就是最少还要再杀49次。周狂和沈晴晴两个人就是近100次，也不多。但有个问题，就是担心周狂二人在被自己接连击杀后会选择下线，一直躲着不上游戏的话，那么想要杀废他们就比较浪费时间了。唯一的好处就是接下来2个世界会进一步融合，而在游戏里降级一样意味着现实世界实力也会下降。在打不过那些怪物的情况下，大家肯定会再次选择抓紧时间练级的。所以就算躲在现实，周狂和沈晴晴还是会迟早回来游戏里。宁阳一样可以报仇。申猴再次送他们回去了，随时关注周狂的位置。纵横四海兄弟你够狠，不过还好你是我的伙伴，不然哪次得罪你我就在天罚待不下去了。暗无天日如今发展很迅速，已经在招收分盟玩家，1万多人。因为考虑帮宁阳找周狂的位置，所以打散了分布在天书城大大小小的练级区，随时盯着周狂、沈晴晴的出现。宁阳在等待消息，顺便接管了练级区。65级的怪物，经验还不错。宁阳刷了1个小时，经验条肉眼可见的涨了1截。很快，宁阳又得到了新地标。接下来的2天，宁阳边刷怪边追杀周狂二人。如今，周狂等级已经掉到了33，沈晴晴的等级35。按照这个速度，1周之内就能送周狂二人归西。这期间，宁阳试着联系了下许兰墨，本来是想问问他们那个佣兵团任务进展的怎么样，可惜系统提示不能联系。定，玩家陌生型，在特殊地图，暂不能通信。宁阳皱了皱眉，联系不上吗？这个任务已经做了2天了，问问梦里水乡。宁阳连忙又联系梦里水乡、风晴雪等人，依旧毫无讯息。宁阳很奇怪，也不知道他们在任务里遭遇了什么。唯一的好处就是2个世界开始融合后，就算一直在游戏里，只要注意休息和饮食，并不需要下线做这些事。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继续练级好了，顺便等等周狂他们再出现。宁阳打定主意继续练级。这段时间周狂也不是没做反抗，可他就算喊来狂神再多的人，依然不是顶级高手宁阳的对手。宁阳，你前前后后算上之前的，已经杀了我30次，要不是你让我一而再的掉级，我都能上等级榜第1了。看到宁阳到来，周狂咬牙切齿地说道。沈晴晴也在一旁满是恨意，他的等级掉的也不比周狂少，而且自从杀过1次后，现在周狂看自己的眼神已经完全没有了爱意，不应该说是只有恨。当一个人不爱了，还顺便用刀击杀了自己，沈晴晴心内的绝望可想而知。宁阳，你好狠！宁阳猛地睁开双眸，眼中金光四射。是，可你若是知道我经历过什么，
你就不会觉得我狠？宁阳大笑，上一世死亡8500次，就是被眼前的两人追杀。上一世的痛苦，这一世来还。仅仅只是一瞬间，宁阳的心境彻底定住。宁阳擎剑出手，废话不多说，早点送你们上路，也早点将你们送回灵级，该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宁阳随便挥出一记旋风斩，以之前的经验，周狂和沈晴晴掉了这么多级，也被爆出来一些装备。如今的属性，宁阳就算赤手空拳一记普通攻击，都足够秒杀他们的。宁阳，你真以为还能随便杀我？咆哮声传来，却是在周狂身前有玩家手持盾牌挡住了宁阳的旋风斩。你怎么这么肉？宁阳看到这个陌生谷只掉了一点气血，有些奇怪的看向来人。陌生谷 LV55级。宁阳看到来人，大概就明白了，这位应该是周狂花重金请来的高手。见自己找来的人挡住攻击，周狂也越发猖狂了。哈哈，宁阳，你不是牛吗？你不是攻击高妖杀我，也不枉费我去天玄城花了200万请来高手。怎么样，现在拿防御没办法了吧？周狂不说，宁阳也大概能猜得出来，这应该不是天书城的玩家，毕竟之前也没听说过这号人物。沈晴晴杀意十足，冷斥道：跟他解释这么多，把找来的人全喊出来，今天必须让宁阳付出代价。他不是一直追杀咱们反过来追杀他，就一直追杀到灵级好了。宁阳记得当年也是沈晴晴主张一直追杀自己，没想到重新来了一世，还是沈晴晴要杀自己。你们找来的不止一个人啊！宁阳抿着嘴唇，甚好，你们就将他们全喊出来吧，我也要看看你们能找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高手。而且我也正好验证，在3转之后，我到底提升了多少属性。斩仙剑上，寒芒吞吐。周狂大笑，在盾牌后面挤眉弄眼道：那就如你所愿，各位出来吧。下一刻，宁阳看到前前后后出了13个玩家，这些兄弟都是我亲自去各大主城挖来的，一共花了我5000万，我老爹差点将我的腿打断。5000万换你宁阳被我追杀，一直追杀，这笔生意是我做的最值当的。周狂狞笑，冷斥道：各位准备上场吧。第92章生死之战。宁阳大抵知道周狂寻这么多高手来，目的是保护自己性命。这些人想要保护周狂，就要击败宁阳。宁阳一眼扫过去，已经看到了几个熟悉的 ID， 都是上一世听说过或者见过。不过双方也没有啥交情，自然不存在不能动手的情况。58级隐藏职业战斗木失落英格式。宁阳看到对方的 ID， 心里不由一凉，竟然有隐藏职业。战斗牧师同为牧师系的隐藏职业，就是不知道比许蓝墨的堕落天使职业实力如何。而刚才扛着盾牌挡住自己一击伤害的，则是隐藏职业天遁战士53级，和宁阳的等级倒是差不多。另外一些人虽然不是隐藏职业，但他们能值得周狂一共花了5000万，就证明他们的实力绝对不简单。10几个高手就能护住你，周狂，你有想过自己钱白花了后是什么感觉吗？宁阳说完，猛然提速，斩龙剑脱手而出，化作一道血红月光，攻击目标赫然就是周狂。救我！看到技能袭来，周狂知道宁阳这恶魔血月斩的厉害，吓得脸色苍白，连忙求救。盾战士屠魂反应很快，技能出手的瞬间就扛着盾牌出现，可他的移动速度自然不可能比得上远程技能。随后就见屠魂面色一凝，冷喝道：背化之盾，给我挡住！他将技能引导，从他的身体到周狂身前足足20码的距离，刺客竟然竖起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巨大光盾。当！宁阳的恶魔血月斩再次被他挡了下来。各位快攻击，我的背化之盾只有30秒的技能效果，在这之前解决掉纵横四海。此言一出，其他玩家纷纷出手，一共13人，其中2个刺客玩家因为精准把握战斗时机，在屠魂说话的瞬间就进入了前行模式。4个普通战士，4个法师，最后一位则是弓箭手。我请来的个个都是精英，宁阳，你好好感受吧。沈晴晴依偎在周狂身边，用自己的骄傲怂恿着面前的男人。宁阳，今天你死定了，一而再的让你得手，今天就让你尝尝掉级的滋味。还有一些其他的狂神玩家在，大家见此情形，无一例外觉得宁阳要输。被纵横四海这个家伙追杀这么久，终于可以杀他一回，好开心啊！不光要杀他，咱们待会还要一直追杀。宁阳怎么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怎么对付他。咱们这次请了这么多高手，肯定能狠狠教训宁阳的。狂神众人兴奋起来，明明是前10的大行会，可是进入主城后就一直在吃瘪。先是分行会，现在连主行会都在挨打，这样的日子，狂神众人也太难受了。好在随着周狂砸重金请来高手，
可算是拨开云天见太阳。宁阳一击血月斩却落空，此时其他玩家的技能也纷纷落下，远程用技能攻击，近程则是拉近距离。宁阳不清楚这些人的攻击多可怕，所以并不打算硬抗这一轮攻击。噔噔，脚下连退数步拉开距离的同时，成功 miss 掉几个远程攻击。与此同时，隐藏在黑暗中的刺客玩家终于抓到机会，两人一左一右，几乎是同时在宁阳落脚的位置一前一后的打出眩晕技能。给我去死！宁阳刚走位，不可能再用走位 miss 掉刺客的眩晕，可也不想自己因此而被眩晕住。足足3秒钟的控制时间，这么多高手攻击下，眩晕那会有生死危机的。斜瞥了眼，盾牌依旧护住周狂，不可能强杀他。拼了！宁阳心里很快有了决定，随后宁阳手里却是直接锁定其中一位刺客玩家。野蛮冲撞！宁阳的身影朝着刺客冲去，成功拉开身位，避开另一个玩家的眩晕的同时，对方也被冲撞造成了短时间的控制。早已经积蓄好的暗影剑附带着幻影斩加旋风斩的技能落下，两个技能压根就没有冷却时间，几乎是同一时刻就落了下来。连续2个伤害数字，刺客还没从惊讶中走出来，就看到自己的气血变空。宁阳斩龙剑再带出刺普通攻击，直接秒杀。少了一个，周狂，你还认为他们能保住你吗？宁阳的话像是质问，无人回答。可就在下一刻，宁阳忽然感觉耳畔传来风声，呼呼，糟了！宁阳知道这是自己太嘚瑟，让剩下的刺客有时间打出技能，此时再闪避已经来不及。双剑齐飞，宁阳的剑光直接环绕身体四周。与此同时，宁阳的头顶冒出了个伤害数字，负1023。伤害并不高，可刺客玩家的控制技能伤害都不高。致盲成功！宁阳眼前黑乎乎的一片，只能看到脚下一点地方，知道这是被刺客致盲技能打中了。5秒钟的时间，自己会失去视角。与此同时，被宁阳剑光扫中的刺客也倒飞了出去，等落地时吓得魂飞魄散，他的气血只剩下了一丝。咕咚，刺客吃了药瓶，正伺机继续进行控制。远处的弓箭手使出冰冻剑，近处的法师也用出了小雷霆剑，都是带有控制的技能，目的就是为了制住宁阳。宁阳也恼了，手一翻，熔岩流星特技朝着人群丢去。快跑！洛英格式反应很快，手持一玉笛吹奏，顿时白光闪烁，将刺客的气血拉回来的同时，自己也在技能范围的时候往外退去。其他完全也已经逃了，但是其中一个法师因为正好在技能中心，几次火焰流星砸中，愣是没有跑出来。13位高手眨眼的功夫就只剩下11人。也是在这时，原本上去准备继续补上控制技能的刺客忽然停住了手里的匕首。不会吧，你怎么就从致盲效果出来了？明明应该有5秒钟的控制时间，可现在宁阳却避开了他落下来的补充控制，就意味着宁阳肯定能看到了。神圣领域内，我的抗性提升100%，你这区致盲还想要控我5秒钟？想多了吧。2秒半宁阳就已经恢复，跳斩加血月斩秒杀了第2个刺客。10人，周狂，洗干净脖子等我。第93章，那就追杀到0级。怎么可能？你们可是各个主城排在前10的玩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传奇。这么10几个人对付宁阳一个，竟然还被他反杀3人。周狂是真的惊呆了，他咆哮大吼着，将身边的沈晴晴狠狠推了出去。你们今天要是不能宰了宁阳，这笔钱我一定找你们追回来。被辱骂的10人默不作声，并不打算解释。洛英格式冷哼一声，也道：咱们还是要点脸的，既然拿了钱，肯定要杀了纵横四海，保住周狂。洛英格式的笛声停止，将竹笛武器横在胸前，秀长的头发随风飘摇。所以各位也别废话了，接下来由我主攻，你们负责支援我，就技能铺开，让他没有走位的机会。想了想，洛英格式补充一句，要不然我们这么多人杀不死一个纵横四海，传出去就丢人丢大发了。宁阳有些疑惑地看向洛英格式，这个女人很大胆，就算她的战斗牧师算是个主战斗的职业，可毕竟本质是奶妈。宁阳觉得比输出比战斗的话，难道还能比法师强？洛英格式还没见识过的职业，或许也能大开眼界。就在宁阳疑惑的时候，再看其他人似乎根本不怀疑洛英格式的话，真就站在一旁助攻。下一刻，洛英格式手持竹笛朝着宁阳逼近，宁阳也拉近了距离，手中技能光泽吞吐，随时准备放出技能。可是下一刻，洛英格式吹奏了竹笛，呜，声音不好听，而且洛英格式在瞬间召唤出一只绑着纱布的无头尸体，手里拿着2根骨头短棍当做武器，刷刷，攻击速度很快。宁阳用斩龙剑抵挡住攻击，气血依旧掉了2000多，证明这召唤生物的攻击力不低。接下来
洛英阁氏再次出手，3头地狱犬被召唤了出来，木乃伊、地狱犬以及第3个熊人，3者纷纷出手。宁阳被逼的用旋风斩反击，可这战斗牧师的技能也太奇怪了，技能形成的这些生物竟然还不能制造伤害，只有杀了洛英阁氏才能终止技能。竹笛形成的音爆在一直追击宁阳，导致宁阳每次踩过的地方都是一个音爆制造的深坑，其他人的攻击也齐齐落下。战斗对宁阳的局势很不利，特别是洛英阁氏技能的控场效果太强了，几乎全场都是他那3只召唤生物和音爆，而且他还没有展露太多战斗牧师的技能，还不知道有没有隐藏实力。技能输出确实不错，不过要是比伤害，我还真不知道谁的伤害比我高，比我更能控场。下一刻，宁阳开始吟唱6道剑阵，宁阳单手压下6道剑阵，释放在自己闪避的路径之上，剑刃不断释放在那3只怪物身上，这就导致洛英阁氏不得不暂缓对宁阳的追击。就是现在，宁阳看看时间差不多，抬手就是一个火焰斩，远程火焰形成刀芒，在攻击的同时抓住了屠魂，背化之盾的效果刚刚消散。屠魂正考虑是参战还是继续保护周狂，没想到宁阳却已经用了火焰斩抓取了他一下，两人的距离拉近。宁阳这都没开道体，就让他们攻击中自己。器械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成功掉到1半以下。盾战士，也就是说你是以防御见长？宁阳冷哼质问道。可你想过没有，只靠防御你凭什么挡住我的攻击？我的攻击加成是无限的。宁阳天赋技能全开，加上狂暴，他的攻击在所有天罚玩家当中绝对是最高的。给我死！攻击速度也变快了。水晶盾，给我开！屠魂的水晶盾技能防御最高，加成盾牌的话能抵挡 90% 以上的攻击。可是宁阳的伤害就算抵挡也已经能破开防御。负3512，负2782，负2371。宁阳的攻速叠加的很高，哪怕只是普通攻击依旧很快就打掉一节气血。其他玩家反应过来，开始攻击宁阳。宁阳愤怒了，火焰流星再次笼罩下来，拉回气血的瞬间，也在无数次的攻击后将屠魂气血打空。随着宁阳最后一击幻影斩落下，坚持了1分钟，屠魂倒地。杀了宁阳！其他人纷纷叫嚣。已经只剩下9人，但9人联手依旧觉得能胜过宁阳。洛英阁氏也疯狂了，将技能重新拉回来笼罩宁阳。呵呵，宁阳却在冷笑。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目标并不是和你们交手，而应该是杀了周狂。技能笼罩上去，周狂转身想跑，可是宁阳连续2个远程技能就将周狂和沈晴晴斩杀。转身，宁阳扫向洛英阁氏，你们还要来？洛英阁氏很是不爽，纵横四海果然厉害，这次是我输了，心中有不满。但是已经有4人掉级，他们难道还跟宁阳继续交手？我们撤吧，没必要了。其他人纷纷退去，洛英阁氏却留在最后走，想了很多。我们3族迟早要开战，纵横四海，这个你知道吧？宁阳有些意外，洛英阁氏竟然打算跟自己谈这个，而且现在玩家就知道后面的部族大战。狂神是我们人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势力，如果被你一人打空，狂神的实力必然会凋零，再也招不来玩家，等于变相削弱了咱们人族。可如果再杀他，和我参战重选，洛英阁氏你觉得哪个更重要？那我懂了。洛英阁氏收起竹笛，我要回天玄城去了，你保重，希望我们未来能有并肩战斗的可能。接下来的几次，洛英阁氏退了，其他玩家还在，周狂也在一次次投入找更多的玩家，可宁阳只需要杀他们1次，并不算难。3天之后，宁阳在新手村堵住了只有1级的周狂，玩家在掉到10级以下就会回到出生的新手村，唯有练到10级才能出村。周狂看到面前杀气腾腾的宁阳，瑟瑟发抖。宁阳，你放了我，你说给多少钱都行。沈晴晴你也拿走，我不跟你抢了，你就把我当垃圾丢了好吗？第94章彻底清除。聒噪！杀你不需要理由，再多的钱也不能阻止我杀你。宁阳手起刀落，斩龙剑将周狂最后一丝气血打空。以往玩家死亡会化作白光回城，可是周狂却并未化作白光，而是在0级时，天空中降落一道星光，犹如皓日灌注光柱，随后在光柱中，周狂的身体如尘土般破碎，直至消散，在游戏里的数据彻底消除。与此同时，正在高档别墅内玩游戏的周狂，血肉忽然化作埋尘，白惨的骨肉留在原地。宁阳，沈晴晴也只有6级，眼睁睁看到周狂死在自己面前，沈晴晴也有了巨大的危机感。宁阳，你别杀我，
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但你杀我那不是要杀自己最喜爱的人？我是看中了周狂的钱才跟他在一起。宁阳，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你的。现在周狂没了，你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好好报答你啊。沈晴晴露出献媚神色。宁阳，你跟我交往的时候，不是一直想得到我的身子？今晚就让我好好伺候你好吗？看到沈晴晴这么说，原本还留有一丝美好回忆也荡然无存。去死吧！宁阳懒得去解释，直接秒了沈晴晴。可恶的宁阳，臭小子，我再也不用跟你在一起。摘下头盔的沈晴晴破口大骂：我不再进游戏，我就不信你还能杀我。沈晴晴还剩下5级，但是考虑到周狂都死了，皇神的高手也不会听他的，他打算再也不进游戏。只是沈晴晴还有不解，为什么宁阳对我的恨意这么重？我也就是跟他分手了而已，为什么分手了就要杀人？琢磨一番，沈晴晴决定联系宁阳。宁阳杀了2人，见沈晴晴没有上线的意思，宁阳也召唤出登录系统，退出游戏。哎，先退出去，好久没休息了。宁阳刚摘下头盔，就看到手机响了。原本宁阳没打算接，可看到名字是沈晴晴，宁阳接听了电话。有事？宁阳，我想问你，为什么一分手你就要杀我？沈晴晴继续说，晚上来大丰酒店吃饭，我要见你当面说。我可不一定去。宁阳挂断电话，拿了衣服去了洗澡间。沈晴晴打扮得光鲜亮丽，贴身的衣物将身材曲线完美衬托出来。她背上周狂高价买的包包，换上高跟鞋，拉开别墅大门。周狂死亡的消息应该很快就会传出去，为了不招惹麻烦，她最近也要考虑搬出去了。拉开门，沈晴晴忽然愣住了。门外已经站了几个黑色西装笔挺的打手，在最前方的人鬓发微白，戴着老花镜，两眼炯炯有神。你想跑？爸！沈晴晴认出这是周狂的父亲周天深。之前周狂带他回家的时候，沈晴晴见过周天深，但周天深对他有些爱搭理不搭理的。周狂也是搬到了自己的别墅住，不知道为什么周天深今天会跑过来。别叫我爸，我可没你这样的女儿。周天深对了回来，凑近了看，沈晴晴发现周天深眼眶里有血丝，看起来情绪不太好。沈晴晴被他一句话说的不敢回话，愣在当场。周天深似乎并不打算给沈晴晴反应的时间，继续往下说，我儿子在天罚世界里的游戏数据消失了，沈晴晴你为什么还在这？天罚和现实融合，天罚数据没了就意味着我儿子死了。沈晴晴你既然爱他，既然是你招惹了宁阳，甚至害得他丢了双眼，如今连命也没了，你为什么还活着？我儿子一个人去那个世界，不就孤孤单单的吗？周天深冷斥道，所以我今天来就是送你去儿子的世界陪他呢。沈晴晴吓得浑身哆嗦，别，我可是你儿子最喜欢的人。沈晴晴双腿发软，人跟着跌坐下去。黑衣保镖上前掐住沈晴晴的脖子，沈晴晴双腿挣扎发出呜咽声，瞳孔也开始变得涣散。周天深示意保镖发力，只听得咔嚓一声，沈晴晴的脖子被拧断，无力的双手从抓住对方的手上滑落。或许是出于曾经考虑，最终宁阳还是决定去见一次沈晴晴，告诉他我曾经有过一个梦，在那里我被他带着周狂一次次的追杀，或许他不信，但至少我宁阳把事实告诉了他，让他死得安息。晚上7点，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宁阳却没有等到沈晴晴。沈晴晴还是喜欢迟到，让所有人都必须迁就她的公主饭。可今时今日，我为什么要迁就你？宁阳懒得耽误时间，结账走人。休息一会，宁阳重新上线。想了想，宁阳搜索了一下沈晴晴的游戏 ID， 定，查无此人。宁阳忽然感觉脑袋被雷炸过，后脑勺嗡嗡的。原有的 ID 消失，那只意味着一件事，对方的游戏数据在游戏里没了。宁阳可是老玩家，自然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至于沈晴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宁阳大概能猜到，周家毕竟是省城大家族，不会允许自己儿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亡。看来周家下一个目标应该就在我身上了。宁阳摸着下巴，倒也不着急。宁阳哥，救命！我们被任务控制住了。就在宁阳思索这些的时候，许兰墨忽然发来消息，发生了什么事？说清楚点。宁阳立马回了消息，可系统却提示他们在特殊地图已经不能接收消息。宁阳立马感觉头皮有些发麻。许兰墨的性子，没出事绝对不会这么联系自己。任务，对了，这任务能从佣兵系统找到，我也是佣兵团一员，只要任务没完成，应该可以接受任务。想到这，宁阳立马决定好要做什么。调集出佣兵系统。宁阳召集出任务，接受。这才发现这任务还是个系列任务，也不知道他们出事具体是在哪个流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一件件做下来，这样迟早能找到他们。宁阳深吸口气，
连风行记都出了问题，这一次的任务难度绝对很高。第95章，没机会再见到咱们了。呼呼，急剧喘着粗气，梦里水乡一把护住身后伙伴，有些害怕地盯着面前的 BOSS。消息发出去了吗？有没有跟宁阳说，咱们这个地图死一次就是彻底死亡？他要是不能来救我们，可能就没机会再见到咱们了。许兰墨捏着治疗技能，随时准备为众人抬气血。我进这个地图之前跟我妈交代过，一旦3天没出来，就让我妈把我之前录好的消息发出去。许兰墨抿着红唇，其实我们都设想过 SSS 的任务难度会很高，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高。如果不是进来之前我留了后手，恐怕连找援军的可能都没有。烟灰凋零吐了口唾沫，这么一说我快气死了，这个 BOSS 好强的，我的法术伤害都不超过2位数。是啊，这个叫庄森的 BOSS 到底什么级别，什么属性啊？我这也完全看不出来，伤害也打不出来，这一击下来，要不是我们跑得快，方才那么大的巨石直接化作埋尘，肯定不会跌。风行记一脸后怕，他刚才原本是打算前行过去，利用凿机先眩晕目标，可没想到目标才眩晕了不到1秒钟，负面效果大大被减低。风行记刚准备好的后续技能还没打出来，就看到那个人形 BOSS 陡然睁开血红色的眸子，猛地一掌拍出。要不是风行记反应快，当时就会被 BOSS 打中。其他人还是远程，梦里水乡又离得不近。风行记当时是最危险的，明明是顶级高手，可在那一击下，风行记明显感觉到自己是有生命危机。这不，明明应该是杀了 BOSS 才能完成任务，可眼看着任务倒计时只剩下2小时，几人还是不敢动手，太可怕了。等宁阳来，他肯定有办法的。宁阳一路顺着完成前置小任务，很快就到了最终的击杀 BOSS。一直帮助宁阳杀怪的白骨僵尸王，此刻却是扫了宁阳一眼。最后的 BOSS 很难，我的建议是你去找你那个美女导师帮忙。找导师？虽然是 SSS 级任务，可如今我的实力一般地级 BOSS 都未必能拿下我。这样的实力还需要找导师帮忙？不就只是一个佣兵团任务，有那么难吗？宁阳诧然，风行记他们在哪里接到的佣兵任务啊？宁阳虽然奇怪，可觉得既然许兰墨会给自己发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遇到危险。既然如此，救人的时候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宁阳转道去找了导师，得到林雪的应承后，宁阳这才放心。这块玉佩上有我刻画的阵法，你只要点上血液激活阵法，便可以支撑我传送3次到你的身边。我现在把玉佩给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召唤我就行了。林雪将玉佩给了宁阳，宁阳拿到手，触之温润如雨滴，光滑似油腻，隐约可见白色的符文，应该是支撑传送的阵法。有了这个就有底气了。宁阳小心地放在包裹，连忙又赶去任务点。不行了，庄森一点点在探查地图，很快就到我们这了，逃不了也打不了，这下麻烦可大了呢。大不了不行的话，咱们跟他拼了，一点点磨，总有机会吧。梦里水乡算半个战斗狂人，知道危险还是战意十足。随着他们对话，任务时间已经只剩下1个小时，并且 BOSS 庄森也已经逼近。轰隆，就像是拔天而起的战神，手中阔剑横扫而下。噔噔，众人连续后退数步，惊恐地看着充满杀戮眼神的庄森。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桀桀怪笑，找到你们了呢。完了，这个地图掉级，直接死亡。就在所有人惊恐万分之时，只见一个气色战甲的少年出现，挡住了这一剑。少年的气血嗖嗖掉下一截，只剩下1丝，差点被秒。你们发什么愣呢？快走啊！宁阳不假思索就给自己灌了个血瓶，气血拉回了1/3。宁阳捏着上次导师疗伤剩下的最后一枚凤灵丹，思索片刻，还是放弃了吃这丹药补充气血。到体开。宁阳不知道自己的同归于尽符是不是在这个地图能发动，然后自己不会彻底消亡。宁阳不敢实验，所以看到一个 BOSS 普通一击就能将自己的气血打空，宁阳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庄森，宁阳刚准备用神眸看一下 BOSS 的属性，动，没成想那 BOSS 的攻击就落了下来。宁阳眼疾手快，只来得及闪避 ，miss， 幸好成功躲避了 BOSS 的一击，但按照 BOSS 的攻击速度，只怕会很快就再来第2击。风晴雪一直躲在远处，见状连忙呼喊宁阳闪避，你小心点，这 BOSS 的伤害好高，看看能不能把仇恨丢掉。其他人也都揪心不已。许兰墨更是一道祝福落下，宁阳的防御加成100%。默默，你别用辅助技能，不然吸引了仇恨就麻烦了。宁阳有了防御加成，气血也在道体的加持下恢复的七七八八，这才能松一口气。宁阳带着 BOSS 绕了几圈，成功甩掉 BOSS 的仇恨后，才来到几人身前。几个人一个比一个颓废。怎么了？宁阳来到烟灰凋零身前，我记得你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这怎么今天淹了啊？原本我们想着宁阳你到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可是现在看来，你的属性也扛不住 BOSS 2下，这个 BOSS 我们不可能杀掉的。梦里水香也在一旁说道：“确实，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以为宁阳你能杀，可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任务又不能放弃，咱们不做完任务就出不去，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一直留在这个地图。想想，几人就觉得一阵后怕，根本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他们的情绪这才不高。BOSS 属性虽然高，能够一击差不多秒了我，可不意味着咱们就毫无办法吧？”宁阳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第96章，导师加油666。几人纷纷来到宁阳身旁，因为担心被 BOSS 听到动静，所以刻意压低了声音。宁阳你就别吹了，我们也是知道你的情况的。虽然状况比咱们好点，但想杀这 BOSS 可能性不大啊。这地图也不刷新别的怪物，要不然咱们还可以助你一个人升级，将你提到7、8、10级，说不定有干掉 BOSS 的可能。咱们这是死局，而且佣兵团也没有别的玩家了，也不可能再找援兵。几人思前想后，都觉得毫无办法。哪怕一直相信宁阳的许兰墨，这时候都没有了言语，所有人都情绪低落。宁阳还是咬紧一口气，笑呵呵地说道：“你们别垂头丧气啊，我不是说了，这 BOSS 我们能弄死。对，宁阳还有宠物，2个都还没放出来呢。”宁阳打断梦里水香的话，笑着说：“找他们没用，这件事只能召唤我的美女导师来，以她的实力，应该能灭了这个庄森。”几人的目光纷纷落在宁阳身上，然后一个个的全部摇头。宁阳，你说这话你自己都不信，就算是 NPC， 咱们这是任务地图，他怎么来啊？而且我们又不是没有导师，他们未必能赢这个 BOSS 吧？再说我们也喊不动 BOSS 啊，让 BOSS 来帮忙做系统任务，确定这不是搞游戏系统吗？众人都不相信宁阳能把导师喊来帮忙，却也是在这时，一道光芒落下，宁阳已经使用了玉佩，刷！随后林雪的声音就出现在众人面前，那是穿着白纱，如同仙女般的身影，手提一柄如蝉翼一般的细剑，双目不怒自威。明明没有看任何人，可当你扫过他的眼睛，就会觉得他是在看自己。林雪出挑的气质，又有着无可挑剔的面庞，顿时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所有人目光呆滞，不敢相信地盯着林雪看了会，然后又像商量好的一样，又齐齐看向宁阳。真把你导师喊来了？我去，导师还招弟子吗？有这样的美女导师，我也想就职了。宁阳，你是何德何能？为啥我的导师就不能来帮我打 BOSS？ 难道就因为我不是隐藏职业？没想到真有了破局的可能，这让原本有些压抑的氛围得到缓解，大家说话也就稍微兴奋了一些。宁阳知道这些家伙是在开玩笑，也不至于反驳什么的。嗨嗨，清了清嗓子，宁阳才对众人说：“导师应该能灭掉 BOSS， 这个大家就放心。就是我很奇怪，我们这个佣兵团任务到底是怎么接到的？为什么难度这么高，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个是我接到的。”风行记举手，我打一个隐藏 BOSS 爆出来的任务卷轴，因为正好是系统给的佣兵团任务，我就接了。回去后带我去看看那个隐藏 BOSS 所在的地图。宁阳隐约觉得可能跟系统有关，事实上他还不知道上一世2个世界为什么会彻底融合，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状况。重活一次，宁阳也想从中调查出一些结果来。见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宁阳笑着眨了眨眼睛，冲着众人道：“既然导师来了，那我就去帮他对付 BOSS。你们防御力不够就别上去，丢了性命不好。”许兰墨连忙说道：“宁阳哥，我先给你加个祝福，你再去吧。另外，我3转后可以放一个持续治疗技能，你要是没血了就过来，我可以帮你加血。”“好，我知道的。”宁阳点头答应下来。许兰墨的技能落下来后，宁阳就已经跑出去了。此时的导师也已经来到庄森面前。“是你？”林雪秀眉轻蹙。林雪似乎没有继续解释对方的谁的意思，而是慢悠悠地继续说着：“我记得自己以前提过，既然已经死亡的人，为什么还要从深渊爬出来？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生灵的世界？你们的到来为整个世界带来了病毒，也因为你们，这个世界变乱了。而我，6道之内最强大的剑士，我的目的就是将你们这群入侵者全部赶出去。”宁阳有些意外，没想到导师还认识这个 BOSS， 那就跟自己猜测的没错，这次的 BOSS 很厉害，而且很有可能会和主线有关。可惜导师似乎有事一直瞒着我，不打算告诉我的样子。既然导师不说，宁阳也不好多问什么。庄森斜瞥了导师一眼，便道：“原来是你。你既然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还敢来见我？如果是完整的你，我自然不考虑现在跟你对上。”林雪似乎早有准备，不过你只是半身罢了，还有一半你不知道在哪里了吧？而且你应该找不到那半身，要不然你的实力也不止如此。庄森似乎也明白，乐不可支：“你说的没错，哈哈，可惜你还有一件事说错了，我的实力也未必需要那半身。如果我能杀了你，剥离你的修为，助我恢复，倒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林雪微眯着双眸，不着急说话，而是拔出了剑，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身前，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来吧。庄森也怒了，好吧，那我们来试试。双方都动了，无风自动。明明看不到任何脚下的动作，两人之间却已经有罡风形成，下一刻互相碰撞起来。这一幕看得宁阳眼热，好厉害，这都会飞，在空中打呀。宁阳随手一挥，小青，带我飞到天上去，我用远程技能骚扰就行，不主战。啾啾，青龙叫的声音挺奇怪的。下一刻他直接落在了地上，等待宁阳站上去。因为坐骑系统还没出来，宁阳虽然骑成青龙，但是不加属性。下一刻，青龙的身体腾空，宁阳也来到了二人身旁。林雪，这家伙厉害，我也来帮你，注意安全。随着林雪的话落下，一道道剑刃迅速在空中形成。第97章融合僵尸王。轰轰，双方交手，暴怒的气流席卷出，朝着四面八方奔赴厮杀。卷走的气流将地上一些小碎石全部击碎。双方的实力都很强，也只有宁阳能够插手其中的争斗。好在宁阳做了2转任务，为林雪疗好伤，要不然林雪肯定爆发不出这么强的实力。来吧。宁阳6道剑阵挥出，牵制住庄森的同时，宁阳吟唱6芒星阵。唰，伴随着晦涩咒语，一阵冲天光柱下钻出了一个人影。僵尸王，帮我牵制对方就可以了，记得别主攻。宁阳刚叮嘱下来，没想到僵尸王的情绪却有些不对劲了，准确的说是愣在原地，没有任何动静。宁阳疑惑地看了眼僵尸王，抵挡住庄森的导师林雪，此时扫了过来，原本空明的眼神也变得略显震惊。我想起来了，宁阳，关于你那召唤兽，我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他是那一半，是另一半。林雪陡然吃惊，一张嘴瞪大的半天合不拢。很快林雪就反应过来了，连忙喊道：快将他收起来。半空中，庄森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已经彻底爆发。嘎嘎，我这运气也太好了，我一直想寻找的半身原来在这儿呢。嗨，可惜实力跌了这么多，我就算吞噬了他也未必能恢复多少。庄森忽然提手，就跟吸尘器似的，下方的僵尸王不由自主就被他吸了过去。但我还是要吞了他。宁阳简直懵逼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仅仅只是召唤僵尸王的灵魂前来，怎么就出这样的事了。猛的，宁阳还想去救一下，可那可是能和导师对招的强大 BOSS， 实力通天，宁阳根本做不了阻拦。导师帮忙。林雪也是恼怒至极，当然也明白如果让 BOSS 吸收了僵尸王，实力也能大增，到时候他也会遭遇麻烦。6道剑阵给我破。刷刷，无数剑刃刺破虚空，切割着 BOSS。 可到了此时，那 BOSS 压根不管自己是不是受伤，贪婪般的吸食着灵魂。只见他大口一张，剑刃明明将他的嘴刺歪了，但还是狠狠咬下。6道剑阵已经完毕， BOSS 被打得跟筛子似的，但是庄森却很兴奋，一直在怪笑。桀桀，看来那么的运气不怎么样，竟然让我得了遗失的半身。当初从炼狱出来，我被强者追击，迫不得已才丢掉的这半身逃命，竟然还能失而复得，简直不可思议。而这也证明了这是你们的死期。庄森的身体忽然膨胀起来，体内似乎有2个气团在互相纠缠拉扯。看到这一幕，宁阳彻底呆滞。导师，可能杀不了 BOSS 了，你能带我们出去吗？林雪摇了摇头，你们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困住了，我不能带走你们，但是我自己可以来去自如。宁阳知道这是因为接受了任务，不杀死最终 BOSS 就不可能逃出去。花花，似乎是在验证什么， BOSS 缓缓抬起了头。下一刻，他的手里多出了一柄剑，竟然没趁着我需要炼化灵魂的时候逃跑。你们很好啊，也是证明了自己要去死吧。庄森一抓白骨王剑，随后踏步而行，脚步每在空中点一下，就踏出音爆之声，火光四溅，气势明显比之前更强了。宁阳着急的不得了，也是自己大意，如果不召唤僵尸王，就不会有这种事，也不会让 BOSS 恢复实力，给大家留下巨大隐患。可是林雪却依旧没有动作，释放出6道剑阵后就一直没有释放别的技能，似乎在等什么。在听到庄森说所有人要死的时候，林雪才缓缓举起了手。可惜我本打算与你解释一番，想不到你的杀气却如此足。原本我以为你的吞噬是从肉体开始，可转念一想，僵尸王只剩下了灵魂，你们是在进行灵魂吞噬。而僵尸王肉体实力虽然下降，导致灵魂实力不强，但他灵魂韧性却是最高的，而且经过我弟子一次次的召唤，僵尸王灵魂不可能输给你，可我确实将他吞了。庄森得意无比。林雪嘴角一扬，是吗？你确定？就像是这句话彻底刺激了某个沉默下来的灵魂，就听到庄森体内响起了一个阴森的笑声。
蝼蚁！咔嚓咔嚓，庄森的瞳孔震惊无比，瞪得很大。与此同时，他的脸皮就像是火烧裂开的玻璃，一道道裂缝开始密布。随后，擦，声响过，裂缝开始不断破碎，从里面钻出了一道浑身漆黑的身影。宁阳虽然没有多感受，但是可以确定对方的实力有了巨大进步，而且他似乎也有了身体。蝼蚁，以后不许再让我帮你应付那些小杂碎。僵尸王傲娇的抬头都不想低头看这些蝼蚁一眼。林雪胸有成竹，似乎很坚定自己的判断。我说了他会赢的，果然，他的灵魂比庄森流传千年下来的灵魂更坚韧。宁阳有很多话想问林雪，一是僵尸王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毕竟虽然现在知道了一点，可也仅仅只知道是 BOSS 的半身，他在地狱里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呢？其次，这任务算完成了 ？BOSS 算杀死了吗？应该最少是仙级 BOSS 吧？宁阳没看，那么这么厉害的 BOSS 死亡，是不是应该爆出点好东西呢？系统怎么还没爆出装备？宁阳就连忙把自己的问题告诉林雪。林雪斜瞥了眼，似乎没有什么解释的想法，但又觉得一个问题都不回答宁阳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林雪只指了下傲娇的僵尸王，冷冷道 ：“BOSS 已经被他给吞了，自然不可能爆出东西来。你们要是想要战利品，将他杀掉不就成了？”白骨僵尸王浑身一颤，没来由感觉到一股寒意。别杀了我也没用的。宁阳提了提斩仙剑，我记得你刚才喊我什么来的？蝼蚁，还不打算应付小怪？是你说的吧？第98章融合后新的世界。刷刷，伴随着几道白光闪过，宁阳几人从地图出来。风行记双目有些血红，这是因为生气闹得。哎，这次的佣兵任务是真的难上加难，就是不知道任务完成奖励怎么样。梦里水乡点头，咱们去交任务吧。是啊，任务过程虽然曲折，好歹算是完成了。这么一来，咱们等于全佣兵团都完成了任务 ，SSS 级任务，奖励肯定不会差。宁阳原本还想着是不是要解释一下自己的召唤灵魂怎么就跟 BOSS 有关系，但一看他们压根没有问这个的意思，宁阳也就不往这上面牵扯。那就一起去交任务吧。宁阳总结发言，交了任务。宁阳听到系统传来的声音，叮，恭喜你已经完成佣兵团任务，获得奖励物品暗金腰带。宁阳搓了搓手，还算不错，得了个暗金器。你们得了什么？我拿了暗金武器，命真好。风晴雪得意洋洋，我是个技能，还不错。梦里水乡总结，其他人也说了自己的奖励，跟宁阳比的话都要好一些。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倒霉啊？宁阳扫了眼自己获得的奖励，无奈地说。许兰墨摇了摇头，宁阳哥你别这么说，我觉得你才是最厉害的，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得到任务奖励。要不我把金币给你，就当做是给你的补偿。宁阳一看其他人也准备要给金币了，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厚道。不用，我也就是随口一说。你难道忘记了我身上就差这一件暗金器呢？其实挺适合我的。所以你是来炫耀装备的？梦里水乡郁闷了。烟灰凋零扬起拳头，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狠狠揍一顿这个装货？你装备好，你清高。打闹一阵，大家各自去忙自己的。宁阳这些天都没怎么休息，所以决定下线休息会。召唤退出系统。滴滴，没出来。宁阳有些意外，难道系统出问题了？再来，会不会是游戏卡 bug 了？宁阳当然知道不可能是这个原因，毕竟天罚可是全球顶级科技公司一起打造的跨时代游戏，而且游戏运行全部交给光脑主机，就连人力都不能干涉。如此一来，就不存在任何 bug 的可能。游戏出不去了，几乎是同一时间，系统频道已经被刷屏了。我的天呐，我才发现我退不了游戏了。是啊，我也是这样，退不了。游戏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而在大家喊着不能退游戏的同时，又更多的声音说一句话：不是，你们退不了就算了吧，我这还在睡觉呢，这怎么就进入游戏里了？我正在公司开会，也莫名其妙进了游戏，还压根退不出去。莫名其妙，我才玩过一次，才1级，怎么也进游戏了？宁阳一条条的消息看下来，陡然发现了一件事，一个宁阳不愿意去回忆的一件事。两个世界开始融合，有账号的会回到游戏中，他们有能力有可能对付怪物，可那些没有进入过天罚世界的，就会被降落的怪物追杀，哪怕他们用上枪支等现代武器，依旧不能制服怪物。上一世，在两个世界融合的那一天，全球死亡玩家数10亿。今天两个世界融合了，宁阳倒吸了口凉气，也就是说，这个流程是真的加快了。靠，出不去的话，咱们在游戏里就必须要提升实力啊，要不然被怪物打死就……
是的，我们试验过了，之前玩家可以死到0级才会彻底消失，但是现在玩家死一次就会没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不只是游戏世界，其实也和我们现实的世界一样了。咱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活下去，再想办法找到分离2个世界的可能。与此同时，宁阳也听到了系统提示，接下来天罚世界将会自主运行，一切游戏进程都将由主脑操控。宁阳知道和上一世差不多，接下来就是最为艰难也是最凶恶的生存游戏。玩家扩张，未来会在怪物资源上厮杀，会有各大主城之间的碰撞，而随着各族慢慢开发完自己一族的资源，他们为了变强就必须吞并其他族落，于是3族大战也将正式开始。没有人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人活下来。登录游戏时，那个老头说过我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救世主，这个高帽太大，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但我希望至少在接下来的世界，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佣兵团朋友的安全，如果可能，我还要保证人族玩家的安全。宁阳明确了自己接下来的目标，扫了眼还在系统频道刷屏的玩家们，想了想，宁阳踏上了刷怪之旅。我想要做到自己的目标，当今之计是要抓紧练级，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上来。一直没有拿到过等级榜第1，那么最近的目标就是拿下等级榜第1吧。路上，宁阳已经接到了佣兵团其他人的一些消息，我爸妈也进入游戏了，我担心他们的安全。宁阳哥，我去跟他们一起练会籍。风行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游戏和现实会融合？我总觉得你好像知道的比我猜到的有多，有机会可以跟我说说吗？其他人也大多是好奇系统怎么回事。宁阳一一发去问候的消息，大概解释了下现在的状况，只有提升实力保护自己。最后，宁阳才回了风行记，我说的你会信吗？如果我告诉你我重活了呢？信。风行记只回了1个字。想了想，宁阳没继续这个话题，只是将2个世界融合，未来会在游戏里开展资源抢夺以及死亡就会死亡的事说了一遍。风行记深吸了口气，所以像风晴雪有复活天赋，他以后会成为香饽饽，算是吧。反正未来的情况会难多了。风行记，我们有希望吗？我的意思是说，你重活之前有等到回到现实吗？宁阳看着这句话想了半天，最后打了几个字发过去。我不知道。第99章，死亡降临的黑暗。连黑水玄河旁边都这么多人啊！宁阳挑选了一个适合自己50来级、适合练级的区域，可没想到一到地方，这不说密密麻麻吧，倒也确实很多人，几乎是好不容易刷新出来一个怪物，就会有几个玩家扑上去抢夺仇恨。连前世不怎么有人来刷的地图都有这么多玩家，其他地方的玩家应该更多。如果练级资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入侵其他种族的生存空间就成了必须。3个种族之间迟早会发生一次碰撞。宁阳大概判断了下，看到这里的玩家虽然多，宁阳还是二话不说就去刷怪练级。由于玩家众多，经验升得很慢，按照这个速度刷怪，我估摸着想拿等级第1还得几年。宁阳有些头痛，忽然感觉之前那些大行会抢夺练级地盘，好像还挺明智的。就在宁阳望怪兴叹，申猴忽然发来通话申请。有事？宁阳也很简单。申猴抿着嘴，哟，2个世界彻底融合了，你知道吧？你这消息太慢了吧？宁阳猜测申猴还有别的事，果然就听到申猴继续说，世界初成，秩序未明，我们盟主想问问纵横四海兄弟，你有没有想要成为统治者的想法？别瞎说，我们就是普通人，能够在现在的世界活下去就行。申猴尴尬了，好吧，我的说法有问题。我们盟主想问你有没有做一番事业的想法，这样问就对了，野心不能太大。宁阳总结，我们暗无天日想把行会做大，甚至未来做到10大行会，所以这方面需要一些同盟，能够对10大行会发起冲击。纵横四海兄弟，你还是不决定加入行会，那自己创建行会呢？宁阳大概明白申猴是干啥来的了，是来劝说自己建行会的。算了吧，我独行惯了，暂时不太想加行会。宁阳补充说道，再说我佣兵团的活都没弄明白呢，哪里有心思弄行会？明白了，有些遗憾。申猴只能退而求其次，那以后有需要求你们佣兵团出手，给个友情价。那是当然，这次2个世界融合，暗无天日的资金不够看的，我要不给友情价，你们也请不了几回啊。噗嗤，虽然知道说的是实话，但申猴还是有些受伤。这次2个世界彻底融合，说起来还有些恍惚，也不知道未来游戏该怎么走，我们又怎么样才能有以前的平静生活？申猴挂断通话的时候，人还有些恍惚。宁阳继续练级，与此同时，一群从地底爬出的变异生物在庄森被杀，2个世界融合之后，活动的越加频繁。咚咚，
遥远的极北之地，万年不能融化的冰雪之下，响起了古老的战鼓。战鼓之上，累累白骨集成的王座。王座前是一个勾魂摄魄的女人，穿着黑色的紧绷衣衫，腰间挂着一把长弓。让她去管理炼狱大军的先遣部队，想不到她竟然陨落了。虽然灵魂未灭，可这已经是我们深渊君主最大的屈辱。也罢，既然领帅陨落，他带出去的先遣部队就没必要再回来，让他们去攻击人类的主场吧，顺便也能为我的军队开创一条前行的路。女人鲜红的指甲像是血一样，她缓缓伸出舌尖，在指甲上舔了一口，无比陶醉。深渊君主露易斯，10大君主排在第6。如果宁阳看到女人，就能第一时间认出她。这位上一世足足屠杀1亿玩家的强大 BOSS， 炼狱走出的恶魔。呼呼，远处的风吹来腥风般的恶臭。宁阳皱起眉头，眺望远方，宁阳看到有一队从野外游荡的变异狼熊，那些是6世纪的精英级怪物，一大群黑压压的，正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变异狼熊的练级地并不在这，而且现在大家在刷的这些怪物，似乎也受到什么指示似的，也开始有规划般的朝着主城的方向走去。有上一世的经验，宁阳几乎是瞬间明白了什么。不好，这些怪物是要攻击人类城镇。他的话很大，立马让还在练级的玩家们有些懵逼。啥意思啊？你说怪物要攻击城镇？咱们这离城镇挺远的，这么远的怪物过去吗？咱们主城有 NPC， 这些怪物就算过去又能怎么样呢？这些人并没当回事，甚至还有一些人质疑宁阳怎么知道的，说的是不是假话？哗众取宠的吧？怪物要攻击城镇，他怎么会知道？就是可能是看抢怪抢不过我们，所以找个理由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吧。我刚才看他一剑就秒杀了一个怪物，应该是高手吧？说的话还应该有可信度的。咱们天书城要说有可信度的，只会是纵横四海，他可是大家认可的第一人。除非纵横四海说怪物攻城了，不然我是不信的。众人看不上宁阳这么一个普通玩家，很快有人觉得除非是纵横四海发话，不然大家不相信。宁阳狂翻白眼，难道这是要让自己亮 ID？ 想想宁阳觉得太麻烦，所以第一时间就编辑了一条信息，直接发在游戏公屏，这样所有玩家就都能看到了。各位，不管是在主城还是在外面练级，抓紧时间赶紧回城，怪物要发动攻城了，信我就快回来，我用我纵横四海的名声担保。刚才还在议论不相信宁阳话的众多玩家，在看到这条讯息后齐齐愣住了。纵横四海也说怪物攻城，咱们要回去吗？回去吧，纵横四海碾压那么多天书城高手的天骄，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我没回城卷了，跑回去路上说不定有怪物，有些危险。你们谁组队？咱们一起杀回主城。七七八八的声音响起，和之前的质疑不同，此时大家基本都相信有怪物攻城，就算还有质疑的，看到其他人回村也决定要一起回城。宁阳也掏出了回城券，与此同时将自己的 ID 和装备特效解封。纵横四海，是纵横四海，我去，那就是纵横四海啊！纵横四海说有怪物攻城，那就肯定有。第100章先遣军怪物攻城开启。刷！随着宁阳捏碎回城券，身体被一道光芒拉扯，紧跟着人就回到了主城里。与此同时，无数的提示消息涌入，毫无疑问，这些全是亲朋好友来打听怪物攻城消息的。这还是宁阳关闭了陌生人通讯，不然消息还会更多。宁阳先给认识的人回了消息，让他们回主城再说。最后，宁阳才翻开找到了龙王的 ID， 第一行会龙魂的盟主。按照之前私下见面，宁阳得知龙王更是代表着官方。真？点开一看，来的消息只有一个字，这也符合龙王为人不喜言辞的一贯设定。是的，按照怪物的行进速度，我们的准备时间不长，只有2个小时吧。我召集各大行会盟主过来，咱们一起交流看看，这次的怪物攻城该怎么打。咱们有7座主城，所有人能到。看我的！一会，龙王竟然弄了个小群，加上宁阳，被拉进来的一共有11人。认识的除了龙王就是暗无天日，其他人宁阳虽然不认识，但是 ID 也是赫赫有名。8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10大行会的盟主，而这8人分布在另外6座主城：天玄城仙人谷盟主斗剑之神，天机城破晓盟主逆天改命，天泉城辉煌阁盟主酒鬼，秽土盟主林小璐，玉衡城佣兵天下盟主斩天下，开阳城轮回盟主斩相思，瑶光城君临天下盟主七原罪，凌烟阁盟主樱花雪。宁阳上一世虽然曾经挣到过神邸，算是一个高手玩家吧，但因为一直独来独往，并没有什么朋友。哪怕实力强，单体玩家在行会面前还是有些被忽视了。这些10大行会的盟主自然和宁阳不会有交集，就算知道，
也只是觉得同为10大行会的狂神盟主，怎么一直追杀个普通玩家？这是自甘堕落吧？所以一口气见到这么多盟主，宁阳自己都有些吃惊。各位，多余的话我也就不说了，召集各位来，就是因为接下来会有怪物攻城，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应对方案。展相思是个女玩家，也是第一个说话的。因为是文字聊天，宁阳也没有过多的关于展相思的资料。怪物攻城，咱们这才多少级？普通玩家都还没3转吧？按照以前玩游戏的经验，系统不会这么早就开始怪物攻城吧？玩家实力不够，盲目开启不是逼大家去送死。现在的游戏环境，死一次可救。多余的话没说，但展相思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展天下急着发话，我去，你是不是怕了？反正怪物攻城，我们玉衡城不会放弃，一定会守住城池的。怕什么怕？你懂不懂怪物攻城的意思？告诉你，死亡一次是真的会死的。展相思很不高兴。宁阳听出来这2个人有仇，其他人大概也知晓2人有矛盾，没有人去辩解他们的话，而是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有说要放弃城池，保留有生力量的，等玩家整体等级提升个10级左右，到时候再重新把主城打回来。还有说一定要战斗到底护住主城，毕竟一旦没有主城，就没有了能买药品装备等的供给之地。反正各有各的想法，争论足足持续了近半个小时。不过这些人倒是有一点好，虽然也有人怀疑怪物攻城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大家正在考虑怎么应对这次危机，而不是在真实性上耽误时间。龙王见状，皱了皱眉道：纵横四海兄弟，听听你的意见。随后龙王向众人介绍起宁阳。纵横四海兄弟，你们可能有的人听说过，有的人还不认识。我介绍一下吧，他是我们天书城一个实力玩家，很强，单挑无敌，甚至我都不敢说能赢他。怪物攻城的消息就是他带来的，而且他还没有行会，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挖一下。没有人搭话，显然他们对宁阳的判断是那种独行侠，实力强却不考虑去行会。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了解的兴趣。单身玩家再厉害也只有1个人，他们压根看不上。可是接下来一句话却让他们对宁阳的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纵横四海，就是那个一己之力击溃狂神，逼得狂神在前2日解散的纵横四海。展相思忽然来了句：怎么，你又喜欢上他了？展天下不假思索的就是对，然后才反应过来补充了句：就是那个纵横四海。其他盟主也疯狂了。龙王似乎很满意大家对纵横四海这个 ID 的狂热和好奇，好大一会才喝止众人。行了，听听纵横四海的意见吧。宁阳虽然没有行会锻炼大战中的指挥才能，可毕竟上一世也经历过怪物攻城，很快将上一世的经验说出来。怪物不只是对主城发动攻击，甚至还会攻击新手村，所以我希望就是各位在组织本城的防守之时，还能派一个小队去各个新手村保住新手村。大家都知道，现在死亡一次就是彻底死亡，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配合 NPC 守城，尽量用 NPC 的力量去对付怪物，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如果一旦怪物实力过强，城池守不住的情况下，就要抛弃城池进驻新手村。之前大家说的挺对的，咱们如果现在打不赢，但如果整体等级提升10级，说不定就能打赢了。所以如果一旦守不住，保准有生力量以新手村为据点提升等级，是咱们唯一的机会。说到这，宁阳看没有人插话，才继续说道：眼下就是这些，具体细节战斗你们比我有经验，反正大家努力吧，希望大家都能守住城池。想了想，大家好像觉得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很快展天下回道：纵横四海兄弟说的有道理，咱们一定要守住新手村，如果城池守不住，到时候就放弃。可是新手村周边怪物等级不高，会拖慢练级速度的。展相思回怼：那也比死了好。其他人也赞同宁阳的建议，因为时间不多，在保留聊天群的情况下，大家不再发言，各自去本城准备。与此同时，宁阳也登上了主城城楼，仰望下去能看到络绎不绝的玩家从练级地风尘仆仆的赶回，更多的玩家利用回城券回城。而在天边遥远的地方，宁阳已经能看到黑压压的影子，像是线一样的朝着天书城压来。怪物攻城即将开启。第101章，第一轮怪物，他们来了。宁阳看向一旁刚回主城的风行记，风行记面露难色，快到了。各个主城应该还有一些玩家陷入在隐藏地图，或许他们在做任务，只怕赶不上了。还有那些一直没怎么玩才被系统拉进游戏的人，他们实力可能不高，装备比同等级也差很多。这次怪物攻城，他们恐怕连自保的实力都没有，真打起来，到时候没有人护着他们，只怕届时可能会有一次大的伤亡。风行记平实话不多，但是今天说了很多，一直看着宁阳。风行记的担心，宁阳其实也有，只不过
宁阳更能开解自己。虽然我也觉得这很残酷，但对于我们玩家来说，怪物工程也是我们提升自己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提升过实力，导致连这些怪物面前自保的实力都没有，我觉得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成功就要踩着累累白骨攀登上王座，我觉得或许他们是在王座奠基的那些白骨吧。宁阳跟风行记的交流不多，但这番话两人说完后全都停住了。风行记看着宁阳，我们就守在东城门吗？宁阳整理着包裹里的药品，咱们天书城实力不错，闲散玩家不说，龙魂、暗无天日都可以单独守住一面城墙，不让怪物占领主城。还有几个中型行会守另一面，剩下的杂七杂八的小型行会守我们的东门。所以我们血染剑任佣兵团只需要和这些行会一起守住咱们东门就行了。风行记原本还有些担心，见宁阳表达的这么乐观，璎珞的心情一扫而空。宁阳哥！就在两人对话的时候，宁阳听到后面的呼喊声，是佣兵团其他人也到了。一上来就听到烟灰凋零叽叽喳喳的声音，怎么就忽然搞怪物工程了？我还有任务呢，现在看来任务只能暂时搁置。你还说这个？我的任务现实我都回来了，只能放弃了。项氏蜘蛛也是一脸无奈。宁阳明白这几位别看在瞎扯，但其实也是在缓解大战前的紧张氛围。宁阳扫了眼，怪物在这段时间又近了一些，按照这前进速度，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就能来到城池。这密密麻麻的怪物很多，因为离得远，暂时看不清楚等级。想了想，宁阳也不废话，怪物攻城一共分为10轮，咱们不可能一开始就选择城战，还是先出城，在城门前消耗一波。宁阳指向已经在城门前严阵以待的 NPC 军团，你们看 NPC 也是跟咱们一样的想法，其他人都没什么意见。好，咱们下去吧。前期怪物经验丰富，咱们多拿些经验，把等级提升一些。佣兵团众人都打算下去迎接攻城怪物，便一起从城墙下来。和血染剑刃佣兵团想法一致的还有不少行会，几百人、上千人的集合在一起，拦住城墙前一段距离。许完墨守在宁阳身后，见怪物快要过来了，连忙说道：我爸妈他们已经去新手村了，他们在新手村没危险。好，你注意随时留意一下，如果那边有麻烦，你就让他们弃掉新手村，先保护自己。将任务彻底安排的差不多，许兰墨挥手一道，祝福落下。宁阳的攻击力提升100%，与此同时，能够感觉到一阵阵的腥气袭来，紧跟着就见一条浑身斑斓光泽、双目赤红的变异斑斓虎袭来。嗷呜！老虎咆哮，脚下虎虎生风，踏步撞向了宁阳。这老虎的攻击速度很快，宁阳甚至都没有反应的时间，就被直接顶在了身上。砰！负382。宁阳跳了一跳，没想到第一轮怪物就能打出自己接近400点伤害。要知道，宁阳的属性本来就比普通玩家高，这换了其他玩家，只怕伤害最少要翻个5倍，这就恐怖了。给我滚！第一轮怪物，宁阳估摸着实力也不会太强，所以也懒得去看属性，直接就是一轮技能扫下。旋风斩锁定袭击自己的这只变异斑斓虎，顺便将旁边的一只纳入攻击范围。同时跳出的2个伤害数字拉满，怪物的血条嗖嗖得被清空，迎面直接秒杀。与此同时，队伍里的其他人也冲了出去，嗖嗖嗖的。佣兵团每一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几乎是在接触的瞬间就能杀了怪物。同出来的这些行会虽然实力不如大家伙，甚至还不如主流玩家，只是小型会，但大家配合下还是能够几人围殴一只怪物，没有出现怪物一上来就各种秒杀的场面。哇，真怪物的经验好丰富，我感觉了一下，大概有平时练级的3倍。一个小行会的盟主兴奋地喊道：对的呢，还爆出了黄金器，这可是普通怪物呀。又有其他玩家兴奋了，他们因为实力大多落后主流玩家，所以只能进入小型会，自然也就不可能跟上主流玩家的装备。好多人身上甚至还有青铜器呢，现在有黄金器爆出来，这对于大家来说那就是最好的战利品。虽然消耗了点血瓶，但还能承受，战利品不错。咱们继续刷怪吧。大家都有些兴奋了，原本可能众人还有点排斥心理，但是现在随着怪物经验和爆率出来，全部是磨刀霍霍。真好，他们战斗欲望这么高，我们一下子就省事了不少。烟灰凋零刚用雷电法术殿的一群怪物雷焦里嫩，看到这一幕实在认不出了，是吧？第一轮怪物大概是给玩家送福利的。宁阳总结了一下，梦里水乡有不一样的观点，会不会怪物攻城的怪物本来就不厉害，经验丰厚，爆率也高？一旁风晴雪冷眼说，对，甚至还有可能爆神器啥的呢，随便挥刀就砍死了最后的 BOSS。 梦里水乡愣了下，大概觉得自己也是想得太美好了。哎，一共10轮，应该是一轮比一轮难吧。
咱们这第一轮的 BOSS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品级的。第102章花妖，踏踏，就像是踩在了泥沼，发出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紧跟着宁阳等人看到一头威风凛凛、体型更大一些、浑身金毛的大老虎出现。BOSS 出现在咱们这了，准备一下，杀掉 BOSS， 我们就能等待第二轮怪物上门。宁阳看到已经有小型会准备上去接收 BOSS 的仇恨，咱们也过去吧，别让他们抢了 BOSS 仇恨。梦里水乡摩拳擦掌，宁阳扫了眼 BOSS， 属性全落在了眼里。斑斓虎王 LV55， 暗金级 BOSS， 攻击力17238-22048，物理防御10256，魔法防御6888，器械值1500000，技能阴杀刃虎啸山林撕裂，特性提升20%的防御能力。介绍：炼狱军团中领兵第一纵队的王者，传说他曾经一日吞噬100人，凶名远播。宁阳扫了眼 ，BOSS 属性还是不错的，不过只是55级的暗金级 BOSS， 和自己的等级差不多，加上盯着的人可不少，宁阳也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你们谁想抢 BOSS， 上去试试吧。你们也知道我的情况，这里对 BOSS 有想法的玩家太多了，他们应该都有可能杀 BOSS， 我就不能再去抢了。梦里水乡和烟灰凋零实力强，性子也活跃，见宁阳不打算去，两人便自己去了。许兰墨抿着嘴唇走过来，宁阳哥，他们去打 BOSS， 需要我去帮忙吗？没有治疗，他们可能不好打吧。你不想去就别勉强。宁阳笑了，他们的实力应付同等级的暗金 BOSS 应该没什么问题。其他人听这么说，原本有些动摇的人，这时全都放弃去打 BOSS 了。宁阳怀抱双拳，第一轮还有一些零散的怪物没有处理，宁阳就跟着一起对付那些怪物。过了一会，伴随着一阵系统铃声传来，叮，恭喜玩家烟灰凋零击杀第一轮 BOSS， 获得奖励等级+1，获得声望+1000。宁阳有些意外，没想到还有系统提示，有等级奖励，甚至烟灰凋零还获得了一件装备奖励，可惜只是黄金器。后悔了吧？我记得你说过想争等级榜第一，如果有这一级奖励，可比辛辛苦苦练级轻松多了。风行记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宁阳身边，笑脸盈盈地说，要不考虑一下接下来的几个 BOSS， 咱们全抢了。宁阳情绪激昂，当然，接下来咱们佣兵团尽可能的多抢 BOSS。对话的时候，第一轮怪物攻城结束，远处的森林里窜出了第二轮怪物。这些怪物是长着巨大身体的花妖，盛开的花朵释放毒气，只要被毒物笼罩的玩家就会持续掉血。花妖伸出藤蔓，像鞭子似的抽向四面八方。啊！因为这种花妖是无差别攻击，加上还没想到会中毒，守在阵线上的玩家们有几个反应不及，加上同时被数十只怪物攻击到，竟然直接就被秒杀。每一道白光和星辰闪烁起来，宁阳就知道那是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了。刚才第一轮对付普通怪物几乎没什么损失，就算是 BOSS， 也就前期刚接触的时候，因为不知道 BOSS 厉害，有几个小型会被秒杀了前排，可那也没有这次的损失大。宁阳看到怪物接触的瞬间，锋线上就被秒杀了上百人，这一幕让宁阳心里很是难受。想到这，宁阳连忙喊话，我是纵横四海，接下来大家听我指挥。现在各个行会议城墙500码的位置设置防线，防御力超过3000的战士玩家守在最前，远程在后面随时准备攻击。至于刺客等玩家，你们随时准备救援。大家不管是不是一个行会的，或者是不是熟人，接下来的战斗不要再一个点一个点的，自己玩自己的，一定要互相帮助。咱们整个东门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守好东门。天书城几个城门，只有东门玩家最散最乱，所以在战斗上也最没有章法。甚至有一些小型会觉得第一轮赚到了好处，想着第二轮赚一笔大的，特意将防线引的比其他行会还要前面，这才在一接触的时候就被灭了这么多人，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跑回来。这种自私的现象在其他3个城门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宁阳的话一出，一些离得近的玩家都听到了宁阳的喊话，是纵横四海，咱们天书城最强的玩家，也是我的偶像。他喊话，咱们就按照他说的做。咱们刚才太乱了，纵横四海说的多，我们快组织阵线。原本我还担心其他城门有暗无天日，有龙魂，咱们东门没有一个大行会，还怕守不住呢。现在知道有宁阳，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因为宁阳的喊话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东门都知道了宁阳的存在。此时的宁阳也直接成为众人心里的主心骨，能以一己之力击溃10大行会之一的狂神，能应付各大等级榜玩家，宁阳也绝对有成为主心骨的资格。很快，在宁阳的指挥下，玩家的配合开始顺络起来。啪啪，
那些藤蔓抽在前排玩家身上，因为防御都过了3000，并没有第一轮就能秒杀玩家。后方的牧师玩家开始吟唱治疗，锁定最前方的战士释放治疗术，一道道圣白的技能光泽落下，前排玩家掉落的气血被迅速拉回。在一开始的慌乱之后，宁阳迅速组织玩家布置阵线，已经迅速控制住了形势。随着一只又一只的花妖倒下，宁阳的目光盯着后方，他已经感觉到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花妖后方生成。宁阳猜测那应该就是 BOSS 来了吗？似乎是为了验证宁阳的话，忽然一双长着透明翅膀如同精灵一样的花妖从后方飞了过来。花妖圣洁的脸色露着一抹阴冷杀戮的笑容，敢阻拦深渊大军，你们准备受死吧。第103章利刃回旋。第二只 BOSS 竟然还刷新在我们东门，运气不错呀。梦里水香面带笑容。按理说4个城门都有刷新 BOSS 的可能，可现在的 BOSS 只出现在东门，确实挺意外。又出现在我们这只必须抢了吧。像是蜘蛛也在摩拳擦掌。刚才猪哥就准备去抢第一只 BOSS 的，只是后来宁阳说梦里水香跟烟灰凋零2个人能杀了 BOSS， 猪哥才放弃去抢夺。这不，终于又有了抢 BOSS 的机会，猪哥显得很兴奋。队伍里其他人虽然没有发言，但也一个个磨刀霍霍，已经决定拿下这个 BOSS。 先说好，最后一击大家各凭本事去抢，抢到的人就能拿系统给的等级和物品奖励了。我没意见。风行记说。许兰墨也回了下神，我也觉得可以。风晴雪狂翻白眼，你们当然没意见，一个攻击超高，一个希望咱们中输出最高的男人拿最后一击，当然没意见吗？宁阳笑着将双手剑装配上，道：这样简单，那 BOSS 只剩下最后一丝血的时候，大概总量还有个5万，咱们一起全部放技能，能不能秒 BOSS， 最后一击是谁全靠运气好了。那好吧。风晴雪抿着唇，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想法，一个个点头答应下来。可以，那就这么办吧。反正只要是佣兵团抢下来，谁拿到奖励也没那么重要。商量定。那边烟灰凋零的几发瞬发技能也轰击在 BOSS 身上。花妖王飞在空中，手里拿的是类似长鞭的东西，上面长着花刺。啪！飞在天上的 BOSS 在被烟灰凋零攻击的同时，长鞭一卷，径直朝着烟灰凋零飞来。那长鞭上的花刺看起来就像一根根钢钉，恐怖至极。哎呦！烟灰凋零没想到 BOSS 的反应那么快，直接打在法袍身上，霎时身上就多了几个血洞。我去，这 BOSS 好狠。-3528，-300，-300。宁阳看到烟灰凋零的气血少了一截，而且这个鞭子应该是有流泻效果，气血还一直在往下掉。你别吸引仇恨，让宁阳哥来。许兰墨连忙提醒，同时手一扬，治疗术落下，将烟灰凋零的气血拉了回来。此时的宁阳神眸技能打在花妖身上，那花妖王丹凤一样的眼睛顺势移到了宁阳身上，似乎在仔细打量宁阳。花妖王 LV58， 暗金级 BOSS， 攻击力18693-24486，物理防御12612，魔法防御8888，器械值1500000，技能流血鞭带漫天飞舞魅惑，特性提升 20% 的移动能力。介绍：炼狱军团中领兵第2纵队的王者，传说她是花妖中的女王，拥有勾人夺魄的能力。宁阳扫了眼 BOSS 的属性，其实还不错，比第一轮的 BOSS 要强，但在宁阳面前依旧不够看。或许唯一难处理点的就是 BOSS 会飞，近战玩家不好攻击吧。我去拉 BOSS 的仇恨。说完，噔噔2声，宁阳迎着 BOSS 踏步而去。东门的行会太多，自然不可能所有人会眼睁睁看着宁阳把 BOSS 打掉而不分一杯羹，所以一眨眼就看到周围有20来个玩家前来抢夺 BOSS。 不过有了第一轮的经验，这次来拉仇恨的全是防御高的战士玩家，没有再出现能被 BOSS 一个技能秒杀的脆皮。恶魔血月斩。宁阳暗影剑一横，只见血色月亮就出现在了 BOSS 身后，形成刀刃，狠狠朝着 BOSS 的身体切割。靠，他能攻击 BOSS， 那东西飞在天上，我们打不到啊。赶来的20来个战士玩家看到这一幕，一个个全都傻了眼。 BOSS 肯定会下来的，到时候咱们再抢，说不定能抢到最后一击呢。是的，咱们等着肯定有机会。说话的时候 BOSS 受到攻击，陡然发难，半空中的鞭子变大变长，随后分化出了无数的鞭子，在花妖王的挥舞下漫天落下。靠，这是 BOSS 的技能漫天飞舞，是个群攻技能，你们跑过来干啥呢？找死吧。宁阳头皮发麻，自己的属性不怕 BOSS， 可其他人就未必了呀。砰砰，宁阳看到几乎是接触的瞬间，好几个玩家的气血就空了，就会给我惹事。宁阳也不废话，冲过去
将那几个玩家甩了出去。但饶是宁阳的反应很快，20来个玩家他只救下了10个人。你们还不退远一点，别以为防御高就能扛住 BOSS 的一击，这个 BOSS 的移动速度快，就算能扛住一下，要是再攻击你们，我都反应不过来。说完，宁阳也不再打算搭理这些人，转身又是一记恶魔血月斩。几次之后，天上的花妖王怒了：臭小子，你敢一直攻击我，我饶不了你！长鞭一卷，直接朝着宁阳飞来。此时的宁阳就是一滚，避开这一击的同时就往队伍跑去。自己也是有队友的人，没必要一个人去跟 BOSS 对拼。很快，风行记几人也就到了。BOSS 会飞，我的输出几乎无效了。风行记一脸无奈，像是蜘蛛跟梦里水乡也是哭笑不得。我们这些近战只能站着喊加油吧。倒是烟灰凋零和风晴雪笑了，我们可以抢最后一击了。梦里水乡听到这番话，就有些无奈地看向宁阳。我们是抢不来，但是纵横四海这个近战玩家完全不受影响。此时的宁阳，一个远程火刃斩飞出，造成伤害的同时，火刃斩还牢牢束缚住空中的 BOSS。梦里水乡越发觉得自己酸溜溜的，不但有远程，还有控制技能，这下风行技你的火也被抢了。飞起的法术和弓箭也齐嗖嗖的落下，佣兵团的输出自然不在话下。3下5除2的就将半空中那嗷嗷叫的 BOSS 给砍了。叮！恭喜玩家纵横四海击杀 BOSS 花妖王，获得奖励等级+1，获得奖励物品利刃回旋。第104章守城的难度增加。利刃回旋那是什么东西啊？梦里水乡好奇地问道。听名字应该是战士玩家用的，同为战士中的优等生，梦里水乡还是很好奇同职业的东西的。至于另一个战士玩家朱哥，正捡着地上的金币，压根不在意那是什么东西。感受了一下其他人迫切想要知道利刃回旋是什么的心情，宁阳从包裹里将东西翻了出来，那是一本泛着红色血光的技能书。宁阳随手就将技能书的属性发在组队频道里。利刃回旋，评级 SS， 聚集周围狂暴能量，将武器投掷出去，能够在片刻造成致命杀伤，技能效果隐隐带着龙吟之声。后面的伤害计算啥的，宁阳觉得也没那么容易算得明白，明白2点就够了。1是 SS 级技能，2是远程技能。有刚才花妖王的情况存在，战士玩家有远程攻击技能多么重要，可见一斑。宁阳手一翻，学会了技能。行了，别耽误时间，第3轮怪物快到了，接下来的怪物实力越来越强，咱们的考验也来了。风晴雪几人也都暗自点头，同意宁阳的说法。是的，怪物越来越强，后面的 BOSS 说不定还会超越暗金级，也不知道我们到时能不能守住天书城。希望能守住吧。从新手村传来的消息，他们那边现在还轻松，能应付得过来。像是蜘蛛也回了话。梦里水乡扬了扬手里的长刀，想那么多也没用，准备上吧，咱们只有应付过一轮轮的怪物工程，才有可能最终守下来。梦里水乡的话让宁阳若有所思。这时黑压压的怪物也已经出现，宁阳看到这第3轮是一具白骨，手里拿着锈迹斑斑的铁刀。白骨战兵55级精英怪。宁阳看到怪物忽然有些无奈，这些精英怪的攻击接近1万，堪比30级的小 BOSS 了。宁阳叹了口气，东城门因为是小行会，平均等级比其他城门的48级要少一些，大概只有45级。这么一来，这些精英怪物倒是挺麻烦的。来吧！随着宁阳一吼，众人齐齐冲了出去。第3轮，东城门玩家折损严重，超过3000人。这一次 BOSS 并未刷新在东城门。第4、第5轮，怪物分别是58级白骨弓箭手和60级的白骨法师。BOSS 刷在了另外2个城门，分别被暗无天日和龙魂抢到。第5轮已经过去了，宁阳看着黑压压的天空，不知不觉的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似乎要下雨。自从2个世界融合之前的游戏全是白昼，也极少有什么阴雨天气啥的。可是融合后，天气就如同现实世界一样，包括夜晚也会降临。不过这次天色阴沉不是夜晚，而是黑云压沉沉欲摧，主青杀百鸟飞回，要下雨了。来了！宁阳看到远处有一群黑沉沉的怪物逼近，按照这个速度，还有几分钟怪物就会到。忽然，砰！一声惊雷，扭曲的闪电击碎了云层，蜿蜒的如同妖魔，划破天际。下雨了，这是为我们死了这么多同伴哭泣吗？每座主城里在线上守护主城的玩家超过1000万，很多。但5轮下来，死掉的超过5万玩家，这些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哪怕众人再觉得再不关自己的事，看到这么多人死亡，还是心内悲凉。似乎知道许兰墨想说什么，宁阳点了下许兰墨额头，见过生死，未来咱们才能走得更远，也才能守住我们生活的主城。可他们都是人啊，死亡掉的一个个的是人。许兰墨摸着脑门，
连老天都在为他们的死亡哭泣。宁阳点头，似乎是表达清楚了。此时的他抬眼看向前方，有些意外的是，明明应该到了的怪物，怎么忽然好像没了？是没了。宁阳使劲揉了揉眼睛，前方空荡荡的，脑海如同闪电一样划过。宁阳急了，连忙喊话：前排扛住输出，千万别有漏洞。后排玩家将技能倾泻在前排空地，无差别攻击，覆盖住，千万别让那些怪物隐身过来，因为那些是白骨刺客。与此同时，宁阳开启神眸，他的神眸能破隐身状态，就看到一只白骨拎着白骨制成的匕首，正飞快逼近。那些白骨刺客已经到了战士身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出眩晕。靠！怪物密密麻麻，很多玩家都还没从负面状态出来，就被怪物一套连击带走。快治疗！好在几乎是宁阳喊话的时候，因为有宁阳前期提醒，牧师玩家一直捏着治疗。此时落下，倒也就回了不少人。风行记是刺客玩家，这些白骨刺客有多难缠他最有发言权。麻烦了，咱们用火力覆盖，对法师玩家来说耗蓝量太大了，只怕蓝屏撑不到最后。可如果不用技能将这些刺客的身形显示出来，死伤会更惨重。是，所以咱们暂时只能先撑过这一轮再说。实在不行，看看后面几轮有没有可能让法师玩家尽量不出手，达到节约蓝屏的目的。风行记明白，为今之计只能这么办了。好吧，风行记手一扬，身体一闪，就进入了前行状态。我去阵线最前面，看看能不能在怪物过来之前先灭掉一些。空中只有风行记的声音，宁阳隐约可以看到他穿越过阵线往前跑去。宁阳想了想，觉得风行记的办法挺好的，也唯有他这样才能给锋线上的玩家减轻压力。宁阳连忙对佣兵团众人道：朱哥、梦里、水乡，你们守住阵线，其他人火力覆盖，默默你就帮他们2个人治疗吧。宁阳哥，你要干啥？我跟风行记一样，去阵线外吸引一些怪物，给阵线减轻压力。说完，宁阳手下一挥，顿时空中青龙翻滚。好！龙吼声响彻天地，顿时吸引了所有玩家的注意。可惜白骨僵尸王容纳了那一半灵魂，暂时不能使用，不然宁阳就可以将他一起召唤出来，分担压力。宁阳翻身上了青龙，从锋线众人头顶飞了出去。哇，好威风！不愧是你，纵横四海。第105章，外出迎敌。你们记住守住阵线，千万别让怪物攻破。宁阳在飞跃阵线，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只留下了一句话。纵横四海在游戏里的威名立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同时也使得原本有些没有把握的众人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们一定能守住，绝对不后退一步。只有守住天书城，我们才有补给的地方，未来才能继续练级。主城能接任务，还能修理装备、摆摊、转职，反正绝对不能没有主城，我会不习惯的。众人意志成城，决定一定要守护家园。唰！宁阳跳下青龙。与此同时，宁阳也没打算让青龙回来，而是让青龙在天上盘旋，攻击怪物的同时，随时准备驰援其他人。利刃回旋，宁阳一式技能爆出致命一击，打掉怪物小半的气血，再来幻影斩加旋风斩的组合，成功将怪物斩杀。灵魂召唤，宁阳使出天赋技能 SSS 级的天赋技，顿时6芒星闪烁。宁阳将刚刚杀死的白骨刺客召唤出来。刚刚召唤出来，怪物是58级精英怪，和攻城的怪物属性一样。就在宁阳吸引住怪物的同时，白骨刺客也对阵线发动攻击，哪怕布置得很好，可也有失神或者操作跟不上的时候。阵线上开始有损伤。啊！惨叫声不绝于耳。宁阳眼睁睁看到就有上百玩家死亡。接下来我尽可能的多杀怪物，你们各位记得收缩阵线。至于那些怪物，我来抵挡。6道剑阵几乎是瞬间在宁阳的召唤下使出，一连串的伤害数字纷纷飞起。-12467，-21974，几乎一片全是过万的伤害数字。而被宁阳覆盖的怪物超过100只，总的输出量非常可观。宁阳双剑齐飞，加上无限火力，没有技能冷却时间，双剑齐飞，6道剑阵不断叠加落下，一眨眼的功夫就将100只白骨刺客直接秒杀。宁阳的经验条嗖涨了一大截，而宁阳召唤出来的白骨刺客也升了一级，59级的怪物就能挑战同类型比自己低一级的怪物了。天上青龙更是不断咆哮，一次次释放龙焰，将白骨刺客击杀。战斗刚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强撑下去。等到白骨刺客渐渐减少，宁阳总算是能松口气，撑过去了。接下来只要杀了 BOSS 就行。这一战足足持续了3个小时，天上的雨就没停歇过，将地上玩家死亡的血液冲洗掉。也不知道这次的 BOSS 会出现在哪里。宁阳叹了口气，这一轮
东城门的玩家死亡数量超过5万，其中有几次是阵线被突破，隐身的白骨刺客进入脆皮玩家阵营，造成了巨大的损伤。怪物攻城损伤太惨重了，也不知道怎么不能撑过去。最后几波怪物肯定实力会丧心病狂的强大。风行记取消前行状态，来到宁阳身旁。是的，但我们东门玩家实力太差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宁阳有些头痛了。风行记没多说什么，一会有消息传来 ，BOSS 出现在了西城门，咱们要去抢吗？别了吧，西城门离得太远，等我们赶到，说不定 BOSS 就已经被杀了。风行记笑了，你这想法倒是很明智。两人打趣一番，紧跟着宁阳又发现了一件事：接下来的几轮怪物一次比一次强，继续让那些低等级玩家留在这，其实没什么效果了。风行记也低头道：是的，他们的输出非常有限。不过咱们牧师玩家不多，我的建议是牧师还是要留下来。想了想，宁阳决定好了，便在频道里喊道：接下来的怪物实力很强，已经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到战斗里来的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是这样想的，等级低于45级的非牧师玩家，请通过传送阵去新手村，帮助新手村玩家守住阵地。想了想，宁阳又跟其他几个城门的玩家说了下，顺便在10大行会的盟主群里也提了句，接下来的战斗会很难，已经不是低等级玩家能够参与进来的了。很快，守城的玩家有了反应。好，我们明白了，留在这里也是无谓牺牲。我们去新手村。新手村攻城的怪物等级不高，能发挥咱们的作用。主城这里就交给你们这些高等级玩家了。没有太多寒暄，有一些玩家甚至将血瓶和蓝瓶留给身边等级更高的玩家。随后，众人纷纷赶回主城。主城里有传送阵，是能够传送回出生的新手村的。据说未来甚至还有可能在7座主城之间建造传送阵。宁阳送着众人离开，与此同时，他也在翻着10大行会盟主的聊天。其实大家都在浴血奋战，说的很少。宁阳翻了一圈，发现说的几句话都有些悲观。怪物越来越强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第10轮。哎，如果守不住主城，我们玩家何去何从呢？也不知道另外2族有没有怪物进攻的消息。如果没有，那岂不是此消彼长？以后我们还有击败那2族的可能吗？宁阳没有继续看下去，他觉得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们了。每一波怪物需要 BOSS 被杀才会有下一波怪物的到来。BOSS 没有刷新在东城门，而小怪也清理的差不多，这就等于多了别人打 BOSS 的时间，大家可以用来休息。此时，很多人就席地而坐，也不管雨是不是在下。肚子饿了的，就将还未刷掉的第一波老虎尸体切割下肉来。法师玩家利用火系法术烧烤，渴了的玩家就仰头喝点雨水。大家全部都在严阵以待。这一只 BOSS 足足杀了近1个小时，城门外甚至很多玩家坐着睡了会，养精蓄锐。这才听到系统铃声姗姗来迟。叮，恭喜！宁阳没有心情去管是谁杀了 BOSS， 此时的他猛然拔出插在地上的2把宝剑，深吸一口气道：各位兄弟，准备迎战！第106章，属于刺客的荣耀。第7轮怪物攻城，也是最后4轮，深渊中的炼狱军团一定会压上所有军团的。风行记一双凤目，手中的气匕首寒光灼灼，纵横四海，我们真能守住吗？悠悠长叹。1轮怪物，2人不知不觉往怪物群深入了不少，跟锋线拉开了距离。我们离锋线更远，才能吸引更多的怪物。宁阳擦拭掉暗影剑上的血迹，但对于我们来说危险也成倍增加。是的，但我们想要减轻锋线压力，就只能我们多输出，吸引更多的怪物，不是吗？风行记眺望远方，第7轮的怪物快到了。宁阳点头，在怪物来临的前一刻深深呼吸道：如果撑不下去的时候，你记得抓紧回去，我来为你断后。哈哈，不会有那时候的。随后风行记进入前行状态，他要和宁阳分开2个位置，才能吸引更多的怪物。宁阳已经看清楚了这第7轮怪物，赫然是人形怪物，那是58到50级的精英级怪物，各个职业搭配的很合理，最前排的是战士，后面的是法师弓箭手。第7轮乃是深渊的7星军团，怪物的实力只会越来越强，反正还有最后4轮，对于宁阳来说也没什么好想的，扫了眼怪物属性，杀就是了。砰砰，宁阳幻影斩落下。让人意外的是，那些前排怪物虽然掉了气血，可是随后面的牧师怪物就将气血拉了回来。靠！宁阳怒骂一声，看来只有先杀脆皮才能解决这些怪物。宁阳召唤小青，翻身上了青龙，朝着后排脆皮飞去。怪物也有治疗，他们又不可能学我突入怪物内部，只怕守城队伍就麻烦了。宁阳心内叹气，
却也是只能硬着头皮先上，希望到时候他们能撑住吧。宁阳人在半空，6道剑阵刷刷落下，牧师玩家皮薄蟹少，一轮剑阵下去，嗖嗖直接就是秒杀。宁阳的经验值已经到了临界点，再次升了1级，57级，依旧是将属性点加在力量上。如今宁阳防御有装备，远超普通玩家，攻击越高越好。也是这时，宁阳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我如果跟这些怪物军团打，虽然也能杀不少，但是对于整个军团实力削弱的有限。我有青龙，机动性足够，不如专门击杀怪物队伍里的牧师好了。说干就干，宁阳的反应也不是盖的，当时就飞了出去。不过宁阳的技能虽然是无冷却时间，但毕竟还要耗蓝，凭着道体拉回一些，宁阳还要补充蓝瓶。好在我准备了一些蓝药，也不管够不够支撑到第10轮，先用了吧。到时候实在不够，看能不能再回城购买一点赶回来。宁阳没了后顾之忧，咬着蓝瓶就不断释放技能。轰轰！宁阳专杀牧师，杀完就撤。很快，那些怪物军团都已经知道宁阳了，看到宁阳，军团就乱糟糟的。牧师快跑！这家伙专门杀我们的。对啊，躲远一点，咱们分散着走。宁阳没想到自己明明是玩家，怎么到了这里反而是攻城的怪物军团怕了自己。不过如此一来，宁阳想要再成片击杀军团牧师就有些困难了。死在我手里的已经有1000多，不算少了。宁阳不清楚整个军团有多少怪物，但牧师在哪里都是稀罕物，杀掉的应该接近1/3。继续，接下来宁阳就不用专门就只盯着牧师，牧师周边的脆皮一样在攻击范围。一轮怪物下来，经验条又涨了不少，看来怪物攻城结束应该能到60级。东城门，当7星军团降临的一瞬间，玩家就交上了手。7星军团的实力比之前的白骨刺客还要强上30%左右，加上非常合适的职业配合，刚一接触阵线就崩溃了。扛住，大家一定要坚持住，怪物也就是第1轮强悍，只要我们撑住就能慢慢打掉了。天上的雨很急，这雨已经下了4-5个小时，依旧没有停止的意思。大家坚持住，我们一定会赢得。梦里水乡指挥队伍扛住。然而他虽然能扛住，不意味其他人也能坚持。烟灰凋零将法杖不断扬起，皱眉道：让他们收缩阵线吧，不然我担心我们根本不能坚持到 BOSS 来。只能这么办了。不远处，一个叫做一页书的刺客玩家带着一群刺客过来。你们是纵横四海的血染剑刃佣兵团？梦里水乡疑惑道：找我们有事？东门这边各个职业，我们刺客玩家几乎没参与战斗，保存的非常完整。一页书深吸口气，如今阵线保存的不完整，我的想法是我们刺客玩家出去，专门击杀脆皮怪物，我们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可渗入7星军团也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梦里水乡叹了口气，我担心你们去了后就回不来了。一页书将腰间匕首拔出，可我们站着看，接下来能不能坚持得住？如果坚持不住，其他人不也有生命危险？后方的刺客玩家也急忙说道：对，我们打算就算是死，只要我们能帮到天书城，能减轻你们线上的压力就行。刺客玩家中风行技能去前面一人迎战这些攻城的怪物，难道我们其他人就不如他吗？梦里水乡见他们这么说，只能无奈表示同意。好吧，那你们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最好是50级完成了转职的玩家。好的，纵横四海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一页书带着一些50级以上的刺客走了。为了守护自己的主城，他们只能选择站出来。宁阳杀了这些牧师，继续深入，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7星军团没人了。宁阳发现前面已经没有怪物了，也就是说只有这么点。炼狱的精英军团，所以人少是吧？宁阳猜测。随后，宁阳看到前面的一个身骑古马的战将，眼睛忽然放光。我这什么运气 ？BOSS， 第107章。格挡。我杀掉 BOSS， 守城的众人就能减轻压力。宁阳找到理由，抢先出手。7星军团军团长米勒 LV62， 地级 BOSS， 攻击力58235-72044，物理防御28872，魔法防御26853，气血值600万，技能重斩血灵斩无敌剑斩，特性攻击有一定几率造成流血效果。介绍：原本是人类帝国忠诚的战士，可米勒在一次出征极北之时意外掉落深渊，经过749天的浴血厮杀，米勒立即而死，灵魂也被深渊侵袭，成为深渊中的恶魔。宁阳目瞪口呆，地级 BOSS 攻击力已经高达5万，总气血更是高达600万，以宁阳的攻击力，估计要活活累死。没办法，只能硬拼了。宁阳倒也不废话，说干就干。
只见他提着斩龙剑便已经落了下去，人在空中就是一记恶魔谢月斩，青龙咆哮也是一记龙焰落下，刷刷，连续2个伤害跳出，负13563，负8295，不愧是地级 BOSS， 而且深渊中的 BOSS 似乎抗性更高，连宁阳的输出也只能打出过10000伤害，不过这已经不错了，继续，只要杀了你，这第7轮怪物工程撑过去了。砰！没想到这米勒忽然发动冲锋，胯下古马咆哮着，挥舞着剑气袭来，重斩的威力非常不凡。宁阳横起一剑抵挡，饶是如此，气血也掉了一截。好在道体发动后，宁阳的气血跟着恢复不少。接下来的时间里 ，BOSS 虽然强大，但是宁阳靠着天赋技能，愣是一人单杀了地级 BOSS， 比当初那只地凤难杀多了。宁阳看了眼地上的尸体，再联系自己已经杀了足足2小时，心里就一阵感慨。还有3轮，按照现在的进度，大概还得10个小时以上。累，虽然间歇休息了会，肚子也饿得咕噜噜叫，爆出了不少好东西啊。宁阳扫了眼地上的装备，顺便将金币啥的全部拾取。装备一共2件，一件是暗金器，另外一件则是地器。而且系统提示奖励了1级之外，还获得了一个防御技能，完美格挡 SSS， 有 30% 的几率格挡掉伤害，非常不错的防御技能。按照宁阳的估计，如果练到最高，格挡成功率接近1半。而自己的所有技能都是觉醒状态，也就是2次完美格挡就能成功1次。自己早有这个技能，之前挑战地级 BOSS 就不会险象环生。道体加格挡，只要不是当场秒杀自己，那么自己几乎无敌。至于另外的一件地器铠甲，宁阳更是看得直流口水。深渊铠甲地器，需要等级58级，防御加16732，力量加1225，体质加1025，敏捷加682。特性：使用者获得 50% 的防御能力。特性：受到攻击会增加能量条，当能量条满的时候，能在身体周围形成一道护盾，护盾附带霸体效果。简介：炼狱深处的矿石打造的铠甲，威力不凡，不愧是的器铠甲。宁阳心里还是挺爽快的，有了这件铠甲，我的防御和输出能涨1截，保命能力提升，才能应付接下来的怪物工程。接下来就是第8轮了。宁阳杀掉 BOSS， 就看到远处又有军团前来。第8轮，怪物实力又提升1截。不过宁阳因为有地器铠甲，比之前还要轻松一点，继续袭杀怪物的牧师群。一路袭杀，宁阳忽然看到了风行记，他带着一群刺客玩家。你们？宁阳从龙背落下，诧异地看向风行记。风行记指着一旁叫做一页书的玩家，之前遇到了他，见他们要袭击牧师阵营，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就跟着加入进来。挺好的，那你们继续。宁阳笑了。风行记连忙对一页书说，你不是一直想见纵横四海，这位就是了。然后风行记指了指宁阳，这个一页书是你粉丝，他是看你出来才决定带着刺客玩家来到怪物群。宁阳伸手跟一页书打招呼，你好，我是纵横四海。宁阳这里虽然第8轮怪物实力强了很多，但是还能坚持。宁阳忽然看到斩天下的话，我们玉衡城有些撑不住了，这些怪物太厉害，可能我要选择放弃主城。没想到斩相思还是对起了斩天下。佣兵天下好歹是前10行会，怎么连一座主城都守不住？斩天下顿时不高兴了，斩相思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作对？我能不能守得住是我自己的事，你在这废话干什么呢？斩天下气呼呼的，我跟你说，我一定能守住玉衡城的，倒是你，可千万别守不住主城。宁阳看到这2人对话就觉得无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2人一对话就经常互对，也不知道是不是前世有仇。其他人似乎很有经验，都不打算回话，倒是宁阳看不下去了，回了一句，坚持，还有最后2轮，咱们一定能坚持到最后的。第8轮的 BOSS 刷新在了南城门，暗无天日的玩家都在那里。宁阳估摸着没自己什么事，就打算休息会。雨还在下，没想到宁阳等来的却是浩然正气着急的求救信息。地级 BOSS 好难对付啊，宁阳兄弟能带着你的佣兵团来帮一下忙吗？爆出来的东西咱们各出7人互相 roll 点。好，请我们出手，每个人还要2万，你应该记得吧？宁阳要为佣兵团众人创造收益。没问题。宁阳就喊来佣兵团众人，风行记也一并喊了回来。休息的时间是没有了，好在只有最后2轮怪物攻城，应该难度不大。地级 BOSS 以如今宁阳的实力轻松应对，许兰墨 roll 到了一件的气法杖，加了 90% 的治疗效果。与此同时，天边已经可见了路度白。宁阳看到远处飞来的一群怪物，那些赫然是骑乘着秃鹫的空骑兵。第108章死伤惨重。
不好，是深渊飞行骑兵。骑兵本就难以应对，这一轮竟然还是飞行骑兵，占据地利，咱们玩家还怎么应对啊？系统到底想干什么？难道要将我们这些玩家全部灭亡吗？宁阳听到身旁不断传来的哀嚎，有些说不出的感觉。不过对于宁阳来说，至少一点是对的，我们坚持住，只剩下最后2轮了，再努力一把就成了。或许大家中有一些人丧失了战斗的欲望，宁阳也知道自己这一番话未必能改变什么，但是他就是说了出来，因为唯有这样，宁阳才知道自己是努力了的。我说咱们这群人既然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要拼搏一把，至少就算出了问题，也不会遗憾。也许是宁阳的话对众人有刺激作用，一时间众人开始恢复战斗力。不就是飞行骑兵，咱们能击败他们的？是，我们有远程职业，有法师，有刺客，还有牧师玩家，也有攻击手段。咱们战士和刺客玩家就算不能攻击飞行骑兵，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保护身旁的同伴。所有人都感觉到身边同伴的战斗意志。而在此时，天空中已经密密麻麻盘旋着秃鹫，上方的骑兵手拿长枪，威风凛凛。等到的人差不多了，上方的骑兵忽然暴喝道：深渊的任务，咱们先遣军需要踏平这座城池，可前面的同伴都被他们打退了，这是我们深渊的耻辱。所以接下来就由我们深渊最伟大的军团发动袭击，目标摧毁眼前的城池。大喝声中，骑兵暴喝而下，只见他手中长枪猛然爆发巨大的光柱，冲天而下，就这么径直落下。轰隆一声巨响，技能落在人群，玩家竟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被打爆。一瞬间就有几个脆皮被秒杀，就算是战士玩家受到技能波及也被波及，气血几乎被打空。这些骑兵的实力好强啊！惊叹过后，是众人无奈地看向身旁的同伴，随后漫天的枪影落下。与之同时，玩家的法术和剑矢也不断朝着天空飞去。战斗已经开始，大家不用思考，也没有任何迟疑的就打出了技能。宁阳看着东城门里大家不断打出技能，也是在这时，宁阳一跃而起。青龙，给我过来！宁阳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像前面2轮，可以通过击杀牧师大大改变战争走向，可至少自己可以飞上天空，和这些飞行骑兵来一个正面冲突，并且击杀他们。因为是骑兵，本身是高达70级的强大精英怪，还附带了同样等级的坐骑属性，这才有如此强大。幻影斩加旋风斩的组合，直接挑飞面前的一个秃鹫骑兵。你是谁？竟然敢来阻拦我们！暴躁的质问声。杀你们的人！宁阳冷笑，一群屌人，不好好待在你们的深渊，竟然敢进攻咱们天书城！我看你们不但是找死，还是想找坟地！斩仙剑一抖，宁阳再次冲杀。与此同时，青龙的龙焰也在地上肆意迸发，直接秒杀一片。此时的宁阳，哪怕怪物实力变强了，也亦如入无人之地。群里忽然响起一阵铃声，这是一瞬间涌入大量消息了。斩天下，我不行了，特么的这些怪物好强啊！第9轮，这是系统要灭了我们吗？我好想认输啊，可我之前就说了自己绝对不会放弃，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去，不会放弃主城的。接下来我想让还剩下的人先去新手村，我一个人守着主城，只要主城不破，我就绝对不会放弃。斩相思的回话却是过了几分钟后来了。你干什么？你难道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我的原谅吗？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你不许做傻事。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活下去，你不能让我一而再的为你伤心。可是下一刻，几乎是同一时间，还莫等宁阳反应过来，系统铃声来了。叮，瑶光城已经被攻破，沦为深渊恶魔的乐园。宁阳傻了眼，他看到群里的一个名字原本是亮着的，可是如今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黑暗。或许这也是表现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在天罚世界里死亡，也就再也不可能复活。一共7座主城，已经有1座没守住。宁阳握着拳头，紧紧握着。随后他看到龙王打在群里的一行话：大家记住，就算是守不住主城，大不了我们放弃，千万别把性命搭上去。一旦觉得主城的力量守不住，或者说损失太大，大家要学会放弃。宁阳抿着嘴，不知道自己要在群里说些什么话。而这时斩相思却道：我想去瑶光城，就算我救不了他，我也希望能够跟他在一个地方长眠。随后斩相思长叹道：不过在这之前，我会尽可能的守住城池。原本大家有很多话要劝说，但是这时却纷纷闭嘴，没再说什么。宁阳一直想打的话，这时候打了出来：我们会守住的。宁阳看到东门的死伤是惨重的，死伤太多了，咱们真的能守住？要不我们放弃主城吧，我们可能守不住的。是啊，要不我们……就在所有人打算放弃的时候，
一阵咆哮声传来：“这是我们的主城，我们放弃了能去哪里？你们放弃吧，至少作为我们狂神曾经的主城，我们不放弃。”眼看这时竟然还有生力军加入，是曾经被宁阳打散的狂神。毕竟时间有限，宁阳在杀了周狂之后，并没有一直追杀下去，导致狂神的一些精英其实还存在，只不过他们没有再加入行会罢了。在战斗进入白热化，不，在天书城开始崩溃的时候，他们出来了。还有我们，天书城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总不能一直守在城里吧？各个职业的导师、城里的铁匠等 NPC 也纷纷走了出来。第109章全军覆没。西图叙夫，我敢跟你打赌，这次肯定是我比你杀得多。格鲁扬着法杖，给自己加了个攻击状态。明明是牧师，看他的架势，这是要弃医从武。西图叙夫知道自己跟格鲁不对付，这位喜欢挑衅也是常态。于是西图叙夫压根不理格鲁的话，反而扬起手中武器。别废话，待会谁杀的少，谁是狗。踏步在城墙上，西图叙夫身形一展，竟然朝着天空一支秃鹫骑兵飞去。随后西图叙夫落在骑兵身上，将长刀刺入骑兵身体。我也来。刺客导师杰西卡手中匕首飞出，直刺天上的秃鹫，紧跟着匕首上弹出锁链，将他的身体吊了上去。其余几位导师也瞬间释放自己的技能。与此同时， NPC 军团也已经加入战斗。第9轮怪物实力陡然增强数倍，东城门这都已经有些守不住。纵横四海，我们东门死伤太惨重了，再这么下去只怕坚持不住。要不我们找其他几门求助，他们有超级行会，应该还有余力。宁阳其实已经和那几位联系过。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们的情况也没比咱们好多少。宁阳回答了梦里水乡的话，想了想，继续说道：“让他们实在不行就撤，我们佣兵团几个人也能把城门守下来。”明白了。梦里水乡坚定信念，再次跟随着宁阳一起冲杀。天上的光焰闪耀，宁阳也在加速前冲。这一战彻底进入白热化状态。群里的消息几乎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天玄城守不住了，我打算带仙人谷的玩家先退去新手村。斗剑之神是第一个发话决定放弃的。一会，天机城逆天改命也说话了，我们破晓也坚持不住了。玉衡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龙王说了句话，其他人也是纷纷摇头，不知道。斩天下死了，佣兵天下虽然还剩下一些玩家，但估计也守不住了吧。是啊，他们在第8轮就已经退到新手村，玉衡城已经放弃了。开阳城我会努力，但可能斩相思也在叹气。如此一来，7大主城除了天书城，也就有2个10大行会的天泉城和瑶光城情况稍微好一点，没有打算放弃主城。但按照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可能也是迟早的事。宁阳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了想，只能选择给大家发了句加油。或许是为了活跃氛围，那边的几人纷纷比起中指。得，纵横四海，你这番话说的好像有点频繁。不加油了，加不起。咱们就算真的要放弃主城，到时候也会让深渊的恶魔们付出代价。宁阳关闭通话，此时暗暗下定决心，7大主城不能一个都留不下来。毕竟只要还留下一个主城，到时候其他主城其实是可以过来购买药品的。如果一个主城都没有，到时候才是真的只能从新手村开始。为什么宁阳一定选择天书城？因为天书城有排名第1的龙魂，也有暗无天日这样可以向前10行会发起挑战的行会，有被击溃的狂神，当然更重要的有自己。我就不相信了，天地我为尊，有我在的地方还守不住一座主城。宁阳愤怒了，抓住手中斩龙剑，愤怒地切入身下的秃鹫骑兵，剑刃直接将骑兵头颅斩下，顺便秃鹫也被一并解决。被击杀的秃鹫身体在空中打旋，往下坠落。宁阳踏步一脚踢飞尸体，紧跟着人在空中扬起，青龙飞到便落在了青龙身上，紧跟着又是6道剑阵落下，无数伤害数字飞起。而在下方，玩家们更是用命去填，去击杀这些秃鹫骑兵。几乎每一轮远程集火都会伴随着秃鹫骑兵的反扑，战士玩家为了保护脆皮同伴，成片倒下。第9轮用了最长的时间，已经连续交战第6个小时，天上的秃鹫骑兵才有减少的迹象。又杀了1个小时，宁阳看到整个天书城在线玩家已经从之前的8位数锐减到现在只有10万左右的玩家，整个东门更是只剩下数千人。这最后一轮我们还受得住吗？第9轮的 BOSS 还没出现，说真的，我现在也有些质疑我们能不能守住了。死了上千万人，我们这是为什么啊？我忽然怀疑上面的人指挥的究竟对不对。就在众人心思动摇的时候，宁阳翻身从青龙身上跳了下来。宁阳叹了口气，我知道
你们是什么想法，但我说一些东西吧，可能不对，但你们要考虑听着。我们华夏7座主城，最有可能守下来的就是我们天书城，而如果一座主城都没有，到时候我们相对于星空族和堕灵族玩家来说，我们人族就落后于他们。届时3族大战，我们人族没有后退的机会，不赢那就是全族毁灭。所以我们天书城来说，只要有一丝可能，哪怕牺牲再大，我们也要守住主城。宁阳的话犹如惊天骇浪般在所有人心底掀起巨浪，他们完全疯狂了，简直不敢相信宁阳所说的话。3族会有大战，另外2族玩家是其他国家的玩家吧？那我们能赢吗？输了就死，呵呵，我们确实没有任何后退的可能。随着他们说话，宁阳继续补充了句：是的，未来深渊的那些强大君主更是会一个个的驾临，就算我们能在3族中获胜，在这些君主面前或许也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我们的路很难，我们的未来也需要一点点前行，所以死亡的玩家我们敬重，活下来的众人，咱们未来的路充满荆棘。就在宁阳说话的时候，一声吼叫传来，轰！宁阳仰望天空，只觉头皮发麻。这第9轮的 BOSS 竟然是骑乘巨大秃鹫的 BOSS 天级，我去，这 BOSS 好强，我们能打过吗？几乎没有停顿，宁阳在主城频道喊话。第9轮 BOSS 在东门，已经不是一座城门的实力就能打掉了。天级 BOSS， 大家一起上吧，你们也速速赶过来。第110章迎接新的世界，我们只剩下1万人了。第9轮 BOSS 被杀掉，原本主城还剩下10万多人，一个天级 BOSS 狂放大招，愣是足足又杀了9万多。原本热热闹闹喜欢开玩笑的烟灰凋零，此刻也变得严肃无比。还有最后一轮，我们只剩下这么多人，还守得住吗？9轮怪物攻城，我们天书城玩家损失惨重，除了之前离开的一些低等级玩家，高等级玩家损失殆尽。如果我们这1万人守不住主城，那么之前的人是不是就是白白浪费生命？宁阳抿嘴，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努力做到，切不能让大家的努力化作泡影。宁阳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听明白自己所说的，但有些事重活一次，宁阳觉得就无所畏惧。结，虚空中一个美丽的身影，她有着紫色长发，披萨而又凌乱的赤红色的眼眸带着丝丝魅惑，又见煞气盈盈，腰间一把长弓，鲜红的指甲搭在长弓上，她就这么踏步而来。明明没有看她有飞行的翅膀，却就这么踩着空气走来。到了宁阳等人前方之时，女人才停住，她的身后光芒萦绕，形成一座白骨王座，她便坐住，睥睨天下。头顶上一行 ID 闪现，深渊君主路易斯，10大君主排行第6位。宁阳看到对方的出现，只觉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生成，紧跟着整个人感觉脚下大地都在下坠，疯狂下坠。10大君主出现了，这可是天罚中最顶级的 BOSS， 而且是嗜血路易斯，上一世中最恶名昭彰的 BOSS 杀戮机器。第10轮没有普通怪物吗？怎么这个 BOSS 出场的气场好强啊？龙王和浩然正气都在宁阳身旁，两人眉头高耸。艾琳带着剩下的几十个狂神玩家也挤在一旁。这个 BOSS 霸道，我们真的能打掉他吗？这次的坚持是不是耽误时间？宁阳不管他们说什么，也不去讨论他们是不是看到 BOSS 没有了战意。宁阳将斩龙剑握在手中，守卫天书城。NPC 军团剩下的人也不多，但是在看到路易斯的时候，军团小队长还是冲了出来。他用长刀打出刀气，急射空中 BOSS。邪魔入天书城，死！路易斯的身躯吞噬了刀气，随后只见他拿出长弓，没有用剑。路易斯身上只有一支剑，就这么虚拉了一下弓身，那一刻赤红的剑气飞驰而下，紧跟着小队长发现自己被一股无形气劲锁定，他不顾一切想避开，可是身体却动不了，被气劲直接贯穿身体。咚！小队长的身体被钉死在墙上，有几个在他身旁的队员受到技能波及，同样被打死。为了天书城的荣耀， NPC 军团发出咆哮，那些人的武器纷纷朝着路易斯攻去。蝼蚁，凭你们也想伤我？路易斯再次拉动长弓，火红的长弓爆发火焰，下一刻直射天空，化作无数火雨，附带着剑气纷纷落下。哎呀！惨叫声连成一片，技能覆盖了 NPC 军团，纷纷化作飞灰。与此同时，宁阳出手，斩仙剑化作游龙，幻影斩。宁阳别无选择，哪怕连神猫都看不到的 BOSS 属性，宁阳也要选择出手。大家一起上，最后一轮，不试试总不能放弃吧？对的啊，大家一起上，千万不能放弃啊！技能的光芒璀璨夺目， BOSS 的血条也少了一点，只要能打掉气血，就算是魔也要将 BOSS 磨掉。
蝼蚁！伴随着怒吼声，路易斯再次释放大招，火焰形成的箭矢灼烧着所有人。宁阳 SSS 及天赋灵魂召唤的怪物也被直接杀死。这还是宁阳操作青龙飞得快，直接避开了攻击。玩家在线数量直接锐减到只剩下9000。接下来，众人卯足劲，不断攻击路易斯。宁阳看到艾琳带着剩下的那100多狂神玩家发动攻击，然后倒在了箭雨下。宁阳看到申猴不顾一切地保护身旁的同伴，身为脆皮刺客，申猴直接被 BOSS 的技能波及带走。宁阳看到浩然正气为申猴报仇，最后被钉死在地上。与此同时，最后2座主城正式宣告破碎，而前往那2座主城的是排行第9和第10的君主。深渊力量这一次竟然一举出动3大君主，甚至宁阳隐约觉得好像黑暗中还有更强大的邪恶力量在蠢蠢欲动。我的弟子，你与这样的邪物交战，怎么能不通知我这个师傅呢？就在西图旭夫这些导师一个个倒下的时候，宁阳听到悦耳的声音传来，导师林雪擎着长剑出现。宁阳咬牙，下一刻不顾一切就冲了出去。林雪，这家伙厉害，你打不过他的。林雪却只是朝着宁阳露出微笑，然后朝着路易斯飞去。此时剩下的玩家已经不足1000人，而 BOSS 的气血只少了1丝。林雪一剑落下，路易斯气血就少了1%左右，可比宁阳这些玩家制造的伤害大多了。好强的攻击力！宁阳惊呼。下一刻，路易斯拉弓，箭矢飞出，林雪就被洞穿身体，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飞远。林雪！宁阳朝着林雪追去。与此同时，为了拖延时间，抬手召唤出了白骨僵尸王。就在刚才，白骨僵尸王已经能召唤了。三哥！路易斯看到出现的身影，有些诧异。你融合了自己？宁阳咬了咬牙，才知道白骨僵尸王的身份竟然是深渊10大君主排行御风者凌冽。龙王召集最后的玩家，为了天书城，咱们冲！光影消散，宁阳抱紧许蓝墨的尸体，眼睁睁看着导师化作数据消散。与此同时，主城界面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叮！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纵横四海，守护住天书城。作为唯一幸存玩家，作为怪物攻城战的 MVP， 玩家纵横获得等级+100，获得神器霸道之冕，获得天罚至高神称号。游戏将在10分钟后进行维护，将会降临诸神时代，死亡的灵魂也将有机会作为神明复活。宁阳看向远方，许蓝墨他们会在吧？